暮色城，一具尸体静静地躺在街边的臭水沟边，身上飞满蝇虫。突然，尸体猛地抖动一下，嘶，好痛！一股深入骨髓的痛楚蔓延全身，让楚风醒了过来。本尊竟然没死！楚风瞬间有点懵，他不是魂飞魄散了吗？突然，一股记忆涌入楚风的脑海。过了好一会，楚风终于理清他现在的状况。本尊竟然借尸还魂了！楚风借尸还魂到了一个同名同姓的身体中，前身偷看宗门圣女沐浴，被刺瞎眼睛，还被废除修为，逐出师门，最后被打死在街头。楚风的魂魄不知什么原因，竟诡异地穿过无尽虚空，附魂到这具身体上，重活了过来。上一世，楚风是上界人族4大巅峰帝尊之一。人族4大巅峰帝尊，2男帝2女帝，其他3位帝尊被称为正道大帝，楚风被称为幽冥魔尊。只因楚风的体质是幽冥魔体，只能吸收魔气修炼。不过楚风虽然号称魔尊，但是一直没有做魔的事，反而一直为人族镇守黑渊，抵御深渊魔族的入侵。只是没想到，上一次深渊魔族3位巅峰帝尊入侵，楚风拼死才打退他们，却被人族其他3位巅峰帝尊趁机偷袭，最后魂飞魄散。等本尊重回上界，定让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楚风咬牙切齿地道。上一世楚风是幽冥魔体，常年镇守黑渊，吸收黑渊的魔气修炼，实力比同境界的其他3位人族大帝都强大很多，这才引起了其他3位大帝的忌惮。在他重伤之际，趁机偷袭斩杀他，杀了本帝。我看你们谁能抵御深渊魔族的入侵？黑渊中魔气滔天，不修魔的人进入其中，实力会大幅降低。除了楚风，上界人族根本没人能镇守住黑渊。楚风已经想象到不久后深渊魔族大举入侵，上界混乱的场景，只是不知道到那时上界人族是否会后悔杀了他这位一直镇守黑渊的幽冥魔尊。楚风手指用力想要撑着站起来，不过却发现连手指都动弹不得，灵脉尽毁，重伤垂死。本尊不会刚中火就要马上死掉吧？楚风感觉身体的伤口还在流血，生机也在缓缓流失，而且全身动弹不得，也无法凝聚灵气，他现在根本无法自救。时间1分1秒过去，就在楚风要绝望时，突然远处天空飞来一位气质不凡的娇俏女子。女子旋立在暮色城上空，灵石在城中快速扫过。片刻，女子看到躺在臭水沟边的楚风，顿时露出满意的笑容。很快，女子降落到楚风面前，没死就好，便宜你了。女子在楚风身上扫视一遍，确认楚风没死，便从储物戒指拿出一颗丹药，塞进楚风的嘴里。丹药入口即化，瞬间一股热流快速流遍楚风全身。片刻，楚风体内的生机缓缓恢复，身体外的伤势也肉眼可见的恢复，一些可怖的伤口也瞬间愈合结疤。见状，楚风心中大喜，刚才他都已经彻底绝望了，没想到突然就来了一位仙女，救了他的命。虽然楚风现在眼下看不到女子的容颜，不过此刻女子在楚风心中就是一名仙女。楚风想着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女子的救命之恩。片刻，女子看到楚风身上的伤势缓缓恢复，就准备带他离开。真臭！楚风一身血迹污垢，躺在臭水沟边也不知多久了，现在全身散发着恶臭。女子微微捂着鼻子，甩出一条丝带卷住楚风，就带着他朝城外飞去。楚风不知道女子要带他去何处，不过他现在修为尽失，只能任由女子摆布。女子之前还用珍贵的丹药救他，想来也不会害他。不久后，女子带着楚风来到暮色城不远的一座小山上，小山上郁郁葱葱，到处是茂密的绿树。女子带着楚风降落在一处光秃秃的山顶上，突然，女子纤手一挥，原本光秃秃的山顶猛地出现一座破庙。女子带着楚风缓缓走进破庙，片刻，外面又恢复原样，光秃秃一片，看不到破庙。这里似乎是布置了隐秘阵法。走进破庙，女子对着里面的人邪魅一笑道：“圣女殿下，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楚风看不见，不过他感觉不远处有个人。此时，破庙中央正一动不动地坐着一个倾城绝世的女子，她似乎被人控制住了，动弹不得。女子身披凤霞仙裙，面容精致绝伦，就像9天之上的仙女。她的肌肤胜雪，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光泽，仿佛由最纯净的玉石雕琢而成。女子只是静静坐在那里，就散发出无比高贵的气质，给人一种高不可攀、不可亵渎的感觉。孔蝶，你到底想做什么？绝美女子声音清冷，带着怒气。圣女殿下，看，我给你找来了一名绝世无双的乞丐。孔蝶猛地娇笑一声，说完，孔蝶就把楚风甩到女子面前。此刻，楚风衣衫褴褛，满身污垢，全身散发着恶臭，就像是一名不知多少年没有沐浴过的乞丐。圣女看到楚风，瞬间一阵反胃：“你什么意思？赶紧放开我，不然我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圣女似乎已经猜到孔蝶要做什么，声音带着一丝微颤：“穆清瑶，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你抢我的圣女之位，还抢走陆师兄对我的爱，今天我就让这最肮脏的乞丐好好给你上一课。”孔蝶恶狠狠地看着穆清瑶，声音中带着无尽愤怒：“孔蝶，我不仅是瑶池圣女的圣女，还是中州顶级世家穆家的嫡女，你敢动我，我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穆清瑶怒声威胁。孔蝶没有理会穆清瑶的威胁，转头看向楚风，
道：“小乞丐，你知道你有多幸运吗？穆清瑶是我们瑶池圣地的圣女，也是我们荒夷界最美、最圣洁的女人。整个荒夷界有无数男人为她疯狂，甚至无条件为她去死。现在，你一个肮脏的小乞丐，却能成为她的第一个男人。你说，你是不是很幸运？”说完，孔蝶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一颗粉红色的丹药，塞进楚风的嘴中。这是极品的10日金刚不倒丸，小乞丐，好好享受吧。10日金刚不倒丸，楚风知道这种丹药，这是一种壮阳的丹药，吃了之后只能找女子发泄出来，不然就会爆体而亡。此刻，楚风内心充满愤怒，他之前还以为孔蝶是好心救他，没想到竟然是拿他来报复人，而且还是把他作为一个男性工具来报复一个女人。这对他一个曾经的人族巅峰帝尊来说，简直就是极大的侮辱。不过他现在修为尽失，似乎也只能听从孔蝶的安排，和穆青瑶行鱼水之欢，不然肯定会爆体而亡。片刻，孔蝶也给穆青瑶喂了一颗丹药，这是激发情欲的丹药。穆青瑶，好好享受吧。咯咯喽！孔蝶大声娇笑。孔蝶，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的。穆青瑶愤怒地瞪着孔蝶，恨不得能把他碎尸万段。死，我不会让你死那么快的。穆青瑶，我可是准备了足足100个流影石，一会定把你最美的时刻全部流影下来。孔蝶大声娇笑道。什么？穆青瑶闻言表情瞬间呆滞，她不敢想象她的丑态被流影后传出去，她的亲人朋友看到会是多么的绝望和羞愧。此刻，穆青瑶羞愤的恨不得能立即自杀。不过她之前被孔蝶偷偷下了风灵毒散，1个月内动用不了灵力，现在她根本无法挣脱孔蝶的控制，想自杀也自杀不了。咯咯喽！你说以后这些流影石传出去，将会造成多大的轰动啊！孔蝶笑得娇躯乱颤。不好！突然，楚风感觉到全身燥热，瞬间坚挺。哥哥，药效发作了！小乞丐，荒夷界最美的女人就在你面前，她已经被我控制住，你赶紧上！孔蝶看到楚风的身体变化，顿时一脸期待的大笑道：“小乞丐，你敢动我，我定把你碎尸万段，甚至你的家人，我也不会放过他们。”穆青瑶也看到了楚风的身体变化，急忙出声威胁。楚风正犹豫，突然就听到穆青瑶威胁的话，他立即缓缓向他走去。上一世，楚风就非常讨厌别人威胁他，现在穆青瑶竟敢威胁他，那就怪不得他了。片刻，楚风走到穆青瑶面前，滚开，不要靠近我！穆青瑶看到楚风靠近，顿时花容失色。楚风没有理会穆青瑶的驱赶，伸手摸到穆青瑶后，就直接把她扑倒在地，开始拉扯她的衣服。穆青瑶，你能成为本尊的第一个女人，也是你的荣幸。上一世，楚风是幽冥魔体，不能破元阳，活了近1000年，他一直没有碰过女人。这一世，楚风不再是幽冥魔体，终于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男人。虽然楚风看不到穆青瑶的容颜，不过孔蝶说她是荒夷界最漂亮的女人，想来也能差不到哪里去，应该配得上她。片刻，楚风便和穆青瑶坦诚相对。穆青瑶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目光呆滞，面如死灰。啊！突然，穆青瑶发出一声惨叫，眼泪簌簌掉落，竟然是灵泉玉体。刚和穆青瑶接触，楚风就发现了穆青瑶的特殊体质，灵泉玉体是顶级双修体质，可以快速提升双方修为。小乞丐，你玩得挺花。孔蝶一直控制着流影石全方位流影，不去打扰楚风和穆青瑶。不过看到楚风千奇百怪的招式，他还是忍不住一阵惊叹。上一世，楚风涉猎广阔，什么样的书籍都看过，切磋的书籍也看过不少，其中千奇百怪的招式，楚风更是记忆深刻。现在初次切磋，楚风兴奋异常，不断的变换招式攻击穆青瑶。楚风不断和穆青瑶切磋，利用穆青瑶的灵泉玉体缓缓修复灵脉。慢慢的，楚风的灵脉就像枯木逢春般一点点修复。第5天，楚风的灵脉终于修复完毕，境界也缓缓提升。第7天，楚风的眼睛恢复，终于可以看清穆青瑶的容颜，仙姿容颜，冰肌玉骨。尽管上一世楚风见过无数神女圣女，但只是一眼，穆青瑶的容颜就深深吸引住他。可以看清穆青瑶的仙姿容颜，楚风变得更加兴奋。第9天，楚风的境界突破到淬体境9境，还差一步就能晋升到入灵境。只要晋升到入灵境，楚风就能微弱的引动天地灵气，使用前世的一些手段。这个世界修士的境界分为淬体境、入灵境、真灵境、地灵境、天灵境、王境、皇境、宗境、尊境、圣境、地境，每一个境界又分1到9重。楚风上一世的境界是地境9重，是上界最顶尖的强者。不过和深渊魔族打交道多年，楚风知道地境之上还有更高的境界，只是他一直没能突破地境瓶颈，不知道地境之上还有什么境界。这些天的切磋，不仅楚风得到巨大收获，穆青瑶同样也获得了收获。只是穆青瑶一直在隐藏，似乎想要找机会一击必杀孔蝶。10天之期马上就要到，到时不管穆青瑶和孔蝶谁会获胜，楚风都将难逃一死。孔蝶只是利用楚风，利用完，为了不暴露身份，肯定会除掉楚风。穆青瑶就更不用说了，楚风如此侮辱他，肯定恨不得把楚风千刀万剐，碎尸万段。穆青瑶是天灵境8重的境界，
孔蝶也是天灵境7重的境界，楚风现在只是淬体境9重，和穆青瑶、孔蝶的境界相差太多了。就算他有通天手段，也很难从两人手中逃脱。第10天，楚风的动作缓缓停下，穆青瑶被丹药激起的情欲似乎也完全消散。孔蝶见状，面露微笑的缓缓收回百颗流影石，太震撼了，这绝对是一部史诗大作。没想到我随便在臭水沟捡到的乞丐，竟能演绎出一部史诗巨作。小乞丐，不得不说，你是一位真男人，咯咯喽！不敢想象这部剧作流传出去将会造成多大的轰动。穆青瑶，你可要好好感谢我，是我让你名留千古了。孔蝶一脸兴奋，在楚风和穆青瑶周围来回踱步，不断的说道着。此时，楚风和穆青瑶还是身体紧贴，亲密无间。突然，孔蝶刚转身，穆青瑶就猛地推飞楚风，如迅雷般杀向孔蝶。轰！孔蝶反应不及，直接被穆青瑶轰飞，口吐鲜血，重摔落地。怎么可能？你的境界怎么恢复了？孔蝶面露惊慌，他之前给孔蝶服用的可是高价买来的极品风灵毒散，可以让人1个月动用不了灵力的。这才10天，穆青瑶怎么就能动用灵力了？而且刚才那一击，孔蝶感觉穆青瑶的境界不仅恢复了，还突破到了天灵境9重。穆青瑶天灵境8重的时候，他就不是穆青瑶的对手。现在穆青瑶突破到天灵境9重，他更不可能是穆青瑶的对手了。瞬间，孔蝶就拼尽全力朝着破庙外逃去。轰！孔蝶刚逃出破庙门口，就被穆青瑶追上，狠狠轰飞回来。砰砰砰！穆青瑶攻势不断，乘胜追击，几招就制服了孔蝶。青瑶，饶了我！孔蝶被穆青瑶控制住，瘫坐在地上，满脸惊慌。穆青瑶没有理会孔蝶的求饶，快速的从地上捡起衣服，想要穿起来。不过发现之前的衣服已经被楚风撕得破破烂烂，他顿时狠狠地瞪一眼角落的楚风。此时，楚风默默地看着穆青瑶和孔蝶，心中快速思虑逃跑的办法。不过想了好一会，楚风始终想不到办法，实力相差的太多了，几乎没有任何逃跑的可能。片刻，穆青瑶从孔蝶身上搜出之前被拿去的储物戒指，从中拿出一套衣裙换上。穿上衣裙后，穆青瑶变得高贵无比，让人不敢亵渎。穆青瑶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一把灵剑，满脸杀意的缓缓走向孔蝶。青瑶，我知道错了，这些流影石我都给你，今天的事我也保证不会传出去，你饶了我。孔蝶看到穆青瑶一脸杀意，顿时把储物戒指中的流影石全部拿出来，一脸惊恐的求饶。孔蝶，今天不把你碎尸万段，难消我心头之恨。穆青瑶愤怒地看着孔蝶，她一个高贵纯洁的瑶池圣女，竟然被孔蝶找一个肮脏乞丐狠狠侮辱了10天。想到之前她被楚风不断摆弄的羞耻场景，时而躺着，时而趴着，时而站着，时而抱着，穆青瑶羞愤的差点昏死过去。啊！穆青瑶愤怒地挥动手中灵剑，不断在孔蝶身上挥砍，直到孔蝶面目全非，变成一滩碎尸，穆青瑶才缓缓停手。杀了孔蝶，穆青瑶又愤怒地轰碎洒落在地上的流影石，她要把这耻辱的一切全部抹除掉。可惜，这时楚风已经悄悄穿好衣服，看到穆青瑶把流影石全部毁掉，顿时一阵可惜。这流影石记录了他和穆青瑶疯狂的第一次，不能传播出去，但留着两人私下回忆还是不错的。全部毁掉，真是太可惜了。不过刚才楚风穿衣服的时候，已经偷偷藏了一颗流影石进衣服中。全部毁掉地上的流影石后，穆青瑶一脸冷冽的转头看向楚风。此时楚风依旧一身肮脏，眼睛被割伤的疤痕凸显，让他看起来有些狰狞。我竟然被如此肮脏之人侮辱了整整10天。穆青瑶看到肮脏的楚风，感觉他也变得肮脏无比。杀！他要杀了楚风，抹除这10天的一切，才能忘记这耻辱的经历。穆青瑶，你不要冲动，我也是受害者，我可以对你负责。楚风看到穆青瑶一脸杀意的提剑走来，连忙出言安抚，他可不想被他的第一个女人杀了，而且他刚中火，不想就这样死了。负责？你也配？穆青瑶看着一身褴褛的楚风，一阵恶心。她是高贵纯洁的瑶池圣女，要她和这样肮脏的乞丐过一生，她还不如找块豆腐撞死。其实我并不是。楚风正想说他不是乞丐，他有很多圣级、神级功法可以补偿穆青瑶，不过穆青瑶根本没有给楚风说话的机会，提剑狠狠挥向楚风的脖子。穆青瑶的剑太快了，楚风根本躲闪不了，本帝竟然刚中火就要死了，而且还是死在自己的第一个女人手中。楚风看到灵剑靠近脖子，顿时心中悲叹。穆青瑶的剑狠狠地在楚风脖子处划过，不过楚风却瞬间消失不见了。人呢？穆青瑶有点愣神，不知楚风怎么突然就消失不见了？难道是楚风有空间传送符，直接传走了？穆青瑶立即飞出破庙，穿过阵法，飞到破庙上空，远远搜索楚风的身影。一般的空间传送符只能传送几公里，楚风如果真的用空间传送符传走，也根本逃不脱他的追踪。不过穆青瑶搜查了好久，都没有发现楚风的身影。穆青瑶不死心的继续飞到远处搜查，不过一样没发现楚风的任何踪迹。不久后，穆青瑶重新回到破庙，他仔细的搜查破庙的每一处角落，但依旧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啊！穆青瑶愤怒地挥舞灵剑，把整个破庙夷为平地。这是哪里？此时楚风正在一片荒芜的世界中，整个世界灰蒙蒙一片，灵气枯竭，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地面光秃秃一片，没有任何植被。不远处有座黑山，也是光秃秃一片，黑山下有条小河，缓缓流着。楚风缓缓走向小河，小河清澈见底，河中也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楚风在周围探查了好久，还是没有任何发现。这么诡异，一般有水源的地方就会有生命迹象，这片世界太诡异了。以楚风前世的阅历，这里应该是某个特殊的空间，只是楚风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这里的，也不知道怎么出去。不过至少他从穆青瑶手中逃脱了。有人吗？片刻，楚风尝试叫喊，不过他叫喊了好久都没人回应。看周围没人，楚风顿时松懈下来，躺在地上缓缓睡去。之前和穆青瑶大战10天10夜，太累了，当时欲望驱使，楚风没感觉到累，现在松懈下来，楚风瞬间感到无比疲累，缓缓睡去。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楚风突然感觉有人在注视着他，他连忙一跃而起，目光投去，只见不远处一名容貌不输穆青瑶的女子正默默地注视着他。你是谁？楚风一脸惊讶地看着女子，之前他搜寻了好久都没有发现任何生命迹象，怎么他睡一觉就出现了一名诡异的女子？楚风以为他还没睡醒，还在做梦，不过他狠掐自己一下，激烈的痛疼告诉他，他不是在做梦，我是这混沌星辰珠的珠灵，你可以叫我灵儿。女子展颜一笑，美得让人窒息。混沌星辰珠，楚风疑惑，他是怎么来到这个什么混沌星辰珠中的？你手中的印记就是混沌星辰珠。灵儿轻笑道。楚风闻言立即抬手看去，只见右手掌心镶刻着一个诡异的珠子印记。他怎么跟来了？这个诡异珠子印记是楚风上一世在一个远古遗迹中获得，当时他在远古遗迹的最深处发现了一颗诡异珠子，就当他伸手去拿，珠子却诡异消失不见，接着他的掌心就出现了这个诡异的珠子印记。离开遗迹后，楚风研究珠子印记多年，但一直没发现它有什么用处，印记也抹除不掉，最后楚风就不再理会它。没想到这个诡异珠子印记竟然跟着他重生过来了，难道他的重生是这个珠子的缘故？这个珠混沌星辰珠有什么功能？楚风抬头看向灵儿，询问道。混沌星辰珠就是一个星辰世界，具体有什么功能我想想，不好意思，好像睡太久了，有些东西我忘记了。灵儿突然讪讪地道。楚风闻言一阵无语，这都能忘？这灵儿不会是个小迷糊吧？你睡了很久？楚风继续问道。这个星辰世界都枯竭了，想来我已经睡了几百万年，甚至几千万年了吧？灵儿不确定地道。那么久？楚风闻言一惊，不过又立即大喜，这个混沌星辰珠能存在那么多年，那它绝对是一件至宝，只是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功能。刚才我是怎么进来的？是你把我弄进来的？楚风继续询问。不是，我才刚睡醒，应该是你遇到危险，激活了混沌星辰珠的救主功能，才把你弄进来的。灵儿轻声道。这混沌星辰珠还能救主？那以后我遇到危险，他都能救我。楚风闻言一喜，如果每次遇到危险，混沌星辰珠都能救他，那他岂不是不死的存在了？你想得美，混沌星辰珠只能救主5次，用完5次机会就没有了。灵儿没好气地道。哦，楚风微微有点失望，不过这混沌星辰珠能救他5次也不错了，以后他尽量小心一点，不再消耗混沌星辰珠的救主机会。这个星辰世界我怎么出去？下次又怎么进来？楚风继续询问。我已经醒来，现在我们意念合一，以后你想进来就能进来，想出去就能出去。灵儿道。这么神奇？我试下。说完，楚风就心想着出去，瞬间楚风就出现在外面的世界。此时外面的破庙已经被夷为平地，楚风扫了周围一眼，就立即进入星辰世界。他刚才都忘记穆青瑶可能还在外面了，还好穆青瑶已经离开，不然他刚才出去肯定被他一剑砍了。楚风刚进入星辰世界，穆青瑶就突然出现在破庙上空，怎么回事？刚才我明明看到有人出现在这里的。之前穆青瑶一直没有离开，在远处守着破庙，想等楚风出现。他刚看到有人出现在破庙，就高速飞来，没想到人突然就不见了。难道是我太想那混蛋出现，看花眼了？穆青瑶心中一阵怀疑。穆青瑶又继续在周围搜查片刻，不过始终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最后只能放弃。这时楚风看到他能随意出入星辰世界，满脸兴奋，以后遇到危险他就能随时进入星辰世界躲避危险。这混沌星辰珠真是至宝，单单这个躲避危险的功能，楚风就觉得混沌星辰珠是个混沌至宝。楚风正兴奋，突然灵儿缓缓开口道。你以后不能在地境之上的强者面前进入星辰世界，不然混沌星辰珠会暴露。地境之上的强者有多强？听到灵儿说到地境之上，楚风顿时一阵期待。上一世楚风就一直想要突破到地境之上，不过一直没有成功，是你无法想象的强。你现在知道这个也没用，还是先好好变强吧。灵儿淡声道。楚风轻轻点头，他现在境界才是淬体境，还是先重新修炼到地境，再考虑地境之上的事。外面有个女人，好像是在找你。灵儿突然道。你还能看到外面的情况？楚风闻言一阵疑惑。
只要我想看，就能看到外面的情况。灵儿点头道：太好了。楚风闻言一喜，如果灵儿能看到外面的情况，那以后他遇到危险躲进星辰世界，就能让灵儿查看外面的情况，没有危险他再出去。那女人一直在远处守着，似乎在等你，你得罪她了？灵儿询问道。我拿了她最重要的东西，我以后会补偿她的。楚风讪讪一笑道。穆清瑶怎么说也是他的第一个女人，以后他会想办法让她做他真正的女人，就算穆清瑶不同意，他也会从其他方面好好补偿她。哦，灵儿闻言微微点头，不再细问。片刻，楚风看着周围荒芜的世界，问道：灵儿，这个世界都枯竭了，还能恢复吗？以后这个星辰世界就是独属他的世界。楚风想要把这个世界建造得更加完美，可以，不过需要大量的灵源，还要弄到神壤，彻底改变这片世界的土壤环境。灵源就是充满灵气的东西，灵石、灵药那些都行，不过需要巨量。至于神壤，可遇不可求，以后你碰到再说吧。灵儿缓缓地道。哦，对了，灵儿，我能带其他人进入这片世界吗？楚风问道。可以。灵儿轻轻点头。太好了。楚风闻言一阵大喜，那以后他一定要好好完善这个星辰世界，这样他就能让他的女人进来这里居住，随时见到他们。片刻，楚风又继续询问灵儿一些其他的问题，不过灵儿总是含糊其辞，说她睡太久忘记了。见状，楚风只能作罢，以后再慢慢挖掘混沌星辰珠的其他功能。外面那个女人走了吗？楚风突然道。还没有。灵儿轻声道。这女人真执着。陆晨闻言微微蹙眉，她的现在境界和穆清瑶相差太多，如果穆清瑶一直守在外面，她根本无法出去，看来她只能和穆清瑶耗着，看谁能耗得久。片刻，楚风盘的而坐，准备突破入灵境了。楚风要选择他这一世地功法，上一世楚风修炼的是幽冥魔诀，和他上一世的幽冥魔体相辅相成，修炼起来事半功倍。这一世楚风体质是九阳体，再修炼幽冥魔诀已经不合适，九阳体只是一般体质，差女宫的魔女倒是喜欢这种体质，因为九阳体是顶级的双修体质。不过九阳体对于修炼并没有任何增幅作用。楚风大脑快速回忆上一世他所获得地功法，最后选择一部未知等阶地功法混沌诀。混沌诀是楚风在一处混沌秘境中获得，这部功法可以吸收任何天地灵气修炼，就算是魔气也一样能吸收修炼，而且使用混沌诀可以驾驭任何灵技，需要魔功催动的灵技用混沌诀一样可以使出。不过这部功夫需要从淬体境开始修炼，把每个境界都修炼到极境才能突破，修炼起来也非常困难，需要的修炼资源也远超一般功法。不过修炼混沌诀的人会比同境界的人强很多，甚至越级挑战也是家常便饭。可以说混沌诀是一部最顶级地功法。上一世楚风已经是地境，不可能废除修为重新修炼，不过上一世楚风把混沌诀传给了他的一对双胞胎徒弟洛轩和洛雪，他们两人修炼混沌诀后效果明显，经常可以越一两个大境界战胜敌人。这一世楚风的修为刚好被废，正好可以从淬体境开始修炼混沌诀。上一世洛轩和洛雪修炼混沌诀每一个阶段楚风都全程了解，这一世他修炼混沌诀将会事半功倍。不知轩儿和雪儿怎么样了？想到洛轩和洛雪，楚风的思绪不禁一阵飘忽。上一世姐姐洛轩掌控他最强大的幽冥位，妹妹洛雪则是掌控他的商业版图，姐妹俩对他忠心无比，他死后两人肯定会伤心欲绝。现在楚风只希望他们俩不要冲动的去为他报仇，留存实力等他回去，不然想到洛轩和洛雪两人可能会出事，楚风不禁凶狠发誓，谁敢伤他们，他日我回上界定要把他碎尸万段。同时楚风也迫切的想要快速变强，重新回到上界。过了好一会，楚风才回过神来，立即按照混沌诀口诀缓缓运转体内灵力开始修炼。这个星辰世界灵力枯竭，不是修炼的地方。不过之前楚风和穆清瑶大战时储存很多灵力在体内，当时楚风本可以直接突破入灵境，不过为了修炼混沌诀，他一直控制着没有突破，现在正好消化体内储存的灵力。正常的境界每个大境界只有9重，不过修炼混沌诀9重之上还有个极境，极境是巩固整个大境界，也是整个大境界的极致升华。随着楚风不断运转混沌诀，他体内的骨骼开始不断发出声响，体内气海和经脉不断扩张，身体皮肤也开始渗出黑色的污迹。混沌诀初始就有洗髓法骨的功效，这是其他功法所没有的。3天后，楚风终于消耗完体内灵力，也终于突破淬体境极境，晋升到入灵境。爽！楚风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兴奋出声。突破入灵境，他就能微弱地调动天地灵气，动用前世的一些手段。现在他也算是有些自保能力了，不至于谁都能欺负他。片刻，楚风不顾灵儿在旁边，直接脱掉衣服，扎入不远处的河流中，清洗身上的污垢。楚风，你这个暴露狂！灵儿看到楚风突然脱衣，顿时一阵娇斥。楚风见状一阵大笑，这灵儿虽然有些迷糊，但是很可爱，逗弄一下她，楚风就感到心情愉悦。楚风慢慢搓洗身上的污迹，
直至全部清洗干净。正当楚风想要把他的破烂衣服洗干净晾干，灵儿却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套衣服丢给他。你哪来的衣服？这衣服不会是放了几百万年了吧？楚风见状一阵惊叹，衣服能存在那么多年，肯定是一件绝世宝物。不过楚风一阵观摩，却发现衣服只是普通衣服而已。储物戒指中的我都忘记放了多少年了。灵儿随意道。楚风继续观摩衣服片刻，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就直接穿上，还挺合身。衣服似乎特地为楚风所做，完全合身，洗净身上的污垢，穿上华丽的衣服，楚风恍若换了一个人似的，俊朗秀逸，就像一个世家贵公子。现在的楚风出现在穆青瑶身前，估计他可能都认不出来了。这衣服你穿起来很好看，现在的你比之前好看了无数倍。灵儿赞赏道。谢谢夸奖。外面那女人离开了吗？楚风问道。她不在附近了，应该是离开了。灵儿道。好，那我先出去。这个星辰世界枯竭，在这里根本无法修炼。楚风想要出去寻找机缘，快速变强。说完，楚风就和灵儿告别，回到外面的世界。此时外面寂静一片，楚风周围环视一眼，就朝着远处的暮色城飞奔而去。和穆青瑶大战前，孔蝶给楚风吃过一粒辟谷丹，可半个月不用吃东西。不过之前和穆青瑶的大战太激烈了，体力消耗太多，现在楚风已经饥肠辘辘，他必须进城找个地方大吃一顿。不久后，楚风进入天幕城，一进入暮色城，楚风就感觉有一道灵石锁定他，是穆青瑶。那女人竟然还没离开，楚风心中一阵嘀咕，不过丝毫不惧。现在他已经大变样，只要变换下声音，穆青瑶肯定认不出他。楚风面不改色的继续往城中走去，边走边看，扮作一个进城逛街之人。听说最近出现了一名变态女杀手，附近几个城池的乞丐都被他杀完了。乞丐？为什么那变态女杀手杀的都是乞丐？不知道，可能是有乞丐得罪那变态女杀手了，周围城池的乞丐都跟着遭殃。楚风边走边听着周围路人的议论，突然一道蒙着面纱的绝美身影拦在楚风面前。穆青瑶。楚风看着拦住他的女子，心中惊呼，他都已经大变样了，这穆青瑶竟然还能认出他。楚风心中大惊，不过表面还是不动声色。姑娘，你有什么事吗？楚风变换声音，一脸微笑的看着穆青瑶道。你是谁？穆青瑶眉头微蹙的看着楚风，询问道。楚风和之前那个乞丐一点都不沾边，不过穆青瑶总感觉楚风身上有种特殊的感觉，顿时他忍不住直接过来询问。那个侮辱他的乞丐一定要死，不然他一生都将活在噩梦的阴影中。这些天他秉着宁愿杀错也不能放过的想法，已经杀了很多人，只要眼前的楚风有任何异常的地方，他就一剑杀了楚风。我叫楚风，不知是否有幸知道姑娘的芳名？楚风微笑看着穆青瑶，目光中佯装带着一丝倾慕。你10天前在哪？在做什么？穆青瑶没有正面回答楚风的问题，而是继续质问楚风。我10天前应该是和一朋友在切磋武一把，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不知姑娘问这做什么？楚风似笑非笑的看着穆青瑶，想到10天前和穆青瑶的大战，楚风内心一阵火热，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彻底拿下穆青瑶，再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我问你就答，再敢废话，我杀了你！楚风的目光让穆青瑶非常不舒服，他手握紧剑柄，犹豫着要不要直接一剑砍了楚风。突然，远处快步走来几人。少主，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你没事吧？领头的一个老仆看到楚风，立即激动的快步走过来。陈伯，你怎么来了？我好好的，能有什么事？楚风记忆有点恍惚，微微思索才想起老仆的名字。陈伯是楚风的家族，楚家的一个老仆。楚风的家族在清风镇，距离暮色城应该有200公里左右。楚风不知道陈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过陈伯的到来正好可以帮他解围。这时穆青瑶看到陈伯几人都尊敬的称呼楚风少主，他顿时松开剑柄上的手。之前侮辱他的人只是个肮脏的乞丐，应该不可能是个什么少主。顿时穆青瑶就缓缓转身离开。楚风瞥到穆青瑶离开，顿时微微松了口气。少主，听说你被青兰宗逐出师门了？陈伯关心的询问。是吧？楚风对之前的那段记忆有些模糊，他是否偷看青兰宗的圣女沐浴，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过他是不是偷看圣女沐浴，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以后应该不会再回青兰宗，和青兰宗也不会有瓜葛。过去的事就过去了，现在这具身体是他楚风的，而不是前身的了。唉，陈伯闻言轻叹一声，没有再细问。少主，那我们回清风镇吧。好，楚风点头同意。现在穆青瑶正在到处搜寻他，他正好回清风镇避避风头。楚风环顾周围一眼，想要再看一眼穆青瑶，不过穆青瑶已经消失不见，以后有缘再见了。楚风低声呢喃一声，这次离开，两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不过楚风相信，他以后定能再见穆青瑶，到那时他定会让穆青瑶心甘情愿地做他女人。2天后，楚风等人返回到清风镇。清风镇是个不大不小的城镇，镇内大概住着几万人。楚风所在的楚家是清风镇2大家族之一，清风镇另外一个大家族是韩家，实力比楚家强。楚家族的在清风镇的中心位置，占地广阔，整个楚家包括护卫下人有上千人。
楚家门前，楚风停顿了片刻，看着陌生而又熟悉的楚家大门，思绪有点飘忽。这具身体的父母是楚家的嫡系，不过在楚风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之后楚风一直被养在楚家，好在他争气，3年前突破入灵境，被青兰宗收入门下。加入青兰宗，整个楚家都觉得楚风前途不可限量，就立了他为陆家少主。少主，进去吧。陈伯看到楚风一直在门口停顿，便开口催促道：“楚风微微点头，便跨步进入楚家。楚家大门进去后，是一个巨大的演武场。此时，演武场有上百名楚家子弟正在比武演练。少主回来了，大家快来参见少主！陈伯朝着演武场大声喊道。演武场上的楚家子弟听到陈伯的声音，顿时都停下手上动作，朝楚风看过来。少主！一部分人远远向陆晨行礼，不过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只是淡淡看了楚风一眼，并没有理会楚风。楚风偷看圣女沐浴被废除修为逐出师门的事已经传回楚家，这些人都知道楚风已经是个废物，也没有再尊重楚风的意思。少主，陈伯看到很多人不理会楚风，顿时一阵不知所措。无事，楚风淡淡一笑，这些都是小卡拉米，他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楚风，突然，一个面带邪意的白衣青年带着几人缓缓向楚风走来。楚风目光投去，认出了白衣青年的身份。白衣青年名叫楚剑，也是楚家的嫡系。楚风轻轻点头，算是回应。楚风，听说你偷看青兰宗圣女沐浴，被废除修为逐出青兰宗了？楚剑一脸嗤笑地道：“算是吧。”楚风淡淡出声，没有否认。楚风，没想到你还是一个色胚，哈哈哈！楚剑放声大笑，笑声响彻整个演武场，似乎想要众人都知道楚风是个色胚。楚风，你真是个废物，竟然因为偷看女人沐浴，把自己的大好前途弄没了。楚剑走近楚风，继续不断嘲讽。之前楚剑就一直不服楚风一个没爹没娘的人当楚家少主，不过之前楚风是苍风帝国顶级宗派青兰宗的弟子，楚剑只能把不服藏在心里。现在楚风被逐出青兰宗，修为还被废了，楚剑顿时没有顾忌，肆意嘲笑楚风。周围的楚家子弟看到楚剑不断嘲讽楚风，都一脸看戏，没有上去劝阻的意思。他们很多都是旁氏子弟，不想参与嫡系的争斗，也参与不进去，只能默默看戏。正当楚剑肆意嘲笑楚风的时候，啪！突然一个大逼斗落下，直接把他扇得头昏眼花，摇摇欲坠。楚剑一脸懵了好一会，楚剑才回过神来，知道刚才是楚风扇了他。楚风，你个废物，竟敢扇我脸！楚剑捂着高高肿起的左脸，愤怒地瞪着楚风，目光中充满怨毒，似乎恨不得立即把楚风碎尸万段。啪！楚风狠狠地在楚剑的右脸又扇了一巴掌，直接把他扇趴倒地。同时，楚风脚步轻移，一脚踩在楚剑的脑袋上，在地上摩擦，地面粗糙，脸在上面摩擦，看着就让人觉得痛。本少主也是你能随便嘲笑的？楚风冷冷地盯着脚下的楚剑。楚风，你死定了，我一定要杀了你！楚剑的境界只有淬体境9重，被楚风踩在地上，根本动弹不得，只能暴怒地拼命嘶喊。哼！楚风看楚剑这时候还敢出言威胁他，顿时再次用力踩着楚剑的头在地上摩擦。很快，紧贴楚剑脸部的地板就开始泛红，并向周围蔓延。啊！剧烈的疼痛让楚剑发出惊天惨叫。楚风，你快放开楚剑！这时，演武场的教头楚天齐连忙走过来，劝说楚风放过楚剑。楚风抬头冷冷看了楚天齐一眼。楚天齐是楚家旁氏子弟，境界是入灵境5重，不过年纪大了，只能在楚家当个教头。之前楚天齐见他没有行礼，楚剑嘲笑他的时候也没有出言阻止，现在看情况不对，就想出来做好人。楚风怎么可能搭理他？本少主教训一个不尊少主的废物，楚教头有什么意见吗？楚风目光冷冷地扫向楚天齐，冷喝道：“还有，你竟敢直呼本少主的名字，谁给你的底气？”记忆中，楚天齐一直亲近楚剑那一系，小时候练武，楚天齐也经常故意为难他。正好趁这个机会，楚风想把楚天齐也好好教训一顿。楚天齐是楚家的教头，虽然是旁系弟子，但是楚家上下都对他尊敬有加。现在当众被楚风喝问，他脸上顿时挂不住。不过在楚风冷冷的目光下，楚天齐只能低头。之前是我失礼，还请少主大人不计小人过，先放过楚剑。砰！楚风闻言，狠狠地在楚剑背上踢一脚，直接把他踢飞出10几米。啊！楚剑惨叫一声，重摔在地，直接昏死过去。楚风，你怎么敢？楚天齐见状，暴怒呵斥。刚才那一脚，楚剑的背上直接传出骨头碎裂的声音，估计已经断了几根肋骨。轰！楚风脚步轻移，瞬间出现在楚天齐面前，一脚轰在他的肚子上，把他也轰飞出10几米。敢直呼本少主之名，还屡教不改，那本少主就好好让你尝尝教训。楚风冷声道。你！楚天齐口吐鲜血，抬手指着楚风，一脸不敢置信，竟敢用手指着本少主，我看你的手势不想要了，那本少主就帮你碎了他。说完，楚风再次瞬移到楚天齐面前，一脚轰在他的手上，咔嚓！啊！剧烈的疼痛让楚天齐发出惊天惨叫。此时，楚风一脸冷冽，杀气外放，仿若一尊魔神。众人见状都一脸惊惧，缓缓后退，
不敢招惹楚风。怎么回事？突然，楚家深处飞奔出一个青衣老者。二长老，楚少主他。靠近青衣老者的一个楚家子弟指着楚风，哆哆嗦嗦地道：“楚风，你回来了。”青衣老者一眼看到楚风，便缓缓走向楚风。楚剑和楚天骑士怎么回事？青衣老者扫了一眼地上惨叫的两人，出言问道：“他们不敬本少主，我只是轻轻出手教训他们一下。”楚风看着青衣老者，淡淡一笑。青衣老者是楚家的二长老楚文山。记忆中，楚文山以前对楚风还不错，和楚剑那一系也不对付，算是楚家比较中立的人。楚少主，楚剑少爷都被你打断几根肋骨了，你这算是轻轻教训吗？楚剑的一个小弟蹲在楚剑旁边，一脸愤怒地控诉道。楚文山看到楚剑那肿如猪头的脸和背部凹下去的惨状，顿时嘴角一抽。二长老，还请你为楚剑少爷主持公道。楚剑的几个小弟都出言央求楚文山立即让人来医治他们。今天族长和其他几位长老有要事出去了，这事等族长他们回来再说。楚风，你也先回去休息一下。楚文山不好处理楚风，只能先安排人救治楚家和楚天齐。楚风微微点头，转身走向他记忆中的住处。刚才那真的是楚风吗？不是说他被废除修为了吗？怎么还如此厉害？竟然连天齐教头都不是他的对手。不知道，不过楚风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他是有点冷漠，但是不会如此心狠手辣。可能是他被逐出青蓝宗，心中憋着气，想要找人发泄，才会出手如此狠辣吧。楚剑少爷被伤得如此重，估计大长老回来不会善罢甘休。楚风离开后，场中的楚家子弟就开始议论纷纷。片刻，楚风回到他居住的小院。小院清静优雅，四周种满翠绿的花草，看起来非常舒适，地面也一尘不染，看得出经常有人来打扫这个小院。少主，你先休息一下，我去让人安排茶水糕点送来。陈伯一直跟着楚风，看楚风进了小院，才小心地禀告。之前楚风的狠辣也惊到了陈伯，不过好在回来的路上，他一直对楚风尊敬有加。楚风微微点头，看到楚风点头，陈伯才快速离开。楚风在小院看了一会，就走进房间。记忆中，楚风在楚家没有什么心腹，也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人。自从父母去世后，楚风就变得孤寂，没有交际，一心只知道修炼。3年前加入青蓝宗后，楚风更是1年才回一次楚家。所以说，现在的楚家对楚风来说，几乎是可有可无的存在。楚风准备过一段时间就离开楚家，出去寻找机缘，快速变强，然后返回上界。不久后，院子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怒吼声：“楚风，你这个野种，竟敢伤我的剑儿，赶紧给我滚出来！”野种！楚风闻言，目光逐渐冰冷，闪过杀意。片刻，楚风走出房门，就见一名紫衣中年男子朝他冲杀过来。陆晨认得紫衣中年男子，他是楚剑的爹楚宏远，境界深入临近7重。楚风，你给我死！楚宏远靠近楚风，就狠狠轰出一掌，没有任何留手，似乎想要一击必杀楚风。刚才楚宏远从外面回来，看到楚剑的惨状，就暴怒的过来，想要杀了楚风。楚风没爹没娘，现在还被逐出青蓝宗，竟然还敢伤他的剑儿，简直就是不知死活。他要杀了楚风，为他的剑儿报仇。他爹楚茂德是楚家大长老，就算他杀了楚风，事后就算被家族惩罚也不会太重。正好杀了楚风，让他的儿子楚剑来做楚家少主。随着手掌越来越靠近楚风，楚茂德已经开始幻想杀了楚风，他儿子楚剑成为楚家少主的场景。突然，楚风低呼一声，缓缓出拳，大湮灭拳。瞬间，一道无比恐怖的力量从楚风的拳头发出，直接轰碎楚宏远的手掌，击在他的胸膛上。轰！楚宏远瞬间大口吐血，倒飞出去。楚宏远狠狠摔在地上，翻滚了很远才停下来。啊！老爷！跟着楚宏远来的仆人看到楚宏远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顿时惊声大叫。楚风冷冷地扫了一眼一动不动的陆茂德。大湮灭拳是魔道拳法，会直接湮灭对方的生机。一般来说，大湮灭拳需要用魔气施展，不过楚风现在可以用混沌诀转换灵气发出，虽然威力有点大打折扣，但是对付只有入灵境7重的陆茂德足够用了。刚才那一拳下去，楚宏远估计活不了多久了。楚宏远敢叫他野种，那就要付出死的代价。不久后，二长老楚文山听到下人禀告，立即赶了过来。在查看了楚宏远的伤势后，楚文山惊怒地看着楚风道：“楚风，你重伤了楚宏远，大长老回来不会放过你的。”哼，大长老一系就是楚家的祸害，我正好帮楚家除掉这些毒瘤。楚风淡淡地道。大长老楚茂德仗着自己是真灵境强者，平时在楚家横行霸道，有时连族长楚天岳都要看他脸色行事。3年前，楚风成为楚家少主，楚茂德也多方阻拦，想要让楚剑做少主，不过最后楚天岳联合二长老强硬拍板，才让楚风做了少主。楚天岳无子，楚茂德又如此横行霸道，如果让楚剑做少主，那楚天岳的族长之位估计很快就要不保，所以当时楚天岳才强硬的让楚风做少主。楚风很快就会离开楚家，楚家毕竟是前身的家族，楚风想要在离开前帮楚家把毒瘤清理完，他这一生必将血雨腥风，尸骨累累，
楚家和他沾染关系，不见得是好事。楚风想要离开前帮一下楚家，也算是了结和楚家的因果。楚风，不是说你被废除修为了吗？楚文山一脸疑惑地看着楚风。之前下人来报说楚风一拳把楚宏远打死了，当时楚文山根本不信。楚宏远的境界是入灵境7重，就算是真灵境1重的强者，也很难一拳把他打死。楚风修为没废前，境界也才入灵境4重，根本不可能一拳把楚宏远打死。不过刚才他从楚宏远随从的口中得知，楚宏远确实是被楚风一拳打得重伤垂死，这让楚文山一时惊讶不已。之前确实被废了，不过我得到了一些机缘，境界已经恢复到入灵境1重。楚风淡声道：“入灵境1重，那你是怎么打伤楚宏远的？”楚文山一脸不信，不过他感知楚风的气息确实只有入灵境1重，他太废物了。楚风淡淡地道：“你。”楚风的话让楚文山一阵郁结。楚文山的实力也只比楚宏远强一点，楚宏远是废物的话，那他岂不是也和废物差不多？你的境界才入灵境1重，怎么对付楚茂德？楚文山一脸蹙眉地看着楚风，要知道楚茂德的境界可是真灵境2重，比楚风高了一个大境界多。按常理，10个楚风也不是楚茂德的对手，这个你不用操心。等陆茂德回来，我自会杀了他。楚风冷冷地道：“你，反正到时你自己小心一点，实在不行，你就赶紧逃。”楚文山还是不信楚风能对付得了楚茂德。楚风没有再说什么，反正说再多，楚文山也很难相信他能以入灵境1重的实力杀掉真灵境2重的陆茂德。不过只要迟点他杀了陆茂德，楚文山就知道他所说非假。你先休息，我先带楚宏远去医治。族长和楚茂德去韩家商谈要事去了，估计很快就会回来，你自己做好决定。楚文山言语中似乎还想着让楚风逃跑的意思。楚风闻言只是淡淡一笑，直接转身回房。楚宏远中了楚风的大湮灭拳，根本不可能救得活。不过楚风并没有阻拦楚文山救治楚宏远。楚文山作为留守楚家的长老，有责任维护楚家人的安全。现在楚宏远重伤垂死，楚文山带他去医治也是一种责任。不久后，楚文山让人抬着楚宏远来到楚家的医师处。此时医师还在医治之前被楚风打伤的楚剑和楚天启，看到楚文山又带了一人过来，顿时疑惑道：“二长老，今天族中是出了什么大事了吗？怎么一直有人受伤？你别管发生什么事，先医治好他再说。”楚文山立即让医师救治楚宏远。医师看了一眼楚宏远，认出了他的身份，连忙走过去检查楚宏远的伤势。二长老，远大爷的生机已经消散，就不活了。医师一脸叹声地道：“什么？我爹活不成了？”此时躺在不远处的楚剑听到医师的话，才知道刚才送过来的是他爹楚宏远。不久前楚宏远来看楚剑，说要去杀了楚风帮他报仇。楚剑闻言一阵兴奋，只要杀了楚风，那他就能接任少主。就这样，楚剑一直等着楚宏远杀了楚风，也幻想着他以后成为楚家少主的场景。不过没想到他等到的消息竟然是他爹活不成了，这怎能让他接受？不会的，我爹不会死。楚剑激烈挣扎，想要翻身观看楚宏远的情况，不过楚剑一动就碰到伤口，痛得冷汗直流。二长老，是楚风做的。旁边正在疗伤的楚天齐不敢置信地出声询问。楚文山轻轻点头。楚天齐瞬间一脸震惊。之前被楚风打伤，楚天齐还一直觉得他是被楚风偷袭才会被打伤，正面战斗的话，楚风肯定不是他的对手。没想到现在比他强很多的楚宏远都被楚风打得重伤垂死。楚天齐顿时震惊楚风的实力，也庆幸之前楚风对他留手了，不然他现在肯定也会像楚宏远一样重伤垂死。你们好好养伤，族长他们很快就回来，一切等族长回来再处理。楚文山淡声道。说完，楚文山看了眼一动不动的楚宏远，就缓缓离开。楚文山离开后，楚剑才在仆人的帮助下缓缓移动床榻，看到了楚宏远。爹，你怎么样了？楚剑朝着楚宏远大喊。不过此时楚宏远已经死了，根本回答不了楚剑。医师也发现了楚宏远的不对，连忙上前探查。片刻，医师轻叹一声道：“楚剑少爷，远大爷走了。”什么？不可能，我爹不会死！你肯定看错了，我爹不会死！楚剑一脸不信的大声不吼。楚剑少爷，你冷静点，远大爷真的走了，你安心养好伤，才能为远大爷报仇。楚天齐也确认楚宏远已经死了，连忙出言安慰楚剑。楚风这个杂种竟敢杀我爹，等我爷爷回来，我定要把他抽筋剥皮，碎尸万段，他父母的坟骨我也要挖出来，拿去喂狗。楚文山疯狂怒吼，发誓要楚风好看。楚剑少爷，你不要激动，先养好伤，安心等大长老回来。你放心，楚风敢杀远大爷，他这次绝对死定了。一旁的楚天齐看到楚剑一脸痛苦，还在那怒吼，顿时再次出声安抚。不久后，楚天月一脸怒气地带着楚茂德几人回到楚家。今天，楚天月受邀前往韩家商谈清风镇附近的一处灵矿的分配之事。楚家和韩家是清风镇两大家族，之前这处灵矿两家是5-5分成，现在韩家要重新分配。本来韩家比楚家强大，楚天月也同意让一成4-6分成，他们楚家4，韩家6。没想到
这次韩家竟然狮子大开口，竟然要8成，只给楚家2成。楚天岳接受不了，愤怒反对。不过跟楚天岳一起前往的楚茂德竟然说2成，他们楚家也能接受，这让楚天岳暴怒不已。他才是楚家族长，楚茂德竟然不经过他同意，就说他们楚家接受2成的分配，简直一点都不把他这个族长放在眼里。楚天岳暴怒的就要当场发飙，不过当时有真灵境4重的韩家大长老在，而且楚茂德还反水，楚天岳只能忍着怒气说回去考虑下，过2天再给答复。最后韩家同意给楚天岳2天时间考虑。族长，出事了！楚天岳等人一回到楚家大门，门口的守卫就大声禀告道：何事？楚天岳眉头微蹙，今天灵矿分配的事已经让楚天岳糟心，不想家族也出了事，这让楚天岳的心情变得更加糟糕。楚风少主回来了！守卫声音微顿道：原来是楚风那废物回来了，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呢。旁边的楚茂德听到守卫的话，一脸嗤笑，他回来就回来，算是什么出事？楚天岳一脸不悦地道。想到楚风，楚天岳内心更是一阵愤怒。苍风帝国有3大势力，青蓝宗、凌霄阁、天剑宗。楚风是青蓝宗的弟子，韩家少主是凌霄阁的弟子，之前2家少主都是3大势力的弟子，2家相处也还算和睦，互不得罪。这次韩家就是得知楚风被逐出青蓝宗，才提出重新分配灵矿，可以说都是楚风的错，才害得楚家丢失大部分灵矿分成。楚风少主把楚剑少爷和楚教头打伤了，还把远大爷打死了。守卫声音微颤地道：什么？楚茂德闻言一声怒吼，直接捉住守卫的脖子，大声喝问道：你胡说什么？信不信老夫一掌拍碎你的脑袋？旁边的3长老也一脸不信的道：你是不是搞错了？楚风不是被青蓝宗废除修为了吗？怎么可能杀得了宏远？就是楚风那废物，没废前也杀不了我，更别说他现在已经废了，定是你在这散布谣言，看老夫不拍碎你的脑袋！楚茂德愤怒的就要拍碎守卫的脑袋。楚天岳见状连忙阻止楚茂德杀人，道：先别杀人，弄清楚情况再说，如果他真是传播谣言，你再杀他也不迟。说完，楚天岳就快步走进楚家，楚茂德也掐住守卫的脖子，拎着他走进楚家。之前2长老楚文山得知楚宏远死了，就让人把他抬到外面演武场的一个凉棚中，准备等楚天岳和楚茂德回来就安排后事。远儿，楚茂德一进楚家就看到远处凉棚躺着的楚宏远，他立即丢下守卫飞奔过去。片刻，楚茂德确认楚宏远真的死了，顿时悲伤地抱着楚宏远的尸体，仰天怒吼。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让狠辣的楚茂德也不禁眼泪盈眶。大长老，是楚风杀了远大爷。之前跟着楚宏远的一个青衣随从看到楚茂德，立即悲声禀告：楚风，我要把你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楚茂德怒声大吼，声音中充满无限杀气，让周围的人都惊得连连退远。到底是怎么回事？楚天岳道现在依然不信楚风能杀楚宏远，想要弄清楚事情经过。今天楚风刚回来就打伤了楚剑少爷和楚教头，袁大爷回来知道楚剑少爷被打伤，就去找楚风报仇，没想到最后被楚风杀了。青衣随从缓缓地叙说道：楚风是怎么杀楚宏远的？楚天岳继续询问道。楚风不知道使了什么妖法，一拳就把远大爷打得重伤垂死，之后袁大爷被抬回来不久就死了。青衣随从一脸悲伤地道：一拳？楚天岳有点目瞪口呆。族长，大长老。这时2长老楚文山听到动静走出来，向楚天岳和楚茂德微微行礼。楚文山，你为何不救我？你是不是早就想让我儿死了？楚茂德看到楚文山，立即怒声质问：大长老，出事后我第一时间就赶过去，让人抬宏远去救治，只是他伤得太重了，根本就不过来。楚文山淡淡地道：2长老，宏远真的是被楚风一拳打死的？楚天岳有点难以置信地问道：是的，楚风不知用了一种什么诡异拳法，一拳就湮灭了宏远的生机。楚文山道：诡异拳法？楚天岳微微明悟，觉得楚风肯定是趁楚宏远不防备，用诡异拳法偷袭，才能一拳杀掉楚宏远。楚风那个野种呢？楚文山，你不会让他逃了吧？楚茂德怒声质问楚文山。楚风还在家族中，刚我已经让人去叫他，他应该很快就到。楚文山淡声道：楚风这狗杂种竟敢杀我儿，伤我孙，一会我定要把他抽筋剥皮！楚茂德破口大骂道。突然一道黑色身影如同幽灵般出现在楚茂德的面前，啪！黑色身影狠狠扇了楚茂德一个耳光，楚茂德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楚茂德一脸懵逼，啪！黑色身影如迅雷般继续又扇了楚茂德一个耳光，瞬间楚茂德干瘦的哭脸就高高肿起，场中如死一般寂静，众人都呆呆地看着突然出现的黑色身影，一脸不可置信。楚风！楚天岳看清黑色身影后目瞪口呆，楚风竟然能连扇楚茂德2个耳光，要知道楚茂德可是真灵境2重的强者呀，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啊！楚风，你这个狗杂种，竟然杀老夫，你给我死！片刻，楚茂德回过神来，暴怒的一掌轰向楚风，嗖！楚风轻轻一闪身，就躲开了楚茂德的攻击。死！楚茂德看到楚风躲过他的攻击，
继续出狠招攻击楚风。不过楚风使用的是前世的圣级步法幽影步，楚茂德根本攻击不到楚风，被楚风耍得团团转。啊！狗杂种，有种你不要闪！楚茂德攻击不到楚风，暴怒大吼，啪！楚风一个瞬移躲避，反手又给楚茂德一个狠狠的耳光。啊！楚茂德立即暴怒的疯狂攻击楚风，他活了几十年都没有被人扇过耳光，现在竟然被楚风连扇3个耳光。楚茂德暴怒的想要拍死楚风，不过楚风的速度太快了，他根本攻击不到楚风。魔煞掌！突然，楚风用幽影步躲开楚茂德的攻击后，一掌轰在楚茂德的胸膛上，瞬间楚茂德就狂吐鲜血，倒飞出10几米。啊！楚茂德摔落在地后就不断在地上翻滚，好像很难受的样子。魔煞掌是楚风前世修炼的一种毒掌，这种掌法携带煞气入体，慢慢摧残敌人的各个器官，让敌人痛苦致死。啊！大长老，这是怎么了？他怎么不停翻滚，还呕血？应该是刚刚中了楚风少主一掌的缘故。楚风少主也太强了吧，竟然连家族最强的大长老都不是他的对手。大长老已经不是我们家族最强的了，以后我们家族最强的人是楚风少主。围观的楚家弟子议论纷纷。楚风大长老他楚文山一脸震惊地询问道：之前楚风说杀楚茂德，楚文山还一直不信，甚至想让楚风快点逃跑，没想到现在楚风竟然如此轻松就击败了楚茂德，就像是一个大人对付一个几岁小孩一样，太轻松了。这让楚文山一时震惊不已。一个废物罢了。楚风淡淡地道。楚风本可以直接杀了楚茂德，不过他不想这么轻易就让楚茂德死了。楚风，你竟然变得如此强了！楚天岳也是满脸震惊，不敢置信楚风会变得如此强。之前因为灵石矿的事，楚天岳还一直想着要狠狠惩罚楚风，不想现在楚风变得如此厉害，把楚茂德都击败了。现在说什么楚天岳都不敢再惩罚楚风了，甚至楚天岳还想奖励楚风。楚天岳之前一直想要除掉楚茂德，但是楚茂德境界高强又谨慎，他根本杀不掉。没想到现在楚风竟然如此轻松就击败了楚茂德。楚风轻轻回应一声，就静静地看着楚茂德在地上惨叫翻滚。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叫喊声：“爷爷，爷爷！”只见4个仆人正用担架抬着楚剑，缓缓走过来。之前楚剑从下人口中得知楚茂德回来了，他立即激动地让下人抬他出来。楚风竟然敢打伤他，他要亲眼看到楚风被千刀万剐，碎尸万段，这样才能消他的心头之恨。楚风冷冷地看着被仆人抬过来的楚剑，正好楚剑一家3代都聚一起，他正好一起送他们下地狱。楚风，你怎么还能好好的站着？我爷爷呢？楚剑被抬过来后，一眼就看到站在中央的楚风，有点疑惑，楚风怎么还能好好站着？爷爷，快杀了楚风，他杀了我爹！楚剑侧躺在担架上，一时看不到楚茂德，顿时大声叫喊：“你爷爷在地上躺着呢！”楚风冷冷地道。此时楚茂德已经痛得昏死过去，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爷爷！这时楚剑才看到不远处的地上躺着一个人。楚茂德刚一直在地上翻滚，衣衫褴褛，而且之前被楚风扇得面容红肿，让楚剑一时不敢相认。这怎么可能？片刻，楚剑终于确认躺在地上的是他爷爷楚茂德，他表情瞬间呆滞。不，这不可能！楚剑一脸难以置信的喃喃自语道：“他爷爷是整个楚家最强的存在，怎么可能会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爷爷，你快起来杀了楚风啊！楚剑不断嘶喊，不过楚茂德还是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楚风，你是不是给我爷爷下毒了？楚剑觉得楚风肯定是用什么阴谋诡计算计了他爷爷，不然他爷爷不会如此。族长，你快把楚风捉起来！楚剑转头看向楚天岳，现在楚茂德不知死活，楚剑只能指望楚天岳帮忙对付楚风。不过楚天岳只是淡淡看了楚剑一眼，并没有任何行动。片刻，楚风来到楚茂德的身前，抓住他的头，把他扯起来。楚风，你想要做什么？快点放开我爷爷！楚剑看到楚风抓住楚茂德的头，心中顿时泛起不好的感觉。做什么？你看着就是了。楚风冷笑一声，说完，楚风就松开抓住楚茂德的手，不过刚抬起的手又迅速的往下一拍，砰！就像西瓜被拍烂一般，楚茂德的脑袋瞬间碎裂，脑浆四溅。啊！周围的人都惊恐大叫，纷纷后退。抬着楚剑的人也瞬间丢下楚剑，快速远离。楚剑重摔在地上，受伤的部位痛疼无比。不过现在楚剑脑袋一片空白，已经忘记了疼痛。楚风，你……楚天岳和楚文山都一脸震惊地看着楚风，不敢相信楚风竟然会如此残忍杀害楚茂德。同时，他们心中也对楚风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怀疑。之前的楚风不可能如此残忍，他们瞬间有点怀疑眼前的楚风是不是换人了。杀一个人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楚风淡淡地道。上一世，楚风杀人无计其数，杀人对楚风来说也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虽然刚才杀楚茂德确实有点血腥，不过这样也能震慑一些人，不要来招惹他。楚风，你个野种，你不得好死！我以后一定会杀了你，一定会杀了你！这时，楚剑回过神来，崩溃的疯狂怒骂楚风：“以后？你以为你还有以后？”楚风淡声嗤笑，
缓缓走向楚剑。你想要做什么？族长，快救我！楚剑看到楚风缓缓走来，顿时不顾疼痛，奋力往后爬去。楚风，楚剑只是一个废物，不用杀他也行。楚文山开口求情道。轰！楚风没有理会楚文山，走近楚剑就一脚狠狠踹在他的胸膛上，直接把他踹死。楚剑虽说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不过已经成了仇人，楚风就不可能让他活着。楚文山看到楚风没有听他的话，直接杀了楚剑，顿时一阵轻叹，没有再说什么。现在的楚风已经不是他能阻拦的了。楚天岳倒是没有任何怪罪楚风的意思，立即安排人来清理现场，还客气的请楚风去后堂议事。楚家后堂，楚风，没想到你现在竟然变得如此厉害了，连楚茂德都能轻易斩杀。楚天岳对着楚风一阵赞叹。很久之前，楚天岳就想除掉楚茂德，不过楚茂德一直很谨慎，境界也比楚天岳高，楚天岳一直没能找到机会除掉楚茂德。这次楚风能除掉楚茂德，楚天岳对楚风充满感激。楚风不像楚茂德会让楚天岳忌惮，楚风这么年轻就有如此实力，将来肯定不会窝在小小的清风镇中。楚天岳根本不用担心楚风会和他抢夺楚家家主之位。楚风，你的境界才是入灵境一重，怎么会如此厉害？一旁的楚文山问出心中疑惑。偶然得到一些机缘罢了。楚风淡淡地道。机缘？楚风，我看你之前使用的步法和灵技都很强，是不是都是机缘所得？你能不能传授给家族子弟，让他们也变强？楚天岳一脸期待地道。楚文山闻言也一脸期待。楚风入灵境一重就能轻易杀了真灵境2重的陆茂德，那他获得的机缘肯定很强。楚天岳和楚文山都想楚风贡献一些机缘出来，让楚家变得更强。那些你们学不了。楚风淡淡地道。楚风之前所使用的灵技大都需要魔气才能施展，他是用混沌诀催动才能使出。混沌诀楚风不可能传给楚家之人。哦，楚天岳和楚文山闻言都一脸失望，不过他们也不敢勉强楚风，那些你们学不了，不过我有些玄级功法和灵技可以传给你们。上界有很多流传的通用功法，那些功法是上界最普通地功法，不过在荒夷界这里就是很强大地功法了。玄级地功法和灵技。楚天岳和楚文山闻言大喜，要知道楚家只有最低级的黄级功夫和灵技，如果真有玄级地功法和灵技，那整个楚家的实力肯定能快速变强。不错，楚风轻轻点头。楚风还有很多地级、天级，甚至圣级和神级的，不过那些都不合适楚家。太好地功法和灵技，楚家根本保不住，反而会引来灭门之祸。如果楚风一直在楚家庇佑楚家倒是没事，但是楚风很快就会离开。楚风不想离开后楚家被灭，就只能传给他们玄级地功法灵技。太好了！楚天岳和楚文山兴奋地站起身，来回踱步。片刻，楚风就写下几篇功法灵技给楚天岳，你们先修炼，再传给楚家的精锐弟子，我过段时间就会离开，你们赶紧修炼，有问题就来问我。楚风轻声道。楚风，你离开后准备去哪里？楚天岳听到楚风要离开，顿时有点着急。现在楚风是他们楚家最强的人，楚天岳还想楚风庇佑楚家一段时间，没想到楚风那么快就要离开了。中州大陆吧。楚风淡淡地道。楚风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荒夷界的东荒大陆，属于蛮荒之地，灵气稀薄，而中州大陆是荒夷界灵气最充裕的大陆，也是整个荒夷界的修炼圣地。楚风想要前往中州大陆快速变强，再想办法返回上界。中州大陆，楚天岳和楚文山闻言都一脸震惊。东荒大陆有几百个帝国，而清风镇只是苍风帝国最偏僻的一个地方。楚天岳和楚文山连清风镇都很少出去，也没有出过苍风帝国。中州大陆对他们来说就是传说中的地方。楚风，中州大陆路途遥远，途中有无数危险，你现在实力还比较弱，要不再修炼一段时间，等境界高点再前往中州大陆吧。楚天岳劝说道。楚天岳还是想着楚风能留在楚家一段时间，等楚家变强一些再离开。我意已决，你们不用再说。楚风淡淡地道。楚风也知道他现在的境界太低，想要前往中州很难，不过一直待在楚家他也很难变强，只有出去历练才能获得机缘快速变强。唉，那你什么时候离开？楚天岳看到楚风说的如此坚决，顿时也不好再相劝，只求楚风能多留一段时间，教会他们玄级功法和灵技再走。暂时还没决定好，放心，我会帮楚家解决好一切问题再离开。楚风轻声道。那就好。楚天岳闻言顿时一松，你们先修炼吧，我先回去了。说完，楚风就起身准备离开。楚天岳和楚文山闻言顿时也跟着起身相送楚风。楚风走后，楚天岳就一脸兴奋地看着楚文山道。文山，今天真是太让人激动了，不仅除掉了楚茂德一系，还获得了玄级功法和灵技，从今以后我楚家定能崛起，成为苍风帝国的顶级世家。楚文山也是一脸兴奋，开心道。有楚风在，我们楚家未来的上限可能还不止苍风帝国。可惜楚风要前往中州大陆，如果他能一直留在东荒大陆就好了。楚天岳一脸遗憾地道。就算楚风去中州大陆，他也会再回来的。楚文山轻声道。
中州大陆和东荒大陆相距太远，中间还隔着无尽之海。楚风前往中州大陆，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了。楚天岳叹声道：“族长，我们可以给楚风安排婚事，让他留有牵挂在家族，这样他以后肯定会回来。”楚文山轻笑道：“楚风之前和柳家倒是有个婚约，不过上次收到楚风被逐出青兰宗的消息后，柳家就传信来说要退婚，我当时没有同意，只说等楚风回来再商议。”楚天岳眉头微蹙道：“3年前楚风成为楚家少主后，楚天岳就给楚风和柳家的大小姐柳寒烟定下婚约，言定3年后再成婚。本来今年楚风和柳寒烟要成婚的，不想之前传出楚风被青兰宗逐出师门的消息，柳家就起了退婚的心思。哼，退了也好，柳家不可靠，我们正好可以给楚风另外找一门好亲事。”楚文山轻哼道：“迟点我再问问楚风的意见。”楚天岳轻轻点头。不久后，楚风回到他的小院，就开始打坐修炼。现在楚风迫切的想要变强，不想浪费任何时间。混沌诀是最顶级地功法，楚风一运转，方圆数里的灵气就猛地朝楚风涌过来。不过灵气太稀薄，修炼效果不明显。东荒大陆的灵气太稀薄了，看来必须快点前往中州大陆。楚风眉头微蹙，荒一界只是下等世界，比起上一世楚风所在的上界，灵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想要快速变强，他必须快速前往更高层面的世界才行。翌日，日上三竿，楚风伸了个懒腰，缓缓站起身。昨晚楚风一夜没睡，一直在打坐修炼，境界虽没提升，不过修为不断精进巩固。楚风打开房门，就看到陈伯在外面守候。陈伯看到楚风出来，立即安排人端水来给楚风洗漱，并安排好早餐。楚风吃早餐的时候，楚文山过来了。楚风，这里是缴获大长老遗系的一部分资源，族长让我带过来给你。楚文山说着，递给楚风一个储物戒指。楚风没有拒绝，接过储物戒指。上次在暮色城，前身被人抢劫打死，楚风就变得身无分文。现在有修炼资源拿，楚风也不矫情，直接就收下了。楚风，我们准备给你娶妻，你觉得怎么样？楚文山问道。娶妻？楚风闻言一愣。上一世，楚风活了上千年都没有碰过女人，更别说娶妻了。娶妻这个词对楚风来说无比陌生。现在听到楚文山说给他娶妻，楚风瞬间有点愣神。不过楚风不可能随意娶妻，起码要他喜欢上的才行。上一世，楚风见过无数圣女神女，一般的女人他根本不可能看上。那妾也行。族长的意思是你要离开了，想让你留下个血脉在家族。楚文山轻笑道：“我暂时没有娶妻纳妾的想法。”楚风淡声拒绝。楚风很快就会离开荒天大陆，甚至离开荒一界，不想留下牵挂在这里。楚风，你再考虑考虑。楚文山劝说道。不必再劝，我说不娶就不会娶。楚风表情有点冷漠。唉。楚文山闻言只能无奈叹气。突然，一个黑衣守卫走进来，禀告道：“少主，族长让你去迎客厅，是有什么客人来了吗？”楚文山有点疑惑，去迎客厅肯定是有什么客人来，不过楚文山之前没听说今天会有什么客人上门，属下并不知道。不过听说好像来是什么柳小姐来了。黑衣守卫道：“柳小姐。”楚风搜索记忆，发现他认识的柳小姐似乎只有他的未婚妻柳寒烟。好，柳寒烟来的正好。楚风正想了结前身的因果，柳寒烟来了，他正好解除两人的婚约。楚风，柳寒烟可能来者不善。楚文山想到昨天楚天岳说的柳家有意退婚，这次柳寒烟上门可能就是来退婚的。没事。楚风淡淡一笑，明白楚文山的意思。之前他被废除修为逐出青兰宗的消息，柳家肯定是知道了，这次上门肯定是来退婚的。不过正好楚风也想解除婚约，之前楚风还想着去退婚，再给对方一些补偿，现在对方主动上门退婚，楚风也能省下一些麻烦。我出去看看。楚风淡然起身，走出房门，向楚家的迎客厅方向走去。不久后，楚风走进楚家迎客厅。此时迎客厅中除了楚天岳，还有3人，一名长相娇俏的女子，一名青衣老者，还有一名冷峻的白衣青年。娇俏女子楚风有印象，正是和他有婚约的柳寒烟。青衣老者和白衣青年楚风没有见过，不过想来也是和柳寒烟关系亲密的人。青衣老者的境界是真灵境1重，白衣青年的境界是入灵境8重。楚风，你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柳家的大长老柳晴，也是寒烟侄女的爷爷，之前一直在闭关，你应该没有见过。这位则是寒烟侄女在凌霄阁的师兄张元。楚天岳看到楚风过来，立即起身为他介绍青衣老者和白衣青年。凌霄阁。楚风闻言微微疑惑地看向柳寒烟。楚风，我不久前已经加入凌霄阁，成为凌霄阁外门弟子了。张元师兄是我们凌霄阁的内门弟子。柳寒烟傲然地道：“那得恭喜你了。”楚风淡淡一笑，看来柳寒烟是找到下家了，才迫不及待地上门退婚。不过楚风并不在意，柳寒烟这样的女子太普通了，普通到让她做丫鬟，楚风都嫌弃。柳寒烟能主动上门退婚，正合楚风的心意。楚风，你已经被逐出青兰宗，而我现在是凌霄阁的弟子，我们的身份已经天差地别。我这次上门是来退婚的，希望你识趣点，同意退婚。柳寒烟一脸傲然地道：“好，我同意。”
把解除婚约的协议拿出来吧，想来你已经准备好了。楚风淡淡一笑，直爽地道。柳寒烟看到楚风如此直爽，顿时有点呆愣。柳寒烟之前还想过他上门退婚，楚风要死要活的场景，没想到现在楚风竟然如此轻易就同意解除婚约了，好像比他还想快点解除婚约，这是嫌弃他这个未婚妻，巴不得早点解除婚约。柳寒烟心中瞬间充满愤怒，楚风都是废物了，竟然还敢嫌弃他，谁给他的底气？怎么了？快点拿解除婚约的协议出来啊！楚风淡笑道。哼！柳寒烟闻言一怒，直接把一张协议甩给楚风。楚风拿过协议，正准备签字，不过瞬间楚风的脸就变得冰冷如剑。休书，你休我！楚风声音冰冷，带着无限杀气。你是个废物，寒烟跟你有婚约就是耻辱，只有休掉你，寒烟才能洗脱耻辱。一旁的张元突然大声嗤笑道：楚风，你已经是废物，我是凌霄阁的弟子，休你怎么了？柳寒烟一脸傲然地道。之前柳寒烟觉得给休书太羞辱楚风，又私下又准备了一份双方同意解除婚约的协议。不过刚才楚风这么迫切的想要解除婚约，柳寒烟觉得楚风是在嫌弃他，顿时柳寒烟就直接把休书丢给楚风。什么？休书？楚天月闻言愤怒地看向柳晴，柳晴瞬间一脸尴尬，本来上门退婚就是羞辱楚家，女方给男方休书更是对楚家对楚风的极大羞辱。不过这是张元特别要求的，柳晴多方考虑，只能无奈答应。张元是凌霄阁的内门弟子，张家也是个强大的家族，比楚家强大很多。柳寒烟也是的张元的帮助才能进入凌霄阁，张元也答应事后娶柳寒烟为妻，所以柳家才同意张元的要求，上门给楚风休书。啪！楚风反手一甩，狠狠甩了柳寒烟一个耳光。他堂堂上界魔尊，柳寒烟一个下界贱女，竟然敢休他，谁给他的底气？简直不知死活！柳寒烟瞬间懵逼，从小到大，柳如烟从没被人打过，他也没想过楚风会扇他耳光。要知道以前每次和楚风见面的时候，楚风可都是宠着他的啊！楚风，你个废物，竟敢扇我！片刻，柳寒烟反应过来，捂着红肿的脸，嘶声怒喊：你找死！竟敢动手打寒烟！张元看到楚风扇柳寒烟耳光，立即暴怒地冲向楚风。死！张元狠狠地朝楚风轰出一拳，不过他还没碰到楚风，就被一股巨力轰在肚子上，瞬间倒飞回去，狠狠撞在墙上，大口吐出鲜血。柳晴和柳寒烟见状连忙飞奔过去，扶起张元。张公子，你没事吧？师兄，你怎么样了？两人紧张地询问张元的情况。你竟敢伤我，你死定了！张元轻轻擦掉嘴角的血迹，愤怒地看着楚风，目光中充满怨毒。楚风，你的修为不是被废了吗？柳寒烟这时才发现楚风竟然恢复修为了，还能伤到张元，顿时一脸惊讶。被废了，又恢复了。楚风淡淡地道：哼，就算你恢复了又怎么样？还不是被逐出青兰宗了？张师兄是我凌霄阁的内门弟子，你敢伤他，我们凌霄阁不会放过你的。你现在赶紧给张师兄跪下认错求饶，说不定张师兄大人有大量，能饶你一命。柳寒烟冷冷地道。楚风气急而笑，声音中透出无限杀气，再给你们一个机会，滚，不然死！张元见楚风不求饶，还敢威胁他们，顿时暴怒地拔出剑，朝楚风冲杀过来。你个贱种，给我死！张元已经看出楚风的境界只是入灵境一众，觉得他刚才肯定是一时疏忽才被楚风轰飞。雷霆剑法，张元的剑如雷霆，带着无上剑威，狠狠刺向楚风。张师兄的雷霆剑法已经小成，楚风不求饶，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别人了。柳寒烟冷冷一笑，柳晴微叹一声，他没想到场面会发展成这样子。不过他们柳家已经选择张元，现在只能坚定地站在张元这边。楚天月知道楚风的实力，倒是不担心楚风的安全，他现在反而担心楚风伤了张元，会遭到张家和凌霄阁的报复。这时张元的攻击准备触到楚风，楚风只是轻轻一闪，就躲过张元的攻击，接着如幽灵般出现在张元身旁，狠狠一拳轰在他的脑袋上。砰！张元的脑袋瞬间爆裂，脑浆四溅，瞬间现场如死一般沉寂，众人都目瞪口呆，一脸震惊。他们都没想到楚风竟然敢杀张元，还是如此残忍的杀法。直到张元手中的长剑掉落在地，发出清脆的响声，柳寒烟才猛地反应过来，发出惊天尖叫：啊！楚风，你竟敢杀张师兄！你！柳寒烟正要威胁楚风，旁边的柳晴连忙捂住他的嘴。楚风，今日之事都是张元要求，还请你大人有大量，不要怪罪寒烟。柳晴一脸畏惧地向楚风赔罪。大长老柳寒烟不敢置信地转头看向柳晴，不懂他为何如此畏惧。闭嘴，不想死的话就不要说话。柳晴喝止柳寒烟，又立即转头向楚风道歉。刚才楚风杀张元的步伐太诡异了，柳晴看不清，肯定也躲不了。楚风要杀他的话，肯定也很容易。楚风，不要再杀人了！楚天月看到楚风还想继续杀人，连忙开口阻止。滚！楚风冷冷地道。是，我们现在就滚！柳晴闻言心中大松，连忙拉着柳寒烟逃一般的离开。慢着！就在柳晴和柳如烟要跨出门口的时候，楚风冷声叫停了他们。
柳晴身体猛地一僵，畏惧的缓缓转头。楚风走到一旁桌子边，拿起笔写了个大大的休字，然后走到柳如烟面前，狠狠甩他脸上。不是你休我，是我休了你。从今以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最好不要再来招惹我，不然我定杀了你。楚风冷冷地看着柳寒烟道。柳寒烟一脸愤怒，正要反驳，旁边的柳晴连忙拉住柳寒烟，卑微地道：好，我们以后绝不敢再来打扰，滚吧。楚风冷冷地道。柳寒烟内心充满愤怒，想爆发，不过瞬间就被柳晴快步拉走。看到柳晴和柳寒烟离开，楚天月才转头看向楚风，担心地道：楚风，你刚才太冲动了，杀了张元，张家和凌霄阁都不会放过你，也不会放过楚家，这可如何是好啊？楚风淡淡地道：不用担心，到时我自会对付他们。你怎么对付？楚风，张家可是有真灵境9重的强者，凌霄阁我不说你也知道，那可是有地灵境强者的。现在除非你能重新得到青蓝宗的庇佑，不然根本应付不了凌霄阁的报复。楚天月来回踱步，担心受楚风连累，整个楚家都会被覆灭。你怕的话，可以带家族的人先躲一段时间，等我灭了张家和凌霄阁，你再出来。楚风淡淡地道。楚风现在或许还没有实力灭掉凌霄阁，不过他相信很快他就会有实力灭了张家和凌霄阁。楚风，你真是大。楚天月本想说楚风大言不惭，不过又怕得罪楚风，顿时楚天月就不再说话，转而思虑着如何安排楚家的精锐弟子出去躲避。轰！突然楚家外面传来一阵巨响，紧接着一道怒吼传来：谁是楚风？给我滚出来！声音中充满杀气，一听就是来者不善。楚风，你在外面还得罪了别人？楚天月心中大惊。楚风没有说话，直接抬步往外走去。片刻，楚风走到外面的演武场，此时一个满脸凶相的灰衣中年人正揪着一名楚家子弟，大声怒问。旁边的地上还躺着10几个不知死活的楚家弟子。灰衣中年人身后不远还站着柳寒烟和柳晴，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刚才还没走，看到有人找楚风麻烦，留下来看热闹，还是灰衣中年人就是他们叫来帮张元报仇的。林长老，他就是楚风。柳寒烟看到楚风，立即给灰衣中年人指认楚风：小子，就是你杀了我徒儿张元。灰衣中年人凶狠地盯着楚风。灰衣中年人是张元的师傅，凌霄阁的内门长老林天成。这次林天成带张元外出历练，张元还带上了柳寒烟。不久前，柳寒烟得知楚风被逐出青蓝宗，就求着张元帮他来楚家退婚。张元喜欢柳寒烟很久了，顿时欣然同意。林天成在张元的央求下，也同意跟着前来。不过林天成觉得退婚这种事太羞辱人，他不想参与，就在楚家外面等候。没想到刚才柳寒烟出来说张元被楚风轰爆脑袋死了，林天成仿若晴天霹雳，立即暴怒地冲进楚家，想要把楚风碎尸万段，帮张元报仇。楚风没有理会林天成，转头看向柳寒烟，冷声道：柳寒烟，我说过你再来招惹我，我定杀了你。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楚风，林长老在这里，你还敢嚣张？我看你才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告诉你，林长老是我们凌霄阁的内门长老，境界可是真灵境9重。柳寒烟一脸傲然地道：什么？凌霄阁的内门长老，真灵境9重？跟着楚风走出来的楚天月听到柳寒烟的话，顿时一脸惊恐。楚风的境界才入灵境1重，和真灵境9重相差太多了，根本不可能是林天成的对手。楚天月刚还想着转移楚家的精锐弟子，没想到现在凌霄阁的内门长老就到了，他根本没有时间转移，顿时担心楚家会一举被灭。林长老，之前的事是个误会，还请你饶过楚家，我们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楚天月一脸畏惧地道。为了楚家，楚天月现在只能卑躬屈膝，求得林天成的原谅，给楚家留一条活路。楚风听到楚天月求饶的话，顿时没好气地扫了他一眼。这个楚天月对他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啊，这都还没开打就想着求饶了。楚风是楚家少主，他敢杀我徒儿，你们楚家也没必要存在了，今天你们楚家一个都别想逃。林天成冷冷地道。说完，林天成就拔剑朝着楚风冲杀过去。林天成剑势如雷，所用的剑法是之前张元使用过的雷霆剑法，不过林天成使用出来威力更加恐怖。剑还没近身，楚风远远就感到剑威压身，这已经有剑气的雏形，境界相差太多。楚风没有和林天成正面硬抗，使出幽影步不断躲避林天成的攻击。片刻功夫，地上就被林天成的剑威画出无数道深深的剑痕，不过却一直伤不到楚风。突然，林天成一剑砍在楚风的身上。就在林天成兴奋地以为要砍死楚风时，楚风却猛地消失不见。紧接着，一个拳头猛地轰在林天成的头上，嘣，头部碎裂，脑浆四溅，现场瞬间如死一般沉寂。这怎么可能？柳寒烟一脸难以置信，真灵境9重的林天成竟然如此轻易的就被楚风杀了，这怎能让他相信？柳晴见状，顿时一脸惊恐。他之前就觉得楚风恐怖无比，不想再回来。不过柳寒烟要跟着回来，他只能硬着头皮跟着。没想到事情真如他之前所畏惧的方向发展，林天成竟然也不是楚风的对手。还好，楚天月看到楚风杀了林天成，顿时心中微松。杀了林天成会引来凌霄阁的报复，
不过却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安排楚家精锐弟子逃走。楚风，你死定了！敢杀我凌霄阁的内门长老，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我凌霄阁也会杀了你。柳晴正想拉柳寒烟偷偷溜走，柳寒烟却不要命的出言威胁楚风。楚风闻言冷冷的看了一眼柳寒烟，身影猛地消失，瞬间楚风就出现在柳寒烟面前。大湮灭拳，楚风没有任何留情，直接一道大湮灭拳轰在柳如烟的胸上，柳如烟瞬间如出膛的炮弹，横飞出10几米。啊！柳寒烟惨叫一声，重重摔在地上，脸上充满不可置信的表情。以前他和楚风见过几次面，楚风都宠着他，事事依着他，没想到这次楚风竟然不留一点情面，直接对他下死手，这让柳寒烟心中充满不幸和不甘。你竟然杀！柳寒烟口吐鲜血，断断续续的说着，还没说完，就突然一命呜呼。寒烟！柳晴冲过去抱起柳寒烟的尸体，悲声大叫：楚公子，寒烟只是有点任性，你怎么能杀了他？柳晴悲声道：任性？呵！楚风轻声呵笑一声，柳寒烟已经不是任性，而是自己找死。柳晴缓缓抱起柳寒烟的尸体，准备离开，不过瞬间楚风就瞬移到他身后，直接一道大湮灭拳轰在他身上，柳晴瞬间横飞出去，柳寒烟的尸体也脱手飞向远处。你好毒！柳晴没想到楚风竟然连他也要杀，顿时一脸难以置信。楚风缓缓走到柳晴面前，直接一脚轰碎他的脑袋。已经是敌人，楚风就绝不会留情，杀了柳晴，今天的事就能暂时不被发现，这样能多给一点时间让楚家人逃跑躲避，也多给一点时间让楚风变强。族长，把这里清理干净，安排楚家的人先出去躲避一段时间吧。楚风无惧凌霄阁的追杀，不过他暂时保护不了楚家那么多人，只能让他们先出去躲避一段时间，等过段时间他有实力对付凌霄阁，再让楚家的人回来。好，不用楚风说，楚天岳都会马上安排楚家的人离开。说完，楚天岳就带着楚文山等人快步离开，去安排离开的事宜。还是太弱了，楚风心中一阵轻叹，他堂堂魔尊竟然被下界一个小小的凌霄阁威胁到了，真是窝囊。他现在实力弱小，今天之事本应该忍下，不过他上一世的心性如此，绝不可能容忍任何人羞辱他，羞辱他的人都得死。片刻，楚风正准备返回他的小院闭关修炼，突然远处的天空猛地升起一股黑气，直冲天际。魔气！楚风看到远处天空的黑气，猛地身躯一震，如此强烈的魔气，那边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楚风立即朝着魔气方向飞奔而去，不过楚风刚飞奔出清风阵，远处天空的魔气就缓缓消散。怎么消失了？楚风微微一愣，不过还是继续朝着刚才的魔气方向飞奔而去。1个时辰后，楚风来到清风镇几10公里外的暮色森林。暮色森林地势低洼，常年阴暗无光，森林中有很多低境界的妖兽，非常适合低阶修士历练。楚风站在暮色森林外，一脸凝重。此刻整个暮色森林被一股淡淡的魔气笼罩，这股魔气不同于一般魔气，楚风对这种魔气非常熟悉。上一世，楚风镇守黑渊，抵御天魔族的入侵，黑渊连接着天魔族所在的天魔域。此刻暮色森林中的魔气像极了天魔域那边的魔气，就是淡了很多。不过楚风可以肯定，暮色森林中魔气和天魔域有关联。啊！快逃！森林中有恐怖妖兽！突然，几个人从暮色森林中仓皇逃出，其中一名白衣青年似乎受伤了，一出森林就栽倒在地上。吴哥，你怎么了？旁边一名俏丽女子见状，立即着急的过去扶起白衣青年。水儿，你快逃，不要管我！白衣青年转头看向后方，紧张的催促女子离开。不要，要死我们就死一起！俏丽女子似乎喜欢白衣青年，不肯丢下他离开。好！突然，暮色森林中缓缓走出一头面目狰狞的绿色老虎。绿老虎形状和普通老虎差不多，不过老虎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魔气，给人一种很恐怖的感觉。水儿，他追上来了，你快点跑！白衣青年见到绿老虎，立即用尽全力把女子推走，不过女子又立即跑回白衣青年身边，一副要死就陪白衣青年死的模样。水儿，你太傻了！白衣青年悲叹道。吴哥，能和你死在一起，我死而无憾。俏丽女子紧紧地抱着白衣青年。此时逃出来的其他几人已经飞速逃离，只剩下白衣青年和俏丽女子。楚风看着绿老虎，面无表情。绿老虎本是一种入灵境的碧绿妖虎，不过被魔气魔化后，它的境界提升到了真灵境2重。白衣青年2人和刚才逃走的那几人境界都只是入灵境，根本不是绿老虎的对手。见到绿老虎，只能仓皇逃跑。这位公子，你快逃吧，我们帮你拦着这妖虎。这时，俏丽女子看到了一旁呆立的楚风，连忙出声让楚风离开。她已经准备和白衣青年一起赴死，能帮楚风拦着绿老虎，也算是最后做一件好事了。不用，楚风淡淡回应。说完，楚风就缓缓走向绿老虎。好！绿老虎看到楚风竟然不怕死的走过来，立即怒吼一声，朝着楚风飞冲过去。楚风脚步轻移，闪过绿老虎的攻击后，一拳狠狠地轰在他的头上。轰！楚风只是轻轻一拳，绿老虎的脑袋就瞬间碎裂。啊！俏丽女子和白衣青年的表情瞬间呆滞。
楚风的境界只是入灵境一重，比他们两人的境界都低，竟然一拳就把真灵境2重的妖虎轰死了，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直到楚风缓缓走进暮色森林，两人才回过神来。公子，你还没挖妖虎的妖丹？俏丽女子朝着楚风大声叫喊。真灵境2重的妖虎妖丹可是值很多灵石，而且妖虎的尸体也能卖不少灵石，送你们了。楚风的声音远远传来。现在楚风只想快点弄清楚暮色森林中的变故，根本没空理会绿老虎的尸体啊！水儿，我们这是因祸得福了。白衣青年听到楚风的话，顿时大喜。绿老虎的妖丹和尸体，对两人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俏丽女子也是一脸兴奋。楚风缓缓踏入暮色森林，记忆中，楚风几年前来过暮色森林历练，不过那时这里根本没有任何魔气。暮色森林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变故，才会变得如此。片刻，楚风就开始碰到一些妖兽，疾风狼、赤炎蛇、豪猪。这些妖兽本来只是淬体境和入灵境的妖兽，被魔化后境界都大幅提升了。暮色森林本是低级修士的绝佳历练场地，现在妖兽被魔化后，不知情的低级修士进来历练，很大几率会葬身于此。楚风缓缓深入，途中不见任何异常，只见一些修士尸骨和一些妖兽的腐烂尸体。不久后，楚风找了处隐秘的地方，开始打坐修炼。这里的魔气对于一般修士有压制的作用，不过对于楚风来说，却算是不小的机遇。楚风的混沌诀可以吸收这些魔气，化作精纯能量，快速提升他的修为。片刻，楚风开始运转混沌诀，瞬间，方圆数里的魔气就缓缓地朝楚风汇聚过来，被他吸入体内。这些魔气的能量比起外面稀薄的灵气强了估计有几10倍。吸收魔气后，楚风的修为快速的提升，入灵境2重，仅仅1个时辰，楚风的境界就提升了1个小境界。楚风兴奋起身，周围的魔气几乎已经被他吸收完，他要继续深入寻找魔气浓郁的地方。不过楚风刚起身，就发现不远处有个手握长剑的女子正盯着他。女子身材修长，一身紧身翠绿长裙把女子完美的身体凸显得淋漓尽致，微露出的肌肤白皙胜雪，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的光泽，在这昏暗的森林中尤为醒目。女子脸上蒙着面纱，看不清面容，不过女子只是静静站在那里，就散发着一股超凡脱俗、高不可攀的气息。你竟然修炼魔功？你的修为也是修炼魔功才恢复的？女子看到楚风起身，冷冷的开口询问。楚风眉头微蹙的看着女子，女子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不过楚风一时想不出女子是谁了。何为魔功？楚风淡淡反问。上一世，楚风一直看不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私底下做事却比魔人还残忍的自诩正道人士，也一直讨厌那些说他是魔尊、修炼魔功、祸害人族的人。你吸收魔气修炼，不是修炼魔功是什么？女子声音清冷，带着杀气。你说是魔功就是魔功吧。楚风一脸不在意地道。既然真的是魔功，早知道上次我就不应该留情，直接杀了你。不过现在也不晚，今天本姑娘就替天行道，杀了你这魔人。说完，女子就拔出手中长剑，朝着楚风杀过去。上次楚风施展幽影步，边躲闪女子的攻击，边思虑着女子的身份。听女子的话，两人之间应该有过冲突，而且楚风对女子也有种强烈的熟悉感，两人之前肯定是认识，只是楚风一时记不起女子是谁了。让本尊看看你是何人。楚风不断躲闪，很快就抓住机会，一把扯掉女子脸上的面纱。云清影。楚风看到女子面纱下的绝美容颜，瞬间记起了女子的名字。云清影是青兰宗的圣女，之前楚风就是偷看她沐浴，最后被废除修为，逐出云兰宗。不过楚风对上次偷看云清影沐浴的记忆很模糊，也不确定当时他到底有没有偷看。楚风，你修炼的是什么魔功？云清影有点震惊楚风的实力，他的境界是真灵境9重，差一步就能突破玄灵境。楚风的境界只是入灵境2重，他竟然伤不到楚风分毫。而且楚风灵气运转间不见丝毫魔气，根本不像是修炼魔功的。刚才见到楚风时，他就是看到楚风吸收魔气，但是身上毫无魔气溢出，才没有第一时间对楚风动手。怎么，你想学？楚风似笑非笑地道。哼，谁想学你的魔功？我只是想查明你修习的是不是魔功，不想滥杀无辜。云清影冷哼道。你觉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楚风淡淡地道，不想过多解释。你，云清影对楚风淡漠的态度有点气愤。要知道她可是青兰宗的圣女，也是苍风帝国最漂亮的女人。平时青兰宗的男弟子，还有外面见到的男性，都对礼让有加，热情追捧。云清影之前没怎么和楚风接触过，不过楚风肯定也是喜欢他，不然也不会干出偷看他沐浴的事。现在楚风竟然对他爱理不理的，云清影顿时有种暴揍楚风一顿的想法。不过楚风的步伐太诡异了，他根本奈何不了楚风。楚风看着云清影想揍他，却又碰不到他的生气样子，不禁觉得一阵好笑。顿时楚风忍不住想逗一逗他。云清影，上次我真的偷看你沐浴了？楚风淡笑着询问道。哼，上次的事你还敢提？早知道上次我就杀了你这个色痞。云清影一脸气愤地道。真的偷看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要不你帮我回忆回忆。
楚风调笑道：“混蛋，你敢羞辱我，我杀了你！”云清影愤怒地朝楚风杀过去。咦，实力变强了！楚风感觉云清影的实力突然变强不少，似乎是用什么秘籍增强了实力。不过云清影的攻击速度依旧跟不上楚风幽影步的速度，伤不到楚风。一直到攻击累了，云清影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怎么不行了？楚风看着云清影呼吸急促间胸前不断涌动的美景，顿时一阵口干舌燥。不知是不是上次和穆青瑶开过荤的缘故，此刻楚风对云清影心动不已。云清影长相绝美，身材完美，非常符合楚风的审美。你个色呸！你往哪看呢？云清影突然发现楚风一直盯着她的胸看，她连忙捂住胸，大声怒斥楚风：“反正我上次都看过了，再看下有什么要紧？”楚风看到云清影生气的可爱表情，越发的想调戏她。上次偷看云清影沐浴的事，楚风记忆模糊，只记得他正陪着一位师兄喝酒，醒后就发现自己被刺瞎眼睛，紧接着就被废除修为，逐出了师门。当时也不知是不是他醉酒误走去偷看云清影沐浴，还是被人陷害的。现在想来，他是被人陷害的可能性比较大。云清影的境界比他高一个大境界多，而且云清影沐浴的地方只有女弟子能靠近。别说他醉酒，就算他没醉酒，也靠近不了云清影沐浴的地方。不过就算他上次没看到什么，也不妨碍他现在拿来调戏云清影啊！混蛋，上次你竟然看到了，早知道我上次就不该心软，直接杀了你！云清影愤怒的再次拔剑攻击楚风。清影，不要生气，我会对你负责的。楚风继续调笑道：“混蛋，谁要你负责？你给我死！”云清影的剑不断的攻击楚风的要害，似乎真的要置楚风于死地。娘子，你不要浪费力气了，你伤不到我的。楚风直接把对云清影的称呼升级为娘子。混蛋，日后我一定杀了你！云清影突然停下攻击，愤怒的瞪了楚风一眼，就飞速离开。他现在根本伤不到楚风，留在这里只能遭受楚风的欺辱，只能先离开，日后变强再来杀楚风。呵，这女人！楚风看着云清影离开的背影，心情愉悦。他突然觉得这样偶尔调戏下喜欢的女人，感觉也不错。上一世因为幽冥魔体的缘故，楚风一直对女人不感兴趣，甚至绝美双胞胎徒弟对他的喜欢，他也无动于衷。这一世没有体质的限制，楚风顿时暗暗发誓，今生绝不能再辜负他们。片刻，看着云清影的背影逐渐消失后，楚风就继续朝着暮色森林深处走去。不久后，楚风找到一处魔气浓郁的地方，开始转移混沌诀，吸收魔气修炼。1个时辰后，楚风的修为再次提升一大截，虽然还没有提升境界，但是估计再来一次就能提升境界。楚风缓缓起身，继续深入暮色森林。走了一段路程后，楚风突然碰到了2名真灵境修士，两人都是看到之前魔气冲天的景象才过来探查的。他们看到入灵境3重的楚风也敢深入这里，顿时一阵劝阻，让楚风赶紧离开。楚风只是淡淡回应一声，就继续深入，引得2人不断怒斥楚风不知死活。不久后，楚风又碰到了几名真灵境修士，他直接远远躲开他们。看来很多人族修士看到之前的魔气冲天的景象，已经赶到暮色森林。混沌诀吸收魔气的景象太明显了，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楚风也不再继续吸收魔气修炼，而是不断深入暮色森林，寻找魔气的源头。1个时辰后，楚风来到暮色森林的尽头，尽头是一处悬崖，悬崖外被迷雾环绕，一眼看不到尽头，悬崖下面灰蒙蒙一片，也看不到底。此时魔气正源源不断地从悬崖下方涌上来，看来之前出现魔气冲天异象的地方就是这里。楚风目光盯着悬崖下面，思虑着下面到底有什么，竟然能有如此多的魔气溢出来。片刻，楚风抓住悬崖的石头，小心地攀爬而下。悬崖陡峭，没有落脚的地方，楚风直接发力踩出落脚的地方。就这样，楚风缓缓攀爬了半个时辰，才下到悬崖底。楚风抬头看了眼上方，上方被迷雾笼罩，已经看不清顶部。不过楚风依稀可以判断出，他刚才大概往下攀爬了近2000米左右。楚风环顾四周，悬崖底部昏暗无光，能见度极低，他只能看清周围几十米的东西。几十米内一片枯寂，光秃秃一片，没有任何植被，周围更是寂静的可怕。不过楚风却发现地上有不少妖兽行走的脚印，可见悬崖底部下面存活着不少妖兽。楚风没有立即探索，而是直接盘地而坐，运转起混沌诀。悬崖底部的魔气比上方暮色森林浓郁了数倍，而且现在这里还没人发现，正是楚风修炼绝佳场地。入灵境3重，入灵境4重，3个时辰，楚风的境界竟然提升2个小境界，到了入灵境5重。楚风现在的境界比较低，提升的速度比较快，而且有上一世的修炼经验，他突破几乎没有任何瓶颈，只要有足够的机缘，他就能快速突破。爽！境界提升，楚风神清气爽，心情愉悦。周围的魔气已经变得稀薄，楚风缓缓起身，朝着远处探索。好！楚风刚走不远，泥土中突然窜出一头巨大的魔化鳄龟，朝他撕咬过来。魔化鳄龟体型巨大，和一般大象差不多大，境界是真灵境6重。砰！楚风脚步轻移，
闪过魔化鳄龟的攻击后，一拳把它轰飞。魔化鳄龟飞出10几米，翻滚了好几圈才停下。不过魔化鳄龟的龟甲防御强，楚风刚才那一拳并没有对它造成多大伤害，反而把自己的手震麻。很快，魔化鳄龟又一跃而起，朝着楚风冲杀过来。这次楚风并没有急着攻击，而是不断闪避魔化鳄龟的攻击，寻找机会一击必杀。魔化鳄龟的龟甲防御强，只能攻击它的头部才能一击必杀。不过魔化鳄龟很谨慎，一直把龟头缩在龟壳中。片刻，楚风终于抓住机会，一拳轰在魔化鳄龟的龟头上，轰！龟头碎裂，魔化鳄龟瞬间死亡。杀了魔化鳄龟后，楚风没有任何停留，继续朝着远处探去。刚走不远，楚风又碰到了一条5颜6色的5米长蛇。长蛇的境界是真灵境8重，比之前的鳄龟还强。不过长蛇没有强大的防御，楚风对付起来更加容易，只是2拳就轰死了魔化长蛇。路上，楚风不断遇到境界高强的魔化妖兽，不过都被他轻松击杀。不久后，楚风发现了一个倾斜而下的峡谷，峡谷宽5米，魔气正从峡谷下涌上来。楚风把周围的魔化妖兽击杀完后，就在峡谷入口处打坐，运转混沌诀修炼。1个时辰后，楚风的境界再次提升1个小境界，达到入灵境6重。如果有缓缓不断的魔气，我就能快速提升修为。楚风内心一阵激动，找到了快速提升修为的途径，他就能快速变强，返回上界。不久后，周围的魔气被吸收完，楚风再次起身，朝着峡谷下方走去。峡谷中寂静无声，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楚风在峡谷走了很久，一直没有碰到魔化妖兽，这可能是峡谷下面没有妖兽，也可能是下面有一个强大的妖兽。这个峡谷就是那个强大妖兽的地盘，其他的妖兽都不敢靠近这里。依照楚风前世的经验，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就是不知道下面的妖兽是什么境界的妖兽。楚风走了1刻钟，终于来到峡谷最底部。峡谷最底部是一个巨大的溶洞，溶洞中竟然盘旋着100米长的魔化蛟龙。魔化蛟龙双眼紧闭，似在沉睡，也似在修炼。在魔化蛟龙身后，虚空中竟裂开一道半米长的空间裂缝，空间裂缝黝黑深邃，内部是无尽的黑暗。此时，魔气正源源不断地从空间裂缝中溢出，这是连接天魔域的空间裂缝。楚风面色凝重地看着空间裂缝。楚风没想到荒夷界这个低等界面竟然会出现连接天魔域的空间裂缝，可见人族世界已经发生巨变，这极大可能是天魔族已经全面入侵人族世界，必须快点变强，返回上界。天魔域浩瀚无垠，生存着无数天魔，他们全面入侵人族世界，对人族来说就是史无前例的灭族灾难。楚风必须快速返回上界，才能掌控前世的力量，抵御天魔族的入侵。突然，溶洞中的魔化蛟龙似乎感应到楚风的气息，猛然睁开它巨大的双眼。魔化蛟龙的眼睛呈绿色，看向楚风，犹如2个巨大的绿灯直射过来。好！魔化蛟龙看到楚风，立即怒吼一声，爆发气息，快速朝楚风直射过来。玄灵境9重。楚风面色凝重，魔化蛟龙爆发气息，楚风感应到了他的境界，玄灵境9重。楚风现在的境界只有入灵境5重，比魔化蛟龙低了2个大境界多，几乎不可能是他的对手。魔灵果。魔化蛟龙离开溶洞，楚风突然看到他刚才盘旋的位置后面长着一棵魔灵果树，他顿时兴奋出声。魔灵果树全身黝黑，下面长着2片黝黑叶子，上面长着3颗硕大的黑果，那3颗黑果正是魔灵果。魔灵果是吸收魔气能量结出的灵果，任何修士都能服用，是提升修为的极品灵果。另外，魔灵果还是5品丹药神元丹的主要炼制材料。神元丹是极品圣丹，能大幅提升修为，还能助人突破境界，特别是对于要突破天灵境和王境的修士有很大的奇效。不过魔灵果需要魔气充裕的地方才能生长，神元丹也不是一般炼丹师能够炼制，所以神元丹几乎成了可遇不可求的极品圣丹。楚风没想到这里竟能生长出一棵魔灵果树，还结出了魔灵果。这时魔化蛟龙如迅雷般靠近楚风，张开巨口，想要把楚风一口吞掉。楚风运转幽影步，快速往旁边一闪，惊险地躲过蛟龙的攻击。看楚风这个蝼蚁竟然能躲过他的攻击，魔化蛟龙再次怒吼一声，甩动长长的尾巴朝楚风横扫过去。楚风轻轻一跃，再次躲开魔化蛟龙的攻击。轰！魔化蛟龙的尾巴狠狠扫在旁边的石壁上，轰碎下大片石头掉落下来。楚风缓缓后退，把魔化蛟龙往外拉，期间楚风也在魔化蛟龙身上轰了几拳。不过魔化蛟龙防御太强，楚风的攻击并没有对魔化蛟龙造成什么伤害。很快，楚风就把蛟龙引到离溶洞较远的地方。楚风正想着转身去溶洞摘取魔灵果，突然身后猛地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楚风，你怎么在这里？”这是蛟龙。楚风躲过魔化蛟龙的攻击后，转身看去，只见云清影正站在远处，惊讶地看着他和魔化蛟龙的战斗。“你怎么跟来了？赶紧滚！”楚风本想转身去摘魔灵果，不过他现在走的话，魔化蛟龙可能会攻击云清影。顿时，楚风就怒斥云清影，让他滚开！混蛋，我还想帮你对付这蛟龙，你竟然让我滚！云清影愤怒地瞪着楚风，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滚字。没想到现在他好心要帮楚风，楚风竟然让他滚。一时间，云清影愤怒的恨不得拿剑在楚风身上戳几个窟窿。你赶紧滚！片刻，楚风看到云清影还待在不远处，顿时再次怒喝：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让我滚，我就要滚啊！哼，我偏不滚，我要看着你被这蛟龙生撕掉！云清影愤怒地道：告诉你，这蛟龙姓银，他呼吸出来的气都带着银毒，我怕你一会中了他的银毒，要我牺牲出男之身来救你。楚风突然露出邪笑道：你少唬我，蛟龙是姓银，但他呼出的气不可能带银毒。云清影听过蛟龙姓银，但是没听过蛟龙呼出的气会带银毒，顿时不信楚风的话，这可是魔化蛟龙变异过的，我提前告诉你了，你不信我也没办法，反正我缠你身子已经很久了，一会你要是中了银毒，我就勉为其难的帮你解毒吧。楚风看到云清影还是不离开，顿时一脸邪笑的再次威胁道：你混蛋，色胚！云清影听到楚风的话，顿时一阵怒骂，不过他似乎也害怕了，快速的朝远处退去。楚风看到云清影走远，就立即爆发全力躲开魔化蛟龙的攻击，朝下方的溶洞飞奔下去。魔化蛟龙见状立即朝着楚风追去。云清影刚才没走远，看到楚风和魔化蛟龙离开，他又现身出来，他感觉得到楚风刚才让他离开是怀着好意，不过他不明白楚风为什么不离开，一直跟那蛟龙缠斗。思虑片刻，云清影也跟着朝峡谷下方走去。云清影刚走一会，峡谷下方猛地传来蛟龙的仰天怒吼声，蛟龙的声音中充满无限杀气，似乎什么重要的东西被抢走了。此时楚风已经抢到溶洞中的3颗魔灵果，正全力往外逃跑。魔灵果是魔化蛟龙准备突破地灵境时再服用的，现在被楚风抢走，他瞬间狂暴，怒吼着追击楚风：你怎么还在这里？快跑！逃跑中的楚风突然看到云清影，顿时大声叫喊他离开。云清影看到发狂的魔化蛟龙，顿时也惊惧的快速转身逃跑。你快点上去！楚风示意云清影爬上悬崖逃跑。悬崖底部不大，根本没有躲避的地方，只有爬上悬崖回到暮色森林才能逃掉。你怎么办？云清影微微有点犹豫。你自有办法脱困，你赶紧滚上去，不要在这里拖累我。楚风大声驱赶云清影。楚风可以随时进入混沌星辰珠，不过必须先让云清影离开，不然他消失，魔化蛟龙肯定会攻击云清影，到时云清影可能就难逃魔化蛟龙的恶口。云清影闻言深深地看了楚风一眼，就快速跑向悬崖，抓住崖壁攀爬而上，一直爬了几百米，云清影才停下，低头看向楚风。此时楚风正在崖底绕圈，躲避魔化蛟龙的攻击，赶紧爬上去。楚风抬头看到云清影停下，顿时一阵愤怒，他现在境界低，一直使用幽影步逃跑，灵力已经快要耗尽，马上就要撑不住了。云清影这女人还犹犹豫豫的，楚风真想不理她，直接躲进混沌星辰珠，让她被魔化蛟龙杀掉算了。突然楚风走神间，被魔化蛟龙一尾巴扫中，直接横飞出去。魔化蛟龙看扫中楚风，顿时兴奋怒吼，巨口大张，朝着楚风撕咬过去。楚风快躲！云清影看到楚风情况危急，顿时一阵着急，不过楚风被击飞落地后，很快又起身躲开了魔化蛟龙的攻击，似乎刚才那一击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这衣服果然不简单，楚风感觉身上的衣服帮他格挡了大部分伤害。衣服是上次灵儿给的那件，之前楚风一直以为只是普通衣服，不过刚才那一击可以看出衣服绝对是一件宝物，而且是一件无比强大的宝物。赶紧滚！楚风看到云清影还停在悬崖上方，顿时大骂驱赶他。云清影听到楚风的怒骂，一阵犹豫，不知该不该丢下楚风逃跑。他虽然和楚风不对付，但刚才是楚风拖住魔化蛟龙，他才能逃上来，他这样丢下楚风逃跑有点不太仁义。正犹豫时，突然上方的悬崖飞下来几人，其中一名老妪看到下方的魔化蛟龙，猛地朝魔化蛟龙拍出一掌，轰！只是一掌，魔化蛟龙就瞬间头部炸裂而死。玄灵境9重的蛟龙竟然被秒杀了。云清影一脸震惊，王境修士。楚风看到老妪也微微露出惊讶，他没想到这里会出现王境的修士。穆青瑶。突然楚风看到旁边一个蒙着面纱的女子，心神顿时一震。上次在天幕城和穆青瑶一别，楚风还以为要很久才能再见，没想到这么快又相见了。此时穆青瑶身穿一袭琉璃长裙，唯美优雅，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穆青瑶淡淡的看了一眼楚风，就转移目光，环顾四周，查一下周围的情况。穆青瑶清冷出声：是圣女。2名俏丽女子立即分开，朝着周围探索过去。楚风，你没事吧？这时云清影从悬崖上爬下，来到楚风身边，询问道：我没事。楚风淡声道：刚才如果不是因为云清影分神，他根本不会被魔化蛟龙击中。穆青瑶似乎听到云清影叫喊楚风，目光再次扫了一眼楚风和云清影，多谢几位相救。楚风瞥到穆青瑶的目光，顿时缓缓走向穆青瑶，拱手致谢。穆青瑶闻言只是淡淡看了楚风一眼，没有任何回应。我们过来是要清理这魔库，就你只是顺手之事，
你不必言谢。刚才出手击毙魔化蛟龙的老妪淡淡开口道：“不管如何，还是要好好感谢你们。”楚风微微一笑道。楚风突然转头看向穆青瑶，微笑道：“姑娘，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我觉得你很面熟。”穆青瑶目光看向远处，并没有搭理楚风。旁边的老妪听到楚风的话，面色顿时一冷，道：“小子，我们圣女可不是你随便搭讪的人，不想死的话，你最好闭嘴。”楚风闻言并没有立即闭嘴，而是继续微笑道：“我记起来了，我们在天幕城见过。”穆青瑶闻言表情瞬间一冷，周围的空气似乎也变冷了几度。楚风说到天幕城，瞬间让穆青瑶想起之前在天幕城外破庙的事，那段耻辱的记忆再次被翻起。穆青瑶瞬间想杀人：“你再说话，我直接杀了你！”穆青瑶冷冷地道。老妪看到穆青瑶生气了，顿时也冷冷地看着楚风，似乎楚风在说话，他就会出手杀了楚风。楚风见状微微一笑，不再说话。刚才楚风只是想试探下穆青瑶，看他有没有怀疑他，现在看来穆青瑶是彻底没有怀疑他了。突然楚风看到云清影正怒瞪着他，似乎是怪他随意搭讪美女。楚风见状对着云清影呲牙一笑，引得他怒气更甚。这时之前出去的2名俏丽女子返回，分别向穆青瑶禀告道：“圣女，周围只有一些低阶的魔化妖兽。圣女，不远处的峡谷下面有道空间裂缝，魔气正是从那道空间裂缝溢出来的。空间裂缝附近有什么东西吗？”穆青瑶听到俏丽女子的禀告，出声询问道：“空间裂缝附近有一棵损坏的魔灵果树，不过魔灵果好像刚刚被人摘走了。”俏丽女子说完，看了楚风和云清影一眼，这崖底之前只有楚风和云清影进来，魔灵果肯定是他们2人摘走的。魔灵果，老妪闻言眼睛瞬间大亮。魔灵果是神元丹的主要材料，他们瑶池圣地刚好有炼丹师能炼制神元丹，不过苦于一直找不到魔灵果，现在知道魔灵果的消息，老妪顿时大喜。如果能得到魔灵果，那他们瑶池圣地就有机会增加1-2名王境强者，大大提高圣地的实力。一时间穆青瑶几人都一脸期待地看着楚风。2位，不知能否把魔灵果让给我们？你们需要什么可以随便提，我们都能满足你们的要求。老妪一脸期待地看着楚风和云清影。魔灵果，我并没有见过魔灵果。云清影闻言一愣，否认获得魔灵果。同时云清影目光投向楚风，刚才楚风进峡谷，魔化蛟龙就狂暴地一直追击他。云清影猜想应该是楚风拿走了魔灵果，不然魔化蛟龙不会一直追着他不放。穆青瑶几人听到云清影的话，都把目光投向楚风。我之前确实是在下面获得一个黑果，不过我看它充满灵力，就直接一口吞了，修为还长了几个小境界。楚风淡笑道：“你真是暴殄天物！”老妪闻言愤怒地瞪着楚风。魔灵果最大的功用是炼制神元丹，直接吞服也能提升修为，不过有点太暴殄天物了。穆青瑶淡淡地看着楚风，听到楚风吞服了魔灵果，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之前穆青瑶看到楚风还微微惊讶，楚风比上次见面的时候高了5个小境界，现在听楚风说他吞服了魔灵果，他才微明悟楚风的境界是怎么提升的。只有一个吗？我看那棵魔灵果树上可是有3个果蒂的。之前进峡谷查看，俏丽女子质疑道：“那我可不知道了。”楚风淡声否认道：“楚风自己也能炼制神元丹，他不可能把魔灵果交出来。小子，魔灵果在你手上就是浪费，你把它让给我们，我们可以给你更有价值的东西。”老妪声音中带着威胁：“我说没有就是没有。”楚风淡淡地道：“小子，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妪怒声道：“不信你们可以搜身。”楚风淡淡一笑，楚风已经把魔灵果收入混沌星辰珠中，就算给他们搜身，他们也搜不到。小小，你去搜下。老妪示意旁边一个俏丽女子去搜楚风的身，很快俏丽女子就搜遍楚风全身，楚风的储物戒指也被搜查了一遍。圣女，他身上确实没有魔灵果了。俏丽女子回禀道：“小子，你不会把魔灵果藏在什么地方了吧？”老妪看向楚风的目光带着怀疑。好了，这事到此为止，不要再毁坏我们瑶池圣地的名声了。穆青瑶似乎也有点看不过去了，出声阻止：“李婆婆，你去把下面的空间裂缝破坏掉。”穆青瑶对着老妪道。李婆婆不甘地看了楚风一眼，不过穆青瑶都如此说了，她只能听令。是，圣女。说完，李婆婆身子一闪，就猛地消失不见。不久后，远处的峡谷就传来一声巨响，随之空气中的魔气也开始缓缓停止流动，似乎断了源头。可惜，楚风心中一阵叹息，他之前还想着靠着那个空间裂缝不断吸收魔气修炼，现在空间裂缝被毁，他只能另外想办法提升境界了。很快，李婆婆就返回现场，向穆青瑶回禀道：“圣女，空间裂缝已毁，峡谷下面的空间裂缝只有半米长，空间通道极不稳定。”李婆婆只是一掌就轰碎了通道。我们返回中州吧。穆青瑶淡声道。此次穆青瑶带队来东荒大陆历练，本来计划历练1年的，不过之前穆青瑶被孔蝶算计失了身子，他顿时没有了历练的心思，提前半年就返回中州。是，跟着穆青瑶的几人都齐声回应。说完，穆青瑶就带着几人腾空而起，直飞上去。这仿若几名仙子飞升上天般，看得云清影一阵艳羡。不过腾空飞行
需要天灵境之上的修士才能做到。云清影现在的境界只有真灵境9重，还差2个大境界多才能到天灵境。你走吧。看到穆青瑶等人离开，楚风转头看向云清影道：“楚风想要趁崖底的魔气还没消散，再吸收修炼一番，顿时就想驱赶云清影离开。楚风，你那么想赶我离开，不会真的还藏有魔灵果在什么地方？想要赶我离开，再去拿吧。”云清影轻笑道：“你想多了。”突然，楚风话锋猛地一转，大声怒喝道：“贱人！没想到你也惦记着魔灵果，赶紧滚，不然我杀了你！”云清影闻言，表情瞬间呆滞，仿若雷击，美眸中更是一下就涌出泪水，似乎随时会滑落下来。贱人，楚风，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看我，你个混蛋，以后别想我再理你。说完，云清影就愤怒地快速爬上悬崖，缓缓离开楚风的视线。看到云清影离开，楚风转身走向峡谷下面的溶洞，此时溶洞中的空中裂缝已经消失不见，空气的魔气也在缓缓消散。楚风一阵叹息，又缓缓走回峡谷。突然，一个身影猛地出现在楚风面前，是之前离去的李婆婆。楚风是魔尊众生，神魂强大，刚才他就感应到李婆婆的灵石一直锁定他。上一世，楚风见过无数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心狠手辣的正派人士。李婆婆现在归来，肯定是怀疑他藏有魔灵果，想要逼问他抢夺魔灵果。为了不让瑶池圣地抢夺他人魔灵果的事传出去，事后这李婆婆肯定也会杀人灭口。楚风不想让云清影受牵连，所以刚刚才狠心的怒骂他离开。小子，赶紧把魔灵果交出来，不然老身杀了你！此时的李婆婆脸上充满凶相，没有一丝隐藏。我说了没有，就是没有了。楚风淡淡地道：“小子，我劝你识相点，要是你不交出魔灵果，老身不仅会杀你，还会杀光你的亲人朋友。”李婆婆凶狠威胁道：“随便你。”楚风淡声道：“现在楚家的人肯定大部分躲藏出去了，楚风也不怕李婆婆去灭了楚家，而且李婆婆也不会真的去灭楚家，毕竟这样的事一旦传出去，瑶池圣地将成为众矢之的。小子，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老身先断了你的五肢，看你说不说。”李婆婆一脸凶相地道：“呵，不愧是正派人士，手段比邪派还要凶残，希望你不要死那么快，下次见面换我来断你的五肢。”哦，忘记你没有五肢了，那就断4肢吧。楚风淡淡地道：“呵，小子，临死前你还口还威胁老身。”李婆婆气急而笑：“死，我有空间传送符，你杀不了我。”说完，楚风就瞬间消失不见。可恶，等我捉住你，定剥了你的皮！李婆婆看到楚风消失，顿时气愤怒骂，同时她快速飞上天空，四处搜索楚风的身影。不过找了很久都不见楚风的踪迹，她顿时只能生气的离开。片刻，楚风在星辰世界中爽的洗了个澡，把刚才战斗的汗迹清洗干净。灵儿，几日不见，你又变漂亮了。楚风一脸调笑道。今日灵儿换了一袭广袖流仙裙，看起来绝美动人，让楚风看得心动不已。是吗？听到楚风的话，灵儿还高兴地转了个圈，完美的展现自己。当然，我从来不说假话。楚风轻笑道。算你会说话。灵儿展颜一笑道。灵儿，上次你给我的那件衣服到底是什么衣服？楚风想到之前衣服帮他格挡大部分伤害的事，顿时开口询问。不记得了，如果是好衣服的话，你穿着就是了。灵儿一脸模糊地道。你真是个小迷糊。楚风闻言一脸无奈。外面那老妪走了吗？楚风想要快点出去吸收外面的魔气修炼，不然魔气很快就会消散。走了。灵儿感应外面的情况，向楚风回禀道。好，那我先出去了，下次再进来看你。说完，楚风就离开混沌星辰珠，回到外面的世界。此时外面寂静无声，魔气正在缓缓的消散。楚风见状，立即盘地而坐，运转混沌诀，吸收周围的魔气修炼。1个时辰后，楚风终于把崖底的魔气吸收完。不过这次境界并没有提升，还差一点才能突破，可惜没有魔气吸收修炼。楚风一阵叹息。楚风缓缓起身，回到悬崖底部，抓住崖壁的石头就快速往上爬。上面的暮色森林可能还残存着魔气，楚风想要上去吸收上面的魔气。不过等楚风爬上到暮色森林，却发现暮色森林中来了很多修士，而且暮色森林中的魔气也已经很稀薄。你们是没看到，刚才是真的有几名仙女来了暮色森林。我也看到了，那几名仙女美得让人窒息。暮色森林的魔气已经开始消散，看来是刚才那几名仙女把魔气的源头消灭了。那几名仙女真是人美心善，可惜我无缘一见。周围的修士都一脸激动的议论纷纷。人美心善？楚风闻言淡淡嗤笑出声。美倒是挺美的，但是说心善就有点搞笑了。修士的世界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心善？为了修炼资源，很多人都是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对身边的亲人朋友下手。看到周围那么多修士，魔气也稀薄了，楚风也没有了吸收魔气的想法，顿时缓缓离开暮色森林。出了暮色森林，楚风并没有直接返回清风镇，而是走向不远处的上阳城。上阳城是附近区域最大的城池，居住有10多万人，城中有着很多大商会。楚风想要炼制神元丹，必须购买一个高等级的炼丹炉，还需要购买神元丹的其他材料。半个时辰后，楚风来到上阳城。上阳城门高大雄伟，
城门口人来人往，各种坐骑马车络绎不绝。楚风缓缓走进上阳城，一进入上阳城，楚风就看到一条宽阔无比的街道，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店铺里出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武器、防御、丹药等，应有尽有。楚风边走边看，寻找着自己需要的东西。片刻，楚风就买了几样神元丹的材料。神元丹的主要材料是魔灵果，其他的材料都比较稀松平常，极易买到。逛了小半个时辰，楚风就购买到了神元丹的其他材料。现在就差一个能炼制5品丹药的炼丹炉，他就能炼制神元丹了。一番寻找打听，楚风发现城中的商铺都没有5品以上的炼丹炉。在苍风帝国这样低等大陆的国家中，炼丹师大都只是1、2品，3品炼丹师已经算是最顶级的炼丹师了。所以市面上出售的炼丹炉都是低级炼丹炉，很难找到炼制5品丹药的炼丹炉。没有5品炼丹炉，就无法炼制神元丹。楚风不死心的继续寻找打听，最后得知上阳城中有万宝商会的分会。万宝商会是苍风帝国最大的商会，在整个东荒大陆的商会也是排名前5的商会。打听到万宝商会的地址后，楚风立即动身前往。行走间来到城中道士，通通闪开。突然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楚风目光投去，只见一匹白马驮着一名紫衣女子，如疾风般直冲过来。路上的行人见状都惊恐地躲开，一些躲闪不及的人还被紫衣女子手中长鞭抽打。娘亲，你在哪？在白马急冲方向的路中间，一名5、6岁的小女孩瘫坐在地上哭泣，似乎和她的娘亲走散了。啊，小姑娘，快躲开！路上的行人看到小女孩马上就要被白马踩踏，都着急地叫喊她躲开。不过小女孩一脸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危险来临。而紫衣女子也像是没看到路中间的小女孩一样，直接骑着白马急冲过去，根本不管小女孩的生死。眼看着小女孩要被紫衣女子骑白马踩踏死，路上却无一人出手相救。楚风眉头微蹙地看着这一切，他本不想多管闲事，不过最后关头他还是出手了。他直接瞬移小女孩面前，朝着急冲过来的白马狠狠轰出一脚，轰！白马瞬间被轰爆头，尸体也被踹飞出10几米，重重摔在地上。白马上的紫衣女子也跟着被轰飞出去，在空中翻腾了几次才摔倒在地。小兄弟，你快走！那紫衣女子可是上阳城城主的独女萧子衣。萧子衣刁蛮任性，经常在城中纵马奔跑，无视百姓的生命。前几天他还撞死了一名老婆婆，当时一名青年路见不平，想帮老妪讨回公道，不过那名青年很快就暴尸街头，青年的家族也家破人亡。旁边的行人纷纷劝说楚风快点逃跑。楚风淡淡一笑，回头走向身后的小女孩，小妹妹别怕。楚风轻声安慰。那这时远处冲过来一个妇人，着急紧张地抱起小女孩。娘亲！小女孩激动地抱着妇人叫喊道，你个贱狗，竟敢杀了我的爱马！这时刚被轰飞的萧子衣愤怒地朝楚风走过来，你们先走吧。楚风听到萧子衣的话，脸色瞬间冷冽到极致，不过他还是先示意妇女带小女孩离开。谢谢谢谢。妇女连着对楚风感谢2次，就畏惧地抱着小女孩快速逃离。看到妇女和小女孩离开，楚风才转头看向萧子衣，忍住怒气道，这里是闹市，你纵马狂奔，当人命是草芥吗？哼，我已经提前喊让他们离开了，躲不开的也只是些贱民，那些贱民躲不开，被撞死也是活该，而且那些贱民活着也是贱不如狗，能被本小姐撞死，他们还死得其所。萧子衣一脸傲然地道。啪！楚风闻言直接狠狠地扇了萧子衣一巴掌，把他扇得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啊！你这个贱狗，竟敢打我！从小到大，连我的父母都没有打过我，你竟然敢打我，你死定了！萧子衣满脸怨毒，猛甩动手中长鞭，狠狠向楚风甩过来。楚风伸手抓住萧子衣甩过来的长鞭，微微用力就扯掉他的鞭子。啪啪！楚风抓过长鞭，反手朝萧子衣狠甩了2鞭。啊！长鞭甩在萧子衣身上，皮开肉绽，其中一鞭还甩到了萧子衣的脸上，他瞬间破相，发出惊天惨叫。啊！这小兄弟竟然敢如此对萧子衣，他死定了！萧子衣不仅是城主的独女，还是凌霄阁的弟子，他敢如此对萧子衣，估计下场会很惨。不过能看到萧子衣被人如此教训，好爽！你小声点，不想活了！周围的行人不断的议论纷纷。楚风看到萧子衣的惨状，才解气的丢下鞭子，以后常常记性，不要那么刁蛮，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楚风冷冷丢下一句，就转身离开。贱狗，你死定了，死定了！等我爹来了，我要一片片割下你的肉，生腌了你，你的亲人和朋友，我也要一个个生割了他们。萧子衣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怨毒，恨不得能立即把楚风千刀万剐。楚风闻言脚步微顿，身影猛地消失不见，瞬间楚风就出现在萧子衣面前，凶狠出拳轰向萧子衣的脑袋。轰！萧子衣瞬间脑袋炸裂，脑浆四溅，瞬间现场如死一般沉寂，众人都一脸惊骇地看着楚风。此时楚风犹如魔神附身般凶威滔天，一些人惊惧的不断后退。萧子衣死了，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一脸难以置信，死了还死得那么惨。
这是出大事了，不敢想象城主知道后会是多么震怒。这小兄弟太冲动了，就不知道忍一忍，这下估计他的亲人族人都要被他害死了。周围的众人看着楚风，议论纷纷。楚风甩了甩手上的血迹，没有在意周围人的议论，淡然转身继续向万宝商会走去。这小兄弟竟然还不逃，还敢往城中走，真是不知死活。说不定是他不想连累亲人和族人，去城主府自首了。晚了，以城主对萧子怡的宠爱，就算他去自首，他的亲人和族人也要给萧子怡陪葬。年轻人真是太冲动了，现在想后悔也来不及了。众人看到楚风向城中走去，都以为他要去城主府自首。不久后，楚风来到上阳城最中心的位置，万宝商会就在这里。万宝商会占地广阔，有一座7层高的万宝大楼。万宝大楼建筑风格奇特，融合各种神秘元素，远远看着就能感受到它的不凡。万宝大楼的大门高近10米，有4名身穿黑铠甲的护卫守着。每一层楼上的外面走廊上也都站着不少护卫，谨防有人悄悄上楼偷窃。走进万宝大楼，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宽敞的大厅。大厅富丽堂皇，支架上摆满各种珍贵的物品、武器、防具、丹药、灵草等，让人眼花缭乱。在大厅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柜台，柜台后站着一名身材绝好的娇俏女子，还有一名气息不凡的青衣老者。楚风走到柜台前，看着青衣老者，直接了当地道：“你们商会可有5品以上的炼丹炉？”5品炼丹炉。旁边低头算账的娇俏女子听到楚风的话，微微惊讶地抬头看向楚风。不过看到楚风如此年轻，她顿时又继续低头算账。公子为何要购买5品炼丹炉？青衣老者一脸微笑地问道。当然是炼丹。楚风淡淡地道。不知公子要炼何种丹药，需要用到5品炼丹炉？青衣老者继续一脸微笑地询问道。在你们商会买东西，还要说出缘由？楚风微微蹙眉道。当然不是，只是炼制一般丹药，公子购买一般的1、2品炼丹炉就行，没必要花冤枉钱买5品炼丹炉。青衣老者微笑道。废话少说，你就说你们商会有没有5品炼丹炉？楚风一脸不耐烦地道。有，公子等下。青衣老者看到楚风一脸不耐烦的表情，顿时也不再多问，缓缓离开走上楼。看到青衣老者离开，楚风的目光顿时转移到旁边的俏丽女子。女子的身材太顶了，楚风的目光一下就被吸引住，呆呆地看着。你再敢乱看，小心我挖了你的眼睛！俏丽女子感应到楚风的目光，抬头怒瞪着楚风。楚风闻言顿时讪讪地移开眼睛，看来真是开荤后就上瘾了，竟然随意就被一个女子吸引。楚风心中一阵嘀咕，考虑着什么时候收一个女人在身边，偶尔解决下生理需求才行。他这一世的体质是9阳体，本就亢奋，没有女人在身边太难受了。不久后，青衣老者从楼上下来，手上拿着一个巨大的炼丹炉。公子，这就是5品炼丹炉，售价10万下品灵石。青衣老者一脸微笑地道。50万下品灵石。楚风没想到一个炼丹炉竟然要50万下品灵石。上一世楚风对灵石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对物品的售价也不理解，他需要什么跟落雪交代一下，落雪就会帮他弄来。楚风扫了一眼储物戒指中的灵石，除了之前楚文山拿给他的1万下品灵石，还有上次沙柳、寒烟几人缴获的大概26万下品灵石，他现在一共就27万下品灵石，几乎还差一半的灵石。公子要是灵石不够，可以换一个低品的炼丹炉。青衣老者似乎看出楚风囊中羞涩，不过还是一脸微笑地道。哼，没灵石就不要来我们万宝商会找存在感。旁边的俏丽女子淡淡嗤笑道。楚风一来就说要买5品炼丹炉，刚才还偷看他隐私部位。俏丽女子顿时觉得楚风来万宝商会是要他面前找存在感。楚风闻言淡淡的扫了俏丽女子一眼，没有理会她的嗤笑。这颗魔龙丹可以抵多少下品灵石？楚风拿出魔化蛟龙的内丹递给青衣老者。之前魔化蛟龙被瑶池圣地的那个李婆婆击杀，不过她并没有挖内丹，楚风觉得有点用就挖走了。玄灵境9重的蛟龙内丹。青衣老者接过楚风递过来的魔龙丹，微微有点意外。他看得出楚风的境界只有入灵境7重，没想到竟然能弄到玄灵境9重的魔龙丹。俏丽女子也一脸惊讶地看向楚风，对楚风能弄到玄灵境9重的魔龙丹充满好奇。不知道它值多少下品灵石？楚风询问道。我们商会可以用30万下品灵石收购。青衣老者微微思虑道。好，那5品炼丹炉我要了。说完，楚风从储物戒指中拿出20万下品灵石递给青衣老者。成交。青衣老者接过灵石，微笑着把炼丹炉递给楚风。楚风高兴地接过炼丹炉，有了5品炼丹炉，他就能炼制神元丹，快速提升修为。本来神元丹留到突破天灵境或王境时使用最好，不过现在楚风急着提升境界，也等不了那么久了。只要提升境界，以后他可以炼制更好的丹药。不知公子师从何人？青衣老者觉得楚风背后肯定有人，那人可能是楚风的师尊。魔龙丹是楚风师尊获得的，5品炼丹炉也是楚风师尊要买的。我没有师尊。楚风淡淡地道。那公子可认识能炼制5品丹药的炼丹师？青衣老者不死心的再次询问。认识。楚风随意地道。真的？青衣老者闻言大喜。旁边的俏丽女人听到楚风的话，也猛然惊喜的直接抓住楚风的手，激动地道。那炼丹师在哪里？
眼在天边，近在眼前。楚风淡笑道：“你。”俏丽女人闻言，表情瞬间凝滞，抓住楚风的手也立即松开。不错，我就能炼制五品丹药。楚风轻轻一笑道：“公子最好不要开这样的玩笑。”青衣老者听到楚风的话，激动的脸也微微变得愤怒。楚风如此年轻，根本不可能是五品炼丹师。现在楚风说他是五品炼丹师，根本就是在戏弄他们。不信就算。楚风淡淡地道。说完，楚风就转身离开。突然，商会门口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似乎有人要闯进商会，但是被门口的守卫拦住了。这时，一个黑甲守卫急匆匆地走进来，朝着俏丽女子和青衣老者道：“小姐，穆掌柜，城主带着一群守卫要闯进来，说要捉杀害他女儿的凶手。”萧子怡死了。俏丽女子微微一愣：“我出去看看。”说完，青衣老者走出柜台，快步走向门口。楚风听到黑甲守卫的话，就知道城主是来找他的。顿时，楚风也跟着走向门口。走在前面的青衣老者出到门口，看到外面的情况，顿时沉声道：“萧城主，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何带兵围了我们万宝商会？”此时，万宝商会外面被城主府的士兵层层围住，周围还围满了看热闹的路人。穆掌柜，我并不想对万宝商会做什么，我只想抓拿杀我女儿的凶手。萧天鹤作为上阳城的城主，平时在上阳城无人敢忤逆，他的女儿萧子怡在上阳城也无人敢惹。刚才下人来禀说他女儿被轰爆脑袋而死，萧天鹤瞬间仿若晴天霹雳，查到楚风在万宝商会，萧天鹤立即带人围了万宝商会。楚风敢杀他女儿，他要把楚风碎尸万段，楚风的亲人族人他也全部杀了，给他女儿陪葬。你的意思是我万宝商会窝藏杀你女儿的凶手？万宝商会遍布整个东荒大陆，穆长海作为上阳城分会的掌柜，一点也不惧萧天鹤。我没那个意思，只是我的人查到杀我女儿的凶手刚才进了你们万宝商会。萧天鹤似乎也不想得罪万宝商会，好言解释道。穆长海听到萧天鹤的话，转头看向缓缓走出来的楚风：“杀他女儿的是我。”楚风淡淡地道：“小子，你为何杀我女儿？”萧天鹤听到楚风的话，愤怒地看向楚风，目光中充满无限杀气。“你女儿什么德性？你不知道吗？她得罪我，我就杀了她，也顺道为民除害了。”楚风淡淡地道：“混蛋，我女儿还小，她只是任性一些，你竟然如此残忍地杀害她，你还是人吗？”萧天鹤大声怒喝：“还小！”楚风淡淡嗤笑，看到萧天鹤如此，楚风终于知道萧子怡为什么会那样刁蛮任性。“小子，你给我死！”萧天鹤看到楚风还敢嘲笑他女儿，他顿时怒气冲天，如迅雷般杀向楚风。萧天鹤的境界是真灵境6重，眨眼功夫就冲到楚风面前。楚风正想出手，旁边的穆长海却突然出手，一掌轰退了萧天鹤。穆长海的境界也是真灵境6重，和萧天鹤境界相同。穆长海，你这是什么意思？萧天鹤被击退，顿时愤怒地瞪着穆长海。他现在是我们万宝商会的客人，我们万宝商会不允许任何人在我们万宝商会伤害我们的客人。穆长海淡声道。穆长海，子怡还是凌霄阁的内门弟子，你们万宝商会护着杀害子怡的凶手，凌霄阁不会善罢甘休的。萧天鹤冷冷地威胁道。哼，我们万宝商会可不怕凌霄阁。穆长海也冷声回应道。说完，穆长海转头看向楚风道：“这位公子，只要你能告诉我五品炼丹师的消息，我们万宝商会可以帮你解决这件事。”万宝商会的会长沈万宝10天前受了重伤，只有血参造化丸才能救命。不过血参造化丸是五品丹药，需要五品炼丹师才能炼制。五品炼丹师在整个荒夷界都屈指可数，东荒大陆根本没有，只有中州大陆那边才有。不过中州大陆那边路途遥远，来回最快也要1个多月，沈万宝根本撑不到那个时候。本来万宝商会都已经放弃希望，准备给沈万宝准备后事了。现在得知楚风背后可能有五品炼丹师，穆长海不想放过任何希望，想要保下楚风，询问五品炼丹师的消息。不用，一条老狗而已，我自己能解决他。楚风淡淡的拒绝穆长海。这时，刚才的俏丽女子也走了出来，她听到楚风的话，不禁一阵翻白眼，更加坚信楚风就是个说大话之人。楚风的境界只有入灵境5重，竟然说能解决高他一个大境界多的萧天鹤，这不是说大话是什么？此刻，俏丽女子已经彻底不信楚风是五品炼丹师，觉得楚风肯定是从哪里得知他们要找五品炼丹师，特地来哄骗他们的。穆叔，既然这位公子不想我们帮忙，那你就让开吧。俏丽女子对着穆长海道。小姐，可是他穆长海还是不想放弃任何救治沈万宝的希望。不过看到俏丽女子不容拒绝的目光，穆长海只能无奈让开。俏丽女子是沈万宝庶出的女儿沈千宁，不久前被派遣来上阳分会，准备学习历练一段时间，再返回总会接手一些家族生意。萧天鹤闻言，深深地看了一眼沈千宁，他没想到万宝商会的小姐会出现在这里。不过沈千宁让穆长海让开，他顿时一阵激动。小子，我不会让你死那么快的，我要让你好好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我会让你看着你的亲人一个个被生割致死，最后我再生割了你。萧天鹤一脸怨毒的缓缓走向楚风，想要生擒下楚风，再好好折磨。嘶，萧城主好狠毒啊，都是那人自己惹的祸，
没想到他的家人都要跟着他遭殃。唉，那位公子刚开始救人的时候，我就叫他快点逃了。如果当时他逃了，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周围的路人听到萧天鹤要处置楚风的方法，顿时都惊惧的议论纷纷。沈千宁听着一脸蹙眉，有点反感萧天鹤的手段。不过楚风之前说大话哄骗他，他也不可能出手救楚风。说完了吗？说完，你可以去死了。楚风淡淡的看了萧天鹤一眼，然后身影一闪，就出现在萧天鹤面前。魔煞摧心掌，楚风手掌带着煞气，如迅雷般拍在萧天鹤的胸膛上。噗！萧天鹤瞬间大口吐血，倒飞出10几米，现场瞬间如死一般沉寂。众人都一脸难以置信的看着楚风。楚风比萧天鹤低了一个大境界，竟然一掌就击败了萧天鹤，这让众人久久不敢置信。城主！过了片刻，跟着萧天鹤一起来的城卫统领才回过神来，冲过去查看萧天鹤的伤势。啊！城主死了！你竟然杀了城主！城卫统领惊恐大叫：什么？死了？这怎么可能？萧城主可是我们上阳城最强的修士，他竟然被低他一个大境界的小子一掌秒杀了，太难以置信了。周围的众人都惊讶的议论纷纷。沈千宁也美眸睁大地看着楚风，带着不敢置信。他之前一直以为楚风是说大话之人，没想到楚风是真的有实力。如果楚风不是说大话之人，那他之前说他是五品炼丹师，那会是真的吗？想到这，沈千宁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激动。如果楚风真是五品炼丹师，那他爹就有救了。都动手，杀了他为城主报仇。这时，城卫统领大声命令周围的城卫击杀楚风。瞬间，周围的城卫都颤颤巍巍地拔出剑，不过都不敢上前。楚风可是连萧天鹤都能秒杀的人，他们根本不可能是楚风的对手。不过出于职责，他们又不得不听命令。我看你们谁敢！这位公子可是我们万宝商会尊贵的客人，穆叔，保护好这位公子。沈千宁看到城卫要对楚风动手，立即下令穆长海保护楚风。楚风现在是救他爹的唯一希望，他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楚风。是，小姐。穆长海听到沈千宁的命令，立即带人挡在楚风前面。你们万宝商会包庇杀害城主的凶手，我会第一时间上报陛下。城卫统领看到穆长海带人出来，顿时也大大松了口气。出于职责，他们必须动手。不过对楚风动手，他们可能没几个人能活下来。现在万宝商会出手阻拦，他们就有了台阶可下，正好把责任推到万宝商会头上。万宝商会势力遍布整个东荒大陆，和很多其他帝国都有关系。苍风帝国也不敢轻易得罪万宝商会，把责任推到万宝商会头上，帝国高层也不会再怪罪他们。说完，城卫统领就命人带着萧天鹤的尸体缓缓离开。楚风看到城卫离开，顿时也准备离开。这位公子，我们刚帮了你，你就这么离开，有点不好吧？沈千宁看到楚风要离开，连忙拦在他前面。我根本不需要你们帮忙，你们这是多此一举。楚风淡淡地道：公子，我们当然知道你能应付刚才的城卫，不过你能应付得了整个苍风帝国吗？你杀了萧天鹤，苍风帝国高层是不会放过你的。沈千宁淡笑道：这个我自能应付，不用你们操心。楚风淡淡地道：一个小小的帝国而已，楚风根本不放在心上。就算他现在正面对付不了，但是他可以避开，也可以躲进混沌星辰珠中。说完，楚风就抬步往外走。沈千宁见状，连忙拉着楚风的手，微带着祈求的语气道：公子，我们谈谈如何？你想要谈什么？楚风脚步微顿，转头看向沈千宁：我爹被人偷袭中了毒，现在只有5品丹药血参造化丹才能救他，我想公子帮炼1枚血参造化丹救我爹。沈千宁急忙道：你不是不信我是5品炼丹师吗？楚风似笑非笑地道：公子，我爹已经撑不了多久了，求你帮帮忙。沈千宁一脸诚恳地祈求道。沈千宁是沈万宝最喜欢的女儿，不过沈家的嫡系都不喜欢沈千宁，沈千宁只是一个庶女，如果沈万宝不在了，那她在沈家的地位将一落千丈。现在沈万宝重伤，沈家的嫡系就立即把她赶走，不让她待在沈万宝身边。沈千宁担心沈万宝死后，沈家嫡系会把她赶出沈家，或者把她当联姻工具嫁给她不喜欢的人。现在沈千宁只是死马当活马医，期待楚风是5品炼丹师，能帮炼制血参造化丹救沈万宝。血参造化丹我可以炼制，不过你能给什么报酬？楚风微微思虑，便同意帮沈千宁。现在很多麻烦缠身，楚风也想在世人面前展示他是5品炼丹师，来解决这些麻烦。在东荒大陆这个落后的地方，3品炼丹师已经是顶级炼丹师。如果楚风展示出他是5品炼丹师，那肯定很多势力和强者都会对他趋之若鹜。到那时，楚风之前得罪过的凌霄阁，还有苍风帝国高层，肯定都不敢再对他动手，甚至还会反过来巴结他。我们沈家之前应承过，谁救了我爹，就能在沈家宝库随意取3件宝物。如果楚公子还有其他要求，我们可以另外谈。沈千宁听到楚风说能炼制血参造化丹，顿时大喜，就按沈家之前应承的条件，我炼制出血参造化丹，然后去你们沈家宝库拿3件宝物。沈家是苍风帝国最大的商会，沈家宝库中肯定有不少珍贵的藏宝。楚风觉得能去沈家宝库拿3件宝物，也算是不错的报酬了。沈千宁闻言一脸激动地道：好，公子放心，
我们万宝商会一定好好报答公子。还不知道公子尊姓大名？楚风。楚风淡淡出言，报出自己的名字。楚公子，我爹现在在苍风帝国的都城天蓝城，我们现在就前往天蓝城。沈千宁迫不及待地道。万宝商会是苍风帝国最大的商会，生意遍布整个东荒大陆，麾下势力无数，就算是苍风帝国的国主也不敢轻易得罪万宝商会。万宝商会的总部设在苍风帝国的天蓝城，沈家的族地也在天蓝城。之前沈万宝外出被人偷袭重伤，就一直在天蓝城养伤。这个时候，沈千宁作为沈万宝最喜欢的女儿，本应该陪在沈万宝身边。不过沈家的嫡系担心沈万宝看到沈千宁会给他留下什么，就把他赶到上阳城来，不让他陪在沈万宝身边。天色已晚，明天再出发。天已经准备黑下来，楚风想要休息一晚，顺便把神元丹炼制了。好，沈千宁闻言只能点头同意。上阳城前往天蓝城只有2天的路程，沈万宝算算时日，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时间足够了。不久后，沈千宁就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招待楚风。吃饱喝足后，沈千宁带着楚风回到万宝商会。楚公子，能否给我们展示一下炼丹术？沈千宁突然道。炼丹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品阶高的炼丹师年纪一般都比较大，楚风太年轻了。沈千宁心中始终对楚风带着怀疑，他想要验证一下楚风的炼丹术，才能放下心中的怀疑。楚风闻言似笑非笑地看了沈千宁一眼，淡笑道：可以，沈姑娘想要看我炼几品丹药，就把材料拿来吧，就炼3品丹药冰心丹吧。木叔，把冰心丹的材料拿过来。沈千宁听到楚风同意，连忙叫穆长海把材料拿来。片刻，穆长海就给楚风拿来了3份冰心丹的材料。炼丹有一定的失败几率，一般炼丹师炼丹前都会准备几份材料，才能保证炼制成功。楚风拿出之前买的炼丹炉放在地上，然后从穆长海手中接过一份材料，随意看了一眼材料，楚风就把材料全部丢进炼丹炉。楚公子，炼丹不是要把材料中的药材逐份提炼吗？你这一次性把全部药材放进炼丹炉，怎么提炼药材？沈千宁看到楚风的举动，心顿时凉了一半。他从来没听说过哪个炼丹师会把材料一次性全部放进炼丹炉炼制的。楚风的举动一看就不像是炼丹的，你看着就行。楚风淡淡地道。上一世，楚风就对炼丹无比熟悉，也有自己独特的炼丹术。这一世，楚风虽然还没有炼过丹，不过他的灵魂是附体而生，魂力无比强大，炼制低等丹药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把材料全部放入炼丹炉后，楚风就凝聚出丹火，开始融化炼丹炉内的材料。丹火分为多种，楚风上一世获得了一种顶级异火，对于炼丹增益极大。现在楚风没有异火，只能凝聚普通的丹火来炼丹。不过只是炼制3品丹药，普通的丹火足够了。很快，楚风就用魂力控制丹火融化炼丹炉的材料，开始凝丹。1分钟后，好了。楚风熄掉丹火，缓缓收回放在丹炉上的手。好了，楚公子，你没有在开玩笑？沈千宁和穆长海都一脸难以置信的道。他们刚才只是看到楚风把材料放进炼丹炉，然后凝聚丹火放到炼丹炉上，1分多钟就收丹炼好了，这不是在愚弄他们吗？要知道炼丹师炼一次丹都要花很长时间融化材料，萃取其中的精华，最后再花较长时间来凝结成丹药。很多炼丹师炼一次丹，短则1个小时，长则几天，根本没有哪个炼丹师会像楚风这样随便便就炼制成丹的。不信，你们可以看一看。楚风手指向丹炉，示意沈千宁和穆长海查看丹药。穆长海闻言立即走上去，打开炼丹炉，瞬间一股浓郁的丹香从炼丹炉里溢出来。啊，真是冰心丹的丹香！穆长海接触过冰心丹，之前还服用过1枚，对冰心丹的丹香无比熟悉。虽然还没有看到冰心丹，但是闻到丹香，穆长海就确定丹炉里的就是冰心丹。片刻，穆长海看到丹炉底部躺着一颗散发着淡淡光泽的丹药，极品冰心丹。穆长海拿出冰心丹，看到上面的丹纹，顿时目瞪口呆。什么？极品的冰心丹？沈千宁听到穆长海的话，表情瞬间呆滞。丹药的品阶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地品、天品、升品。在荒夷界，一般炼丹师炼制出来的丹药大都是下品，偶尔能炼出中品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沈千宁和穆长海看到楚风1分钟炼制出来的冰心丹竟然是极品丹药，顿时都惊得目瞪口呆。极品而已，不用那么大惊小怪。楚风淡笑道。上一世，楚风可是炼制出过圣品丹药的炼药师，现在楚风的境界和灵力太低，也没有异火，暂时只能炼制出极品的丹药，还极品而已。楚公子，我在万宝商会已经几10年了，之前就只见过1颗极品丹药，那颗极品丹药还只是2品丹药，比不得公子这颗。穆长海激动地道。楚公子，你真是深藏不露。沈千宁一脸激动地道。确认楚风是一名深藏不露的炼丹师，沈千宁内心激动不已，美眸更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楚风。只要把楚风带回沈家，那他爹沈万宝就有救了。楚风是他找到的人，到时救了沈万宝，沈万宝肯定会更加器重他，他在沈家的地位也将水涨船高。到时他要狠狠打脸那些驱赶他离开的沈家嫡系。寒暄了片刻，楚风就起身中断谈话。好了，给我安排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
明早我再跟你出发。楚风还想着炼制神元丹，尽快变强，不想浪费时间和沈千宁和穆长海多扯。好，我立即给公子安排最好的房间休息。沈千宁说完，就立即让穆长海安排最好的房间给楚风。不久后，穆长海带着楚风来到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房间中还有2名娇俏可人的美婢。今晚你们好好侍候楚公子。穆长海对着2名美婢道。是。2名美婢轻轻俯身行礼。楚风扫了2名美婢，身材火辣，娇媚动人。不过楚风不是随便之人，他要睡的女人只能是跟他一辈子的人，不是随便什么女人他都睡。我不需要，让他们下去。楚风淡淡出言道。楚公子，他们都是纯洁之身，从来没有陪过人。穆长海连忙道。我今晚要好好休息。楚风再次拒绝道。好，我知道了。那楚公子，您好好休息。穆长海说完，只能带着2名美婢离开。看到穆长海等人离开，楚风就关上房门，进入到混沌星辰珠中。炼制神元丹的意象和动静太大，楚风选择在混沌星辰珠炼制。进到星辰珠中，楚风并没有看到灵儿，不过楚风也没有在意，立即拿出5品炼丹炉，开始炼制神元丹。楚风把1颗魔灵果和一些其他材料直接放入炼丹炉中，凝聚丹火，开始溶解材料，萃取其中的精华。炼制神元丹比炼制冰心丹复杂了许多，主要是楚风现在的境界太低，只能慢慢溶解萃取材料中的精华，才能凝聚成丹。1刻钟后，楚风终于炼制完成2颗极品神元丹。楚风看着炼丹炉中2颗泛着光泽的丹药，微入欣喜。以楚风现在的境界，1份材料能炼制出2颗极品神元丹，几乎已经是极限。上一世楚风最巅峰的时候，1炉丹药最多能炼制出10颗天品丹药，当时的场景天地轰动，异象惊世。现在楚风的境界才是入灵境，能一次炼制出2颗极品神元丹已经非常不错。没想到你还会炼丹，而且一次能炼出2颗极品的5品丹药。突然灵儿惊讶的声音在楚风身后响起。呵呵，极品丹药而已，哪天我炼制出1颗圣品丹药给你看看。楚风看着灵儿绝美的容颜，心情一阵高兴。今天灵儿穿着一袭月华长裙，看起来绝美动人，让楚风看得心动不已。楚风每次见灵儿，她所穿的衣裙装扮都不一样，不过每一套都绝美动人。吹牛！灵儿一脸不信的道。圣品丹药在混沌时期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稀世神丹，就算最顶级的炼丹师穷其一辈子也不敢保证能炼出1颗圣品丹药。不信，那我们打个赌。我输了，随便你处置。你输了，答应我1个条件就行。楚风看着绝美的灵儿，心中不禁泛起坏心思。你想要什么？灵儿看到了楚风眼眸中那一闪而过的火热，顿时微怒地瞪着楚风。我还没想好，不过反正是不会伤害你的。楚风轻笑一声，他肯定不会伤害灵儿，只会宠爱她。哼，我看你是不怀好意。告诉你，我可是很厉害的，你要是敢对我有不轨心思，我拍死你。灵儿奶凶地扬起手道。怎么可能？楚风讪讪一笑。灵儿微微思虑了片刻，突然狡黠一笑道。打赌也不是不行，不过赌气要说好，就按10年算，10年内要是能炼制出圣品丹药，我可以答应你1个条件。10年？楚风神情微顿，不过又立即高兴地答应。好，一言为定。10年时间太短，楚风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炼制出圣品丹药，不过就算他输给灵儿也没什么，大不了随他处置，一旦他赢了，那就能让灵儿。瞬间楚风看向灵儿的目光充满火热。看什么看？灵儿看到楚风火热的眼神，顿时怒瞪向他。当然是我的灵儿，太美了，让我情不自禁地被吸引住了。楚风轻轻一笑道。哼，算你会说话。灵儿娇哼一声，和灵儿打闹了一会儿，楚风就服下神元丹开始修炼。刚才炼制神元丹耗费掉楚风大部分的灵力，他需要服下神元丹恢复灵力，再炼制剩下的神元丹。2个时辰后，楚风完全吸收完1颗神元丹，境界提升到了入灵境6重。接着楚风继续把剩下的2份材料炼制完，最后2份材料，1份炼制出了2颗极品神元丹，1份炼制出了3颗极品神元丹，这让楚风小小兴奋了好一会。现在1颗神元丹能让他提升不少修为，多1颗神元丹，他的修为就能提升很多。把神元丹炼制完，楚风就和灵儿告辞，回到外面的世界。此时外面已经是凌晨，楚风继续拿出1颗神元丹服用修炼。天亮时，楚风又把1个神元丹吸收完，境界再次提升1个小境界，达到入灵境7重。这具身体的体质太差了，楚风微微有点失望。如果按照楚风上一世的幽冥魔体，1颗神元丹起码能让他在入灵境提升2-3个小境界。这一世的九阳体对修炼毫无增幅，1颗神元丹只能勉强提升1个小境界，修炼速度太慢了。以后必须想办法改善下体质才行。修士的体质是可以改善的，不过需要神灵之血或者一些远古异兽的精血才行，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只能看机缘。不久后，沈千宁就带着2名美婢过来叫楚风起床，2名美婢手中还抬着洗漱用品。楚公子，你的境界？沈千宁发现楚风的境界竟然比昨天提升了2个小境界，顿时惊讶出声。我之前获得了1份稀有材料，昨晚炼制出丹药，服用后境界才提升了2个小境界。楚风淡淡地道。炼丹师真是神奇，
竟然能炼制出提升2个小境界的丹药。沈千宁一脸仰慕地道：“我的境界才入灵境，一下提升2个小境界也不算什么。”楚风淡淡一笑。很快，等楚风洗漱完，沈千宁就安排早膳，陪楚风吃完后，就迫不及待地带楚风前往天蓝城。穆长海要留守商会，这次前往天蓝城的只有楚风和沈千宁，另外还有几个护卫。楚风想要途中修炼，特地要了一辆马车。沈千宁本想全部骑马，这样能快点到达天蓝城。乘马车的话，速度会慢1倍，不过楚风要求时间也还充裕，沈千宁只好答应。4天后，楚风等人终于到达天蓝城。4天时间，楚风终于把所有的神元丹吸收完，境界达到了入灵境极境，不过没能突破真灵境，这让楚风微微有点失望。极境需要大量的灵力，楚风连服用3颗神元丹都没能突破。不过极境这么难突破，楚风突破真灵境后，实力也将大幅增长。突然，沈千宁停下马，来到楚风的马车内，道：“楚公子，一会我带你去见我爹，沈家人可能会阻拦我们，言语也可能会有些难听，还请你暂时忍耐一下。”楚风闻言，微微疑惑地看向沈千宁：“我只是沈家的一个庶女，不过我爹对我极为宠爱，现在我爹没有多少时日了，沈家那些嫡系担心我爹看到我会给我留下什么遗产，所以一直不让我接近我爹。”沈千宁气愤地道：“这个你自己想办法，我只负责炼丹。”楚风淡淡地道。楚风只想在众人面前展露他5品炼丹师的实力，来规避一些麻烦，顺便再在沈家拿点报酬。至于沈千宁的家族纠纷，他不想参与进去。我的事我会想办法，我就是担心一会你会被沈家那些嫡系气走，才提前跟你沟通一下。沈千宁连忙道：“放心，我不会被气走。”楚风淡淡地道：“楚风不可能会被气走，太气的话他会直接杀人，那我就放心了。楚公子，谢谢你，等救了我爹，我一定让我爹重重酬谢你。”沈千宁闻言高兴地道：“走吧。”楚风道。不久后，沈千宁带着楚风来到天蓝城的沈家族地。沈家族地位于天蓝城的中心位置，占地面积广阔，远远就能看到沈家内部的精美阁楼，房若琼楼玉宇。13小姐，你怎么回来了？沈千宁带着楚风来到沈家大门，就被大门的守卫拦住。怎么，本小姐不能回来？沈千宁冷冷地看着守卫。大夫人吩咐过，13小姐犯了错，暂时不能回沈家。守卫毫无畏惧地道：“哼，我找来了5品炼丹师救我爹，你敢拦着，耽误了救我爹的时间，沈家上下定剥了你的皮。”沈千宁冷冷地威胁道：“13妹，你找到了5品炼丹师。”这时外面走来一群人，其中走在前面的俊朗青年听到沈千宁的话，顿时一脸惊讶：“不错，我确实找到了5品炼丹师。大哥，你赶紧让他们让开，我要去救爹。”沈千宁转头看着俊朗青年道：“俊朗青年是沈千宁的大哥沈千洛。沈千洛是沈万宝的正妻大夫人所生，是沈家真正的嫡系后代，而沈千宁只是沈万宝的一个小妾所生。千宁，你真找到了5品炼丹师？”人群中一名白发老者听到沈千宁的话，顿时一脸激动：“林老，我偶然机会碰到了5品炼丹师，就立即带他赶回来救爹。”沈千宁肯定地看着白发老者道。白发老者名为林德，是沈万宝最忠心的仆人，跟了沈万宝几十年，沈家上下都对他无比尊重，他在沈家的权力也极大。不可能，我们东荒大陆根本没有5品炼丹师，你从哪里找来的5品炼丹师？13妹，我看你是找人冒充5品炼丹师，然后趁机接近爹吧。沈千洛冷笑一声道：“我才没有你想的那么奸险，我是真心想要救爹。”沈千宁大声道：“沈小姐说找到了5品炼丹师，不妨叫他出来，让老朽拜见一下。”这时，跟着沈千洛一起回来的灰衣中年人突然出声道：“13妹，赶紧把你找到的5品炼丹师叫出来，让我们看看。”这位是家族请来的4品巅峰炼丹师华容大师。华容大师是我们东荒大陆最接近5品炼丹师的炼丹师，只差一个契机就能突破5品炼丹师，几乎整个荒异界的5品炼丹师，华容大师都认识。如果你请来的是5品炼丹师，华容大师肯定认识。沈千洛指着灰衣中年人介绍道：“整个东荒大陆根本没有5品炼丹师，所以沈家才去请了4品巅峰的华容大师。4品巅峰炼丹师只有很小的几率能炼出5品丹药，不过现在沈万宝时日不多了，沈家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请4品巅峰炼丹师来尝试炼制血参道化丹。楚公子，还请你出来一见。”沈千宁听到众人的话，只能叫唤楚风出来。楚公子，13妹，你要找人冒充，也应该找个像样的人吧？楚公子的称呼一听就很年轻，年轻之人怎么可能成为5品炼丹师？沈千洛听到沈千宁的称呼，顿时就大声嘲笑，周围的人顿时也一脸嘲笑的等着看戏。这时，楚风听到外面众人的议论，顿时睁开眼睛，停下修炼，缓缓走出马车。沈千洛一看到楚风，就放声大笑起来。楚风如此年轻，根本不可能是5品炼丹师，甚至可能连炼丹师都不是。沈千洛刚才还一直担心沈千宁找到5品炼丹师，救活了沈万宝。在沈千洛的心中，他更愿意沈万宝死，这样他就能接任沈家家主的位置。现在看到楚风，沈千洛顿时放下心中所有的担心，大笑起来：“我不认识此人，
此人不可能是五品炼丹师，炼丹界绝对没有如此年轻的五品炼丹师。华容大师看到楚风，立即摇头否认道：“千宁，你怎可如此胡闹？”林德听到华容大师的话，顿时大怒。沈千宁是沈万宝最喜欢的女儿，平时林德也很看好她，没想到现在沈千宁竟然为了见沈万宝，竟然不惜找人冒充五品炼丹师。林老，我没有，楚公子真的是五品炼丹师。沈千宁连忙解释道：“华容大师是东荒大陆最顶尖的炼丹师，沈千宁之前也听说过他的事迹。现在华容大师说不认识楚风，沈千宁顿时也对楚风产生了怀疑。毕竟之前他只见过楚风炼制3品丹药，楚风是不是5品炼丹师，他也不能确定。千宁，别胡闹了，赶紧让开，别耽误了华容大师去炼丹救老爷。”林德立即让旁边的守卫把沈千宁驱赶开。说完，林德就带着华容大师缓缓走进沈家。13妹，别白费心机了，我们是不可能让你接近爹的。沈千洛走在最后，低声嘲笑沈千宁后，才缓缓走进楚家。混蛋，等我救了爹，看我不让爹好好收拾你！沈千宁愤怒地看着沈千洛的背影大骂道。大骂片刻，沈千宁才转头看向楚风，一脸歉意地道：“楚公子，对不起。”楚风毫无在意地道：“没事，帮我找个安静的地方，等你搞定沈家人再来叫我。你可以去找沈家那些不希望你爹死的人帮忙。”血参皂化丹在5品丹药中算是比较难炼制的丹药，就算5品炼丹师也很难炼制。华容大师只是一个4品炼丹师，根本不可能炼制出血参皂化丹。等到华容大师炼不出血参皂化丹，沈家想救沈万宝的人自会同意让楚风炼丹。好，谢谢楚公子，我现在就为你安排住处。沈千宁一脸感激地道。不久后，沈千宁就带着楚风来到天蓝城的一处幽静小院中。这处小院是沈千宁之前买下来，不过一直很少住。现在楚风想要寻个安静的地方，沈千宁立即想到了这里。楚公子，你安心在这里居住，有什么需求你尽管安排下人去做。说完，沈千宁就吩咐周围的下人，让他们听从楚风的任何命令。楚风轻轻点头，他只想寻个安静的地方，安心修炼。安排好楚风后，沈千宁就快速离开，去想办法让沈家的人同意楚风炼丹。楚风也开始静心修炼，他已经是入灵境极境，只要突破就能晋升真灵境。极境是对每个大境界的极限突破，突破后身体的灵脉和气海都能极大扩展，大幅提升修为。前世洛轩和洛雪有无限的修炼资源可用，突破起来相对轻松。现在楚风的资源有限，突破极境困难很多。不过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楚风相信他肯定能突破，就是需要的时间久一点。7天后，楚风还是没能突破极境，不过他的修为提升了很多。这一天，沈千宁终于来找楚风。楚公子，沈家已经同意让你炼丹，你快跟我去沈家，我爹可能撑不了多久了。沈千宁着急地道。楚风闻言立即点头同意。现在楚风一直突破不了极境，去沈家救了沈万宝，说不定可以在沈家宝库找到资源突破。半个时辰后，沈千宁带楚风来到沈家。此时，沈家的院子中围满了人，这些人中除了沈家的人，还有沈万宝的朋友。他们知道沈万宝快不行了，都想来见他最后一面。沈万宝交友广泛，来的人有苍风帝国高层，还有众多大势力的人，另外还有一些来救治沈万宝的人。这些人救不了沈万宝，但可以帮他维持生机，不让他死那么快。青蓝宗也来了一些人，其中云清影竟然也来了。这混蛋怎么来了？云清影见到楚风，顿时一阵咬牙切齿。上次楚风叫他见人，还让他滚，现在看到楚风，云清影恨不得能在他身上戳几个窟窿。楚风也一眼看到了人群中的云清影，云清影太美了，在人群中无比亮眼。楚风朝着云清影投去一个迷人的微笑，不过云清影根本不理他。千宁，这就是你说的5品炼丹师？沈家的人看到沈千宁带过来的楚风，都满脸怀疑。楚风太年轻了，根本不可能是5品炼丹师。不错，楚公子就是5品炼丹师。沈千宁肯定地道。上次在沈家被赶走后，沈千宁就再次询问过楚风，楚风也确定的跟他说他是5品炼丹师。沈千宁觉得楚风没有骗他的动机，顿时坚信楚风就是5品炼丹师。怎么可能？世上不可能有如此年轻的5品炼丹师。沈小姐，你是不是被他骗了？就是此人肯定是个骗子，说不定想对沈小姐你骗财骗色。周围的人听到沈千宁的话，顿时爆发出激烈的议论，都认为楚风是骗子，不可能是5品炼丹师。云清影也一脸怀疑的看着楚风，他也不相信楚风是5品炼丹师。之前楚风在他们青蓝宗的时候就没有显露过他是炼丹师，而且楚风太年轻了，如果说楚风是1品或者2品炼丹师，他说不定还信。要说楚风是5品炼丹师，他是绝对不信的。13妹，你太年轻了，被此人骗财骗色都不知道。沈千洛听到周围的人怀疑楚风，顿时跟着落井下石。你胡说什么？楚公子根本没有骗我。沈千宁看到周围的人都怀疑楚风，他顿时愤怒反驳：我是不是骗子？试试不就知道了。把血参皂化丹的材料拿来，我当场炼丹。楚风突然出声道，语气辩解那么多，还不如直接把血参皂化丹炼制出来更有说服力。血参皂化丹的材料珍贵无比，
你以为想练就给你啊？练坏了你赔吗？沈千洛一脸轻蔑地道。练坏了我赔。楚风淡淡地道。哼，你赔得起吗？沈千洛冷笑道。沈千洛，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继承爹的位置，不想救爹？沈千宁怒瞪着沈千洛道。胡说，谁说我不想救爹？我可是亲自去请了华容大师来救爹。沈千洛高声反驳道。这时人群中一名紫衣老者突然出声道。好了，你们不要吵了，就拿一份血参造化丹的材料给他，如果他练不出，就让他滚出沈家。沈千洛听到紫衣老者的话，连忙阻止道。太爷爷，此人可能连炼丹师都不是，给他材料就是浪费。紫衣老者名为沈岩，他是沈万宝的大伯，在沈家的辈分最高。之前沈千宁就是找到他帮忙，才让沈家同意楚风来炼丹。不必再说，林德，你去拿一份材料来给他。沈岩不容置疑地道。是。林德听到沈岩的话，立即去拿血参造化丹的材料。楚公子是吧？我们沈家只给你一次机会，你要好好把握。你要是能练出血参造化丹，我们沈家一定重重酬谢你。沈岩淡声道。楚风淡淡点头。不久后，林德就带着材料回来，他的身后还跟着华容大师。这份材料你们不能拿走，我已经找到窍门了，这次我一定能炼制成功。华容大师着急地道。怎么回事？沈岩看到华容大师着急的模样，顿时蹙眉问道。太爷，血参造化丹的材料只剩一份了。林德道。什么？只有一份了？沈岩惊声道。我们集齐商会之力才找到20份血参造化丹的材料，这几天已经被华容大师浪费掉19份材料，只剩这最后一份了。林德声音中带着怒气。沈万宝被偷袭中毒后，沈家就集齐万宝商会在各地的势力，才搜寻到20份血参造化丹的材料，每一份材料都无比珍贵，需要巨额灵石。这7天，华容大师足足浪费了19份材料，但一直没能炼出血参造化丹。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帮你们炼出血参造化丹。华容大师着急地道。华容大师一直想要炼制出一枚5品丹药，成为5品炼丹师，不过5品丹药的材料珍贵难寻，他之前尝试炼过多次都没能成功。这次沈家提供那么多份血参造化丹的材料，华容大师就想靠着这些材料炼出5品丹药，成为万人敬仰的5品炼丹师。不过没想到他尝试19次，竟然1次都没有成功。沈岩听到华容大师的话，顿时一阵犹豫，不知该把材料给楚风还是华容大师。此人已经心浮气躁，现在就算给他1万份材料，他也不可能炼制出血参造化丹。楚风看到沈岩的犹豫，顿时出声提醒。胡说，只要再给我1次机会，我一定能炼制出血参造化丹。华容大师怒瞪着楚风道。太爷，我看还是把材料给华容大师吧。华容大师炼制了那么多次，已经有经验了，他说这次成功肯定能成功。沈千洛劝说道。华容大师已经尝试那么多次了，要成功早就成功了。太爷，这最后一份材料一定要给楚风，不然爹肯定没救了。沈千宁连忙劝说道。沈岩看了楚风一会，又看了华容大师一会，最后决定道。我之前已经答应给1份材料楚公子，现在这最后1份材料就给楚公子吧。林德听到沈岩的话，顿时把血参造化丹的材料递给楚风。楚公子，老爷的命就靠你了。林德郑重地道。现在沈万宝已经命悬一线，血参造化丹的材料也只有这最后1份了，如果楚风炼不出血参造化丹，那沈万宝就必死无疑了。楚风接过材料，淡淡点头。楚公子加油。沈千宁一脸期待地看着楚风。之前沈千宁去求沈岩，承诺楚风炼丹失败，他愿意接受家族的任何惩罚，这才换来1份材料。现在沈千宁所有的希望都在楚风身上，他期待着楚风能一举成功。楚风看了一眼沈千宁，没有任何言语，直接拿出5品炼丹炉出来。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楚风身上，议论纷纷。这楚风随身带着5品炼丹炉，说不定他真是5品炼丹师。呵，带着5品炼丹炉就是5品炼丹师，那我带个6品炼丹炉在身边，是不是就是6品炼丹师了？别说5品炼丹师了，我看楚风这架势就不像是炼丹师，一般炼丹师炼丹前都会烧香祈福，他竟然直接就开炼了，这样肯定会失败。沈家太爷真是失误，竟然把最后1份材料给这个楚风，而不给华容大师。楚风没有在意众人的议论，把炼丹炉摆放好后，就打开丹炉盖，把材料全部放入丹炉，然后就凝聚丹火，开始炼丹。这竟然一次性把材料全部放进炼丹炉，他这确定是在炼丹？可能他以为是在炖汤，把全部材料放进去炖一段时间就能成丹了，太搞笑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炼丹师会一次性把全部材料放进炼丹炉的，这根本不可能成丹。场中众人看到楚风的炼丹方式，顿时大声嘲笑起来。噗嗤，云清影禁不住偷笑出声。楚风越丢脸，他越高兴，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楚风开炉的场景，到时众人肯定会更加肆意的数落和嘲笑楚风，竟然把最后1份材料给这样的人浪费，真是气死老夫了。华容大师见状大怒，沈岩的脸也瞬间黑了下来，看向沈千宁的目光也充满阴沉。太爷，楚公子的炼丹方式就是这样的，你再等等，
一会楚公子肯定能练出血参造化丹。沈千宁连忙解释道：“13妹，你明摆着被这小子骗了，到现在还不知醒悟。”沈千洛大声嗤笑道。沈千洛转头看向沈岩道：“盖爷，应该立即把他赶走，让华容大师来接着炼丹。没用了，材料已经被他放进炼丹炉炼过，已经废了。刚才把这份材料给我的话，我肯定能炼制出血参造化丹的，可惜了。”华容大师一脸叹息道：“13妹，都是你的错，是你坚持让这小子炼丹，才让华容大师没有材料炼丹，是你是害了爹。”沈千洛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沈千宁身上。哼，既然材料已经坏了，就让楚公子继续炼丹，等楚公子炼完丹，如果不成功，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沈千宁高声道：“那就再等等。”沈岩面色阴沉的道：“材料已经无法再用，现在也只能继续让楚风炼制完。”1刻钟后，楚风缓缓收手，看着众人，淡淡开口道：“丹炼好了。”哈哈哈，这就炼好了？才1刻钟的时间，就算炖汤也没有炖熟吧？我还以为他会拖到天黑，等我们离开呢。没想到他那么快就收手了，估计是演不下去了，太搞笑了。5品丹药是绝对不可能在那么短时间炼成，我都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他炼出来的是什么玩意，还能是什么玩意？肯定是一团黑炸。众人听到楚风说丹炼好了，顿时嬉笑着议论纷纷，似乎都等着看楚风笑话。不远处，青兰宗的人也看着楚风，议论纷纷。没想到这楚风还是个骗子，幸好之前把他逐出青兰宗了。还好之前把他逐出宗门了，不然我们青兰宗也会跟着被人嘲笑。这时，云清影身边的一个白发老者突然出声询问道：“此人之前是我青兰宗的弟子。”“是的，太上长老，你闭关多年，可能没有见过他。”青兰宗的一个青衣女弟子对着白发老者道。白发老者是青兰宗的太上长老李太清，境界是地灵境2重，他也是云清影的师尊。李太清一直在云岚宗闭关，他多年前欠沈家一个人情，这次是被沈家的人请来延续沈万宝生命的。他犯了什么错，被逐出宗门？李太清微微疑惑道。青兰宗的弟子闻言都把目光看向云清影，没有言语。李太清见状也疑惑地把目光投向云清影，不知众人为何不应答。这混蛋之前偷看我沐浴，被废除修为，逐出了宗门。云清影淡淡开口道：“什么？此人还是个淫邪之辈，当时怎么不直接杀了他？”李太清闻言面色一冷，是圣女仁慈，才让宗主饶了他一条狗命。青衣女弟子道：“清影，这样的人你当时就该杀了他。”李太清冷冷地道。云清影默默地看着远处的楚风，没有言语。他确实有点仁慈了，当时他看到楚风是昏迷状态，就没有下杀手。不过上次楚风说已经看遍他全身，想来当时楚风不知用什么手段装昏，躲过了他的检查。混蛋，当时就不该心软，直接杀了你。云清影想到楚风之前气他骂他的场景，心中顿时一阵愤怒。不过楚风毕竟是第一个看到他身体的男人，云清影心中对楚风也有种莫名的情感，似乎也不想他死。楚公子成功了吗？相对于众人的嘲笑，沈千宁则是一脸期待的走上前询问楚风。成了。楚风淡淡道。太好了，楚公子，谢谢你。沈千宁闻言瞬间满脸激动。13妹，你真的是被他迷得入魔了，都到这个时候了，竟然还信他。沈千洛看到沈千宁满脸激动的样子，顿时讥笑道。沈千宁没有理会沈千洛，而是一脸激动的看着楚风道：“楚公子，快开炉，快开炉，我们也想看看练出来的是什么玩意。”哈哈哈！众人听到沈千宁叫楚风开炉，顿时都一副看笑话的表情，想看楚风练出来的什么玩意。圣女，你说他有没有可能真的练出血参造化丹？青兰宗的一名青衣女弟子突然看向云清影道：“他只是一个混蛋，不可能是5品炼丹师，你一会等着看他笑话就行。”云清影淡笑道：“哦，可惜了他这一副好皮囊，没想到是个色胚加骗子。”青衣女弟子想到楚风冒充5品炼丹师，对沈千宁骗色骗财，顿时一脸叹息。这时，楚风缓缓走到炼丹炉前，手轻轻一拍炼丹炉，炉盖瞬间飞起，紧接着炼丹炉中猛地飞起一颗丹药，悬浮在空中，同时一股浓郁的香气蔓延开来，让在场的人瞬间心旷神怡。成丹了！这香气难道是？众人看到空中悬浮着的丹药，顿时满脸震惊，目光充满不可置信。他们都不敢置信楚风竟然真的炼出了丹药，而且从的丹香上可以肯定，这绝对一颗高级丹药。不过众人心中始终不相信楚风炼出了血参造化丹。楚风太年轻了，怎么可能是5品炼丹师？这太不合常理了，这怎么可能？华容大师双眼瞪至最大，死死盯着丹药。从丹香和品香看，楚风炼出的丹药就是他梦寐以求想要炼出的5品丹药。为什么我练了那么多次都没有成功，这楚风轻轻松松一次就成功了？华容内心充满愤怒和不甘。好，好，好！沈岩全身微颤，激动的连说3个好。沈万宝对沈家太重要了，有沈万宝在，沈家才能屹立不倒。现在楚风炼出血参造化丹，那沈万宝就有救了，沈家也能屹立不倒了。这混蛋竟然真的炼出了丹药！此刻云清影也是小嘴微张，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楚风。他之前还一直期待着看楚风的笑话，没想到楚风真的炼出了丹药。圣女，
楚风竟然真的练出了血参造化丹，他真的是五品炼丹师，太不可思议了！云清影旁边的青衣女弟子震惊大叫：五品炼丹师，他是我们青兰宗的，一定要让他重新加入我们青兰宗！李太清双眼瞪大，死死盯着楚风，喃喃自语道。片刻，楚风一手抓住空中悬浮的丹药，看向沈千宁道：沈小姐，血参造化丹已成，你可以拿去救你爹了。太好了，楚公子，我们沈家一定会重重酬谢你的。沈千宁激动地接过丹药，突然沈千洛怒声嘶吼道：不可能，这绝对不是血参造化丹，是假的，是假的！沈千洛已经准备好接任沈家家主之位，没想到现在楚风竟然练出了血参造化丹，有了血参造化丹，沈万宝就有救了，那他就接任不了沈家家主之位了，这怎能让他甘心？千洛，你不要胡闹，赶紧让千宁拿丹药去救你爹！沈岩听到沈千洛的怒吼，顿时怒斥道：太爷，这绝对不是血参造化丹，给爹服用只会害了爹！沈千洛阻拦道。沈岩闻言转头看向华容大师道：华容大师，你帮看下这是不是血参造化丹？好！华容大师说完，走到沈千宁面前，拿起丹药仔细查看。啊！华容大师查看丹药片刻，眼睛突然一下瞪大至极点，大声尖叫出来。众人瞬间被华容大师的尖叫吸引，都一脸疑惑地看向他。华容大师，怎么了？这丹药有问题？沈岩急忙询问道。这是假的血参造化丹，华容大师肯定是发现问题了。华容大师，你快告诉大家！沈千洛大笑道。这是真的血参造化丹，而且是极品的血参造化丹。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华容大师喃喃出声道：什么？极品的血参造化丹？现场瞬间如死一般沉寂，众人目光都死死地盯着丹药，表情充满震惊。在东荒大陆这个落后的地方，中品的丹药都很少见，现在一下听到极品丹药，而且是五品的极品丹药，众人都瞬间震惊地说不出话来。言儿，一定要想办法让楚风重回我们青兰宗，他不是偷看你沐浴吗？这说明他肯定喜欢你，你想办法把楚风勾引回我们青兰宗。云清影正震惊地看着楚风，突然收到李太清的传音，他表情瞬间呆滞。勾引？云清影没想到李太清竟然要他去勾引楚风。不错，清影，你是不知道一个能练出极品丹药的炼丹师有多恐怖。只要楚风肯回青兰宗，那我们青兰宗很快就能力压凌霄阁和天剑宗，成为苍风帝国的最强宗派，甚至以后我们青兰宗说不定还能成为东荒大陆最强的宗派。所以无论花多大代价，我们都一定要让楚风重回我们青兰宗。李太清不容置疑地道。师尊，我尽力。云清影本想拒绝，不过看到李太清那不容置疑的目光，他只能暂时应承下来。上次楚风叫他见人，还叫他滚，现在云清影根本没有任何把握让楚风重回青兰宗。他去找楚风的话，说不定还要给楚风羞辱。不过李太清多年前救他回来，还收他为徒，他不能违背他的命令。这时沈岩听到华容说是极品的血参造化丹，他立即让沈千宁拿丹药去给沈万宝服用。太爷，你跟我一起去。沈千宁似乎有什么顾虑，此刻沈万宝的妻子和小妾都陪在他身边，之前一直看不惯沈千宁的大夫人也在。沈千宁担心他自己过去送丹药会出现什么意外，顿时沈千宁就让想沈岩陪着一起去往。好，你爹是沈家的支柱，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沈岩闻言立即同意。片刻，沈千宁和沈岩带着丹药离开，众人才回过神来，把目光投向楚风。楚风竟然真的是五品炼丹师，还是能练出极品五品丹药的炼丹师，这在整个东荒大陆，不是在整个荒夷界都是最顶级的炼丹师了。瞬间众人都双目放光地看向楚风。楚风是荒夷界最顶级的炼丹师，如果能和楚风拉上一点关系，他们将受用终身。一时间所有的人都蜂拥向楚风。楚大师，我是苍风帝国的皇子。楚大师，我是天剑宗的内门长老。楚大师，我是凌霄阁的核心弟子，还请公子帮忙炼制一枚养魂丹，报酬大师可以随便提。众人都迫不及待地在楚风面前介绍自己，想给楚风留下一个印象。一些人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楚风帮忙炼丹，也有人愤怒地看着楚风。沈千洛气愤楚风断了他当沈家家主的希望。华容大师也眼底带着怨毒地看着楚风，以前他是东荒大陆第一炼丹师，现在有楚风在，他只能是第二炼丹师了。云清影看着被众人热情围住的楚风，心情顿时有点复杂。他没想到当初那个偷看他沐浴的小贼，现在竟然变成了人人敬仰的顶级炼丹师。不过想到上次楚风骂他贱人还让他滚的事，云清影心中又充满愤怒。清影，你快上去和楚大师打招呼。李太清看到云清影只是默默地看着楚风，连忙催促他上去和楚风打招呼。师尊，现在人太多了，他也没空理我，过后我再私下找他吧。云清影担心他上去和楚风打招呼，楚风会像上次那样骂他贱人，在如此多人面前被楚风骂，他还不得羞愤死。圣女，楚风对你觊觎已久，只要你去找他，他肯定屁颠屁颠的跟你回青兰宗。青衣女弟子嬉笑道。云清影闻言一阵无语，上次楚风都骂他贱人让他滚了，怎么可能轻易答应跟他青兰宗？想到上次的事，云清影一时不知道该不该去找楚风。如果不是李太清的命令，
他甚至都不想再和楚风接触。楚风对宗门太重要了，青影，只要楚风能答应回我们青兰宗，关键时刻你可以牺牲点色相。李太清郑重地看着云清影道。师尊。云清影闻言眼眸瞬间一暗，他没想到李太清为了楚风竟然要他牺牲色相。楚风长相不凡，现在又是五品炼丹师，配你也合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你们能成为道侣，这样楚风就离不开我们青兰宗了。李太清一脸微笑地道。师尊，楚风现在身份已经不同，他可能已经看不上我了。云清影悠悠地道。经过上次的事，云清影觉得楚风已经不喜欢他，甚至已经厌恶他。怎么可能？清影，你可是我们苍风帝国最美的女人，哪个男人会对你不心动？你放心，只要你主动点，楚风肯定会对你动心的。李太清轻笑道。云清影只能无奈点头。片刻，沈千宁一脸激动地从沈家内宅快步走出。楚公子，你练的极品血参皂化丹效果太好了，我爹服用后毒立马就解了，伤势也在快速恢复。沈千宁激动看着楚风，大声道。能帮到沈家主就好。楚风淡笑点头。极品血参皂化丹比一般的血参皂化丹的效果好很多，沈万宝能快速解毒恢复一点都不奇怪。这时，之前还有一小部分人对楚风是五品炼丹师有所怀疑的，听到楚风炼的丹药已经治好沈万宝，他们心中的怀疑顿时全消，也热情地涌向楚风。片刻，沈岩也走了出来，大笑着看向楚风道：楚大师，以后你就是我们沈家的大恩人，等过几天万宝好一点，我再让他好好酬谢你。说完，沈岩就让人去准备宴席，好好招待楚风和众多势力的人。不久后，宴席开始，各大势力的人纷纷来向楚风敬酒，楚风也来者不拒。宴席上，楚风因承众多势力的人最近几天都可以来找他炼丹，而且应承2份材料炼出1颗丹药。一时间，众多势力的人都激动狂喜不已。要知道，一般炼丹师炼丹都要5份左右的材料才能炼出1颗丹药，甚至10份材料才出1颗丹药。现在楚风应承2份材料就出1颗丹药，对众人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众人都恨不得楚风能帮他们炼个几十、100颗丹药。不过楚风已经提前说了，每个人只能找他炼1颗丹药。这次帮众人炼丹，楚风也是想把他的名声外扬，让更多的人来找他炼丹。他应承2份材料出1颗丹药，但以他的炼丹术几乎没有失败率，而且1份材料也很大几率不止炼出1颗丹药。可以说，帮众人炼丹，楚风也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宴席持续到很晚，众人才意犹未尽的缓缓散去。沈家给楚风安排了最好的院子，还派了10几名美婢侍候他。楚风欣然接受沈家的安排，不过他并没有碰那些美婢。接下来的几天，楚风不断的为众人炼丹。楚风是5品炼丹师的事迹也不断在苍风帝国传开，甚至蔓延至整个东荒大陆。一时间，无数的人蜂拥向天蓝城，想找楚风炼丹。楚风来者不拒，只要3品以上的丹药，他都帮忙炼制。这天，沈万宝终于好转大半，他立即派沈千宁来邀请楚风。楚风知道沈万宝是准备酬谢他，顿时心情愉悦地跟着沈千宁去见沈万宝。不久后，楚风跟着沈千宁来到一个宽阔奢侈的会客厅。此时，一名面色虚弱、威仪依旧不减的中年男子正坐在会客厅中央的太师椅上。不用介绍，楚风就能猜到中年男子是沈万宝。沈万宝旁边还坐着一名穿着珠光宝气的中年妇人，她的身后站着沈千洛。中年妇人是沈万宝的大夫人，沈千洛的母亲林淑兰。沈千宁朝着沈万宝和林淑兰行礼后，就介绍楚风给沈万宝。爹，我把楚大师邀请来了。楚大师，本来应该我去拜见你的，不过我的身体还虚弱，所以才邀请你过来一叙，还请见谅。沈万宝虚弱地站起身和楚风见礼，林淑兰也礼仪地跟着站起身，对着楚风见礼。沈家主客气了。楚风淡淡回礼道。楚风过来是拿报酬的，肯定要亲自过来。他还想着一会亲自去沈家宝库挑选宝物，感谢楚大师救了老夫。楚大师想要什么报酬尽管提，我们沈家一定尽力满足。沈万宝微笑询问，之前沈家应承，谁救了沈家主就能在沈家宝库中取3件宝物，我就要这个。楚风淡声道。这个没问题，一会我就让人带楚大师前往宝库选宝物。沈万宝轻笑道。楚风轻轻点头。寒暄片刻，沈万宝突然看向楚风道，不知楚公子可有婚配？沈万宝说话间目光瞥向沈千宁，意思不言而喻。楚风淡淡的看了一眼俏脸微红的沈千宁，眉头微蹙。他对沈千宁并没有意思，来救沈万宝也只是为了沈家宝库的3件宝物。而且沈千宁容貌并不算出众，修炼资质也一般，并没有成为他女人的资格。在下暂时没有考虑婚姻之事的打算。楚风淡淡开口拒绝道。沈千宁听到楚风拒绝，俏脸顿时微白。既然这样，是老夫唐突了。林德，你带楚大师去宝库选3件宝物。沈万宝闻言也不再说什么，就让林德带楚风去选宝物。是，楚大师，这边请，我带你去宝库选宝物。林德听到沈万宝的话，立即恭敬给楚风带路。楚风跟沈万宝告辞后，就跟着林德离开。爹，我也跟着去看看。沈千洛看到楚风要去选宝物，
似乎担心楚风会选走什么珍贵宝物，顿时也想跟着去看看。爹，我也去。沈千宁也立即道。沈万宝摆了摆手，示意两人离开。不久后，林德带着楚风来到沈家宝库。这时，沈千洛和沈千宁也跟了上来。楚风看到两人跟上来，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直直地看着沈家宝库大楼。宝库大楼有5层，周围有重重守卫把守，大楼周围还有简单的杀阵，不懂阵法的人闯进来肯定会受到重创。楚大师，请。林德让守卫打开宝库楼的大门，恭敬地请楚风进入。楚风微微点头，就抬步走进宝库大楼。一进入到宝库大楼，楚风就看到琳琅满目的宝物、武器、防具、灵宝、丹药、灵草，还有各种功法和灵技。这沈家宝库的宝物，甚至已经比一些帝国宝库的宝物还要多了。楚大师，你可以从中随意选3件宝物。林德微笑示意道。我先看看。楚风淡淡点头。此时，沈千洛和沈千宁也一脸垂涎地看着宝库中的宝物。沈家的宝库，他们平时也不能进来，只有为沈家立功了，才有机会进来挑选一件宝物，而且几乎只能在1楼选宝物，楼上的宝物他们极少有机会获得。楚公子，好的宝物在上面。沈千宁走近楚风，低声道。楚风轻轻回应。不用沈千宁说，楚风也知道好的宝物在楼上，不过楼下也可能有他需要的东西。楚风想要好好看看，再挑选3件最适合他的宝物。沈千洛听到沈千宁的话，顿时狠瞪了他一眼。他似乎觉得这里的宝物以后都是他的，怪沈千宁提醒楚风，让楚风拿走了好的宝物。沈千宁没有理会沈千洛，继续跟着楚风。林德也一直默默跟着，没有出声打扰。沈万宝的命令是让楚风随意挑选3件宝物，只要楚风没有拿多，他并不会出手干预。花了半个小时，楚风才看完1楼的宝物，其中有几件是楚风想要的宝物，不过楚风并没有立即选择，他准备看完5层楼的宝物，最后再做选择。很快，楚风就踏入2楼。2楼的宝物比1楼的宝物少一些，不过这里的宝物比1楼好很多。楚风，右边第3个架子最下面的宝物拿走。楚风正准备一一查看2楼的宝物，耳边突然传来灵儿的声音。闻言，楚风立即走向右边第3个架子，架子最下面有一排宝物。楚风扫了一眼，发现都只是普通的宝物。第2个盒子，灵儿再次传音。楚风闻言拿起第2个盒子，打开一看，里面就是一点点泥土。泥土看起来和外面的普通泥土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任何灵性，不知怎么会被当成宝物放在这里。里面有一点点神壤，不过就算只是一点点，也是珍贵无比。灵儿道：神壤。楚风闻言大喜，上次灵儿说获得神壤可以改变星辰世界的土壤环境，没想到他那么快就得到神壤了。楚风立即拿起装有神壤的盒子，转头对林德道：这个宝物我要了。好，楚大师还可以选2件宝物。林德点头道：楚公子，这是什么？沈千宁有点疑惑楚风的选择。这是灵壤，培植灵药用的，虽然不是什么特别的宝物，但对我们炼丹师来说却很有用。楚风随意胡诌道。说完，楚风就把装有神壤的盒子收入混沌星辰珠中。沈千洛看到楚风第1件宝物就选择了1盒土，顿时心中一阵嗤笑。楚公子，你可以多看看再选择。沈千宁觉得楚风选择的第1件宝物有点不值。13妹，楚大师要选就选什么，你多嘴什么？沈千洛看到沈千宁想要提醒楚风，顿时怒斥他：这里的宝物是爹的，又不是你的，你管我？沈千宁冷声反驳道：好了，你们不要打扰楚大师选宝物，楚大师要选什么宝物由他自己决定。林德看到2人要起争执，顿时出声喝止。楚风没有理会2人，继续查看2楼的宝物。看完2楼的宝物，楚风又接着去看3楼、4楼、5楼的宝物，足足看了1个时辰，楚风才看完整个宝库大楼的宝物。除了在2楼拿到特殊的神壤，其他楼层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宝物。最后，楚风在5楼选了一把天级灵剑魔影剑。林德说魔影剑是把魔剑，能影响人的心神，劝楚风不要选，不过楚风只是淡淡一笑，直接拿走魔影剑。楚风最后选的第3件物品是一株赤阳参。赤阳参是珍稀灵药，是炼制赤阳丹的主要材料。赤阳丹是5品丹药，可以淬炼身体，提升修为。楚风一直没能突破入灵境极境，有这株赤阳参，他有很大把握能快速突破入灵境极境，晋升到真灵境。拿完3件宝物，楚风就告辞离开。沈千宁默默看着楚风离开，想说什么，但想到楚风之前的拒绝，他顿时再也说不出口。他感觉他和楚风之间有座不可逾越的天堑，或许他和楚风就是2个世界的人，根本不可能在一起。可恶，竟然被他拿走了2件5楼的宝物。沈千洛看到楚风走远，才把心中的不爽发泄出来。沈千洛觉得沈家宝库的宝物以后都是他的，被楚风在5楼拿走2件宝物，顿时一阵肉疼。楚风离开后，就回到沈家安排的院子中。此时已经天黑，楚风回房后就关上房门，进入到星辰世界中。一进入星辰世界，楚风就发现了不同。原本光秃秃的地面，现在竟然长出了一棵棵翠嫩的小草，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灵气。那一点点神壤，竟然如此神奇。楚风一脸目瞪口呆，神壤太少了，
只能改变方圆1公里的环境。我已经用灵阵把方圆1公里围起来了，这样里面的环境就不会受外面的环境影响，灵气也不会消散。你再弄点灵石和灵药进来，这方圆1公里的灵气就能更浓郁了。莲儿淡笑道：太好了，方圆1公里也暂时够用了。楚风大喜道：他现在的资源缺乏，太大的地方反而不好，有这方圆1公里的地方，他好好完善一下，让这里的灵气变得充裕，以后在这里居住和修炼都不是问题了。楚风立即把这些天帮人炼丹获得的灵药材料全部拿出来给灵儿，灵儿小手轻轻一挥，灵药材料就瞬间粉碎，化作淡淡灵气充裕这一方世界。瞬间空气中的灵气就浓郁了很多，想办法再弄多点灵源进来。灵儿道：楚风轻轻点头，看着这一方世界慢慢变好，楚风一阵激动兴奋，和灵儿寒暄了好一会，楚风才告辞离开。楚风刚回到外面的世界，外面就有仆人来禀：楚公子，外面有位姑娘求见。楚风闻言冷漠地道：不见。自从楚风展露出他是5品炼丹师，白天和晚上都有无数的人来求见他，想要他帮忙炼丹。白天的话，楚风一般都接见那些人，晚上的话，他一律不见。仆人闻言立即离开。不过过了一会，仆人又再次来禀：楚公子，那位姑娘说她叫云清影。楚风闻言怒瞪仆人一眼，差点没忍住拍死他。他都说不见了，这仆人还敢来打扰他，简直就是找死。不过最后楚风还是忍住了，微微思虑着云清影的来意。上次叫他滚，他应该很生气才对。之前在楚家见面的时候，他漠视他，就可以看出来他还在生他的气。这次云清影上门，应该是求他炼丹，或者有其他所求。思虑片刻，楚风就让仆人去带云清影进来。不久，仆人带着云清影进来，就识趣的离开。楚风坐在藤椅上，淡淡的扫了一眼云清影。今天云清影穿着一袭月华长裙，把她完美的身材凸显得淋漓尽致，极其诱人。这女人大晚上的穿那么好看，是想来诱惑他吗？楚风心中一阵嘀咕。楚风默默地看了云清影片刻，云清影也默默地看着楚风，两人都没有先开口。片刻，楚风淡笑开口道：不知娘云圣女深夜到访，有何事？楚风本想调戏的叫云清影娘子，不过想到叫娘子就不好拿捏云清影了，瞬间楚风又换了副冷漠的表情。楚风，掌门想让你重回宗门。云清影直截了当地道。经过上次的事，云清影本不想再见楚风，不过他的师尊李太清一直催他来找楚风，而且今天青兰宗掌门也派人来传令，要他一定要想办法让楚风重回宗门，还说之前楚风是因为他才被逐出青兰宗的，现在他必须想办法让楚风回归宗门，不然宗门将撤掉他的宗门圣女之位。没有办法，云清影只能硬着头皮来找楚风。呵，不久前才把我废除修为逐出宗门，现在又想让我重新加入宗门，青兰宗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是不可能回青兰宗的，你们死了这条心吧。楚风一脸冷漠地道。看到楚风冷漠的表情，云清影生气的差点就要转身离开，不过想到掌门和师尊的嘱托，他又只能忍住怒气，再次道：楚风，你想要什么条件，直接说吧，什么条件都可以吗？楚风看着云清影绝美的身材，突然邪魅一笑：你先说条件，只要不是太不合理的，宗门都可以答应你。云清影看到楚风的邪魅一笑，心中顿时泛起不好的感觉，不过还是想知道楚风要什么。楚风一脸邪意的看着云清影，缓缓道：我要你做我的贴身侍女。云清影刚听到楚风前面的几个字，心头猛地一震，以为楚风想要她，或者想要她做他的女人。当最后听到楚风竟然要她做他的贴身侍女，她表情瞬间呆滞。贴身侍女？你竟然让本圣女给你做侍女？云清影愤怒地瞪着楚风，她堂堂青兰宗的圣女，还是苍风帝国的第一美女，有无数追求者，楚风竟然让她做侍女，这简直就是在羞辱她。这几天云清影想了很多，觉得她之前已经被楚风看过身子，就算楚风要她做他女人，她索性就答应了。没想到楚风根本没有想让她做他女人，只是想让她做贴身侍女，能当本尊的侍女，也算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了。楚风淡淡地道。上一世无数天之娇女，甚至圣女神女想要成为楚风的侍女，楚风都不要她们。现在云清影一个下等世界小宗门的圣女，能当她的侍女，也算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了。你混蛋！云清影狠瞪了楚风一眼，愤怒的直接转身离开。楚风见状淡淡一笑，没有在意云清影的离开，他也没有真正的想让云清影做侍女，只是单纯的想要拿捏一下她。接下来的2天，楚风又继续为众人练了2天丹，明天楚风就准备离开，先返回楚家看看，然后继续出去历练。东荒大陆的灵气太稀薄了，楚风准备前往中州。这次回楚家，楚风也是想彻底和楚家告别，以后他可能都不回来了。晚上，楚风正在整理东西，准备明天离开，突然下人来禀说云清影又来了。楚风闻言微微有点愣神，他没想到云清影还会再上门。片刻，楚风就让仆人把云清影请进来。云圣女怎么又来了？楚风似笑非笑地看着云清影道。云清影看到楚风欠揍的表情，怒气一下飙升，不过似乎又想到了什么，顿时又把怒气压了下去。楚风，我可以答应做你的贴身侍女，
不过我不暖床。云清影轻咬阴唇道：“楚风闻言瞬间愕然，他没想到云清影真的会答应做他的贴身侍女。默默地看了云清影一会，楚风突然淡淡开口道：“我突然又不想你做我的侍女了。”收云清影做侍女，就要答应他的条件，重新加入青蓝宗。楚风都准备离开东荒大陆了，不想再加入青蓝宗。楚风，你个混蛋，你就是想羞辱我是不是？我和你拼了！云清影听到楚风的话，瞬间暴怒地拔出剑，朝楚风杀过去。他纠结了很久，才同意做楚风的侍女。没想到现在楚风又突然反悔，这明摆着就是想羞辱他。住手，我们可以再谈谈。楚风闪身避开云清影的攻击，让他住手。云清影闻言又朝楚风挥砍击下，才微微解气的收手。楚风看到云清影收手，才缓缓开口道：“我可以同意重新加入青蓝宗，不过我要做青蓝宗的客卿长老。”楚风根本不想回青蓝宗，上次说让云清影做贴身侍女，也是想让他知难而退，没想到云清影竟然同意了。楚风也不想做言而无信之人，顿时决定换个身份加入青蓝宗。客卿长老算是青蓝宗的人，青蓝宗遭遇危机时必须出手帮忙，不过客卿长老可以随时离开宗门，不受青蓝宗约束。楚风想着可以去青蓝宗待一段时间，然后再离开，这样就不算违背和云清影的约定了。而且青蓝宗有处灵韵谷秘境，里面灵气充裕无比，平时只有核心弟子才能进入。楚风成为客卿长老的话，也能进入其中修炼。想到这，楚风觉得他在青蓝宗待一段时间也不是不可以。客卿长老，掌门说可以应承你做丹药堂的首席长老。云清影听到楚风的话，微微一愣：“我对丹药堂的首席长老没兴趣，我就做客卿长老。同意的话，我就答应重回青蓝宗。”楚风淡声道：“你不想在青蓝宗常待？”云清影知道客卿长老不受宗门约束，瞬间明白楚风想要什么。青蓝宗只是一个小小的宗门，你觉得青蓝宗能养得下我这条真龙吗？楚风淡淡地道：“就你还真龙？”云清影闻言没好气的嗤笑出声：“小侍女，你是不是忘记你的身份了？你敢嘲笑你的主子？”楚风神情一冷，缓缓走向云清影：“你走开，宗门还没答应你的条件，我还不是你的侍女。”云清影看到楚风缓缓逼近，顿时心中一慌：“我明早就离开天蓝城，你们早做决定。”楚风停下脚步，看着心慌的云清影，淡淡地道：“好，我现在就回去请示。”说完，云清影就惊慌的快速离开。楚风看着惊慌逃离的云清影，淡淡一笑，突然觉得收这样一个侍女应该也不错。翌日清晨，楚风的身体猛然一震，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身体爆发而出，终于真灵境了。上次楚风获得赤阳餐，炼制出赤炎丹，服用后经过2天的修炼，他终于突破入灵境极境的瓶颈，晋升到真灵境。突破后，楚风兴奋地结束修炼，起身准备去洗漱用早膳。楚风打开房门，突然就看到云清影等候在门外。“楚风，宗门同意你的要求了。”云清影一看到楚风就开口道：“哦，那你现在是我的贴身侍女了。”楚风淡淡一笑道。云清影轻咬阴唇，低声道：“楚风，我能不能私下才做你的侍女？你的意思是在外人面前你还是圣女，没有外人的时候你才是我的侍女？”楚风似笑非笑地道：“云清影轻点琴手道：“楚风，你同意我的条件，我才答应做你的侍女。”楚风淡淡的看了云清影一眼，知道她是放不下圣女的面子。不过楚风也不是真正想让云清影做侍女，而且他也很快就会离开青蓝宗。顿时，楚风就同意云清影的条件，道：“我可以同意你的条件，不过在外人面前我们要暂时扮作道侣，这样我们平时待在一起，别人才不会起疑。”云清影思虑片刻，微微咬牙应承道：“行，好，那从此刻开始，你就是本少爷的小侍女了。小侍女还不过来侍候本少爷洗漱？”楚风打趣道。云清影一时没有转变好身份，根本不知道怎么侍候楚风。不过还好这时有仆人从外面端来水和洗漱用具，准备让楚风洗漱。云清影立即从仆人手中接过水和用具，拿到楚风面前让楚风洗漱。楚风没有再打趣云清影，很快就洗漱完毕，然后带云清影去吃早膳。“我要先回楚家一趟，然后再去青蓝宗。”楚风看着云清影道：“好，我跟你回楚家。”云清影似乎有点担心楚风跑了，想要跟着他。“你是我的贴身侍女，当然要时刻跟着我。”楚风轻轻一笑道：“你先陪我去见一下我师尊，让师尊知道你同意回青蓝宗了。”云清影道：“可以。”楚风点头道。很快，楚风就收拾好东西离开。临走前，楚风让下人去告知沈千宁他走了。半个小时后，楚风跟着云清影来到青蓝宗在天蓝城的驻地。云圣女。此时有近10多个长相俊俏的青年男子在驻地门口等候。他们看到云清影，立即热情地上去和云清影打招呼：“云圣女，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出去了？我给你带了天蓝城最有名的早膳。”一个白衣青年微笑地道。其他人也纷纷拿出一份早膳，似乎都是来给云清影送早膳的。“我早就说过，我是不会收你们东西的，而且我已经有道侣了，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云清影突然来到楚风的面前，挽着楚风的手道。楚风看到云清影的举动，微微一愣，
不过瞬间他就明白云清影是想借他赶走追求者。顿时，楚风也趁机霸气地抱住云清影的纤腰，道：“清影已经是我的女人，你们不要再费心思了。”云清影突然被楚风抱住纤腰，俏脸瞬间变得红扑扑。她从来没有和男子如此亲密接触过，顿时就想挣脱。不过楚风立即用力抱紧她，低声在她耳边道：“别动，你也不想我们的关系暴露吧？”云清影闻言瞬间停止挣扎，由着楚风继续抱着她。什么？这怎么可能？你是什么身份？凭什么能成为云圣女的道侣？众人听到云清影和楚风的话，一脸难以置信。云清影一直是单身，从没有和谁传出过绯闻，没想到突然就和楚风结成道侣了。众人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他是五品炼丹师楚风。突然，一名俊朗青年似乎认出了楚风，喃喃地说出楚风的身份。什么？五品炼丹师？众人都知道最近天蓝城出了一名五品炼丹师，但是他们一直无缘相见。没想到现在那名五品炼丹师竟然成了云清影的道侣。众人都愤怒地看着楚风，恨不得把楚风生撕了。不过楚风是五品炼丹师，他们的背景虽然不凡，但是和五品炼丹师相比就什么都不是了。五品炼丹师是东荒大陆最顶级的炼丹师，只要放出话来，估计很多强者都愿意受他驱使。一旦他们得罪楚风，到时楚风要灭他们，根本不用亲自动手，很多强者就会帮忙除掉他们。片刻，云清影被楚风抱得全身发软，他立即羞涩地挣脱开，快步走进青兰宗的驻地。楚风也立即跟着走进去。梦碎了，我青影女神永远的离我而去了啊！可恶，竟然把我的女神抢走了！如果我也是五品炼丹师就好了。众人看着楚风和云清影离去的背影，一脸悲伤地哀叹着。不久后，云清影带着楚风见到了李太清。师尊，我把楚风带回来了。云清影向李太清行礼道：“好。”李太清激动地看着楚风道：“楚风，欢迎你重新加入青兰宗，见过太上长老。”楚风看向李太清，微微行礼。楚风之前从云清影的口中得知了李太清的身份，知道他是太上长老，还是云清影的师尊。哈哈，不用客气，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楚风，以后眼儿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待他。李太清笑道。刚才李太清也听到了楚风和云清影在外面说的话，而且他也猜到云清影应该是答应成为楚风道侣，楚风才同意回归青兰宗的。不过李太清也乐意楚风和云清影结为道侣，这样青兰宗就永远和楚风搭上关系了。太上长老放心，叶儿是我的女人，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待她，不让她受任何委屈。楚风轻笑道。云清影听到楚风的话，顿时瞪了楚风一眼。楚风都要她当侍女做牛做马了，竟然还说不让她受任何委屈，真是个大骗子。好，叶儿虽是我的徒弟，但我一直把她当做女儿一样对待，现在看她有了好归属，我也彻底放心了。李太清大笑道。师尊。云清影听到李太清的话，顿时有点感动。这些年李太清确实对她不错，尽心教育她，还帮她成为青兰宗的圣女。又继续寒暄了片刻，李太清就高兴地道：“楚风，我们现在就启程返回青兰宗吧。宗主知道你回归青兰宗，肯定很高兴。太上长老，我要先回一趟楚家，然后再去青兰宗。”楚风连忙道：“行，那让影儿陪你回去，然后你们在一起回青兰宗。”李太清似乎也担心楚风会跑掉一样，想让云清影跟着楚风。我之前已经跟影儿说好了，让他陪我回楚家。楚风轻声道：“好，影儿，路上保护好楚风。”李太清叮嘱云清影道：“是，师尊。”云清影点头应承。说完，楚风就起身告辞，带着云清影离开。半个小时后，楚风和云清影骑着灵马刚出天蓝城门口，突然一个女子骑着灵马快速追来。“楚公子！”女子叫停楚风。女子是沈千宁，她之前收到下人的禀告，就立即赶来找楚风，想要最后见楚风一面。“沈小姐，有事吗？”楚风淡漠地看着沈千宁道。楚风不会和沈千宁发生什么，顿时就不想给她任何希望，直接冷漠对她：“没事，就是知道楚公子要走了，来送送楚公子。”沈千宁看到楚风的冷漠，心中顿时一暗，不过还是强颜欢笑地道：“楚风淡淡点头：“这位姑娘你是云圣女？”沈千宁这时才看到楚风旁边蒙着面纱的云清影。之前在沈家，沈千宁和云清影见过几次面，沈千宁还宴请过云清影，只是沈千宁没想到云清影会和楚风在一起。沈小姐。云清影淡笑打招呼：“你们怎么会在一起？”沈千宁疑惑地问道。沈千宁之前并不知道楚风和云清影认识，也没见过他们在一起过。“我现在和楚风是道侣。”云清影话中似乎有点宣示主权的意思。“你们怎么可能？”沈千宁闻言一脸不敢置信地看向楚风，想等楚风的回复。“不错，我们现在已经是道侣。我以前是青兰宗的，一直追求青影，最近青影才答应成为我的道侣。”楚风给足了云清影面子，说是他追求他的。“哦，那恭喜你们。”沈千宁闻言心中一暗，云清影是苍风帝国第一美女，还是青兰宗的圣女，她根本无法和云清影相比。“好了，沈小姐，我们要走了。”说完，楚风就向沈千宁告辞，带着云清影离开。离开沈千宁的视线后，
云清影突然看向楚风道：“楚风，你喜欢我吗？你如此漂亮，是个男人都喜欢，我当然也喜欢。”楚风淡淡一笑道：“云清影容颜绝世，在上界也算是难得一见的美人，而且云清影的长相非常符合楚风的审美。混蛋，你喜欢我，还让我当你的侍女？”云清影听到楚风的话，瞬间愤怒地瞪着楚风：“喜欢你和让你当我侍女有什么冲突吗？”楚风淡笑道：“当然，你喜欢我不是应该？”云清影本想说楚风喜欢她，不是应该要宠着她吗？不过这样说似乎有点太暧昧了，她瞬间又住口：“哼，我不想和你说话。”云清影生气地道。云清影感觉楚风就是专门气她的，她以前都很少生气，但自从和楚风相识后，每次和楚风见面她都会生气。楚风闻言也没再说什么，他突然发现有人一直在跟踪他们，有人盯上我们了，可能是你那些追求者知道我成了你的道侣，想要除掉我。楚风看着云清影轻笑道：“他们可没那样的胆子，说不定是你得罪什么人了。”云清影没好气地道：“那可不好说，你不要低估一个男人失去所爱之人后的疯狂，不过无论是谁敢来杀我就得死。”楚风面色变冷，眼中闪过杀气：“楚风，要不要我发信号求救？我们这里离天蓝城不远，发信号，师尊很快就能来找我们。”云清影担心盯上他们的人实力强大，两人应付不来。“不用。”楚风淡声拒绝。现在楚风已经突破真灵境，就算的灵境来了，他也有一战之力，而且苍风帝国地灵境修士屈指可数，也没有天灵境强者，所以楚风也没什么好怕的。正好楚风也想试试他突破真灵境后的实力，那一会小心点，要是不敌我们就立即逃。云清影微微担心道：“楚风淡淡点头。两人继续骑乘了半个小时，来到一处山谷前。云清影正想说山谷中可能有埋伏，楚风已经直接冲进山谷。见状，云清影只能跟着骑入峡谷。一进峡谷，楚风就感应到很多强大的气息。“楚风，这山谷危险，我们赶紧离开这里。”云清影追上楚风，着急地道：“现在想走也走不掉了。”楚风淡淡地道。楚风刚说完，山谷两边就出现一群黑衣蒙面人，把楚风和云清影围在中间。玄灵境、地灵境。云清影发现黑衣蒙面人中有几名玄灵境强者，其中还有一名是地灵境二重，他瞬间满脸惊惧。地灵境强者在苍风帝国屈指可数，都是三大宗派的顶级强者。云清影没想到会有地灵境强者来围杀他们，他瞬间惊惧的不知所措。现在他们已经离天蓝城很远，就算现在发信号求救，李太清也赶不过来了，而且如此多的强者围杀他们，就算他的师尊李太清来了，估计也应付不了。我们是青蓝宗的人，你们不想死的话赶紧让开。云清影颤颤巍巍地拔出剑，想要用青蓝宗的名头吓退众人。姐，你就是苍风帝国的第一美女，青蓝宗的圣女云清影，没想到来杀楚风还能有意外之喜，今天我得好好尝尝帝国第一美女的滋味。哈哈哈！地灵境二重的黑衣人看着云清影，发出邪恶笑声：“大人，你玩过之后还请给我们也玩玩。”旁边的一名矮小黑衣人也邪恶地附和道：“放心，今天你们都可以尝尝帝国第一美女的滋味。”地灵境黑衣人大声邪笑道：“你们！”云清影听到地灵境黑衣人的话，瞬间惊惧的缓缓后退。他不怕死，但是一旦被这么多黑衣人侮辱，那将比死还惨无数倍。楚风，一会我挡住他们，你找机会逃跑，以你的身法，说不定有机会能逃掉。上次楚风在暮色森林悬崖底躲避魔化蛟龙的身法，云清影记忆深刻。云清影觉得他没机会逃掉了，顿时就想挡住敌人片刻，为楚风争取一丝逃脱的机会，然后他再自杀。楚风闻言微微错愕地看了一眼云清影，他一直惹云清影生气，还以为云清影会恨不得他死，没想到现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云清影竟然愿意舍身为他挡住敌人。瞬间，楚风对云清影多了几分好感。不用担心，一切有我。楚风拉着云清影的手，轻声安慰道。楚风的话瞬间让云清影心安了许多，不过他依旧不相信楚风能对付这么多的敌人。楚风，一会我们要是逃不掉，你一定要杀了我，我不想被侮辱。云清影紧紧握住楚风的手道：“呵，临死前还在卿卿我我。楚风，一会我要让你看着你的爱人被我们侮辱完，然后再杀了你。”姐。地灵境黑衣人看着楚风和云清影手牵着手，顿时衍生邪恶想法：“大人，你的想法太美妙了，到时那场景，这楚风肯定会生不如死，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姐。旁边的矮小黑衣人邪恶大笑道：“枪！”突然，一道剑出鞘的声音响起，紧接着一道凌厉的剑气出现，如迅雷般划过矮小黑衣人的脑袋。瞬间，矮小黑衣人的脑袋就冲天而起，头身分离而死。周围的黑衣人见状都纷纷惊惧后退。云清影也一脸震惊地看向楚风，刚才他只见楚风手中猛地出现一把剑，然后剑出鞘，矮小黑衣人就头身分离了，速度太快了，几乎在一瞬间一气呵成。剑意还是大成剑意？地灵境黑衣人一脸惊骇地看着楚风。剑意是剑修梦寐以求的境界，10万剑修中都很难出一个领悟剑意的剑修，领悟剑意一般都是境界比较高的修士。地灵境黑衣人想不通楚风为什么才真灵境一重就能领悟剑意，
而且还是恐怖的大成剑意。青影，你退到那边，看我如何灭敌。楚风让云青影躲到旁边的山缝下。上一世，楚风就无比精通剑法，这一世虽然还没怎么练过剑，不过拿起剑的瞬间，楚风就和剑心意相通，能挥出大成剑意。楚风所持之剑是之前在沈家宝库选的天级灵剑魔影剑，魔影剑能大幅增强剑法的威力，加上楚风的大成剑意，使得楚风的剑法威力超大幅度增强。这时，地灵境黑衣人的神情也变得无比凝重，和声道：“一起动手，杀了他！”杀！听到地灵境黑衣人的命令，周围的黑衣人都朝着楚风冲杀过去。楚风，小心一点！云清影看到那么多黑衣人朝楚风冲杀过去，顿时一阵担心。幽冥鬼影剑，楚风见状丝毫不惧，轻轻挥动魔影剑，使出他前世的成名剑法幽冥鬼影剑。幽冥鬼影剑使出时剑影飘渺，如同幽冥中的鬼魅，让人防不胜防，而且剑出之时可扰人心神。楚风使用幽影步配合幽冥鬼影剑，如同幽冥中的勾魂使者，几乎每出一剑都带走一名黑衣人。而且楚风还擅长御剑术，使用幽影步躲闪黑衣人攻击时，鬼影剑还在空中不断旋舞，收割着周围黑衣人的生命。一些黑衣人见状想逃跑，但是都被楚风挥舞的剑气斩杀，还有一些想要擒住后面的云清影威胁楚风的，也都被楚风御剑斩杀。片刻功夫，场中就只剩下地灵境二重的黑衣人。地灵境黑衣人的胸前也被楚风割出一道口子，如果不是他身上穿着一件高级灵甲，说不定他现在也死了。你怎么可能那么强？地灵境黑衣人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楚风，他的境界比楚风高了2个大境界还多，竟然不是楚风的对手，甚至伤不到楚风分毫，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极大的耻辱。他一定要杀了楚风，不然今天之事传出去，他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也正是因为想要杀楚风洗刷欺辱，地灵境黑衣人才一直没有逃跑，不然他早就逃掉了。不是我强，是你太废物了。楚风淡淡地道：“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听到楚风说他太废物，地灵境黑衣人瞬间暴怒地朝楚风冲杀过去。楚风没有和地灵境黑衣人正面硬碰，使用幽影步躲闪的同时，不断御剑攻击。冰煞掌，楚风一心两用，一边御剑攻击，同时轰出冰煞掌攻击。冰煞掌附带寒冰煞气，能滞缓敌人的速度，还带煞气攻击，能瞬间重创敌人。此时，地灵境黑衣人就像是被2个人同时围攻一样，除了楚风的拳掌攻击，还有一个隐身之人不断拿剑攻击。很快，地灵境黑衣人躲闪不及，大腿被魔影剑狠狠割裂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大腿受伤后，地灵境黑衣人的速度根本躲避不了楚风的攻击，很快就被楚风重创倒地，奄奄一息。楚风，你好强！云清影看到楚风制服的灵境黑衣人，顿时震惊的喃喃出声。他刚才都以为今天难逃一死了，甚至可能还要惨遭众人侮辱而死，没想到楚风竟然如天神下凡一般，片刻功夫就把黑衣人杀得片甲不留，这简直就像是在做梦一样。楚风一个真灵境一众，竟然杀了数十个境界比他高的人，而且其中还有几名玄灵境和1名的灵境2重，这说出去根本就没人会信，只会说他是白日做梦，还没睡醒。我还有更强的，以后有机会定让你好好见识见识。楚风看到云清影一脸震惊的表情，不禁揶揄道：“好。”云清影傻地点头，哈哈。楚风见状不禁觉得一阵好笑。云清影不明所以，不过他此刻已经彻底被楚风震惊到。楚风才真灵境1重就如此厉害，那以后楚风的境界变强将会是多么恐怖。片刻，楚风转头看向地上奄奄一息的地灵境黑衣人，说：“为什么来杀我？谁主使的？”楚风冷声喝问。面对楚风的喝问，地灵境黑衣人毫无反应，似乎已经在等死。就在楚风想要杀了地灵境黑衣人时，云清影突然出声道：“楚风，先揭开他的面巾看看，我总觉得此人有些熟悉。”楚风闻言，顿时用剑挑开的灵境黑衣人脸上的黑筋。左玉山。云清影看到地灵境黑衣人的面容，顿时惊讶出声：“你认识他？”楚风转头看向云清影，他是凌霄阁的大长老左玉山。云清影介绍道。楚风闻言，目光冷冷射向地上的左玉山，冷声道：“是凌霄阁派你来杀我的？”知道左玉山的身份，楚风猜测可能是他之前在楚家杀凌霄阁弟子张元和那门长老凌天成的事暴露了。左玉山听到楚风的话，还是无动于衷。哼，凌霄阁的大长老竟然敢来杀我，那我就灭了凌霄阁。楚风冷声地道：“不是凌霄阁派我来的。”左玉山听到楚风说要灭凌霄阁，终于有了反应，一脸虚弱，断断续续地回答道：“那是谁派你来的？我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你不想你的亲人朋友受到伤害的话，最好老实回答。”楚风冷冷地道：“是华容大师，我之前欠他一个恩情，不久前他联系我，要我杀了你，还他的恩情。”左玉山断断续续地道：“华容大师。”楚风眉头微蹙：“楚风，你和那个华容大师有仇？”云清影走到楚风的身边，询问道：“没有。”楚风微微思虑道：“他和华容并没有大仇，就是之前在沈家见过。要是说得罪，
也只是他拿了沈家最后一份血参皂化丹的材料，炼成丹打了他的脸。没想到华容竟然如此心胸狭窄，竟然为了这点事就找人来杀他。哼，竟敢找人来杀他，那他定要华容付出惨痛的代价。华容现在在哪里？楚风冷声质问道。不知道，他可能已经不在苍风帝国了。左玉山虚弱地道。敢找人杀我，他就算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杀了他。楚风冷冷地道。知道了主谋，楚风猛地挥动魔影剑，瞬间一道凌厉剑气划过左玉山的脖子，让他头身分离。杀了左玉山后，楚风就在众多黑衣人身上一番搜刮。现在楚风的境界低，缺乏修炼资源，能得一点资源是一点。而且不仅他需要修炼资源，他的混沌星辰世界也需要巨量的灵元，所以现在任何一点资源，楚风都不想放过。很快，楚风就搜刮完成。走吧，我们继续出发。楚风转头看向云清影道。哦，好。云清影一直呆呆地看着楚风，直到楚风叫他才回过神来。今天云清影算是彻底被楚风震惊到。之前知道楚风是五品炼丹师，他只是微微惊讶，但是今天看到楚风以真灵境一重的修为杀了那么多高境界的人，他才彻底被楚风震惊到。要知道，就算他的师尊李太清来，也不可能对付得了这么多人。楚风能对付那么多人，那楚风就比他的师尊还强了。楚风如此年轻就如此厉害，难以想象楚风将来会多么恐怖。片刻，云清影快步追上楚风，之前的打斗把他们的灵马都吓跑了，现在两人只能步行到下个城市，再购买新的灵马。境界还是太低了。楚风心中一阵嘀咕，如果他的境界到天灵境，他就可以御剑飞行，甚至可以带着云清影一起御剑飞行。楚风，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竟然如此厉害！云清影边走边兴致勃勃地询问楚风道。怎么，你想学？楚风淡笑道。云清影一脸期待地点头道。楚风才真灵境一重就如此厉害，功法肯定很强，如果楚风肯教，他肯定愿意学。叫声少爷来听听。楚风打趣道。少爷。云清影娇声道。声音很好听。楚风轻笑一声，不再言语，继续赶路。少爷，我叫了，你赶紧教我。云清影看到楚风突然不理他连忙追上去询问。我又没说叫你。楚风轻笑道。混蛋，那你还让我叫你少爷？云清影闻言瞬间怒气升腾。你是我的侍女，叫我少爷不是应该的吗？楚风淡笑道。楚风，你个混蛋，以后你别想我叫你少爷。云清影愤怒地道。楚风明摆着就是戏弄他，亏他刚才还傻傻的一脸期待。云清影愤怒地看着楚风的后背，恨不得在上面戳几个窟窿。呵呵。楚风看到云清影生气的表情，就觉得一阵好笑，也不知为什么，楚风就是喜欢看云清影生气的样子。混蛋，你还笑，我掐死你！云清影看到楚风笑出声，顿时愤怒地从后面掐着楚风的脖子。楚风身躯一转，猛地一把抱住云清影，邪笑地看着云清影道。你竟敢以下犯上，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惩罚你？楚风，你想要干什么？云清影看到楚风不怀好意的笑容，顿时拼命挣扎，想要挣脱楚风的怀抱。当然是想惩罚我的小侍女。楚风邪笑道。啪！说完，楚风就在云清影浑圆的臀部轻轻扇了一巴掌。云清影表情瞬间呆滞，如遭雷击。混蛋，你竟敢打我，我和你拼了！待了好一会，云清影才回过神来，愤怒的拔剑刺向楚风。臀部是一个女子的隐私部位，是夫君才能碰的地方，楚风竟然打她臀部。云清影瞬间愤怒的想要和楚风拼了。楚风脚步轻移，轻松躲开了云清影的攻击。云清影不断拼命攻击楚风，不过根本碰不到楚风。啪！突然，楚风躲过云清影的攻击后，再次在云清影的臀部上拍了一巴掌。啊！混蛋，你杀了我吧，我不活了！云清影眼眶盈泪，蹲在地上，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楚风看到云清影无比伤心的样子，顿时也知道他刚才做的太过了。我向你道歉，不该打你的。作为补偿，我教一种圣级步法如何？楚风连忙道歉道。圣级步法。云清影闻言瞬间抬起伤心的俏脸，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楚风。功法灵技的等阶分为皇级、玄级、地级、天级、圣级、神级、地级。青蓝宗作为苍风帝国最顶级的宗门，最强的步法也只是玄级而已。现在楚风竟然说要教他一种圣级步法，云清影瞬间有点难以置信。不错，我可以教你圣级步法幻仙步。楚风淡笑道。楚风的幽影步不怎么适合云清影，幻仙步世上已是楚风死敌幻师您的成名步法。幻师您是上界的巅峰地境强者，上一世楚风被偷袭致死，他也出手了。幻仙步是楚风偶然机会习得，非常合适云清影修炼。顿时，楚风就想把幻仙步传给云清影。你不会骗我的吧？云清影缓缓站起身，轻轻擦掉眼角的泪水。放心，这次绝不骗你，我现在就教你。楚风保证道。说完，楚风就缓缓说出幻仙步的口诀，同时不断示范和讲解幻仙步给云清影。云清影看到楚风示范幻仙步，瞬间精神大振，一下就忘记了刚才楚风欺负他的事情，全身心的跟着楚风练习。教了半个时辰，云清影才基本掌握幻仙步。楚风，
这换仙步太神奇了！云清影兴奋出声，同时脚步不停运转换仙步在楚风周围漂移。换仙步使用起来飘忽若仙，只见其影不见其形，用于攻击或赶路都是顶级身法。你现在只是刚入门，以后勤加修炼，必能更加精进。有了这换仙步，以后你越阶对敌也能轻松很多，就算遇到强大很多的敌人，你也能逃跑。楚风轻笑道：“楚风，谢谢你。”云清影停下脚步，一脸感激地看着楚风道：“现在不生气了吧？”楚风轻笑道。云清影听到楚风的话，顿时又想起刚才楚风欺负他的事，他现在是不生气了，不过还是对着楚风娇哼道：“哼，现在我有了换仙步，以后你别想再欺负我了。等我把换仙步炼至大成，就换我来欺负你了。呵呵，看来我以后欺负不了你了。早知道我就不叫你了。”楚风看到云清影一脸自信傲然的模样，不禁轻笑起来。就算云清影把换仙步炼至大成，他想欺负云清影一样可以欺负他。不过楚风不想打击云清影的信心，暂时让他得意一会。哥哥，你现在想收回也不行了，口诀我已经全部记住，各个步法我也记住了，以后你就等着被我欺负吧。云清影兴奋地幻想着以后欺负楚风的场景。行，我等着被你欺负。看到云清影兴奋的样子，楚风的心情也变得高兴起来。不得不说，有个喜欢的女人在身边，生活乐趣也会多很多。你就等着到时候被我打得到处乱窜吧。云清影娇笑道。楚风和云清影打闹了好一会，才继续出发，向清风镇赶去。清风镇，楚家。楚天岳已经把楚家的精锐子弟都派遣出去躲藏起来，此时楚家只剩下一些资质一般的旁氏子弟和一些仆人。楚天岳也想过把全部楚家子弟派遣出去，不过这样凌霄阁查到楚家的时候，发现楚家没人，肯定会四处搜查楚家的弟子。现在楚天岳带着一部分资质一般的楚家弟子留在楚家，到时凌霄阁查到楚家，楚天岳就准备带着这部分弟子给凌霄阁赔罪。就算凌霄阁全杀了他们，也能保存在外面的楚家精锐弟子。族长，不好了，韩家带人闯进来了。楚天岳正和楚文山在商议事情，突然一名楚家弟子急匆匆地进来禀告。韩家。楚天岳闻言眉头微蹙，不知韩家带人来他们楚家做什么。上次清风镇灵矿的事，楚天岳已经同意韩家的分配方案，韩家拿80%，他们楚家拿2%。除此之外，两家并没有其他冲突。楚天岳一时想不出韩家带人上门要做什么。族长，韩家的少主是凌霄阁弟子，是不是韩家发现了什么，引凌霄阁的人来了？楚文山担心地猜测道。之前楚天岳想让楚文山也出去避避风头，不过楚文山却坚持留在楚家。楚文山无儿无女，楚家就是他唯一的牵挂，他不想离开楚家。不管是什么，我们都必须面对。走，先出去看看。楚天岳面色凝重地道。片刻，楚天岳带着楚文山来到楚家的演武场。此时韩家的家主韩新朝带着一大群人在演武场中等着楚天岳。不远处的地上还躺着10几名楚家弟子，每人都受了重伤，在那惨叫。楚天岳看到地上惨叫的楚家弟子，愤怒地对着韩新朝道：“韩家主，你这是什么意思？”楚天岳，你们楚家把张家的公子张元，还有凌霄阁的林长老弄哪里去了？韩新朝冷声质问道。楚天岳心中微惊，不过表面装作一脸不知的样子，道：“我怎么知道他们去哪了？上次他们来我们楚家待了一会就离开了。”楚天岳，你别想抵赖了，我们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进了你们楚家，后面就没有出去过。今天凌霄阁的周前长老，还有张家的大长老张鼎也来了，你赶紧把人交出来，不然今天你们楚家必定灭亡。韩新朝冷冷地道。楚天岳闻言看了一眼韩新朝旁边的2名老者，一人是玄灵境3重，一人是真灵境9重，想来他们就是凌霄阁的长老周前和张家的大长老张鼎。看到凌霄阁和张家的人都派来了强者，楚天岳内心一阵担忧。凌霄阁和张家的人的实力太强了，楚家根本抵挡不住，现在楚天岳只能一口咬定不知情。突然韩家的人从外面拖进来2个楚家弟子。家主，他们招了，张元公子和林天成长老已经被楚家杀了，尸体也不知道埋到何处了。韩家的人禀告道。什么？周前和张鼎闻言瞬间暴怒地瞪着楚天岳，你们楚家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杀害张公子和林长老。韩新朝有点意外，楚天岳竟然如此大胆，不过正好他可以借凌霄阁和张家的势力灭掉楚家，让韩家独霸清风镇。混蛋，你们竟然背叛楚家！楚天岳愤怒地看着被韩家拖进来的2人，我们之前是大长老的人，你们杀了大长老，我们这么做也是为大长老报仇了。一人哈哈大笑道。楚天岳闻言瞬间一阵后悔，之前楚风建议他把大长老一脉的人全部杀了，后面他只杀了主要人员，一些次要人员就放过了，没想到现在楚家竟然被他之前放过的人背叛，要家破人亡。说，你们楚家为什么要杀我凌霄阁的长老？周前怒声质问道。我想杀就杀，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楚天岳大声道。今天楚家难逃灭亡，楚天岳已经无所畏惧，顿时大声承认杀人，期待这样能保全楚风和躲出去的楚家子弟。哼，今天我就让你们楚家的人见识一下什么叫生不如死。周前说完就朝着楚天岳狠狠轰出一掌。轰！
楚天月瞬间大口吐血，横飞出10几米。族长！楚文山见状，立即飞奔过去扶起楚天月。文山，今天楚家要被灭了，我作为族长，难辞其咎啊！楚天月悲声道。楚天月一直想把楚家发扬光大，没想到最后竟落得楚家被灭。虽然楚家灭亡很大原因归咎于楚风，但是楚天月作为族长，楚家被灭他也难辞其咎。族长已经做得很好了。楚文山轻声安慰道。楚文山也知道楚家要被灭了，不过他无牵无挂，根本不怕死，都动手灭了楚家。张鼎知道张元被杀，顿时愤怒地下令众人动手灭了楚家。啊！一时间现场惨叫声不断。这时楚风和云清影刚回到清风镇，一进入清风镇，楚风就感应到远处楚家传来的杀气。走，楚家出事了！楚风运转幽影步，朝着楚家族的快速飞驰过去。云清影见状也立即使用幻仙步跟上。轰！楚文山被凌霄阁长老周前一拳轰飞出10几米，大口吐血，倒在地上奄奄一息。文山！楚天月见状一脸惨然。此时楚天月也受了极重的伤，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只能无助地看着周围的楚家人不断被杀。别杀了，把他们吊起来，我要把他们千刀万剐！周前突然制止杀戮的人。是。韩星朝闻言立即让人住手，同时命人把楚天月和楚文山还有一些活着的楚家弟子吊起来。周长老，今天楚家的精锐弟子都不在，楚天月肯定是提前让他们躲起来了。韩星朝突然对着周前道。哼，敢杀我们凌霄阁的长老，就算楚家的人躲到天涯海角，我凌霄阁也要把他们找出来千刀万剐。周前冷哼道。韩星朝，你不得好死！楚天月听到韩星朝和周前的对话，瞬间如天塌。楚天月，斩草就要除根，你也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你楚家竟敢杀凌霄阁的长老。韩星朝邪笑道。敢杀我凌霄阁的长老，今天我就让你们楚家的人好好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感觉。周前凶狠地道。有种就一刀杀了我！楚天月怒瞪着周前道。想死？呵，不急，我先让你尝尝身上的肉被一寸寸割下的感觉。周前大声邪笑，提刀缓缓走向楚天月。楚天月见状一脸绝望，准备咬舌自尽。不过就在楚天月要咬舌自尽时，周前已经抢先一步捏住了他的嘴巴。想咬舌自尽？你想的倒是美！周前嗤笑道。咔嚓！周前用力，直接把楚天月嘴巴的骨头卸了。啊！剧烈的痛疼让楚天月不禁发出惨叫。对，就是这样叫，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声音。周前大声邪笑道。说完，周前就挥动手中的刀，准备一刀刀割下楚天月的肉。突然，一道黑影如同幽灵般猛地出现在周前面前。黑影一把抓住周前准备生割楚天月的手，用力一扭，咔嚓！周前的手被360度旋转，手臂连接身体的骨头直接被扭断。啊！剧烈的痛疼让周前发出惊天惨叫。紧跟着，黑影一脚狠狠地踹在周前的后背上，把他踹出了10几米远。周前的后背直接被踹凹了一个深窝下去，估计周围的肋骨都断了。啊！剧烈的疼痛再次让周前发出惨叫。你不是喜欢听这样的声音吗？我就让你多听点。黑影冷冷地看着周前道。混蛋，你是谁？周长老可是我们凌霄阁的内门长老，你伤了他，我们凌霄阁不会放过你的。旁边的凌霄阁弟子看到黑影2下就把周前轰得重伤昏迷，惊惧的连忙搬出凌霄阁的名头，想要吓退黑影。凌霄阁算个屁！黑影冷冷地道。楚风。这时楚天月和楚文山听到黑影的声音，不敢置信地抬起头看向他。族长，对不起，我回来迟了。楚风心生歉意道。这事是楚风杀张元和林天成引起的，现在看到如此多的楚家人被杀，楚风顿时心生愧疚。如果他早半天回来，楚家的这些人就不会死。楚风，你不该回来，凌霄阁还有很多强大的修士，你暴露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楚天月虚弱地道。族长不用担心，这次回来我会彻底解决好这件事的。楚风轻声安抚道。现在楚风是5品炼丹师，还是青兰宗的克钦长老，凌霄阁根本不敢再随意对楚风动手，而且以楚风现在的实力，也根本不惧凌霄阁，甚至只要他想，还可以灭了凌霄阁。说完，楚风就给楚天月和楚文山服用他之前炼制的3品疗伤丹。你是楚家的楚风？这时韩星朝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楚风。韩星朝之前见过楚风，不过楚风不是被青兰宗废除修为了吗？怎么刚才2下就轰伤了玄灵境3重的周前？你带人来楚家杀人？楚风没有回答韩星朝的话，而是冷冷地质问道。这是个误会。韩星朝在楚风的威压下冷汗直流。轰！楚风直接瞬移到韩星朝面前，一脚把他轰飞出10几米。小子，是你杀了我张家的张元？突然张鼎冷冷地出声质问楚风。张鼎看得出楚风的境界只有真灵境1重，虽然不知道刚才周前怎么会被楚风2下击伤，不过他的境界比楚风高了将近1个大境界，只要他对战的时候谨慎一点，他相信肯定能击败楚风。张家的人。楚风闻言冷冷地扫了一眼张鼎。不错，小子，赶紧跪下求饶，一会仗爷爷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张鼎大言不惭地道。呵！楚风轻笑一声，神情突然一冷，
手中的魔影剑猛地拔出，枪！众人只听到一道剑出鞘的声音，就见张鼎的头颅猛地冲天而起，啊！竟然一剑就秒杀了真灵境9重的张鼎。众人都一脸震惊地看着楚风，久久不敢置信。楚风、楚天岳和楚文山也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楚风，他们知道楚风很强，但是没想到楚风竟然能一剑秒杀张鼎。要知道张鼎可是成名多年的高手，在真灵境几乎没有对手。此时韩星潮已经吓得屁滚尿流，韩家最强的人才真灵境4重，现在楚风连真灵境9重的张鼎都能秒杀，那楚风要灭他们韩家的话，简直不费吹灰之力。瞬间韩星潮就后悔参与到今天的事来。之前凌霄阁只是让韩家帮忙调查，不过韩星潮看到有灭楚家的机会，就主动参与进来，还带了大部分韩家精锐弟子上门来杀楚家的人。现在想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他们韩家杀了楚家那么多人，楚风肯定不会放过韩家。韩星潮快速思虑着该如何逃过眼前的灭门大祸，突然韩星潮就看到一名绝美无比的女子出现在场中。云仙子，快救我们！楚风是个大魔头，他要杀了我们所有的人。韩星潮见过云清影，看到云清影出现，他立即激动地诬陷楚风是魔头，想要云清影帮忙对付楚风。不错，楚风就是个大魔头。云仙子，我们是凌霄阁的，楚风他想要杀我们，还请你出手除掉楚风这个魔头。凌霄阁的弟子听到韩星潮的话，顿时也立即跟着诬陷楚风是魔头。云仙子，你不要听他们胡说，楚风不是魔头。楚天岳也认识云清影，听到韩星潮诬陷楚风，他立即着急地站出来帮楚风辩解。之前楚风就是偷看云清影沐浴，才被青兰宗逐出宗门的。楚天岳担心云清影对楚风有偏见，直接就认定楚风是魔头。不错，本尊就是魔头。楚风一脸邪笑的大方承认道。上一世楚风是幽冥魔尊，也就被无数人称为魔头，对魔头这个称呼楚风已经习以为常。楚风，你不要胡说！楚天岳和楚文山听到楚风的话，顿时着急地制止他。魔头是祸世之人，如果楚风被认定是魔头，那将人人得以诛之，甚至楚家也将遭到牵连。胡说什么？云清影眉好气地白了一眼楚风，接着转头看向众人，大声道：楚风不是魔头，他现在是我们青兰宗的客卿长老，还是本圣女的道侣。什么？这怎么可能？楚风不是刚被逐出青兰宗吗？怎么就成了青兰宗的客卿长老了，而且还成了云仙子的道侣？众人都一脸难以置信，看向云清影，又看向楚风。啊，这是真的吗？太好了！楚天岳和楚文山还有没死的楚家弟子听到云清影的话，瞬间激动得无法言喻。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楚风竟然能成为青兰宗的客卿长老，还成为了云清影的道侣。要知道不久前楚风还因为偷看云清影沐浴被逐出青兰宗啊，这转变得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楚天岳和楚文山呆呆地看着楚风，思虑着楚风是怎么做到的。难道是楚风搞定了云清影，云清影才同意做楚风的道侣，甚至帮楚风谋求到了青兰宗客卿长老的位置？两人不断脑补着各种可能，觉得这种可能性最大。同时他们也无比佩服楚风的本事，竟然得到云清影，还当上了青兰宗的客卿长老。为什么会这样？韩星潮一脸绝望地瘫坐在地上，喃喃自语。刚才云清影出现，韩星潮还以为救星来了，没想到来的不是救星，而是楚风的帮手。现在楚风成了青兰宗的客卿长老，还是云清影的道侣，那韩家更无生还的余地了。突然一道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身影从楚家外面飞驰而入。二长老，你可来了！凌霄阁的一名黑衣弟子看到来人，立即激动地大声叫道。来人是凌霄阁的二长老季飞扬，境界师弟灵境1重。季飞扬之前就跟着凌霄阁的人一起来到清风镇，只是觉得对付一个小小的楚家根本不用他出手，他就在清风镇的一个酒馆喝酒等待。刚才周前被楚风打伤昏迷，凌霄阁的弟子就立即发信号求救，季飞扬就是看到求救信号才赶了过来。怎么回事？季飞扬眉头微蹙地看着凌霄阁弟子询问道。他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楚家竟然让凌霄阁弟子发信号弹求救。二长老，周前长老被这魔头打得快死了，你快杀了这魔头，为周前长老报仇！凌霄阁黑衣弟子悲诉道。季飞扬闻言看向地上一动不动的周前，发现他严重的伤势，他瞬间怒气暴增。一个小小的楚家竟然敢伤害他们凌霄阁的内门长老，简直不知死活！季飞扬愤怒地转头看向凌霄阁弟子指着的方向，准备狠狠教训行凶之人，让世人知道得罪他们凌霄阁的代价。不过当季飞扬看到凌霄阁弟子指着的楚风时，他表情瞬间呆滞。你，楚大师，你怎么会在这里？季飞扬不久前还在天蓝城找楚风炼过丹，当时他还想邀请楚风加入凌霄阁，不过被楚风拒绝了。没想到楚风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还打伤了他们凌霄阁的人。我是清风镇楚家的人，在这里有什么奇怪吗？倒是你们凌霄阁带人来我们楚家，还杀了我们楚家那么多人，你们想要做什么？楚风冷声质问道。楚大师，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季飞扬连忙赔罪道。说完，季飞扬就转头看向凌霄阁弟子，怒声喝问道：
你们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来楚大师的家族杀人？凌霄阁黑衣弟子见状一脸惨白地道：“二长老，我们是查到林长老的死跟楚家有关，才上门杀人的。”胡说！林长老怎么可能是楚家人杀的？季飞扬怒斥黑衣弟子道：“二长老，我没胡说，之前我们已经有证据证明林长老就是楚家人杀的。”黑衣弟子连忙解释道：“轰！”季飞扬突然一掌拍向黑衣弟子，直接把他拍得吐血而死。在场的人见状都一脸惊惧地看着季飞扬，不懂他为什么会突然杀了黑衣弟子。不过这肯定和楚风有关，看季飞扬对楚风的态度，似乎是季飞扬不敢得罪楚风，这让众人瞬间对楚风的楚大师身份充满疑惑。楚风究竟是什么大师，竟然能让地灵境的季飞扬忌惮？楚天岳和楚文山也是一脸疑惑，他们和众人一样，也不知道楚风的楚大师称号代表什么。一些人倒是听说过最近东荒大陆出了一名五品炼丹师，也叫楚大师的，不过楚风太年轻了，众人都不认为楚风会是五品炼丹师。楚大师，此人竟敢诬陷你的家族，我已经杀了他。季飞扬一脸惨笑地看着楚风道：“他没有诬陷，林天成是我杀的。”楚风淡淡开口道，很快就要离开。楚风想要彻底解决和凌霄阁的恩怨，不给楚家留下后患。他明说出来，也是想看看凌霄阁的态度，是友就相安无事，是敌那他就直接灭了凌霄阁。楚天岳和楚文山听到楚风的话，顿时一脸紧张。他们不知道楚风为什么要挑衅季飞扬，要知道季飞扬可是地灵境强者，一旦季飞扬发怒，那在场的楚家人都得跟着陪葬。云清影一脸平静地看着事态发展，一点都没有为楚风的安全担心。楚风可是连地灵境2重的凌霄阁大长老都杀了，他相信季飞扬肯定也不是楚风的对手。季飞扬听到楚风的话，脸上的表情变换了好几次，最后轻笑一声道：“那肯定是林天成那废物得罪了楚大师。哼，他竟敢得罪楚大师，死不足惜。还有周乾和这些凌霄阁的弟子，他们刚才杀了我楚家那么多人，季长老看着处置吧。”楚风淡淡的看着不远处的凌霄阁弟子道：“这些人竟敢杀楚大师的族人，真是胆大包天。楚大师，你放心，我现在就处置他们。”季飞扬目光闪过一丝凶狠，说完，季飞扬就拍死在场的凌霄阁弟子，就连重伤昏迷的周乾也没有放过。啊！场中众人见状都一脸惊恐和疑惑，不知道季飞扬为什么会如此残忍的杀害同门。季飞扬没有理会场中众人的震惊，杀完人后就恭敬看向楚风道：“楚大师，凌霄阁冒犯您的人，老夫已经全部处置。”多谢季长老。楚风淡淡出言感谢。季飞扬如此识相，楚风暂时就不想和凌霄阁计较。楚天岳和楚文山呆愣地看着楚风，不敢相信楚风竟然能让季飞扬做到如此地步。要知道季飞扬可是地灵境的强者啊！季长老，你……韩星潮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季飞扬，季飞扬可是地灵境强者，随手就能拍死楚风的呀！他想不明白季飞扬为什么会如此忌惮楚风，竟然会杀掉在场的凌霄阁弟子给楚风赔罪，甚至其中还有一名是凌霄阁的内门长老。楚大师是五品炼丹师，他们敢得罪楚大师，死不足惜。面对众人的疑惑，季飞扬突然出口解释道：“什么？五品炼丹师？”众人闻言瞬间都目瞪口呆，一脸不可置信，转头看向楚风。楚风如此年轻，是五品炼丹师？楚风，你是五品炼丹师？楚天岳和楚文山满脸震惊地看向楚风，他们从来没见过楚风炼丹，也不知道楚风会炼丹。楚风淡淡点头道：“啊，真是五品炼丹师。”看到楚风点头，楚天岳和楚文山瞬间陷入狂喜的海洋中。之前整个东荒大陆都没有五品炼丹师，但是他们知道五品炼丹师代表着什么。在这个落后的荒夷界中，一个3品炼丹师就能让一个家族跻身于东荒大陆的顶流家族。现在他们楚家竟然出了一名五品炼丹师，那他们楚家这是要原地起飞，只身为荒夷界的顶级家族了。太好了，我们楚家出真龙了！楚家还活着的人也瞬间激动兴奋的手舞足蹈，狂喜不已。不，这不可能！楚风怎么可能是五品炼丹师？季长老，你是不是搞错了？韩星潮一脸不信的大声道：“老夫亲自找楚大师炼过丹，天蓝城也有无数人见过楚大师炼丹，怎么可能会搞错？”季飞扬冷冷地道：“竟然真的是五品炼丹师！”韩星潮一脸绝望的喃喃自语：“楚风是五品炼丹师，那之前韩家杀了楚家那么多人，哪里还有活路？楚大师，韩家这些人是不是得罪您了？要不要老夫帮你处理了他们？”季飞扬惨笑地看着楚风道：“那就麻烦季长老了。”楚风也懒得脏手去处理韩家的人，既然季飞扬肯帮忙处理，楚风就索性成他一个人情，暂时了结和凌霄阁的恩怨。不要，楚家主，还请你大人有大量，让楚风放过韩家。清风镇的灵矿我们韩家不要了，都给楚家。韩星潮听到季飞扬和楚风的话，瞬间惊惧的想要找楚天岳帮忙求情。韩星潮，你也有今天。楚天岳看到韩星潮卑微求饶的模样，心中顿时一阵解气。不过韩家刚才杀了楚家那么多人，楚天岳不可能会放过韩星潮。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楚家和韩家已经是死敌，
就要把韩家斩尽杀绝。杀！楚风不想浪费时间，直接催促季飞扬动手。季飞扬闻言，顿时立即动手，快速的斩杀韩星朝和场中的韩家子弟。韩家子弟惊恐的四处逃窜，不过季飞扬是地灵境强者，他们根本逃不出他的追杀，反而谁逃得越快，死得越快。半刻钟的功夫，场中的韩家子弟就被全部斩杀。季飞扬一身血腥的来到楚风面前，道：“楚大师，韩家的人已经全部斩杀，辛苦季长老了。那从今以后，我和凌霄阁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楚风淡淡的看着季飞扬道。楚风也不想做得太过，如果以后凌霄阁不再惹他，他和凌霄阁之前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谢谢楚大师。季飞扬闻言顿时一阵欣喜，五品炼丹师不仅能炼丹，还能驱使很多强者。之前凌霄阁的人得罪楚风，季飞扬一直担心楚风会怪罪凌霄阁，以后都不帮凌霄阁炼丹，甚至会驱使强者对付凌霄阁，所以他刚刚才尽心尽力的帮楚风，甚至不惜杀掉凌霄阁的人，以取得楚风的原谅。现在楚风终于肯原谅凌霄阁，季飞扬顿时满脸兴奋。楚风微微点头回应：“云圣女，你怎么也在这里？是来找楚大师炼丹的？”刚才季飞扬一直忙着处理凌霄阁和韩家的人，这时才空闲询问云清影。季长老。云清影向季飞扬微微行礼后，笑道：“我和楚风是道侣，这次是陪楚风回家。你和楚大师是道侣？”季飞扬闻言表情瞬间凝滞。之前季飞扬一直想办法让楚风加入凌霄阁，或者成为凌霄阁的客卿长老，但是楚风一直拒绝。没想到青兰宗动作那么快，竟然让云清影做了楚风的道侣。早知道楚风喜欢女人，他就让凌霄阁的圣女去勾引楚风了。不过现在一切都晚了，楚风已经成了青兰宗的客卿长老，不可能再加入他们凌霄阁。云清影轻轻点头承认。云圣女倒是好福气，竟能得到楚大师的青睐。季飞扬微微露出羡慕。楚风是五品炼丹师，成为楚风的道侣以后，丹药就无忧了，还能受到无数人的尊敬，可谓是一步登天。云清影闻言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突然看到楚风正一脸戏谑地看着他，他顿时没好气的狠狠瞪了楚风一眼。成为楚风的道侣确实算是不错的选择，之前云清影也想过做楚风的道侣，不过楚风只要他做贴身侍女，这让云清影一想到这事就气愤不已。这时楚天月安排好人处理周围的尸体后，就来到楚风身边，兴奋地道：“楚风，我现在就把楚家外面的人召集回来。”楚风微微点头。现在楚风已经有实力确保楚家的安全，而且和凌霄阁的恩怨也暂时了结，没有势力再敢对楚家不利了。把楚家的人召集回来，也能更好的发展。到时楚风准备给楚家炼一批丹药，快速提升楚家子弟的实力。我们现在先去把韩家灭了。楚风突然道。这里的事很快就会传回韩家，楚风担心韩家的人会把韩家的资源转移走，就想现在去灭了韩家。好。楚天月闻言立即点头道：“楚大师，这点小事不用你亲自动手，我和楚家主去就行。”季飞扬听到楚风的话，连忙说要去帮忙。楚风看了季飞扬一眼，淡笑道：“那就麻烦季长老了。”季飞扬想要帮忙，楚风也不介意欠他一个人情，这就当是给楚家积攒一个人脉了。他很快就会离开，给楚家留下一些人情人脉，也能确保楚家的安全，不麻烦。季飞扬听到楚风肯让他帮忙，顿时兴奋地拉着楚天月前往韩家。很快楚天月就带着季飞扬和一些楚家的人离开，前往韩家。楚天月走后，一个带伤的楚家管事过来，对着楚风恭敬地行礼道：“少主，少主夫人，这里要全部清洗一遍，我让人在后堂准备了茶水点心，还请少主带少主夫人去后堂休息。”楚风扫了一眼整个演武场，之前的杀戮已经把整个演武场染红，确实需要全部清洗一遍才行。楚风转头看向云清影，调笑道：“走吧，少主夫人，我们去后堂好好休息。”云清影闻言没好气地白了楚风一眼，咬牙切齿道：“是夫君大人。”楚风闻言哈哈一笑，带着云清影缓缓走向楚家后院。楚风，怎么不见你的父母？云清影突然询问道。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楚风淡淡地道。哦，对不起。云清影闻言一脸歉意地道。没事。楚风淡声道。云清影边走边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想好好看看楚风从小长大的地方。楚风，你的炼丹术是什么时候学的？云清影突然询问道。云清影一直疑惑楚风是怎么学炼丹的，竟然那么年轻就是五品炼丹师了。楚风闻言缓缓说出之前早就想好的解释。在我很小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的炼丹师师尊，他是其他高等世界的人，看我炼丹天赋不凡，就收了我为徒，教我炼丹。他教我的炼丹术通俗易懂，炼丹技巧也比较先进，所以我才能如此快成为五品炼丹师。云清影闻言微微一愣，其他高等世界的人，师尊好像是什么上界的人，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了。不过那个上界比我们荒一界高等无数倍，在上界，五品炼丹师也只是最下等的炼丹师而已。楚风继续胡诌道。上界。云清影目光飘忽，似乎想起了什么，突然一下变得沉默。你知道上界？楚风看到云清影的表情，
微微有点疑惑。不知道，我一个下等世界的人，怎么可能知道上界？我也是刚听你说才知道的。云清影否认道。楚风深深地看了云清影一眼，感觉他藏有什么秘密。不过云清影不想说，楚风也不想深究。不久后，楚风带着云清影在楚家后堂逛了一圈，就来到他居住的小院。楚风，你这个小院还不错。云清影看着优雅宁静的小院，微露赞赏道：我们要在这里住几天？你和我一起住一个房间。楚风一脸调笑道：你想得美，我才不和你住一个房间。云清影娇哼道：我们是道侣，不住一个房间，别人会怀疑的。楚风轻笑道。云清影眉好气地道：我只是你的侍女，又不是你真正的道侣，别人要怀疑就怀疑吧。而且这里是你们楚家，谁会乱嚼舌根？不怕你杀了他啊？楚风缓缓靠近云清影，轻搂住她的纤腰，霸道地道：你可是我的贴身侍女，应该贴身照顾我。被楚风搂住，云清影的俏脸瞬间绯红，连忙挣扎道：你放开我，我住你旁边的房间，也能照顾你。俏脸绯红的云清影看起来更加明艳动人。楚风看着心跳不断加速，喉咙更是不自觉咽口水，抱着云清影的手也变得更加用力。楚风，你快点放开我！云清影看到楚风火热的眼神，连忙用力推开他。楚风看到云清影抗拒，只能先放开他，淡笑道：你住旁边的房间也行，不过记得随叫随到。云清影远远躲开，怒瞪着楚风道：楚风，我们之前可是说好的，我不暖床，你别想着对我做什么。放心，我可没想让你暖床侍女。楚风轻轻一笑道：如果他真的让云清影暖床，那他就不是侍女了，而是他的女人了。不久后，楚天月一脸兴奋地回来：楚风，我们已经全灭韩家，韩家的资源现在都是我们楚家的了。楚天月大笑道：韩家作为清风镇最大的家族，资产和资源都比楚家丰厚很多，现在这些资源都是楚家的，清风镇的灵矿也全部是楚家的。哈哈，楚家一下获得那么多资源，而且还有楚风这个五品炼丹师在，楚天月瞬间感觉人生从来没有如此美好过，这都多亏了季长老的帮忙，我们才能那么快灭掉韩家。楚天月转头看向季飞扬，感谢道。楚风闻言也看向季飞扬，淡笑道：多谢季长老，这是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你要炼丹或者有事要帮忙，都可以来找我。楚风本不用欠季飞扬的人情，不过想着给楚家留下点人脉，才让季飞扬帮忙。楚大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季飞扬听到楚风的话，老脸顿时笑得如盛开的菊花。楚天月见状也高兴大笑起来。通过今天的事，楚天月和季飞扬也熟络起来。刚才回来的路上，季飞扬更是应承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去找他，这让楚天月兴奋了好久。季飞扬是地灵境强者，还是凌霄阁的二长老，权力巨大，能和他搭上关系，对楚家的发展有巨大作用。很快，楚天月就安排宴席招待楚风和季飞扬。接下来的几天，陆续有楚家子弟从外面回来，他们得知楚风是五品炼丹师时，都激动兴奋的无法言喻。这几天，楚风也炼制了不少提升修为的丹药，交给楚天月，让他自己安排培养楚家的精锐子弟。随着不断传播，苍风帝国大部分势力都知道楚风是清风镇楚家的人。这几天也不断有势力上门拜访，想和楚风搭上关系。凌霄阁还因为之前林天成和周乾得罪过楚风，特地送来了赔礼。张家也拿着大半家产上门，想要祈求楚风的原谅。而柳寒烟的柳家得知楚风是五品炼丹师，长子都悔青了，上门哭诉着他们柳家根本没想过退婚，是柳寒烟自作主张上门退婚的。柳家还想着让柳寒烟的妹妹柳如烟来履行之前的婚约和楚风联姻，不过楚风根本不搭理柳家，直接让人把柳家的人轰走。楚风不灭柳家已经算好的了，柳家竟然还想联姻，想得真美。楚风在楚家待了10天，帮楚家接待各方势力的人，让楚家的声望一下达到了顶峰。之后，楚风就告别楚家众人，带着云清影出发前往青兰宗。清风镇距离青兰宗有200多公里，楚风和云清影骑灵马出行，半天时间就能到达。不过楚风并不急着前往青兰宗，而是带着云清影缓缓骑行。清影，我们什么时候生贵子？楚风调笑道。刚才和楚天月等人分别的时候，楚天月还特地叮嘱楚风和云清影多加努力，早生贵子，羞得云清影一直脸红红的。楚风想起顿觉好笑，就拿来调戏下云清影。来啊，我们现在就生！云清影没好气瞪着楚风道。这些天楚风一有时间就调戏和戏弄云清影，让云清影一直气愤不已。云清影之前还以为学了幻仙步，楚风就欺负不了他了，没想到楚风的幽影步境界比他的幻仙步境界高，他根本躲不开楚风的欺负。不过这段时间，云清影几乎已经习惯楚风对他的欺负，甚至不反感。云清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他一直守着底线，不让楚风越雷池一步。真的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生！楚风装作一脸兴奋的样子，继续调笑云清影：你给我去死！云清影闻言暴怒地拔出剑，朝楚风刺过去。云清影刚才说的只是气话，他还没想到楚风还当真了。在这官道上做生孩子的事，楚风把他当什么人了？以为她是那种不知羞耻的女人吗？开个玩笑，你不要生气。楚风看到云清影暴怒，连忙向他道歉。楚风，
你是不是真把我当做不知羞耻的女人了？云清影突然眼泪盈眶，这些天楚风就像是把她当做不知羞耻的女人一般，随意的调戏她，这让云清影内心充满气愤和悲伤。影儿，我从不会去调戏我不喜欢的女人，我调戏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是想和你做真正道侣的，并不是随意的作践你。楚风突然一脸郑重地看向云清影道，通过这些天的相处，楚风也确认他是真的喜欢云清影，想永远和她在一起，这才去招惹她。楚风的性格就是这样，不喜欢的女人他绝不会去招惹，一旦去招惹，那就代表他喜欢对方，想要和对方在一起。你云清影听到楚风突然的表白，表情瞬间呆滞，脑袋也变得一片空白。清影，我们做真正的道侣吧。楚风来到云清影的灵马旁边，握住她的手，深情地道，混蛋，你想得美，你让我做你道侣，我就要做啊。云清影一把甩开楚风的手，听到楚风说喜欢她，云清影内心欣喜不已，她对楚风也是有意思，不然也不会容忍楚风一直欺负她。不过想到之前楚风一直惹她生气，还让她做贴身侍女伺候她，云清影就一阵气愤。以前她想做楚风道侣的时候，楚风让她做贴身侍女，现在楚风想要她做道侣，那她也要虐楚风一段时间，让楚风也尝尝被拒绝的滋味。清影，我是真心的。楚风看到云清影拒绝，顿时脸色有点难看，谁知道你是真心还是假心？云清影没好气地道，要不我把心挖出来给你看。楚风无奈地道，鬼才看你的心。云清影说完就驱赶灵马快速疾跑起来。楚风见状立即驱马追上去。半天后，楚风和云清影来到暮色城外。暮色城距离青兰宗已经很近，楚风之前被逐出师门，就是被人丢到了暮色城。楚风看着暮色城远处的一座小山，思绪飘忽，当初他和穆清瑶就是在那座小山的破庙中大战。你在看什么？云清影看到楚风突然停下，呆呆地看着远处的小山，他顿时疑惑地出声询问，没什么，就是突然想起一个朋友。楚风淡淡一笑道，什么朋友？云清影看到楚风的眼神有异色，顿时继续询问，一个只见过2次面的朋友，你知道吗？上次我被逐出宗门，差点死在了暮色城，最后是那个朋友救了我。楚风淡淡地道，上次如果没有穆清瑶，孔蝶也不会找到楚风，按当时楚风的情况，估计很快就会死去，而且也是因为穆清瑶，楚风的修为才能恢复，可以说穆清瑶就是楚风的救命恩人啊。楚风，当时我就是让宗门把你逐出宗门而已，并没有想要杀你。云清影听到楚风的话，连忙解释道，没事，事情已经过去，不用再提了。楚风淡淡地道，当时云清影确实只是让人把楚风逐出宗门，但是宗门有些人愤怒楚风侮辱了他们的女神，就把楚风的修为废了，还把他打成重伤。楚风当时的眼睛又被刺瞎，根本无法自救，最后才死在暮色城。不过这也才给了楚风复魂重生的机会。楚风，对不起，我当初就是一时气愤，才让人把你逐出宗门，没想到会对你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云清影看到楚风淡漠的表情，顿时着急的来到楚风身边，不断道歉，你当初对我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是不是该补偿我？楚风淡声道，你想要什么补偿，我都答应你。云清影连忙道，过来。楚风淡淡的示意云清影靠近。云清影不明所以，不过还是驱马靠近楚风。等到云清影靠近，楚风一把将他从灵马扯过来，抱在怀中，然后大嘴快速擒住他的阴唇，狂吻起来。云清影美眸瞪大，拼命挣扎，但他被楚风死死抱住，根本挣脱不开。片刻，云清影就全身瘫软，放弃了挣扎，任由楚风胡为。过了好一会，楚风才缓缓松嘴，看着娇艳欲滴的云清影，霸道地道，从今以后你就是我楚风的女人了。云清影缓了好一会，才缓过神来。不过云清影并没有顺承楚风的意思答应做他的女人，而是立即挣脱开他的怀抱，大骂道，楚风，你混蛋！云清影还没好好虐楚风，不想那么快就给楚风得逞。说完，云清影就飞回他的灵马，快速的驱马进城。呵，这女人！楚风看到云清影气冲冲离开的样子，轻轻一笑。虽然云清影还没有答应成为他的女人，但是他相信很快就能彻底拿下她。云清影容貌和身材都是绝顶，楚风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象着拿下云清影之后的美好生活了。片刻，楚风追上云清影，此时云清影正被一名白衣青年拦着说话。白衣青年长相俊朗，气质不凡，境界是玄灵境3重，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名灰衣老者，天灵境1重。楚风看到灰衣老者的境界，面露凝重，瞬间楚风有点疑惑白衣青年的身份。苍风帝国并没有天灵境强者，白衣青年能让一名天灵境1重的强者随身保护，可见他的身份不凡。楚风看到白衣青年纠缠云清影，立即快步来到云清影身边。野儿，他是谁？楚风靠到云清影身边，一副宣誓主权的模样。你是？白衣青年转头看向楚风。楚风，别！云清影似乎要阻止楚风说话，不过楚风已经快速地抓住云清影的手，大声道，我是野儿的道侣。道侣？云圣女，你有道侣了？白衣青年闻言一脸兴奋，看向云清影，目光带着让人无法言喻的意思。云清影看到楚风都这样说了，也不再反驳，直接承认道，
不错，他确实是我的道侣，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楚风，我的道侣，他是五品炼丹师曹坤，天罗帝国最大家族曹家的少主。楚风闻言目光微凝，天罗帝国是东荒大陆最强大的帝国，曹家作为天罗帝国最大的家族，也是东荒大陆最顶级的势力，怪不得曹坤身边有天灵境一众的强者随身保护，原来他是天罗帝国曹家的少主，五品炼丹师，你就是最近闻名东荒大陆的楚大师。曹坤听到云清影的介绍，也是目光微凝的看向楚风。曹坤身后的灰衣老者也不禁把目光投到楚风身上。五品炼丹师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能够威胁曹家的存在，这不得不引起两人的重视。楚风淡淡点头，原来楚兄是五品炼丹师，怪不得能得到云圣女的青睐，也恭喜云圣女，两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曹坤笑着恭喜道。楚风有点疑惑曹坤无厘头的话，他看得出曹坤觊觎云清影，但是曹坤恭喜两人的表情又像是发自内心的。谢谢曹世子，曹世子，我和楚风还有事，我们就先告辞了。云清影说完就着急的拉着楚风离开。楚风有点疑惑，不过还是跟着云清影离开。曹坤紧盯着云清影离去的身影，目光带着邪意。世子，云圣女的道侣是五品炼丹师，你还是不要对她有想法为好。灰衣老者出言劝说道。活着的五品炼丹师确实是个威胁，但是死了的五品炼丹师，谁又敢为他跟我们曹家为敌？曹坤冷冷一笑道。可是灰衣老者还想劝说，就被曹坤打断。放心，我要玩云清影，也会先把楚风控制住，事后也会把他杀掉，不会给曹家留下任何后患。曹坤淡淡地道。灰衣老者闻言只能无奈轻叹一口气，担心曹坤的特殊癖好迟早有一天会害了曹家。此时云清影和楚风已经离开曹坤很远一段距离。你很怕那个曹坤？楚风看到云清影一脸担心的模样，顿时疑惑的询问。那个曹坤有个特殊癖好，只玩别人的道侣，不是别人的道侣他还不玩。我之前偶然见过曹坤一次，他当时就觊觎我，只是我当时没有道侣，他才没有对我做什么。现在他知道我有道侣了，肯定会对我起坏心思。不过好在你是五品炼丹师，希望他能顾及你的身份，不会对我起坏心思。云清影脸上带着深深担忧，曹坤身边有天灵境强者，一旦他真的对他起坏心思，那他根本反抗不了。被曹坤侮辱的话，他也只能意死了之。楚风闻言面色逐渐冷冽，他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特殊癖好的人。曹坤对别人怎么样，楚风可以不管，不过要是曹坤敢对云清影起坏心思，他一定灭曹坤全家。不用担心，我会保护好你。楚风看到云清影俏脸充满担心，顿时握紧他的手安慰他。云清影听到楚风的话，微微心安。走，我们立即回青兰宗。云清影觉得曹坤就算再肆无忌惮，也不敢在青兰宗对他动手，回到青兰宗他就安全了。好，楚风轻轻点头。半个时辰后，楚风和云清影来到青兰山。青兰宗坐落在青兰山的山巅，山巅上云雾缭绕，宛如仙境。山脚有几名守山弟子把守，只有青兰宗的弟子和来访的客人才能进入青兰山。圣女，几名守山弟子远远看到云清影，立即恭敬行礼。云清影轻轻点头回礼，就带着楚风上山。刚圣女旁边那个是楚风，好像是，不过他之前不是偷看圣女沐浴被逐出宗门了吗？怎么现在还跟着圣女一起回来？不知道，或许圣女是觉得上次罚楚风太轻了，想把楚风带回来再好好修理他。不可能，圣女不是那样的人。难道上次偷看的是个误会，所以圣女才重新把楚风带回宗门？有可能，要不我都想不明白圣女为什么会带楚风回宗。云清影和楚风离开后，几个守山弟子开始议论纷纷。一刻钟后，楚风和云清影来到青兰宗的山门前。山门高大雄伟，上面刻着青兰宗3个大字，比例苍劲有力。进入山门是一条宽阔的青石大道，大道两旁种满各种奇花异草，远远就香气扑鼻。大道的远处是一个宽广无比的演武场，此时有很多青兰宗的弟子正在演武修炼。演武场的更远处，一座座宏伟的宫殿和楼阁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间，仿若琼楼玉宇一般。云清影带着楚风缓缓走过演武场。圣女，演武场上的青兰宗弟子见到云清影，都立即恭敬的行礼。众人也看到了云清影旁边的楚风，疑惑他怎么会重新回宗门。不过楚风是云清影带回来的，众人都不敢过多疑问。清影师妹，你回来了。突然，一道兴奋的声音响起，只见一名俊秀的蓝衣青年从远处快步走来。蓝衣青年一脸激动地看着云清影，目光充满爱慕。楚风扫了蓝衣青年一眼，认出了他的身份。蓝衣青年是青兰宗的核心弟子蓝阳耀。蓝阳耀一直爱慕云清影，这是青兰宗人尽皆知的事情。蓝师兄，云清影淡声行礼问好。清影师妹，你怎么回来那么迟？没有跟大长老他们一起回来？蓝阳耀继续询问道。我有点私事。云清影淡淡回应道。私事？蓝阳耀突然看到云清影身边的楚风，立即大怒道：楚风，你这个废物怎么还没死，竟然还敢来！轰！蓝阳耀话还没说完，云清影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一掌把他轰飞。清影师妹，你做什么？蓝阳耀从地上爬起，
一脸不敢置信看着云清影，想不通云清影为什么会突然对他动手。楚风现在是我的道侣，我不允许任何人辱骂他。云清影冷声道：什么道侣？不，清影师妹，你怎么能和这种人结为道侣？蓝阳耀不可置信的大喊道。蓝阳耀追了云清影很久，青蓝宗的人都看好他们能成为一对，没想到现在云清影竟然说他有道侣了，而且这个道侣还是之前偷看云清影沐浴被逐出宗门的楚风。蓝阳耀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啊！楚风成了圣女的道侣，这怎么可能？圣女怎么会选楚风做道侣？这楚风逆天啊！之前才因为偷看圣女沐浴被逐出宗门，没想着他反手就成了圣女的道侣。这时周围的青蓝宗弟子听到云清影说楚风是他的道侣，顿时都震惊的议论纷纷。楚风微微意外的转头看向云清影，他没想到云清影竟然会为了他出手攻击蓝阳耀，还当众宣布他是他的道侣。不过云清影能如此说，可见他也是对他有意思的。顿时楚风一脸高兴的来到云清影身边，轻搂着他的纤腰，一脸揶揄的看着蓝阳耀。记忆中上次他偷看云清影沐浴后，就是蓝阳耀主张重罚他，最后也是蓝阳耀安排人把他打成重伤，丢出了青蓝宗。现在有机会恶心蓝阳耀，楚风当然不会放过机会啊！竟然是真的！众人看到云清影被楚风揽住纤腰，也没有反抗，顿时相信两人是道侣。不，这不可能！楚风，你是不是给清影师妹下了迷失心智的药了？蓝阳耀暴怒地看着楚风，觉得楚风肯定是给云清影下了什么迷幻心智的药，不然云清影不可能会和他结为道侣。你认为是就是吧？楚风淡淡的笑道。云清影闻言瞪了楚风一眼，再次转头看向蓝阳耀，淡声道：蓝师兄，我很久之前就说过我们不合适，现在我已经有道侣了，还请你以后不要来打扰我。不，清影师妹，你只是中了楚风的药，我一定会帮你找到解药的。蓝阳耀始终还是不相信云清影会喜欢楚风。云清影不再理会蓝阳耀，转头看向楚风道：楚风，我带你去见宗主。说完，云清影就拉着楚风绕开蓝阳耀，想要离开。楚风，我要杀了你！蓝阳耀见到云清影带楚风离开，猛地发疯一样朝楚风攻击过去。轰！楚风出脚如雷，一脚就把蓝阳耀轰飞10几米。你怎么可能？蓝阳耀倒在地上口吐鲜血，一脸震惊地看着楚风，不敢相信他竟然被楚风一脚就轰飞了。周围的青蓝宗弟子也是一脸震惊，要知道蓝阳耀的境界可是玄灵境一众，是青蓝宗年轻一代的佼佼者，比云清影的境界还高。没想到楚风竟然一脚就把蓝阳耀轰飞了10几米，这让众人久久难以置信。蓝阳耀，楚风是我的道侣，你如果再对他动手，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了。云清影冷冷地看向蓝阳耀道。虽然不久前云清影还拒绝楚风，但是在心里云清影已经把楚风当作道侣，不然也不会任由楚风欺负他。楚风是他的道侣，那他就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楚风。清影师妹蓝阳耀看到云清影冷漠的表情，瞬间如坠冰窟。发生了何事？突然一道威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紧接着一名紫衣老者缓缓走来。宗主，您快救救清影师妹，她被楚风下了迷幻心智的药了。蓝阳耀听到紫衣老者的声音，面色一喜，立即转头看向紫衣老者，激动求救道：楚风！紫衣老者看到楚风，立即大笑道：楚风，欢迎你重回青蓝宗。宗主！楚风朝着紫衣老者微微行礼。紫衣老者是青蓝宗的宗主顾秋阳，境界是地灵境3重。云清影和演武场上的青蓝宗弟子看到顾秋阳，都恭敬地朝他行礼。楚风，我们已经盼你很久，终于等到你回宗了。顾秋阳激动大笑道。之前李太清说楚风已经同意回归宗门，但是楚风没真正回到青蓝宗，顾秋阳还是心里没底。现在楚风回到青蓝宗，顾秋阳终于可以放心了。宗主，楚风对清影师妹下药了。蓝阳耀看到顾秋阳热情地迎接楚风，顿时有点懵逼，他立即出言打断道。不过蓝阳耀还没说完，就被顾秋阳厉声呵斥：胡说什么？再胡说，直接把你逐出宗门！蓝阳耀听到顾秋阳的话，表情瞬间呆滞，如遭雷击。他是青蓝宗的核心弟子，之前顾秋阳对他一直很爱护，他想不通现在顾秋阳为什么会这样对他。片刻，云清影的师尊李太清还有青蓝宗的一些高层也接着出现，他们都热情迎接楚风。楚风一一对这些人行礼打招呼。场中的青蓝宗弟子见状都一脸疑惑，不知道宗门那么多高层为什么会来迎接楚风。突然顾秋阳示意众人安静，然后大声宣布道：从今往后，楚风就是我们青蓝宗的克钦长老，地位等同于10大长老。10大长老是青蓝宗的核心长老，负责青蓝宗的各个重要部门，位高权重啊！楚风克钦长老，宗主是不是老糊涂了？怎么会宣布如此不合常理的任命？奇怪，宗主宣布这样不合理的任命，那些核心长老怎么也不出来反对？不知道，不过楚风身上肯定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不然宗主和长老们不会让他做克钦长老。周围的青蓝宗弟子听到顾秋阳的命令，都一脸震惊的议论纷纷，不明白楚风为什么能做克钦长老，为什么会这样。蓝阳耀听到顾秋阳的任命，直接傻懵，
另外，我还要郑重地宣布一件事，从今往后，我们青兰宗有五品炼丹师了。顾秋阳微笑着继续道：五品炼丹师，我看宗主真是老糊涂了。五品炼丹师怎么可能会来我们青兰宗？就是五品炼丹师在整个荒夷界都是最顶级的炼丹师，根本不可能加入我们青兰宗。有没有一种可能，楚风就是五品炼丹师？我看你才是老糊涂了。楚风才多大年纪，怎么可能是五品炼丹师？不错，楚风肯定不是五品炼丹师。听到顾秋阳的话，周围青兰宗的弟子再次爆发出激烈的议论。顾秋阳一脸微笑地看着周围的弟子，过了片刻，他才让众人肃静，继续说道：刚才已经有弟子猜到了，楚风就是五品炼丹师，这是一件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不信的，不过大长老和圣女还有几名弟子都亲眼见过楚风炼过五品丹药。下面让我们热烈欢迎楚长老回归我们青兰宗。众人听到顾秋阳的话，都无比震惊地看向楚风，其中一些之前认识楚风的人都死死地盯着楚风，不相信楚风是五品炼丹师。不过顾秋阳和众多长老都已经确认楚风是五品炼丹师，这又由不得他们不信。五品炼丹师吗？蓝阳耀看着楚风喃喃自语。这时蓝阳耀才明白云清影为什么会选楚风做道侣。楚风淡笑着回应众人的欢迎，同时大声宣布，以后有人想炼3品以上的丹药都可以来找他，2份材料1颗丹药。在场的众人闻言顿时都激动不已。之前青兰宗最强的炼丹师只能炼3品丹药，但是失败率极高，有时10份材料都出不了1颗丹药。现在楚风硬成2份材料就能出1颗丹药，众人都激动的迫不及待的想要找楚风炼丹。大家不要急，楚长老是我们青兰宗的人，只要楚长老有空，以后大家可以随时找他炼丹。顾秋阳看着众人热情的模样，顿时让众人不要围着楚风。说完，顾秋阳就带着楚风缓缓走进青兰宗内部，同时安排人摆宴，准备好好招待楚风。突然，一名弟子快速走来，禀告道：宗主，天罗帝国曹家的少主曹坤求见。曹坤？他怎么会来我们青兰宗？顾秋阳闻言一阵蹙眉，他见过曹坤，也知道曹坤的特殊癖好，但是一时想不到曹坤突然来他们青兰宗做什么。这时云清影听到曹坤来访，脸色猛地一白：影儿，不用担心，我会保护好你。楚风见状走到云清影身边，握紧他的手安慰道，同时楚风眼中闪过一丝凶光。曹家势大，楚风本不应该现在就和曹家对上，但是曹坤敢对云清影起异心，那他一定要杀了曹坤。宗主，之前回来的时候，我和楚风在暮色城碰到了曹坤，我担心他。云清影欲言又止。顾秋阳闻言瞬间明白云清影担心的是什么，旁边的李太清闻言也瞬间大怒，怒斥曹坤胆大妄为，竟然追到了他们青兰宗。其他的青兰宗高层闻言都露出担心。云清影现在是楚风的道侣，如果青兰宗保护不了云清影，那楚风肯定会对青兰宗有意见，甚至可能因此离开青兰宗。思虑片刻，顾秋阳对着云清影道：清影，你先带楚风回你的月影殿，我们就说你这些天闭关修炼不见外客。云清影闻言立即点头道：好。说完，云清影就拉着楚风告辞，前往他的月影殿。楚风还想再说什么，但立即被云清影打断，拉着离开，他只能无奈地跟着。不久后，云清影带着楚风来到一处精美秀丽的宫殿，宫殿周围种满鲜艳的奇花异草，香气扑鼻。宫殿前还有一条小溪缓缓流过，小溪上有座木桥被奇草蜿蜒盘旋着，这一切看起来就是人间仙境一般，身临其中，让人内心宁静和安逸。你这月影殿不错。楚风出言赞赏道：月影殿很多都是我亲手布置的。云清影道：当初获得月影殿后，云清影除了修炼就是不断装扮月影殿，他费了很多心思才把月影殿周围弄得如此美好。圣女似乎是听到楚风和云清影的谈话，月影殿内一个俏丽的女子快步走出来，看到云清影后立即恭敬行礼，她是我的侍女林巧儿，跟我很多年了。云清影给楚风介绍道：楚风，你这个色魔怎么在这里？林巧儿这时才看到楚风，她立即怒声质问：巧儿，不得无礼，以后楚风就是我的道侣了。云清影声音微冷道：啊，圣女，楚风怎么能？他不是被逐出宗门了吗？林巧儿听到云清影的话，猛地一愣。楚风现在是宗门的客卿长老，我和楚风成为道侣的事，宗主和各位长老都知道。云清影道：啊！林巧儿闻言表情猛地呆滞，不敢置信地看着楚风，疑惑楚风是如何翻身的。当初楚风那么耻辱地被赶出宗门，没想到才过没多久，楚风竟然就翻身成了青兰宗的客卿长老，还把云清影娶到手了，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好了，赶紧去给楚风安排好房间。云清影道：是。林巧儿闻言立即领命，不过她又深深地看了楚风2眼，才缓缓离开。你不要怪巧儿，她对我忠心耿耿，当初她刺瞎你眼睛也是为我着想。云清影看着林巧儿离开的背影，求情道：当初是她刺瞎我的眼睛啊，我还一直以为是你刺瞎的。楚风微微意外地道：当初我是检查到你完全昏死过去了，才没有对你怎么样。哼，早知道当初你是装的，我就一剑了结你，省得你一直气我。云清影娇哼道。楚风闻言微微一笑，
当初他确实没有看到云清影沐浴，不过楚风也不会解释，现在这事反而成了两人不解的情缘。放心，我以后只会宠你，不会气你了。楚风微笑着保证道。希望你说到做到。云清影面露笑容，进到云清影的宫殿，楚风四处打量了一番，才陪着云清影去用膳。不久后，顾秋阳派人来传话，说曹锟要在青兰宗住几天，让云清影不要出月影殿。云清影闻言心中微惊，曹锟留在青兰宗，想来是对他还不死心。影儿，不要担心，我会保护好你，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楚风看到云清影惊慌的表情，连忙安慰他，同时楚风目光闪过一丝凶狠，思虑着该如何杀了曹锟。曹家势大，杀了曹锟，曹家肯定会报复。楚风有混沌星辰珠，不惧怕任何人。不过一旦被曹家发现是他杀的曹锟，那青兰宗和楚家的人肯定会遭到难以想象的报复。楚风不想连累青兰宗和楚家，他现在必须想办法不知不觉地弄死曹锟，不让曹家发现是他杀的。云清影闻言轻轻点头，不过神情依然带着惊慌，似乎不信楚风能保护好他。曹锟身边有天灵境强者，曹家甚至还有王境的强者，楚风现在的境界才是真灵境一重。虽然上次楚风杀了地灵境2重的凌霄阁大长老，但是的灵境和天灵境、王境根本没得比，楚风肯定不是曹锟和曹家的对手。很快，夜幕降临，楚风陪云清影闲聊一段时间后，就回到林巧给他安排的房间打坐修炼。实力弱，做事只能畏首畏尾。楚风现在只想着快点变强，不让身边的人受到伤害。不久后，夜深人静，楚风正在运转混沌诀修炼，突然一道身影轻轻推开了楚风的房门，走了进来。楚风立即睁开双眼，看向闯进来的人。清影，你怎么来了？看到来人是云清影，楚风微微露出意外。楚风，今晚我们就做真正的道侣。云清影一脸羞红的来到楚风身边。楚风闻言表情有些呆愣，云清影不久前还拒绝他，怎么突然就同意成为他的道侣了？不过瞬间，楚风又明白了云清影的意思。云清影肯定是担心被曹锟掳去，想提前把身子给他。楚风呆愣的看着艳丽无比的云清影，犹豫着要不要今晚就和云清影成为道侣。楚风，要了我！云清影直接扑到楚风的怀里，软糯糯地道。瞬间，楚风感觉到一股沁人的体香扑鼻，云清影娇柔的身体也让楚风瞬间热血膨胀，理智渐失。楚风的体质是9阳体，本就亢奋，上次和穆青瑶开婚后，他就一直压制着身体对女人的需求。现在云清影主动送上门，而且楚风对云清影也心生爱慕，瞬间楚风就不再犹豫，一把将云清影抱进怀里，擒住她的阴唇狂吻起来。很快，随着云清影一声痛苦的叫声，房间内逐渐响起连绵不绝的惊涛拍岸声。翌日，日上三竿，楚风才依依不舍地从云清影的温香软玉中起来。此时，云清影已经疲惫地昏睡过去。楚风一脸神清气爽地看着云清影，内心充满自豪。云清影终于完完全全属于他了。虽然云清影是担心被曹锟掳走才对他现身，不过两人之前早有感情，曹锟的出现也只是两人突破关系的一个契机罢了。呆呆地看了云清影好一会，楚风才在旁边打坐修炼起来。他的现在的境界还是太低了，必须快速变强才能保护好云清影。2个时辰后，云清影才缓缓醒过来。他睁开朦胧的睡眼，看到旁边的楚风，神情微微一愣。不过瞬间他又立即想起昨晚的事情，俏脸顿时红扑扑一片。混蛋！想到昨晚楚风不断摆弄他的那些羞耻画面，云清影恨得直咬牙根。清影，醒了！楚风听到云清影的声音，立即中断修炼，转头看向云清影。等楚风看到云清影直咬牙根的模样，顿时一脸疑惑地问道：“怎么了？混蛋，你还意思问我怎么了？昨晚那样做见我？”云清影气愤地直接抓起楚风的手，狠咬了一口：“我那是宠爱你，不是欺负。”楚风闻言大笑道：“混蛋！”云清影看到楚风得意的模样，一阵愤怒，都怪他昨晚一时冲动，主动投怀，被楚风得逞了。不过似乎从今以后，他都要被楚风一直欺负了。片刻，云清影穿好衣裙，起身和楚风去用膳。期间，云清影让巧儿去打听曹锟在青兰宗的消息。不久后，巧儿回来说，曹锟一直待在宗门给他安排的宫殿中，并没有任何反常的举动。云清影微微思虑，决定道：“曹锟肯定是在谋划什么。楚风，我想进宗门的凌云谷秘境躲一段时间，你跟我一起进去。凌云谷秘境只有地灵境之下的修士才能进入，我们进秘境就不惧曹锟了。”好，楚风之前答应回青兰宗，就是想进凌云谷修炼一段时间。现在云清影要他陪他进凌云谷，他正好可以进去修炼一段时间。不久后，云清影带着楚风走出月影殿。一出月影殿，楚风就感觉到一道灵石锁定他们。这道灵石是天灵镜，楚风不用猜也知道是曹锟身边的那名天灵镜。曹锟让那名天灵镜盯着他们，看来是真的想要对云清影动手。楚风脸色猛地一冷，眼眸闪过杀意。云清影已经是他的女人，曹锟敢觊觎云清影，那就要付出死的代价。楚风，怎么了？云清影发现楚风的异状，
顿时转头看向楚风。没事，你太美了，刚看呆了。楚风轻轻一笑。楚风不想让云清影担心这些事，就随意找了个借口糊弄。坏蛋！云清影俏脸微红，没好气地横了楚风一眼。不过楚风能这样说，他的内心也欣喜不已。好了，我们快走吧。楚风淡笑道。云清影轻轻点头，继续带着楚风向凌云谷秘境走去。楚风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方向，冷然一笑，才继续跟上云清影。此时，在青兰宗深处的一座宫殿中，曹坤身边的天灵境护道者许竹突然一脸凝重地对着曹坤道：“少主，那个楚风不简单，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招惹他。”刚才许竹感觉楚风已经发现他在监视他们，一个真灵境一众，竟然能发现他天灵境的窥探，可见楚风有着不为人知的实力。而且楚风还是五品炼丹师，一旦对楚风动手，杀不死楚风的话，肯定会后患无穷。所以许竹觉得能不招惹楚风，最好不要招惹。不行，我一定要得到云清影。曹坤冷声道，已经起了心思，得不到他怎能罢休。不久后，楚风和云清影来到青兰宗后山深处，一处幽深的山谷，两旁是满是黄色叶子的巨树，峡谷通道也尽是掉落的黄色叶子，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条黄金大道。凌云谷秘境就在山谷的尽头，当初青兰宗的开宗祖师就是发现了这处秘境，才在这里建立了青兰宗。山谷前有10几名青兰宗弟子把守，只有符合条件的青兰宗弟子才能进入凌云谷秘境。楚风感觉暗处还有一道地灵境气息，可见青兰宗对此处秘境很重视，暗中还派了地灵境强者守护秘境。圣女，楚长老，把守的弟子看到云清影和楚风，立即恭敬行礼。昨天楚风成为克钦长老的事，整个青兰宗已经传开，众人都知道楚风不仅成了克钦长老，还成了圣女云清影的道侣，这让无数弟子羡慕不已。现在看到楚风和云清影一起亲密出现，众人都认出了楚风。我和楚长老要进秘境。云清影淡声道。是。云清影是圣女，可以随时进秘境。楚风是克钦长老，地位等同10大长老，也可以随时进秘境。顿时，把守的弟子立即让开，让楚风和云清影进去。云清影带着楚风缓缓走进峡谷，向深处走去。走着走着，突然周围的景象猛地一变，瞬间楚风和云清影就出现在一片陌生的空间中。这片空间不是很大，但是灵气却无比浓郁，入眼之处也尽是生机勃勃的植被和参天大树。楚风，这就是凌云谷秘境了，灵气浓郁吧？云清影轻笑看向楚风道。楚风轻轻点头。这秘境的灵气浓度已经能堪比上界，不过上界的灵气源源不断，此处秘境太小，灵气有限，可能极易被消耗完。这估计也是青兰宗只让核心弟子进来修炼的缘故。楚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灵气极其充裕，以前我每次进秘境都是在那里修炼。云清影高兴地看着楚风道。楚风点头。不久后，云清影带着楚风来到一处风景迷人的水潭边，水潭清澈见底，周围风景宜人，灵气也比其他地方浓郁很多，确实是个修炼的好地方。这地方确实不错。楚风道。楚风，我们就在这修炼吧，我想要快点变强，这样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云清影一脸郑重地道。说完，云清影就坐下，准备运转功法吸收周围的灵气修炼。影儿，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是什么品阶的？楚风看到云清影要修炼，突然出声询问道。我修炼的青兰宗的清风诀是玄阶功法。云清影疑惑地看向楚风，不知他为什么突然询问这个。影儿，我这里有圣级地功法，还有一部圣级之上地功法。楚风微笑道。云清影地功法太低级了，楚风想要给他换一部功法修炼。圣级之上。云清影闻言猛地瞪大眼眸，一脸不敢置信。我现在修炼的混沌诀应该是圣级之上地功法，不过这门功法要从淬体境开始修炼，你想修炼的话，必须废除现在的修为，重新修炼。另外，我还有几门圣级功法，这些功法不需要废除修为就能修炼，你考虑一下，看看要修炼哪一种。混沌诀的上限高，就是要废除修为重新修炼比较麻烦。楚风看着云清影惊讶的表情，不禁觉得一阵好笑。楚风，这是真的吗？云清影站起身抓住楚风的手，激动地询问。此刻他似乎还不相信楚风会有圣级和圣级之上地功法。当然，你忘了我之前还传授你圣级的步伐吗？楚风笑道。太好了，快教我。云清影激动地道。有圣级功法，他就快速变强，掌控自己的命运，不受他人威胁。你先考虑下要学混沌诀还是圣级功法。楚风轻笑道。云清影思虑了好一会，道，我还是选一门圣级功法吧，废除修为重新修炼太麻烦了，还要耗费很长时间。云清影最后决定选一门圣级功法。选圣级功法也行，你的体质是水灵体，我这里有一门圣级功法水神诀，非常适合你修炼。昨晚和云清影合体，陈峰就真正了解清楚云清影的体质。上一世楚风偶然获得一门水神诀，是水灵体的顶级功法，这门水神诀后面是残缺的，不过它依然是圣级功法。
而完整的水神诀肯定是圣级之上地功法。云清影是水灵体，学水神诀的上限高，这也是楚风没有勉强他学混沌诀的缘故。以后说不定还能找到完整的水神诀，到时云清影的上限将不可限量。水神诀，楚风，快点教我！云清影闻言激动不已。楚风笑道：“放心，你现在是我的女人，我有的都会给你，我还有一些圣级的灵技，到时合适你的我都传给你。”楚风，你真好。云清影眼神迷离，看着楚风的目光充满爱恋。你是我的女人，我当然对你好。楚风微微一笑，好了，我现在就传你水神诀。说完，楚风就缓缓地给云清影讲解水神诀地功法。半天后，云清影终于记住水神诀的口诀和各种修炼法门。你现在运转水神诀修炼看看。楚风看着云清影道：“好。”云清影点头，立即运转水神诀。瞬间，方圆数里的灵气就快速地朝云清影汇聚过来，被他缓缓吸入体内。楚风，这水神诀太神奇了！云清影一脸激动，他现在用水神诀吸取灵气的速度，比之前用清风诀快了几十倍都不止，简直太神奇了！这就是圣级功法的恐怖之处吗？这水神诀后面有缺陷，如果能完全补全，肯定是圣级之上地功法。你先修炼，我以后一定帮你找到后面残缺的部分。楚风轻声道：“就算找不到我也满足了，这可是圣级功法呀！”云清影激动地笑道：“现在的水神诀足够你修炼了，我再传授你一套圣级剑法冰霜剑诀。这套冰霜剑诀配合你的水神诀，还有幻仙步一起使用，足够你对付很多敌人了。”楚风道：“圣级剑法冰霜剑诀。”云清影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只能呆呆地看着楚风。楚风传给他地功法、剑法、步法都是圣级的，对他太好了，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楚风。楚风看到云清影呆呆的模样，不禁好笑地伸手捏捏他的俏脸。好了，先修炼，以后你再好好报答我。楚风轻笑道：“云清影微微羞涩点头，他也没有什么好报答楚风的，只能以后好好服侍楚风。一天后，楚风才完全教会云清影冰霜剑诀的全部招式和技巧。好了，该教的我都教你了，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修炼了。楚风笑着看向云清影道：“夫君，谢谢你。”云清影突然扑入楚风的怀里，羞涩的低声道：“你刚才叫我什么？”楚风微微一愣：“夫君。”云清影再次羞涩的叫唤一次：“哎！”楚风高兴的拥紧云清影，前世今生，云清影是第一个叫他夫君的女人，也是他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两人抱了好一会，才依依不舍的松开。我们先修炼，这里灵气浓郁，楚风也想快点提升境界，来应对曹坤和曹家。云清影轻轻点头，我们地功法太高级，这里的灵气可能不够分，我到秘境另一边去修炼。楚风的混沌诀和云清影的水神诀都是顶级功法，两人同时运转功法，吸收灵气，周围的灵气估计不够两人吸的。顿时，楚风就想分开，一人在一边修炼，这样才不会干扰到各自的修炼。好，云清影闻言又抱了楚风好一会，才让楚风离开。不久后，楚风找到一个离云清影较远、灵气比较浓郁地方，开始运转混沌诀修炼。一天后，怎么回事？秘境的灵气怎么变得如此稀薄了？几个在秘境深处修炼的青蓝宗核心弟子突然发现秘境的灵气变得无比稀薄，秘境的灵气大部分被楚风和云清影吸走，特别是楚风，他的混沌诀就像是巨鲸吞水一般，肆意的吸收周围的灵气。通过一天的修炼，楚风的境界提升了一个小境界，达到了真灵境2重。云清影的水神诀虽然不比楚风的混沌诀，但是吸收灵气也恐怖无比。他卡在真灵境9重已经一段时间，通过一天的修炼，他的境界直接突破到了玄灵境1重。突破玄灵境1重，云清影激动不已。他有3门圣级功法灵技，现在突破到玄灵境1重，即使是面对地灵境强者，他也有一战之力了。看到周围的灵气已经变得稀薄，云清影立即起身，准备去寻找楚风，告诉楚风他突破玄灵境的好消息。此时，楚风也停止了修炼，也正想去寻找云清影。突然，灵儿的声音在楚风的耳边响起：“楚风，这秘境深处可能别有洞天，你按我的指引过去看看。”好。楚风闻言微微一愣，不过立即同意前往。很快，楚风就朝着灵儿的指引走向秘境深处。不久后，楚风来到一处巨山面前。这里，楚风微微疑惑，他感觉这座巨山就是秘境的屏障，后面是过不去的。旁边的河流，前进去看看。灵儿道。楚风闻言看向不远处的一条小河，小河缓缓地流着，源头是巨山脚下的一个小洞，水都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好，楚风感觉水中充满灵气，他立即潜进水中，钻进巨山脚下的水洞。水洞下阴暗漆黑，而且狭小无比，只能容得下一个人通过。楚风屏住呼吸，逆流而上。随着不断前进，楚风感觉水中的灵气越来越浓郁，秘境的灵气应该都是这个水洞中溢出去的。楚风在阴暗狭小的水洞游了半个时辰，终于看到了前方的亮光。有亮光，前面应该就是水洞的尽头，只是不知道尽头是什么地方。片刻，楚风终于游出水洞，进入一个巨大水潭中。楚风直游而上，冲出水面，水面之上是个巨大的瀑布，瀑布从上100米的高山倾泻而下，
场景非常壮观，好浓郁的灵气。楚风深呼吸一口气，感觉神清气爽。这片空间比外面的秘境小很多，就像是一个比外面更小的秘境，不过灵气比外面的秘境浓郁几倍。中品灵脉，楚风，此处有一条中品灵脉。突然，楚风耳边传来灵儿激动的声音：“中品灵脉！”楚风闻言大喜，如果能有一条中品灵脉，那他的修炼速度将大幅提升。特别是他有混沌星辰珠，只要把灵脉收进混沌星辰珠，那他就随时进入其中修炼。不过，以他现在的境界，似乎收不走这条中品灵脉，难道要一直躲在这里修炼？楚风正纠结，灵儿再次出声道：“主峰，你按我的指引走到灵脉眼那里，我来把这灵脉收进混沌星辰珠中。灵儿，你能收走这条灵脉？”楚风闻言激动地道：“当然，你也不看看本姑娘是谁？”灵儿言语中带着无限傲气：“你是谁？”楚风打趣道：“本姑娘是……你不要管本姑娘是谁，你只要知道本姑娘很厉害就行。”灵儿道。楚风闻言轻笑一声，不再打趣灵儿，缓缓按照她的指引来到一处空旷的平地中。此处是灵脉的脉眼处，灵气浓度比其他地方浓郁很多。突然，楚风掌心的混沌星辰珠猛地发出一道异光，射入大地。不久后，一道泛着灵光的巨大灵脉缓缓被拉出，向楚风掌心的混沌星辰珠飞来。灵脉一出现，周围的灵气瞬间浓郁化雨，簌簌落下。片刻，整条巨大的灵脉就被全部扯进混沌星辰珠。楚风见状，也立即跟着进入到混沌星辰珠。此时，灵儿在空中不断挥舞，把整条灵脉缓缓放进之前用阵法围成的方圆1公里大地中。灵脉一没入大地，地表的植被就焕发出无限生机，快速的生长着。同时，空气中的灵气也变得无比浓郁。好了，以后你可以随时进来修炼了。灵儿轻拍小手，一切搞定。楚风面露喜色，有了这条中品灵脉，以后他的修炼速度将大幅提升，回上界的时间也能大大缩短。等修炼到黄境，他就能穿越虚空，回到上界。中品灵脉全部压缩在这方圆1公里内，让这片空间的灵气变得更加浓郁。现在这里灵气那么浓郁，楚风想着以后让云清影也进来这里修炼，这样两人就能一直在一起。灵儿，能把外面的建筑收进来吗？楚风想着让云清影进来这里住，要弄一栋房子进来，这样修炼完两人还能休息。你想要什么建筑，我可以给你建出来。灵儿道。你还能建房子？楚风微露意外。灵儿闻言没好气地道：“我是混沌星辰珠的珠灵，也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一个房子而已，我还不是随便给你建出来。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建出来。”楚风表情大喜道：“等我想好再决定要建什么样的房子。”楚风想等云清影进来再让他决定。云清影的月影殿他设计的不错，到时就按他的想法来建房子。那等你想好再告诉我。灵儿道：“好。”楚风轻轻点头。说完，楚风就和灵儿告辞，回到外面的世界。出到外面后，楚风又继续往周围搜寻，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此时，在外面的秘境中，云清影在秘境中找了楚风半天，都没有找到楚风，他顿时着急不已。楚风要是离开，应该不会不告诉他。现在找不到楚风，他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了。找不到楚风，云清影顿时决定先出秘境，问问外面的弟子，看楚风是不是有事先出去了。片刻，云清影走出秘境。云清影正想去找守护秘境的守卫弟子，询问楚风有没有出秘境。突然，一名黑衣人猛地出现在云清影面前，大手一抓就想擒住云清影。云清影大惊，瞬间用出幻仙步惊险地躲过黑衣人的擒拿。你这是什么步伐？黑衣人看到云清影竟然躲过他的擒拿，顿时面露惊讶。是你，林长老，救我！云清影一眼就认出黑衣人是曹坤的护道者许竹，他立即大声向守护秘境的地灵境长老林武求救。同时，云清影快速朝外面逃去。虽然青兰宗没人是许竹的对手，但是云清影现在也只能期待许竹有顾忌，不敢在众人面前动手抓他。不过瞬间，许竹就出现在云清影的面前，一招就制住了云清影。云清影的境界才是玄灵境，比许竹低了2个大境界，惊慌之下根本躲不开许竹的控制。放开我！云清影被擒住后一脸惊慌，他已经想象到被许竹擒住交给曹坤的悲惨下场。这时，一名青衣老者突然出现在场中，他就是青兰宗守护灵韵谷秘境的长老林武。紧随林武而来的还有10几名守护秘境的青兰宗弟子。林长老，救我！云清影看到林武，立即拼命叫喊：你是何人，竟敢闯我青兰宗秘境？赶紧放开圣女！林武看到许竹，立即大声怒喝：既然你们看到了，那就怪不得我了。许竹冷冷地看了一眼林武和后面的跟来10几名青兰宗弟子，目光闪过杀意。说完，许竹猛地消失，瞬间出现在林武身后。轰！许竹大手一挥，一股恐怖的力量拍向后面的青兰宗弟子，境界相差太多了，只是一掌冲过来的10几名青兰宗弟子就瞬间毙命。天灵境！林武看到许竹轰出的恐怖力量，瞬间大惊，立即转身逃跑。不过许竹根本不给林武逃跑的机会，一掌就将他轰飞回来。死！许竹没有给林武任何求饶的机会，全力杀向林武。林武奋力抵挡，不过他根本抵挡不住许竹的攻击，2招就被许竹轰死。
楚风，你在哪里？云清影看到林武和10几名青蓝宗弟子惨死，顿时彻底绝望。楚风现在在哪？许竹厉声质问云清影。曹坤给许竹下的命令是抓住云清影和楚风，现在只抓住了云清影。许竹想从云清影的口中问出楚风的下落，赶紧放开我，不然楚风不会放过你们的。云清影冷声道。现在云清影只能期待许竹能顾忌楚风5品炼丹师的身份，不敢轻举妄动。你不说我也知道楚风在秘境中，我就守在秘境口，等楚风出来我就擒住他。许竹冷然一笑道。楚风5品炼丹师的身份能驱使很多强者，确实能威胁到他们，不过只要守在秘境门口擒住楚风，事后再杀掉，就没人会为一个死掉的5品炼丹师得罪他们曹家。你放过楚风，我跟你走。云清影急声道。楚风必须死，无论谁来都救不了他。许竹冷声道。云清影闻言一脸惨然，他才和楚风真正在一起，没想到老天竟然如此残忍，弄出一个曹坤，毁掉2人的美好未来。我死也不会放过你们的。云清影悲声大喊。死？你要死也等少主玩过之后。许竹冷冷一笑。突然一个身材曼妙的中年女子猛地出现在场中。清影，是你吗？中年女子神情激动地看着云清影。云清影看到中年女子，表情瞬间呆滞，一脸不敢置信地道：你是姑姑？清影，真的是你？姑姑终于找到你了。中年女子激动地道：姑姑，我还以为你……云清影神情激动，眼泪盈眶。云清影本是上界一个小家族云家的嫡女，15年前她才6岁的时候，云家一个家族子弟得罪了上界大势力天水阁的圣子，导致整个云家遭到天水阁围剿。当时云家的人四处逃散，其中云清影的姑姑云燕带着云清影跳进空间裂缝逃命。空间裂缝中是时空乱流，会随机传送到宇宙各处界面，最后2人随机传到了荒夷界。来到荒夷界后，云燕心系云家其他人的安全，把云清影交给面善的李太清后，就急匆匆地返回上界去救援云家的其他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云燕一直没再出现，云清影还以为她返回上界后遭遇不测了，没想到现在她又重新出现了。清影，是姑姑对不起你，那么多年都没来找你。云燕激动地抓住云清影的手道。这时许竹缓缓后退，想要悄悄离开。云燕太恐怖了，许竹感觉她在云燕面前连蝼蚁都不是。姑姑，杀了她，她刚才想要杀我。云清影看到许竹要逃，立即出声让云燕杀掉许竹。蝼蚁一样的东西也敢杀清影，给我死！云燕听到云清影的话，表情瞬间一怒，一掌轰向许竹。轰！云燕的境界是尊境2重，许竹根本扛不住云燕的一击，瞬间就化作一团血雾。清影，这些年苦了你了。云燕转头看向云清影，看到云清影现在的境界只有玄灵境1重，顿时微微叹息一声。在荒夷界这个最低等的世界，灵气缺乏，而且当时云清影年纪小，还没有修习云家地功法，所以境界才那么低。我不苦。云清影闻言轻轻摇头，又着急地看着云燕，询问道：姑姑，我爹娘还好吗？你爹娘他们当初没能活下来。云燕目光微暗。爹娘。云清影悲声哭泣。清影，不要伤心，你爹娘是为云家牺牲的，整个云家的人都会永远记住他们。云燕安慰道。云清影低声哭了好一会，才抬起头看向云燕，继续问道：姑姑，现在云家怎么样了？云燕闻言突然一脸高兴地道：清影，现在云家重建了，也不怕天水阁了，这都多亏了你的未婚夫啊！你还记得你从小订婚的慕言吗？慕言现在是天道宗的核心弟子，天道宗比天水阁强很多，是灵岩帮忙才让天水阁放过了我们云家，云家也是得到他的帮助才能重建起来。清影，以后你们成婚了，你一定要好好服侍慕言。慕言。云清影听到云燕的话，表情瞬间呆滞。他刚和楚风确定关系，已经是楚风的人，现在听到云燕说起从小订过婚约的慕言，云清影瞬间不知所措。那么多年了，云清影以为云家已经被灭了，他也没想过还会回上界。和慕言订有婚约的事，他也没有再放在心上。没想到现在他刚成为楚风的女人，云燕就来找他，这让他如何面对？怎么了？是不是太高兴了？告诉你，现在慕言可是上界的天骄，是无数女人的梦中情人。不过慕言一直记得和你的婚约，一直在等着你。这次就是慕言特地要我来找你回去的，说等你回去就和你成婚。云燕一脸微笑地道：姑姑，我……云清影不知该如何说他和楚风的事。突然，远处飞驰来几名青蓝宗弟子，他们是听到秘境这边有动静，就过来一探究竟。几名青蓝宗弟子看到地上之前被许竹击杀的青蓝宗弟子，顿时以为是云燕所击杀，朝着云燕怒喊道：妖妇，你是何人？竟敢闯我青蓝宗！蝼蚁一样的东西，死！云燕看到几人不知死活的赶来打扰他和云清影谈话，他手猛地一挥，瞬间几人就爆体而亡。啊！姑姑，不要杀人，他们都是我同宗门的弟子。云清影看到云燕一言不合就杀人，连忙出手阻止。只是几个下界的蝼蚁，死就死了。云燕冷冷瞥了眼刚才被他拍死的青蓝宗弟子，转头看向云清影道：清影，你刚才想说什么？没什么。云清影看到云燕如此冷血，顿时不敢再说他和楚风的事。云燕是特地来找他回去和慕言成婚的，
要是知道她已经是楚风的女人，那云燕肯定会杀了楚风。不行，她不能让云燕知道楚风的存在，不然楚风一定会死的。姑姑，你现在就带我回上界吧。云清影留恋地看了一眼远处的月影殿方向，又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秘境。她不知道楚风现在在哪里，现在她只能先跟云燕回上界，以后再想办法来找楚风，不然被云燕发现楚风的存在，楚风肯定会死。好，姑姑现在就带你回上界。云燕闻言一笑，拉着云清影的手就腾空而起，直飞天际。荒一界离上界路途遥远，云燕带云清影回上界，需要到附近的中等界面，通过传送阵不断传送多次，最后再穿过无尽虚空，才能回到上界。云清影低头看着下面越来越小的青蓝山，内心伤感不已。此次离开，他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再回荒一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楚风。此时，楚风刚搜索完小秘境，小秘境生长着不少奇花异草。楚风把有价值的全部移植到混沌星辰珠中，现在混沌星辰珠的环境大幅改变，非常适合种植各种奇花异草。这些奇花异草长相漂亮，移植到混沌星辰珠中还能装饰环境。楚风想着把星辰世界的环境弄好，到时云清影肯定喜欢。探索完小秘境，把该拿的全部拿走，楚风就重新扎进水潭，找到来时的小水洞，快速地游出去。半个时辰后，楚风游出水洞，回到外面的秘境中。接着，楚风就在秘境中找寻云清影，不过找了好久，楚风都没有发现云清影。难道出去了？楚风觉得云清影可能是找不到他，先出去了。瞬间，楚风心中泛起一阵担心，云清影出秘境可能会被曹坤的人掳走。想到这，楚风快速地朝秘境出口飞奔过去。不久后，楚风走出秘境，就看到一大群青蓝宗弟子围在秘境外面，其中青蓝宗宗主顾秋阳和云清影的师尊李太清也在。发生了什么事？楚风看到地上躺着10几名青蓝宗弟子的尸体，心中顿时泛起不安。楚风，你出来了，影儿呢？他怎么没和你一起出来？李太清看到楚风，立即快步走过来。你们没见到影儿？楚风闻言大惊，没有，他不在秘境。李太清心中也泛起不好的感觉，我在秘境找不到影儿，才出来找他。楚风急声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弟子是谁杀的？我们也不知道谁杀了他们。守卫秘境的一名弟林境长老林武也都被杀了。李太清愤怒道，林武是李太清多年的朋友，没想到他竟然会死在自家宗门内，这让李太清愤怒不已。弟林境长老都被杀了。楚风瞬间想到曹坤的天灵境护道者许竹，现在能悄无声息杀死弟灵境长老的只能是天灵境强者，而现在青蓝宗内就只有许竹一个天灵境。想到这，楚风心中的不安越发强烈。难道是许竹派人守在秘境门口掳走云清影，被守卫的秘境长老和弟子发现，最后许竹把他们都杀了？曹坤呢？他现在在哪里？楚风着急地询问道。曹坤应该还在后殿的小院中。怎么了？难道你认为这里的事是曹坤做的？这时顾秋阳也走了过来，疑惑地询问。快带我去，青影可能是被他掳走了。楚风着急大喊道。什么？李太清闻言一惊，想到曹坤的特殊癖好，觉得曹坤真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他立即带着楚风朝曹坤的住所飞去。顾秋阳见状也立即着急地跟着过去。如果曹坤针对云清影做了什么，那楚风和曹坤肯定势不两立，甚至会拼死相杀，到时青蓝宗被夹在中间，都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帮楚风对付曹坤的话，到时曹家来袭，青蓝宗可能会被灭宗；不帮楚风的话，楚风肯定是会离宗而去。此时曹坤正等着许竹把云清影和楚风请回来，让他处置。他已经想好怎么处置云清影和楚风，他要当着楚风的面玩弄云清影，之后再把楚风杀了。至于云清影，可以留着玩腻了再杀。曹坤正幻想着，突然外面的门就被人猛地踹开。曹坤皱眉地转头看去，只见一道身影如迅雷般朝他直射过来。楚风！曹坤看清来人的面容，猛地一惊。他派去抓捕楚风和云清影的许竹还没有回来，怎么楚风就闯过来了？曹坤，你把清影弄哪去了？楚风如迅雷般一把抓住曹坤的脖子，怒声喝问道。曹坤瞬间有点懵，他的境界比楚风高了一个大境界多，刚刚竟然毫无反抗之力就被楚风抓住了脖子。不过曹坤作为高高在上的曹家少主，从来没人敢如此抓他脖子。他立即大怒道：楚风，你赶紧放开我，不然我灭你全家！说，清影在哪？楚风死死抓住曹坤的脖子，越掐越紧。我不知道。曹坤脸色涨红，呼吸有点困难。楚风，你先放开曹世子。这时顾秋阳也到达了现场，看到楚风死死掐住曹坤的脖子，他担心楚风会把曹坤掐死，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连忙叫楚风松手。楚风没有理会顾秋阳，直接从储物戒指中拿出魔影剑，一剑就刺穿曹坤的大腿，凶狠地道：说不说啊？楚风，你敢伤我，你死定了！曹坤忍住剧痛，一脸怨毒地看着楚风。从小到大，曹坤几乎没有受过伤，现在楚风竟敢如此伤曹坤，曹坤顿时恨不得立即把楚风千刀万剐。楚风面色冰冷，猛地再次出剑，把曹坤另外一条大腿也刺穿，痛得曹坤不断惨叫。这时
楚风看到曹坤已经无法逃跑，才松手放开他，双腿被刺穿，曹坤瞬间瘫趴在地上。你的护道者许竹呢？楚风发现许竹不在，顿时认为是许竹把云清影捉走，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知道。曹坤忍着痛疼怒喊道。曹坤也想知道许竹在哪里。此刻曹坤对许竹也充满了怨气，他派许竹去擒拿楚风，没想到许竹没捉到楚风，还让楚风上门伤害他，那么久都不来救他，不知道你是不是让许竹去掳走了清影？楚风愤怒地再次在曹坤的大腿上刺上一剑，同时楚风此刻心中也充满了无限自责。云清影作为他的女人，他竟然没有保护好她，让她被人掳走，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早知道之前他就寸步不离地跟在云清影身边，这样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一切都是他的错。不错，是我让许竹去掳走云清影的，因为我想玩他。楚风，你现在赶紧给我跪下磕头，不然云清影必死无疑。曹坤一脸怨毒地看着楚风，直接承认就是他让许竹捉走云清影的。楚风听到曹坤的话，立即愤怒地朝曹坤挥出一剑，瞬间一道凌厉的剑光在曹坤的左臂划过。啊！曹坤的左臂被砍掉，他瞬间发出惊天惨叫。啊！楚风，你怎能砍掉曹世子的手臂？顾秋阳看到楚风砍掉曹坤的左臂，瞬间一脸大惊失色。楚风如此伤害曹坤，那两人就没有任何缓解的机会了。青蓝宗也必须做出选择，是站在楚风这边，还是置身事外，又或者直接捉住楚风交给曹家。楚风，你先别动手，先问出影儿的下落。李太清连忙上前阻止楚风继续伤害曹坤。楚风，你死定了，死定了！曹坤痛得在地上翻滚，不断咒骂楚风。曹坤，再给你10息时间，如果你还不说出清影的下落，那我会再砍掉你的右臂。楚风冷冷地盯着地上的曹坤，声音充满无限杀气。顾秋阳也感受到了楚风身上散发出的强烈杀意，连忙道：楚风，你先不要冲动，你这样伤曹坤，曹家不会放过你的。楚风没有理会顾秋阳，冷冷地盯着曹坤，等待他的回复。楚风，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云清影了，他已经被我玩过处理掉了。曹坤疯狂邪笑。楚风闻言大怒，再次拔剑，一剑砍掉曹坤的右臂。顾秋阳本想阻止，但楚风出剑的速度太快了，他想阻止也阻止不了。这时顾秋阳才发现楚风的恐怖实力，如此快的剑他可能都抵挡不住。大长老，请派人去查下青蓝山周围，看能不能找到清影或许竹的踪迹。楚风看到曹坤宁死也不愿说出云清影的下落，顿时只能让李太清派人去周围寻找两人的下落。那么多年了，李太清都只有云清影一个徒弟，他不仅把云清影当徒弟，也把她当女儿一样。现在云清影出事，李太清也迫切地想要找到云清影的下落。说完，楚风快速离开，重新回到秘境入口，他要重新进秘境再找找，看云清影是否也像他之前一样，在秘境中有奇遇，还没有出来。楚风心中期待着云清影是在秘境有奇遇，而不是被许竹掳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楚风回到秘境入口处时，一些青蓝宗弟子正在清理场中的尸体，其中几个弟子正准备填平一个深坑。这深坑不知被谁轰出来的，竟然那么深，太恐怖了！这是什么样的恐怖强者才能轰出如此深的巨坑啊？听说是之前来拜访我们宗门的一名天灵境强者杀的人，这深坑应该是他轰出来的。天灵境强者那么恐怖的吗？咦，这里有个储物戒指，可能是哪个被杀的师兄弟的。楚风正准备进入秘境，突然就听到几人的议论，他立即转头走向几人。楚长老！正在议论的几人看到楚风，立即恭敬的行礼。楚风淡淡点头回礼，就跳入深坑查看。这时楚风感应到深坑中一丝淡淡的恐怖气息，心中猛地大惊。这丝淡淡的恐怖气息绝对不是天灵境的，应该是宗境巅峰或者尊境的。楚风之前已经了解过荒夷界，整个荒夷界都没有宗境巅峰和尊境的强者，这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强者？楚风心中无比疑惑，把储物戒指给我。楚风朝着刚才那名捡到储物戒指的弟子道。是。那名弟子有点不情愿，不过在楚风凌厉的目光下，只能无奈交出。楚风接过储物戒指，立即用灵石探查储物戒指中的物品。储物戒指中有很多灵石和修炼资源，还有一些日常用物。曹，其中还有一块刻着曹字的令牌，这是曹家的令牌。这戒指是许竹的。楚风心中一惊，楚风立即拿出储物戒指的衣物查看，竟然真是许竹的。片刻，楚风看到一件衣服，终于确定储物戒指是许竹的。这件衣物是楚风在暮色城第一次见曹坤和许竹时，许竹身上穿的。看来许竹已经死了，这才能解释刚才我伤曹坤时，许竹为什么没有现身。楚风心中一阵释疑，同时楚风又疑惑许竹为什么会被那名恐怖强者杀死在这里？难道是许竹要抓捕云清影时，被那名强者看到，才杀了他？云清影也是被那位恐怖强者带走了。楚风快速地思虑着各种可能。片刻，楚风再次进入灵韵谷秘境。无论如何，楚风都要再检查一遍秘境，看云清影在不在里面。2个时辰后，楚风仔细地查找了秘境的每一处角落，但是都没有发现云清影的任何踪迹。楚风还出秘境，让一些弟子进来帮找，不过还是找不到。最后，
楚风只能接受云清影不在秘境的事实。同时，李太清让人在青蓝山查找云清影和许竹的踪迹，一样没有任何结果。看来是许竹在秘境门口强掳云清影，被一名未知强者杀了，云清影也被那名强者带走了。楚风心中猜测，不过楚风疑惑，云清影怎么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信息？楚风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不过他现在可以肯定云清影没有落在曹家手中，这让楚风心中大松了口气。片刻，楚风找到李太清，想询问云清影的身世。上次楚风和云清影说他的师尊是上界的，当时云清影听到上界神情有异，楚风感觉云清影知道上界，一个最低等界面的人不可能知道上界，云清影的来历可能不简单。顿时楚风就想向李太清了解一下云清影的身世。眼儿的身世？其实我并不知道眼儿的身世。听到楚风要问云清影的身世，李太清一阵愣神。楚风闻言顿时确定云清影的身世并不简单，继续询问道：那你是怎么收颖儿为徒的？15年前我偶然遇到颖儿，知道她和她姑姑走散了，就把她带在身边帮她找姑姑，不过一直找不到她所说的姑姑，最后没有办法，我只能把她带回青蓝宗。后来我看颖儿的修炼资质不凡，就收了她为徒。李太清缓缓地说着他收云清影为徒的经过。当初云燕想到云家可能凶多吉少了，就想让云清影在下界做个普通人，平安成长。云燕当时看到李太清面善，就悄悄地把云清影放到李太清面前，让李太清收留云清影。最后也是看到李太清收云清影为徒了，云燕才放心地返回上界。姑姑，妍儿以前有跟你说过她姑姑或者她父母的消息吗？楚风从李太清的讲述中知道了一个关键人物，云清影的姑姑。他想要知道更多的消息，来找到云清影。没有，当时颖儿很伤心，一直说姑姑不要她了，后面颖儿就没有再说过她姑姑或父母的事。李太清摇头道：哦。楚风闻言微微失望，没有任何云清影来历的消息，他就很难找到云清影，现在只能从云清影的姓氏来寻找。不过大千世界存在无数界面，想要找到云清影无疑大海捞针，看来他必须快速变强，返回上界，掌控前世的力量，再派人到各界去寻找云清影。楚风，你问颖儿的身世是不是查到了什么？李太清着急询问道。颖儿应该不是曹坤的人掳走的，但是他现在到底在哪？我一点头绪都没有。楚风道。李太清闻言微微松了口气，道：只要不是被曹坤的人掳走就好，那颖儿现在应该是安全的。楚风，你要早做打算，你如此伤害曹坤，曹家必定不会放过你和你的家族。唉，这次宗门可能都会受到牵连。李太清微微一叹，他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之前云清影和楚风结为道侣，楚风还是五品炼丹师，李太清还想着以后云清影有了依靠，后半辈子可以无忧了，没想到会出现曹坤这个变故，让一切都改变了。大长老，你放心，这事我会一力承担，不会连累到宗门。楚风已经想好了怎么做，继续道：大长老，我要离开了，你自己多保重，以后要是找到颖儿，我会带她回来看你的。楚风，你要去哪里？李太清听到楚风的话，顿时一阵担心。李太清把云清影当作女儿，楚风是云清影的道侣，那也差不多相当是他的女婿，他不想楚风出事。不用担心，我会没事的。楚风没有再多说什么，说完就立即告辞离开。不久后，楚风找到顾秋阳，此时顾秋阳正在安排人全力抢救曹坤，帮曹坤重新接好双臂。楚风，你怎么来了？顾秋阳担心楚风想要继续逼问和虐待曹坤。宗主，我要离开宗门，曹坤我也要带走，到时你就对外宣布是我强行掳走曹坤，你直接把我逐出了宗门。楚风淡声道。顾秋阳闻言微微一愣，楚风如此做是想要一力承担伤害曹坤的事。之前顾秋阳还担心楚风会道德绑架整个青蓝宗，帮他一起对付曹家，没想到现在楚风会独自一人承担所有。楚风，我代表所有的青蓝宗弟子谢谢你。顾秋阳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感激。楚风淡淡地道：不必，这事是我引起的，我会一力承担，放心。曹坤的护道者许竹已经死了，我会把曹坤带出苍风帝国再杀掉，不会连累到青蓝宗。楚风继续看着顾秋阳道：一会我冲进去掳走曹坤，到时你派人佯作追杀我，然后再宣布把我逐出宗门。顾秋阳深深地看了楚风一眼，点头道：楚风，你自己保重。说完顾秋阳就离开，去安排宗门的人不要随意阻拦楚风。楚风看向远处的大殿，此时青蓝宗的医师刚帮曹坤接上被砍掉的双臂。片刻，楚风缓缓走进大殿。楚风，你想要做什么？曹坤的双臂刚被接好，就看到楚风一脸不善的走进来，他顿时大惊，缝合的不错，不知道重新扯下来会不会更痛。楚风冷冷地看着曹坤被缝合好的双臂道。曹坤听到楚风的话猛然大惊，急忙威胁道：楚风，你不要乱来，告诉你，顾宗主已经答应护我周全，你要是敢伤害我，顾宗主不会放过你的。你以为我会怕？楚风冷笑一声，说完楚风直接走到曹坤的面前，控制住他，就拖着他的腿往外走，就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楚风本想拖曹坤的手，但想到他的手臂刚缝合，一拖可能就断开了，才选择拖他的腿。砰砰砰，曹坤被控制，
只能任由楚风拖行，头不断的撞击门槛和阶梯，发出清脆的响声。顾宗主，救我！曹锟拼命嘶喊，引来不少青兰宗弟子围观。不过顾秋阳没发话，众人都没有上去救曹锟。楚风拖着曹锟走了一段时间，突然青兰宗深处传来顾秋阳的声音：“楚风，快放开曹世子！”楚风闻言立即拉起曹锟，快速朝青兰山下飞驰而去。片刻，顾秋阳出现，大声宣布道：“楚风犯下大错，还掳走了曹世子。现在本宗主宣布把楚风逐出青兰宗，现在都去追，一定要救下曹世子。”周围的青兰宗弟子闻言都微微愣神，没想到顾秋阳会直接把楚风逐出宗门。不过听到顾秋阳的命令，众人立即朝楚风追去。楚风使用幽影步，带着曹锟快速的离开青兰山。青兰宗的强者都没有来追，只有一些普通弟子来追。这些普通弟子根本追不上楚风，很快就找不到楚风的踪影。楚风带着曹锟一路飞驰，直到离开青兰山很远，才把曹锟打晕，带进混沌星辰珠中。灵儿，此人是我的仇人，我暂时把他囚在这里，他醒了你就打晕他，不要让他见到这里的场景，但是也不要让他死了。楚风对着灵儿嘱咐道：“那把他丢到外面去。”灵儿示意楚风把曹锟丢出他围起来的方圆1公里外。好，楚风说完就拎着曹锟丢到外面去。曹锟被丢在地上，痛醒了过来，不过又立即被楚风拍晕。做完这一切，楚风立即跟灵儿告辞，回到外面的世界。楚风现在必须赶回楚家，跟楚家说明情况，让楚家的人出去躲避一段时间。全力疾驰半天，楚风就回到了楚家。此时天已黑，不过楚家依旧高朋满座，宾客都是周围各大势力的人，他们都想通过楚家和楚风搭上关系。楚风悄然进入楚家，回到他的小院，让人悄悄找来楚天岳。楚风，你怎么回来了？楚天岳看到楚风，一脸兴奋。由于楚风的缘故，楚家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段时间，楚天岳更是享受到无数人巴结的爽感。族长，天罗帝国顶级家族曹家的少主曹峰觊觎云清影，我和曹家已经是死仇，曹家估计很快就会派人来杀我，他们肯定也不会放过楚家。你立即安排楚家的人出去躲藏。楚风一脸凝重地道。什么？楚天岳闻言仿若晴天霹雳。楚天岳还沉浸在楚家美好未来的构造中，没想到突然就要大祸临头了。楚天岳没有听说过曹家，但他知道天罗帝国是东荒大陆最强大的帝国，曹家作为天罗帝国的顶级家族，那肯定强者无数，根本不是楚家能抵御的。族长，我现在实力弱，只能让你们出去躲避曹家的追杀，但你放心，1年内我肯定灭掉曹家。楚风保证道。之前楚风已经跟顾秋阳打听过曹家的实力，曹家有5名天灵境强者，另外还有1名王境强者。楚风现在的境界只有真灵境2重，很难对付得了曹家那么多强者。不过楚风相信1年内他的境界肯定能大幅提升，然后灭掉曹家。好，我会安排好楚家的人，这就当是我楚家成为顶级家族前的历练了。楚天岳听到楚风这么说，顿时也一脸坚定地道。之前因为凌霄阁，楚家已经出去躲避过一次，现在再次出逃躲避，楚天岳感觉也没什么了，就当是楚家弟子的再一次历练了。这次我炼制一些易容丹给你们。楚风之前炼制过一些易容丹，不过数量不多，他立即让楚天岳帮找来材料，准备连夜炼制给楚家弟子。易容丹只是2品丹药，材料也极易寻找，楚家的宝库中也有很多材料。楚风2个时辰就炼制了几百枚易容丹，交给楚天岳。族长，你现在就安排人离开。现在已经是深夜，宾客已经全部离开。楚风让楚天岳立即安排人分批离开。好，楚风，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楚天岳郑重地看着楚风道。楚风就是楚家未来的希望，如果楚风出事，那楚家就没有未来了。放心，我不会出事的。族长，以后我定让楚家成为荒夷界最顶级的家族。等以后楚风回到上界，掌控了前世的势力，想要扶持楚家太容易了。楚风，我们等着你带领我们楚家登顶荒夷界。楚天岳目光带着无限希冀。说完，楚天岳就和楚风告辞，去安排楚风人离开的事。第2天，一些势力的人上门拜访楚家，却发现楚家已经人去楼空，这让众人疑惑不已，不知道楚家发生了什么事。昨天还好好的，竟然一夜之间人都消失了。楚风从楚家离开后，就朝着天罗帝国的方向不断前行。他准备到天罗帝国再杀掉曹锟，这样能让曹家知道他的踪迹，不至于派大量的人去苍风帝国，这样楚家的人就能更好地存活下来。同时，路上楚风不断放出消息，说曹家的曹锟杀了他楚风的道侣云清影，任何人只要杀一个曹家的人，都可以来找他免费帮忙炼丹。一时间，听到消息的势力都震动不已。5品炼丹师楚风和天罗帝国顶级势力曹家对上，最终会鹿死谁手，很多人都抱着看戏的态度等着看结果。10天后，楚风终于到达东荒大陆最大的帝国天罗帝国。天罗帝国位于东荒大陆的最西边，和中州大陆相隔一座迷雾之海。迷雾之海常年被迷雾笼罩，海中有很多恐怖的海兽，一般船只根本穿不过迷雾之海，只有一些大势力或者大商会的特级战船才能穿越迷雾之海。
而且就算是这些特级战船，也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穿越迷雾之海，经常会出现全船覆灭的事件。不久后，楚风来到天罗帝国的一个边陲小镇碧水镇，就把曹锟从混沌星辰珠中放出来。此时曹锟还处在昏迷状态，不过他并无大碍。中途楚风还给曹锟喂过屁股丹，不至于让曹锟饿得变形，让人认不出来。楚风拖住曹锟的腿，拉着他进入碧水镇。拖行产生的痛疼立即让曹锟醒了过来。楚风，你放过我，我再也不敢动云圣女了。你想要什么补偿，我都可以给你。这些天一醒来就被拍晕，曹锟已经怕死了，也知道楚风不会顾及他的身份，顿时就想求饶，让楚风放过他。晚了，楚风冷冷地回了一句，继续拖住曹锟走进小镇。地面粗糙，拖行中曹锟已经渗血出来，染红路面。路上的行人看到楚风的残暴之举，都惊恐地议论纷纷。不过众人都不想惹祸上身，只是远远地看着议论。进到碧水镇后，楚风在闹区找了一个高耸显眼的地方，用绳子把曹锟吊起来。此人是曹家的曹锟，专门迎人道侣。今天本大师就替天行道，除了这淫贼。楚风站在高处，对着下面看热闹的众人大声道：什么？此人是曹家的曹锟？曹锟在天罗帝国是名人，很多人虽然没有见过曹锟，但都听过曹锟的名字。众人都没想到曹锟会被人擒住如此对待。救我！你们谁能救我？我们曹家一定重谢你们！曹锟朝着下面的人群大喊。啊！突然，曹锟发出一声惊天的惨叫。众人只见楚风拔剑挥出一道剑，光划过曹锟的下体，顿时就有一条小蚯蚓掉了下来。楚风，你个疯子，我一定要把你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曹锟捂住下体，嘶声怒吼。啊！这人竟然把曹锟淹了！这人是谁？竟敢如此对曹锟？不想活了吗？围观的人都惊声的议论纷纷。突然，两名中年男子相视一眼，就猛地直射而上，冲向楚风。他们两人的境界都是玄灵境3重，看到楚风的境界只是真灵境2重，顿时就想救下曹锟，到曹家去领赏。楚风见状冷冷一笑，猛地朝两人挥出一剑，瞬间一道无比凌厉的剑气轰向冲过来的两名中年男子。轰！两名中年男子瞬间被拦腰斩断，鲜血直飙，洒落而下。下面的人纷纷惊恐地躲避。这人的境界分明只有真灵境2重，为什么如此恐怖？竟然一剑就秒杀了两名玄灵境3重。一些人之前也有救曹锟去曹家领赏想法，现在看到楚风如此恐怖，顿时都不敢再动手。楚风冷冷地看了周围的众人一眼，看到没人再动手，顿时把目光转向曹锟。突然，楚风再次挥舞长剑，3道剑光猛地轰向曹锟的双臂和双腿。啊！曹锟发出惊天惨叫。这时，曹锟的4肢都已经被砍下，鲜血直飙。至此，曹锟的5肢全部被楚风砍掉。现场的恐怖场景已经惊呆围观的众人，有些人甚至已经被吓晕过去。曹锟，希望你下辈子能真正做个人。楚风冷冷地看着曹锟道。说完，楚风的剑再次出鞘，一剑挥过曹锟的脖子，瞬间曹锟的头就冲天而起，死的不能再死了。本人是5品炼丹师楚风，今日在此替天行道，斩杀曹锟。楚风朝着众人大声道。说完，楚风就朝着城外飞驰而去。飞驰了半个时辰，楚风来到一处隐秘地方，就立即进入混沌星辰珠中。楚风准备在混沌星辰珠中好修炼一段时间，再出去灭曹家。楚风，你好残忍，你以后不会也会如此对我吧？楚风一进到混沌星辰珠中，灵儿就佯作一脸惊恐地看着楚风，胡思乱想什么？我只对敌人残忍，对你我只会疼爱。楚风一脸邪笑地道。你的笑容好邪恶，肯定心怀不轨。灵儿瞪着楚风道。哈哈，放心，我们是最亲密的人，我肯定不会伤害你的。楚风笑道。哼，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灵儿娇哼一声道。当然是真的。楚风轻笑道。继续和灵儿寒暄打闹了好一会，楚风才道。好了，我要开始修炼了。有事你再叫我。灵儿说完就瞬间消失不见。楚风立即盘地而坐，运转混沌诀，吸收周围的灵气修炼。他现在的境界太低了，必须快点修炼提升境界。不久后，曹锟在碧水镇被楚风残忍杀害的事就传遍整个天罗帝国和周边的帝国。曹家上下震怒，发誓一定要找到楚风，碎尸万段。不过曹家发动所有关系，在周围帝国四处寻找，都找不到楚风的任何蛛丝马迹。就在曹家要派人去苍风帝国寻找楚风时，楚风又突然出现在天罗帝国的其他地方。楚风每隔一段时间就从混沌星辰珠出来，暴露一下踪迹，让曹家继续寻找。就这样，春去秋来，半年的时间匆匆而过。呼，楚风长舒了一口气，面露兴奋。历时1个多月的时间，楚风终于突破真灵境极境的屏障，晋升到玄灵境1重。半年时间，前面4个半月，楚风就突破到了真灵境9重，最后的真灵境极境，楚风足足花了1个半月的时间才突破。突破真灵境极境，楚风的灵脉和气海大幅扩大，实力也得到大幅提升。现在楚风已经无惧天灵境的强者，甚至王境的强者，楚风也能一战。不过还要看对方的具体实力，毕竟有些王境只能和同境界的人一战，而有些王境是可以越阶而战的。
楚风不了解曹家王境强者的实力，还不能确定能不能对付得了曹家。不过楚风也不急着灭曹家，他准备先狙杀曹家的天灵境强者，最后再对付曹家的王境强者。这时灵儿看到楚风突破完毕，突然现身到楚风面前，道：楚风，你不能再这样无限制的吸收灵脉的灵气了，这样灵脉要枯竭了。这段时间楚风为了突破，强行抽取灵脉的灵气，已经损坏到灵脉的本源。那等过段时间，等灵脉恢复我再吸取灵气修炼。楚风点头应承道：这灵脉的本源已经损耗一部分，就算恢复，你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休止的吸取灵气修炼了。以后你每天的修炼时间要控制在半天以下。灵儿郑重地道：好，我知道了。楚风点头答应。现在他的境界已经是玄灵境一重，暂时也够应付大部分敌人了。以后他可以白天在外面世界寻找机缘，晚上再进混沌星辰珠中修炼，这样不耽误修炼，也能寻找机缘，快速变强。不久后，楚风出到外面的世界。此时外面正是午时，楚风出来的地方距离一座大城池不远。楚风没有任何隐藏，直接走向远处的大城池。大城池名为玄阳城，是天罗帝国东边最大的城池。楚风一走进玄阳城，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半年曹家一直找不到楚风，已经开出高昂的悬赏来寻找楚风的踪迹。玄阳城中也有楚风的悬赏画像，很多人一眼就认出了楚风。不过众人都知道楚风实力恐怖，都不敢轻易对楚风动手。突然，一名的灵境一重的青衣中年人猛地朝楚风冲杀过去，枪！众人只听一道剑出鞘的声音，就看到一道剑光闪过，瞬间朝楚风冲杀过去的地灵境青衣中年人就伸手一触。这地灵境一重的强者竟然被楚风一剑就秒杀了。这楚风的境界只是玄灵境一重，怎么会如此恐怖？还好我刚才忍住了，不然我现在肯定也伸手一触了。周围的人看到楚风一剑秒杀的灵境青衣中年，顿时都震惊的议论纷纷。楚风没有在乎周围的议论，径直走到一家酒馆中，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这半年时间，楚风几乎都是吃辟谷丹，一直没有好好品尝美食。今天楚风想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庆祝他突破玄灵境。酒馆中本来有其他客人，但是看到楚风进来，立即都快速的逃离。酒馆老板也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事，知道楚风不可得罪，立即恭恭敬敬的让人给楚风上好酒好菜。楚风没有多说什么，拿起酒杯倒了一杯酒就一饮而下。很快精美的菜肴就陆续上来，楚风没有任何顾忌，直接开始大快朵颐。片刻，一个身穿黑衣的白发老者突然向楚风走来。楚风抬起头，眼睛微眯地看向白发老者。白发老者的境界是地灵境7重，不过气息有些混乱，似乎身有隐疾。敢问小友可是楚大师？白发老者走到楚风面前不远，开口询问。楚风淡淡点头承认，老朽是灵玄宗的宗主灵泰。老朽早年中了一种阴寒之毒，一直无法根除，导致现在一直无法突破境界。可否请楚大师帮忙炼制一枚炎阳丹？炎阳丹的材料老朽已经备好，只要楚大师肯帮忙炼丹，需要老朽做什么可以随便提。白发老者一脸诚挚地看着楚风道：炎阳丹是5品丹药，炼制起来也比较复杂，灵泰一直找不到人帮炼制，今天正好看到楚风，灵泰立即激动地过来请求楚风帮忙炼制。行啊，只要你去杀一名曹家的嫡系弟子，我就帮你炼制炎阳丹。楚风淡淡地道：这楚大师能否换个条件？老朽的灵玄宗只是一个小宗派，得罪不起曹家，杀曹家弟子将会连累到整个宗门。灵泰一脸为难地道：那是我帮不了你的忙。楚风淡声回应，继续倒酒小酌一口。楚大师，还请您帮老朽一次。灵泰朝着楚风深鞠一礼，再次请求道。楚风淡淡的扫了一眼灵泰，道：你走吧。灵泰还想说什么，楚风已经转头看向外面的街道。见状，灵泰只能无奈的轻叹一声，然后转身缓缓离开。灵泰也想过擒住楚风，威胁楚风帮他炼制炎阳丹，事后再把楚风交给曹家，这样还能得到一笔丰厚的奖励。不过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擒住楚风，而且如果失败，那迎接他的将是难以想象的后果，所以灵泰也只能无奈的离开。楚风悠闲的在酒馆待了一个时辰，才起身结账离开。从酒馆离开后，楚风没有继续在玄阳城停留，直接往城外走去，他要前往曹家，好好了结和曹家的仇怨。刚走出玄阳城门，突然一道气息无比恐怖的青衣老者从远处飞驰而来。天灵境，楚风看到远处御空飞来的青衣老者，眼睛微眯，闪过一丝寒光。青衣老者的境界是天灵境2重，气息毫无掩饰，来势汹汹，一看就是来者不善。楚风庶子，给我死！青衣老者看到城门口的楚风，远远就朝楚风轰出一掌，瞬间空中猛地出现一个巨大掌印，狠狠地朝楚风轰过去。来人是曹家的3长老曹潇。曹潇正好在附近的城池，得知楚风在玄阳城，他立即全速赶来拦截楚风。一看到楚风，曹潇立即暴怒的朝楚风轰出一掌。这段时间因为楚风的事，搞得曹家上下震动，到处奔波，却一直抓不到楚风，这让曹家一度成为天罗帝国的笑话。现在终于找到楚风，曹潇顿时愤怒的想要一掌拍死楚风。楚风见状没有应接，
使用幽影步快速的往旁边躲开。轰！曹骁轰出的巨掌轰在城门前，在地上轰出一个大坑，一些来不及躲闪的行人更是直接被轰成碎渣。旁边不远也有不少人被震伤，现场一时惨叫声不断。看到这突然发生的事故，周围的人都惊惧的四处逃窜。楚风为了不连累无辜的人，也立即快速远离城门，朝城外飞奔而去。楚风，今天你插翅难逃。曹骁见状以为楚风要逃跑，顿时冷笑一声，立即向楚风杀过去。那是谁？竟然如此残暴，直接在城门口杀人。这时逃到远处的人纷纷回头看向曹骁，那是曹家的三长老曹骁，我之前见过一次，听说他杀人不眨眼，残暴无比。曹骁来这应该是抓拿楚风的。曹骁的境界是天灵境2重，这次那个楚风估计在劫难逃了。听说楚风是五品炼丹师，可惜了，我们东荒大陆唯一的五品炼丹师就要被曹家杀了。远处围观的人看着曹骁和楚风议论纷纷，之前想要楚风帮忙炼丹的林泰也在远处看着。此刻林泰一脸纠结和叹息，林泰纠结着要不要上去帮楚风，帮楚风肯定会遭到曹家的报复，凌玄宗甚至会因此被灭宗。不过如果不帮楚风，那楚风肯定会被曹骁杀死。楚风被杀，那林泰体内的阴寒之毒就再也找不到人帮解，他也永远无法突破境界了。这时楚风远离城门一段距离后，就猛地拔剑，朝身后追来的曹骁挥出一剑，瞬间一道无比凌厉的剑气朝曹骁轰击过去。曹骁看到楚风的境界只是玄灵境1重，根本没有把楚风放在眼里，对楚风轰出的剑气也只是随意拍出一掌。不过就在曹骁以为他能随意拍散楚风轰来的剑气时，突然楚风轰来的剑气瞬间轰散曹骁拍出的一掌，如迅雷般轰在曹骁的身上。轰！曹骁瞬间被轰飞出几十米，嘴角更是禁不住溢出鲜血。啊！这楚风竟然如此强，他不是才玄灵境1重吗？怎么一剑就轰伤了天灵境2重的曹骁？太不可思议了！远处围观的人看到一剑轰退曹骁，顿时都震惊的议论纷纷。林泰也一脸震惊的看着楚风，他之前还想过擒住楚风，逼楚风帮他炼丹，然后再交给曹家领赏，还好他当时没有动手，不然现在他早就身首异处了。你怎么可能？曹骁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楚风，他想不通楚风一个玄灵境1重为什么会那么强。经过这段时间的熟练，楚风的剑意虽然还没有达到巅峰，但是已经达到圆满。圆满剑意使出的剑气恐怖无比，加上楚风修习的混沌诀、灵脉、和气海都比一般修士强大无数倍。现在楚风全力轰出的剑气，就算是天灵境巅峰修士也要畏惧。曹骁只是天灵境2重，根本抵挡不住楚风全力的剑气攻击。瞬间，曹骁就有了转身逃跑的想法。不过楚风根本没有给曹骁任何逃跑的机会，立即朝曹骁轰出必杀一剑，鬼影必杀斩。楚风朝着曹骁使出了幽冥鬼影剑的杀招，瞬间楚风就像分身出了几道鬼影一般，朝着曹骁斩杀过去。曹骁见状一脸惊骇的使出全力抵挡，不过他根本抵挡不住，鬼影直接斩在他身上，瞬间曹骁的身体就分裂成几段，掉落下地，现场瞬间如死一般沉寂。远处围观的众人都瞪大着双眼，玄灵境1重一剑秒杀了天灵境2重，这怎么可能？不，这不是真的！众人都满脸震惊，久久不敢置信，这几乎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这让他们怎么相信啊？林泰死死地盯着楚风，目光中充满不可思议。楚风的实力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楚风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捡起曹骁的储物戒指，就朝着天罗帝国的都城飓风城出发。曹家是天罗帝国最大的家族，曹家的家族所在地就在飓风城。楚风想要前往飓风城，斩杀完曹家的弟子，彻底灭掉曹家。一路向西，途中楚风没有掩饰他的行踪。得知楚风的行踪，曹家派了很多人来杀楚风，不过都被楚风反杀掉。其中曹家一名天灵境8重的克钦长老都死在楚风手中，这让曹家上下震动，顿时也不敢再随意派人来劫杀楚风。5天后，楚风来到飓风城，从行人口中打探到曹家所在地，楚风就径直朝曹家走去。之前楚风本想一一狙杀曹家天灵境之下的人，最后再对付曹家的王境强者，不过楚风想想太麻烦了，而且他也不屑于这样做，顿时就光明正大的前往曹家，想要和曹家一决生死。不久后，楚风来到曹家大门前，曹家大门高大威武，有6名黑甲守卫把守，大门上方有一块巨大的匾额，镶嵌着2个金色大字曹家。透过大门可以依稀看见曹家内部的场景。曹家占地广阔，家族内尽是精美奢侈的阁楼，仿若琼楼玉宇一般。楚风径直走向曹家大门，守卫看到后立即喝问楚风是什么人。楚风没有任何回答，直接拔剑杀了6名守卫，缓缓走进曹家。走进曹家，除了妇孺小孩，楚风见人就杀，一时间整个曹家一片混乱。楚风，你竟敢来我曹家杀人！突然一道带着恐怖凶威的声音响起，楚风闻言立即转头看去，等看清来人，楚风猛然惊得立即转身逃跑。楚风首先看到的人是一名王境2重的紫衣青年。紫衣青年的看着年龄不大，能如此年轻就能突破王境2重，
可见是一名绝世天骄。如果单单只是白衣青年，楚风根本不会逃跑。楚风逃跑的原因是白衣青年旁边跟着一名面容绝美、肌肤胜雪的白衣女子。白衣女子身材修长优雅，双眸犹如星辰般闪烁，深邃迷人。女子只是静静站在那里，就透露出一种高贵无比的气质，让人不禁为之倾倒。在白衣女子身后的两旁，站着2名气息恐怖的中年女子。这2名中年女子的境界分别是王静6重和王静8重。楚风转头逃跑的原因正是这2名中年女子。对付王静2重的紫衣青年，楚风都没有多大把握。现在多了2名王静6重和8重的中年女子，楚风只能立即转身逃跑。不是说曹家只有1名王静2重吗？怎么今天会多了2名王静6重和8重？那绝美女子又是何人？是紫衣青年的恋人吗？楚风边逃边心中嘀咕着。这时，紫衣青年突然拿出一把紫色大弓，用灵力凝聚出一支恐怖的灵箭。死！紫衣青年手一松，灵箭瞬间带着无比恐怖的力量朝楚风轰杀过来。楚风远远就感受到了灵箭的无上剑威，这一箭他很难接得住，就算能接住，估计也要受重伤。竟然还能锁定人！楚风调转方向朝其他方向逃跑，不过灵箭也立即调转方向朝楚风追去。一个玄灵境1重也敢来我曹家放肆，简直就是找死！紫衣青年看到灵箭接近楚风，顿时冷冷一笑。紫衣青年是曹家的最强者曹健，他好不容易才邀请白衣女子上门做客，没想到楚风竟然不知死活的上门找事。之前曹健还跟白衣女子说过，他们曹家是东荒大陆最强大的家族，无人敢惹。没想到转眼楚风一个玄灵境1重就敢杀上曹家，这简直就是打曹健的脸，让他在白衣女子面前丢尽面子。顿时曹健恨不得立即把楚风碎尸万段，直接朝楚风轰出他最强的剑法追魂剑。片刻，楚风看躲不掉曹健的追魂剑，他立即躲进混沌星辰珠中。人怎么不见了？曹健正期待着楚风被一剑轰爆身体，没想到楚风突然就消失不见了，他顿时暴怒不已。失去目标后，曹健轰出的追魂剑立即轰向远处的地方，在地面炸出一个巨坑，还炸伤了旁边几个躲闪不及的路人。这人倒是有点意思。白衣女子看到楚风竟然逃掉了，淡淡一笑：“小姐，这人就像是凭空消失一般。”王静8重的中年女子恭敬地对着白衣女子道：“是有点诡异，不像是用了传送符。”白衣女子微微点头。楚风进入到混沌星辰珠，微微平复心情后，就开始打坐修炼。从刚才曹健那一剑，楚风就明白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不是曹健的对手，更别说现在曹家还有2名王静6重和8重强者。现在楚风只能继续修炼，提升境界，再找机会灭曹家。半天后，楚风停止修炼。之前灵儿建议楚风吸收灵脉灵气修炼，一次最长不要超过半天。现在楚风只能听从灵儿的建议。此时外面已经是深夜，夜深人静，现在出去反而容易暴露。楚风只能在混沌星辰珠中休息到天亮。天亮后，外面开始有行人走动。楚风让灵儿观察外面的情况，得知没有危险后，他就用易容术改变面容，然后再出到外面的世界。出去后，楚风立即佯作行人，缓缓地远离曹家。这次来飓风城，楚风本还以为可以一举灭掉曹家，没想到曹家并不是他想的那么容易灭掉。现在他只能暂避锋芒，先离开飓风城，等实力变强再来灭曹家。不久后，楚风来到城门口，看见一家酒馆，就径直走进酒馆，准备吃点东西再离开飓风城。此时酒馆中已经坐了不少人，一些人是准备出城杀妖兽赚零食的，也有一些人是昨晚在外面，今早才回城的。楚风已经易容，也不怕暴露身份，在靠窗的地方找一个位置坐下，点了些酒菜，就等着上菜。10年一次的东荒秘境还有10天就要开启了，不知道这次我们宗门能不能抢到名额？我们宗门实力太弱了，估计很难拿到名额。秘境的名额每次都被那些大势力抢完，我们这些小宗门几乎没有机会拿到秘境名额。可惜啊，东荒秘境中宝物灵药无数，我们却无缘进去探寻。楚风正等着上菜，突然就听到旁边一桌子人的谈话。东荒秘境，楚风脑海中有着些许东荒秘境的记忆。东荒秘境是一个超大秘境，听说其中有无数宝物和传承，不过机遇与危险同在，东荒秘境中也有着无数危险，进入其中随时都有可能毙命。如果能进东荒秘境，那实力肯定能大幅提升。楚风思虑着如何才能获得进入东荒秘境的名额。东荒秘境的名额由东荒大比产生，东荒大比也是依照东荒秘境开启的时间开启，10年一次。东荒大比是整个东荒大陆各大势力弟子之间的比拼，比试分成4个境界段位比试：玄灵境阶段位、地灵境段位、天灵境段位和王境段位。每个段位的前32名获得秘境名额，排名越靠前，获得的名额越多。境界越高的段位获得的名额也越多，王境段位的名额最多，玄灵境段位的名额最少。另外，东荒大比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参加，需要在东荒大陆建立多年，有一定名望的势力或者家族才能参加。看来需要暂时加入一个势力。楚风心中嘀咕道。突然，有几人从外面走进酒馆，其中一人是楚风在玄阳城见过的林泰。之前林泰说他是什么灵玄宗的宗主，
就是不知道他的宗门有没有参加东荒大比的资格。很快，酒菜陆续上来，楚风开始动手开吃。吃的同时，楚风也不断关注林泰几人。林泰的身边跟着2人，一名青衣男子和一名绿裙女子。青衣男子长相俊朗，绿裙女子长相甜美，有点萌，不过身材顶好。2人的境界都是玄灵境10重，看着有点像是特地来参加东荒大比的。半个小时后，林泰3人吃完起身离开，楚风也跟着起身离开，远远的跟在林泰3人后面。最后，林泰3人进到一间名为悦来客栈的客栈入住。楚风等了片刻，也跟着走进客栈，开了一间房入住。好巧不巧，楚风的房间正好在林泰的旁边。一番窃听后，楚风终于确认林泰是带着2名宗门弟子来参加东荒大比的。得知林泰的宗门可以参加东荒大比，楚风立即决定借用林泰的宗门来获得东荒秘境的名额。上次林泰说他需要炎阳丹，楚风正好可以帮他炼丹，换取参加东荒大比的资格，来获得东荒秘境的名额。不久后，林泰的2名弟子似乎是要去购买什么，向林泰禀告后就离开客栈。楚风立即来到林泰的房间外，敲响房门。片刻，林泰打开房门，看到陌生的楚风，林泰疑惑地询问道：“小兄弟，有何见教？想和林宗主做个交易。”楚风淡笑道：“什么交易？”林泰眉头微蹙地看着境界只有玄灵境1重的楚风，不知楚风有什么能和他做交易的，进去再谈。楚风说完，直接走进林泰的房间。林泰见状，面露不喜，不过也想先听听楚风要做什么交易。片刻，林泰关上房门，转头看向楚风道：“说吧。”楚风淡淡一笑，直接撤去脸上的易容术，变回本来面目。楚大，林泰看到楚风的真容，瞬间呆愣。我想要东荒秘境的名额，你想要炎阳丹，我们交易。楚风直接了当地道：“我的宗门并没有把握获得东荒秘境的名额。”林泰微露尴尬地道：“没事，我可以替你的宗门拿到东荒大比的第1名，我只要一个东荒秘境的名额，多余的都给你们宗门。”楚风淡笑道：“好。”林泰闻言顿时一脸激动的同意。楚风可是连天灵境2重都能秒杀的人，如果楚风能替他们宗门参加东荒大比，那玄灵境阶段的第1名就非他莫属了。想到楚风肯帮他炼制炎阳丹，还帮他的宗门获取东荒秘境的名额，林泰瞬间激动得手舞足蹈。突然，林泰又想到什么，微露担心地道：“你易容后不会被曹家的人认出吧？”“不会，我的易容术没人能识破。”楚风肯定地道：“他的易容术举世无双，荒一界不可能有人能识破他的易容。”“那太好了！”林泰闻言一脸激动：“炎阳丹的材料给我，炎阳丹我明天给你。”楚风看林泰同意，也表明态度可以先帮他炼丹。谢谢你，楚大师。林泰激动地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之前收集到的几份炎阳丹材料，递给楚风。楚风接过材料，放进储物戒指，道：“我现在化名陈峰，你的宗门有什么师门长辈吗？这段时间我就扮装你师门长辈的弟子。”楚风不想平时跟林泰行礼，顿时就想扮装他师门长辈的弟子，和他平辈相处。我有一名师叔名为李全，他已经外出历练多年，你可以暂时扮装李师叔的弟子。林泰微微思虑道：“好。”楚风闻言点头同意。片刻，林泰开始跟楚风讲述李全的一些性格特征，以防楚风的身份暴露。楚风也询问了一些东荒大比的规则和东荒秘境的情况。不久后，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还伴随着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师尊，我们回来了，是我的徒弟回来了。”林泰立即看向楚风道。楚风见状，立即用易容术易容成之前的模样。林泰见楚风一好容，就缓缓走去开门。门打开，门外面正是之前楚风在酒馆见过的青衣男子和绿裙女子。“师尊，你要的赤炎草我们买回来了。”绿裙女子手拿一大把赤炎草递给林泰，服用赤炎草可以轻微压制林泰体内的阴寒之毒。刚才就是林泰让2人去购买赤炎草。林泰微微点头，接过赤炎草。突然，绿裙女子看到房间内的楚风，顿时疑惑地询问道：“师尊，他是谁？”“他是你们的师叔陈峰。”林泰立即介绍道。“师叔？”青衣男子和绿裙女子闻言都微露惊诧。陈师弟是你们太师叔李全的关门弟子。”林泰介绍道。林泰转头看向楚风，向楚风介绍女子和男子，道：“陈师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亲传弟子秦溪，这位是韩元，前段时间刚加入宗门，是宗门的核心弟子。你们俩快向你们陈师叔行礼。”“陈师叔！”秦溪立即恭敬行礼。“陈师叔！”韩元看到楚风比他年轻，境界也只是玄灵境1重，他顿时有点不情愿地叫喊楚风师叔。楚风淡淡点头回礼。楚风转头看向林泰，道：“林师兄，那我先回去了，事情谈好。”楚风就想回房修炼，不想再和林泰他们多扯。“好。”林泰闻言立即相送楚风。林泰一直跟着走出房门，看着楚风进入旁边的房间，才走回自己的房间。秦溪2人看到林泰对楚风如此重视，都有点面面相觑。“师尊，陈师叔他这次回来是？”秦溪有点疑惑楚风的突然出现。“你陈师叔这次回来是参加东荒大比的。”林泰轻笑道。想到楚风能帮他们灵玄宗获得东荒秘境名额，林泰心中的高兴禁不住溢到脸上。“师尊，这次我们灵玄宗不是只有2个参赛名额吗？”秦溪闻言一愣，
旁边的韩元闻言，顿时脸色不好的看向林泰。林泰淡淡点头，转头看向韩元，不容置疑地道：“韩元，你把你的名额让给你陈师叔。宗主，他只是玄灵境一众，给他名额不是纯纯浪费吗？”韩元看到林泰要取消他的名额，顿时一脸愤怒。林泰直接无视韩元的愤怒，冷声道：“不必再说，我意已决。师尊，要不把我的名额让给韩师兄？”秦西见状，连忙道：“不行。”林泰冷声拒绝。秦西是林泰的亲传弟子，韩元只是刚加入宗门不久的弟子。林泰更想让秦西去参加东荒大比，虽然两人参加大比都不一定能获得名额，但是参加东荒大比能在整个东荒大陆的势力面前展露自己，这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机会。林泰肯定想让他的亲传弟子秦西去参加，而且林泰对韩元一直没有好感，感觉他加入宗门就是对秦西有不轨心思。韩元加入宗门后，更是在宗门内骄横霸道，很多弟子都找林泰投诉过。之前林泰看韩元实力不错，想要他帮忙参加东荒大比，获得秘境名额，才由着他。现在有楚风帮忙获取东荒秘境名额，林泰顿时不再惯着韩元。宗主，如果不让我参加东荒大比，我要退出宗门。韩元愤怒地道：“可以，那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我灵玄宗的弟子。”林泰冷冷地道：“韩元留在宗门，等楚风获得秘境名额后，还要分名额给他。现在韩元主动退宗，林泰心中还巴不得。好，希望林宗主不要后悔。”韩元没想到林泰竟然真的同意他退宗，顿时暴怒的放下一句狠话，直接转身离开。韩师兄，秦西看到韩元离开，顿时想挽留，不必管他，此人心怀不轨，离开了正好。林泰立即喝止道：“哦。”秦西闻言诺诺地道。翌日，楚风就把炎阳丹交给林泰，林泰服用后，很快就去除了困扰他多年的阴寒之毒，境界还提升了一个小境界，达到第0境8重，这让林泰激动不已，不断的感谢楚风。接下来的几天，楚风一直窝在房间修炼，白天在外面修炼，到了晚上，楚风则是进到混沌星辰珠中修炼。通过这段时间的修炼，楚风的境界也提升到了玄灵境2重。明天就是东荒大比的日子了，此时整个东荒大陆的势力都聚集在飓风城中，让整个飓风城热闹非凡。这段时间，林泰一直想让秦西陪楚风出去逛逛，加深关系，不过楚风一直以修炼为由拒绝。明天就是东荒大比，楚风暂时也没有修炼的心思，就想提前去比赛场地看看。林泰看到楚风要出去，立即让秦西跟着前往。秦西跟上楚风道：“师叔，你要去哪里？我来过飓风城几次，对飓风城比较熟悉，我可以带你去。”楚风闻言没有拒绝秦西跟着，他对飓风城不熟，正好可以让秦西带路。片刻，楚风告诉秦西他要去东荒大比的场地看看。秦西闻言立即高兴带路前往。半个小时后，楚风和秦西到达东荒大比的场地——飓风演武场。飓风演武场宽阔无比，四周的座位估计都有30万个，加上周围的空旷地方站人的话，整个飓风演武场估计可以容纳50万人以上。演武场的中央有10几个巨大的比武台，明天的东荒大比估计就是在上面比试。楚风看了片刻，就带着秦西离开。两人刚走离飓风演武场一会，就看到几人朝着他们走来。韩师兄！秦西看到其中一人，顿时出声叫唤。来人正是楚风之前见过的韩元。此时韩元的身边还有一名娇艳女子和2名男弟子，几人都穿着统一的服饰，应该都是某个宗门的弟子。秦西，我现在可不是你的师兄了，你可不要乱喊。韩元冷笑道。韩元现在是我们天贤宗的核心弟子了。娇艳女子娇笑道。娇艳女子是天贤宗的核心弟子赵燕，境界是玄灵境9重。楚风冷冷地扫了韩元和娇艳女子一眼，直接迈步离开。不过韩元立即挡在楚风前面。陈峰，你个废物，你最好期待大比上不要遇到我，不然我定让你好看。韩元一直对楚风抢走他的名额耿耿于怀，想要教训楚风一顿。不过东荒大比在即，飓风城不允许出现任何争斗，否则取消大比名额。韩元现在只能期待在东荒大比上能遇到楚风，再好好教训楚风。我倒是非常期待能遇到你。楚风淡淡一笑。楚风有很多手段可以悄无声息地杀掉韩元，不过东荒大比在即，楚风也不想节外生枝。陈峰，我一定要你死得很难看。韩元看到楚风还敢挑衅他，顿时暴怒不已。秦西见状，连忙拦在楚风和韩元中间。这时远处突然走过一大群人，楚风看到来人，目光猛地一凝。这群人最中间的人正是楚风上次在曹家见过的绝美女子。女子今天穿着一袭金蝶丝裙，把她完美的身材凸显得淋漓尽致，加上女子绝美的容颜，就算9天下来的仙女都要黯然失色。女子一出现，就吸引住了场中所有人的目光。韩元更是眼睛直突，死死盯着女子，仿佛要把她吃了一样。楚风也是呆呆地看着女子，不过楚风并不是被她的美色所迷，而是疑惑女子的境界。上次只是远远看了一眼，楚风并没有仔细看清女子的境界，现在楚风才发现女子只是一个普通女子，没有任何修为，这让楚风疑惑不已。女子身旁时刻跟着2名王境6重和8重的护卫，可见女子的身份不凡。按理说，以女子的身份，就算是废脉，
也能改善后修炼。楚风不理解女子为何没有修为。这时女子似乎看到了楚风等人，表情微微一愣，突然就改变方向，向楚风等人走过来。楚风见状微微一惊，难道是女子认出了他？按理说以他的易容术，女子是不可能认出他的。女子和曹家的关系不一般，他身边还跟着2名王境护卫，如果被他认出身份，楚风只能躲入混沌星辰珠中。楚风微微定神，想要先看看女子要做什么。片刻，女子带着一群人走近，前面的韩元以为女子是来找他的，立即激动地上前道：“这位姑娘，在下是天贤宗的韩元，不知有什么能帮到姑娘的？”女子没有理会韩元，而是直直地看着楚风，淡笑道：“不知这位公子尊姓大名？”楚风闻言有点微愣，不知他哪里吸引到女子的注意了，不过还是立即回答道：“在下陈峰。”“陈峰吗？我知道了。”女子淡淡一笑：“姑娘，这陈峰只是一个玄灵境2重的废物，姑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韩元走到在楚风和女子中间，舔着脸看着女子道。女子冷冷地扫了韩元一眼，瞬间女子旁边的王境6重中年女子就明白女子的意思，手一挥，韩元猛地横飞出去。韩师兄！旁边的赵燕见状立即飞奔向韩元。中年女子并没有下重手，韩元只是受了轻伤，不过经此一下，她顿时惊吓的不敢再多言。这时女子突然深深地看楚风一眼，道：“希望公子能好好活着。”说完，女子就转身离开。楚风被女子搞得有点懵，他还以为女子是发现他身份过来抓他的，没想到女子只是过来询问他的名字，然后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就走了。周围的人也有点懵，女子的举动有点像对楚风有意思，不过楚风易容的模样并不俊俏，他们不理解女子如此漂亮怎么会看上楚风。跟随女子的2名王境中年女子临走前也深深地看了楚风一眼，以他们对女子的了解，楚风肯定天资不凡，才会让女子这样。众人一直呆呆地看着女子等人离开，直到女子的身影消失不见，秦溪才转头看向楚风，笑道：“支书，你的魅力真大，竟然能得到如此漂亮女子的青睐。”“胡说什么？”楚风微瞪了秦溪一眼。楚风可不认为女子会青睐他，女子过来询问他的名字，肯定是有什么目的，只是他暂时猜不到而已。说完，楚风就带着秦溪缓缓离开。楚风，等到了东荒大比，我一定要杀了你。韩元一脸怨毒地看着楚风离去的背影。韩元刚才被轰飞，在众人面前丢尽面子，他把这一切都怪罪在楚风头上，想着在东荒大比报复楚风。翌日，楚风早早就起床，简单的吃过早膳后，就跟着林泰等人前往飓风演武场。不久后，楚风几人来到飓风演武场，此时飓风演武场已经围满了人，除了特定的座位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人。楚风用灵石扫了一眼四周，发现场中几乎聚集了40-50万人，而且还有一些座位没坐满，坐满人的话肯定会超过50万人。没想到一个东荒大比会聚集如此多的修士在此。片刻，楚风几人挤进飓风演武场，能参加东荒大比的势力都有座位，不过凌玄宗只是一个小宗门，座位被安排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不过好在参赛势力的位置都在前排，这样方便选手进场看比赛也能看得更清晰。片刻，林泰带着楚风和秦溪找到凌玄宗的座位坐下，等待大比开始。好巧不巧，天贤宗的座位就在楚风等人的旁边。韩元看到楚风，冷冷地瞪了楚风好一会。楚风没有理会韩元，直接闭目修炼，等待大比开始。林泰之前不知道韩元加入了天贤宗，不过他根本不在意韩元加入什么宗门，只是扫了韩元一眼就不再关注。不久后，东荒大比开始。荒天宗是东荒大陆最大的宗门，也是本次东荒大比的主办方。大比开始前，荒天宗的宗主10号天上台说了一些开场白，还有东荒大比的规则。这些规则和往届一样，之前林泰也跟楚风说过。大比第一轮是一个10选1的环节，10人上场，最后站在台上的人晋级下一轮。第二轮比赛也是一个10选1，参加比赛的人太多了，只有这样才能快速的决出最后的排名。第二轮会决出128名选手，后面的比赛都是1对1的比赛，直到决出最后的冠军。规则讲完后，比赛正式开始，被喊到名字的选手开始上台比试。凌玄宗陈峰1号比舞台，不知道是不是太幸运，楚风竟然第一个被喊到名字。楚风被第一个喊到名字，微微有点愣神，不过他很快就站起身，缓缓走上比舞台。呵，这废物估计是本届大比第一个被淘汰的人了。旁边不远的韩元看到楚风第一个上台，顿时一阵嗤笑。来参加东荒大比的选手都是各个境界的巅峰强者，玄灵境阶段比赛的选手也大都是玄灵境9重的修士。韩元觉得楚风一个玄灵境2重，肯定会被第一个打出比舞台，成为本届东荒大比第一个被淘汰的人。片刻，楚风第一个走上比舞台，现场的人看到楚风的境界只是玄灵境2重，顿时都一阵错愕和嗤笑。噗，一个玄灵境2重也敢上去比试，这是上去凑数的吗？哼，他肯定是第一个被打下台的人，如果有最后一名，那此人就是最后一名了。这凌玄宗真是个废物宗门，连个玄灵境9重的弟子都没有，派个玄灵境2重的弟子上台。现场的人议论纷纷，数落楚风
甚至连楚风所在的灵玄宗也被数落。楚风也听到了周围人的议论，不过他根本不为所动。前世更大的场面楚风都见识过了，现在这种场面对楚风来说只是小场面。现在他就让众人笑下，等最后他拿到玄灵境段位的第1名，就是不知道会惊掉多少人的下巴。台下，林泰听到众人议论，面不改色。他知道楚风的实力，现在他反而期待看到最后众人知道楚风拿第1名的惊愕表情。秦西听到众人数落灵玄宗，顿时一阵尴尬，一直低着头。旁边的韩元见状，开心的大笑起来。灵玄宗不给他大笔名额，活该被人数落贬低。很快，其他的9名选手陆续被喊上台，其他9名选手境界都是玄灵境9重，只有楚风一个玄灵境2重。1号比舞台的裁判看到人上齐，立即宣布比赛开始。裁判话音刚落，台上的人纷纷朝着旁边的人攻击，而作为境界最低的楚风，竟然没有人攻击他。砰！很快，1号比舞台就有1人被另外2人联手轰下比舞台。我还以为那个陈峰是第一个下台的人，没想到其他人根本不攻击他。他一个玄灵境2重，根本不足为道。要是我在台上，我也肯定先攻击其他人。确实，把其他人打下去，剩下的玄灵境2重，不是轻松拿捏吗？许多人看着1号比舞台，议论纷纷。楚风看到众人不攻击他，他也没有主动攻击其他人，而是靠边默默地看着其他人混战。剩下的几人中，一个魁梧大汉表现得非常强悍，扛住其他几人的攻击，不断地把人轰飞出比舞台。很快，比舞台上就剩下魁梧大汉和楚风了。魁梧大汉看到其他的玄灵境9重都被打下台，顿时发出震天的笑声。笑了片刻，魁梧大汉转头看向楚风，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道：“小子，我今天高兴，你自己跳下台吧。”楚风闻言冷笑一声，瞬间出现在魁梧大汉面前，一脚就将他轰飞出比舞台。怎么可能？魁梧大汉重摔落在地上，一脸懵逼。关注1号比舞台的人表情也都瞬间呆愣，一些人更是禁不住用力搓眼睛，不相信楚风能一脚就把玄灵境9重的魁梧大汉轰飞出比舞台。这陈峰深藏不露啊！哼，什么深藏不露？这是魁梧大汉刚才对付其他人耗尽了灵力，才被他偷袭得手。没想到啊，9个玄灵境9重，一个玄灵境2重，最后晋级的竟然是玄灵境2重。这楚风的运气也太好了。众人看到晋级的是楚风，顿时议论纷纷，觉得楚风是运气好才能晋级。楚风没有理会周围的议论，缓缓走回座位。师叔，你的运气真好。秦西看到楚风回来，顿时一脸高兴地祝贺楚风。秦西之前以为楚风只是上台露露脸而已，没想到楚风的运气那么好，竟然晋级到第2轮了。楚风淡淡一笑，没有再说什么。林泰对楚风晋级没有任何意外，他可是笃定楚风能获得第1名的，现在晋级也是理所当然。旁边的韩元则是满脸怨恨地瞪着楚风，他之前还说楚风会是本届东荒大比第1个出局的人，没想到楚风没有第1个出局，还成功晋级了，这简直就是在狠狠打他的脸。不久后，轮到秦西上场，秦西面对的是9个玄灵境9重魁梧壮汉，那9个魁梧壮汉没有对秦西有丝毫留情，最后秦西撑了几个回合就被轰下台，遗憾出局。秦西一脸伤心地回到座位，对着林泰道：“师尊，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没事，林泰毫无在意的道。现在有楚风在，秦西能不能晋级都无关紧要了。哦，秦西对林泰的反应微微有点错愕，他知道林泰一直想获得东荒秘境的名额，所以平时很尽心培养他，想让他在东荒大比上获得名次。这次他出局，林泰应该很失望才是，没想到现在林泰一点失望表情都没有。片刻，轮到韩元上场，他靠着一套还算精妙的步伐，在台上左闪右避，最后惊险的晋级了。晋级后，韩元一脸趾高气扬地走回座位，路过楚风面前，还特意俯视了楚风好一会。不过楚风一直闭目修炼，根本没有理会他。其他境界段位的比赛也同时在其他比舞台进行，不过其他境界段位的比赛跟楚风无关，他也没有去关注。很快，第1轮比赛结束，第2轮的比赛开始。第2轮比赛更加激烈，经过第1轮的筛选，第2轮选手的实力更加强悍。这一轮，楚风不是最先出场了，最先出场的是韩元。比赛开始，韩元依旧是依靠他的那套还算精妙的步伐，左闪右避，躲开众人的攻击。其他人看攻击不到韩元，顿时都转移目标。韩元偶尔还帮助其他人偷袭对手，慢慢的，场上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场上就只剩下韩元和一个青衣壮汉。这个青衣壮汉状态已经不好，韩元再次依靠步伐不断消耗青衣壮汉，最后抓住一个机会把青衣壮汉轰飞出局。韩元晋级！听到裁判宣布他晋级，韩元疯狂大笑起来。作为第1个晋级第3轮的玄灵境选手，韩元变得更加趾高气昂。路过楚风和林泰面前时，他更是高傲地俯视着楚风和林泰。楚风闭目没有理会韩元，林泰也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韩元就移开目光，没有理会他。韩元看到林泰无视他，顿时嗤笑道：“林宗主，不知你可后悔取消我的大比名额？”滚！林泰不想和韩元多扯，
直接呵斥他滚。你哼，等我帮天贤宗获得了秘境名额，有你哭的时候。韩元闻言愤怒地道。说完，韩元就愤怒地走回天贤宗的座位坐下。比赛继续进行。不久后，轮到楚风上场。这次楚风面对的9人依旧是9名玄灵境9重，不过这9人比上一轮的人更加强，毕竟都是从10人中甄选出来的，实力都不容小觑。随着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其他人都奋力地朝旁边的人攻击。和上一轮一样，这些人都对楚风不屑一顾，都没有攻击楚风。相比于楚风，他们都想先把其他人打下台。上一轮魁梧大汉最后被楚风打出比武台，他们都归咎于魁梧大汉太废物了，而不是楚风太强。9人现在都自信把其他人打出去，剩下楚风，他们必定能击败楚风。楚风看到9人没有攻击他，他顿时也悠闲地站在角落边观看众人混战。这楚风的运气也太好了，竟然没有人攻击他，他不会还像上一轮那样击败最后的人晋级到下一轮吧？绝对不可能，上一轮那魁梧大汉太废物了，现在这9人可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玄灵境巅峰强者，不可能再被楚风偷袭得手。有没有可能这个楚风是深藏不露，本身实力就很强？不可能，他一个玄灵境2重，和其他人差了7个小境界，再强能强到哪去？众人看着楚风所在的比武台，不断的议论纷纷。很快，比武台上的人不断被打下，最后剩下一个青衣壮汉和楚风。青衣壮汉见状疯狂大笑起来，仿佛已经晋级。他刚才没有受什么伤，也没有耗费多少灵力，对付玄灵境2重的楚风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小子，赶紧自己跳下！青衣汉子正想让楚风跳下比武台，不过他的话还说完，就突然被一股巨力轰在肚子上，他瞬间被轰飞出比武台。可以宣布我晋级了吗？楚风转头看向表情呆滞的裁判道。裁判立即回过神来道：楚风晋级。这青衣壮汉也太废物了，又给这楚风偷袭成功了。我看你才是废物，现在都还没看出来，这根本不是那青衣壮汉废物，而是楚风本身的实力就很强。他扮猪吃老虎，让其他人相互厮杀，他最后渔翁得利啊！这楚风太狡猾了。我之前就猜想，这个灵玄宗就算太废物，也不可能派个玄灵境2重的弟子上去比赛，没想到真被我猜对了。这个楚风是深藏不露，实力强大。可惜了，如果之前其他人能看破楚风是在扮猪吃虎，先联合把他轰下去，他就晋级不了。众人看到楚风晋级，顿时爆发激烈的议论。楚风缓缓走回座位坐下。师叔，你太强了，竟然能晋级第3轮。秦西看到楚风回来，立即激动地祝贺楚风。师弟，恭喜你。林泰也客套地祝贺楚风。楚风微微点头回应。楚风，就算你偶幸能进第3轮，也进不去第4轮了。旁边不远的韩元一脸不忿看着楚风，现在韩元依旧不相信楚风的实力有多强。楚风直接无视韩元，继续闭眼修炼。混蛋，等第3轮遇到我，我定把你打得满地找牙。韩元看到楚风无视他，他立即愤怒的要收拾楚风。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很快第2轮比赛结束，第3轮比赛开始。第3轮开始都是1对1的比赛，第2轮晋级的128名选手将分为64组进行比赛，胜者进入64强。片刻，裁判开始叫喊第1组选手上台。林玄宗、陈峰，1号比武台。楚风闻言缓缓站起身，走向比武台。天贤宗、韩元，1号比武台。看到对手是楚风，韩元立即激动地站起身，狂笑道：哈哈，陈峰，这次看我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很快，楚风和韩元就走上到1号比武台。陈峰，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现在跪地求饶，我一会就下手轻点。韩元一脸蔑视地看着楚风道。楚风闻言冷冷地扫了韩元一眼，这个韩元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他了。东荒大比不能打死人，不过可以打残打废。楚风已经想好收拾韩元的手段，现在只等裁判宣布比赛开始。韩元看到楚风一副无视他的模样，他顿时恶狠狠地道：陈峰，我可是给你机会了，你不懂得珍惜，那一会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比试开始。裁判话音刚落，楚风就猛地瞬移到韩元面前，魔煞断脉掌。楚风的手掌带着煞气，如迅雷般轰在韩元的胸上。噗！韩元瞬间大口喷血，如出膛的炮弹倒飞出击10米外，重重摔落到比武台外。现场瞬间如死一般沉寂，众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楚风，有点不敢相信楚风竟然一掌就击败了韩元。他们都知道楚风之前隐藏了实力，但是没想到楚风竟然如此强。卧槽，这陈峰的实力太强了，我之前还以为他第1个出局，现在看他的实力，估计拿第1名都有可能。这陈峰的实力，估计一般的灵境都不是他的对手，确实有机会拿第1名。难以置信，一个玄灵境2重竟然能那么强。众人都震惊地看着楚风，议论纷纷。裁判也一脸呆愣地看着楚风，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快的比赛。比赛才开始，瞬间就结束了。韩师兄，天贤宗的人看到韩元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顿时飞扑向他。裁判也来到韩元身前，微微探查一番后，重新回到比武台上，大声宣布道：林玄宗陈峰晋级。韩元没死，楚风就能晋级。如果韩元死了，
那楚风的比赛资格也将会被取消。陈峰，你好狠！天贤宗的赵燕检查韩元的伤势后，发现他全身经脉尽断，还有一股煞气在不断摧残他的身体。他顿时暴怒地看向楚风，自作自受。楚风冷冷地回了一句，就缓缓走回凌玄宗的座位。楚风本不想理会韩元，但是韩元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他了。师叔，你好强！秦熙看到楚风回来，一脸崇拜地道：“以楚风的实力，很大几率会获得名额，甚至不止一个名额。秦熙是灵太唯一的亲传弟子，如果有多余的名额，那他肯定也有份。”想到能进入东荒秘境，秦熙瞬间激动无比。楚风淡淡回应：“师叔，你是怎么修炼的呀？怎么会那么强？”秦熙怀着深深疑惑地询问道。楚风闭眼修炼，并没有回答秦熙的话。林泰见状，立即出声道：“希儿，不要打扰你师叔，你师叔一会还要比赛。”哦，秦熙闻言只能无奈放弃，转头看向林泰道：“师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师叔很强，才让韩元把名额让给师叔？”不错，林泰微笑点头，怪不得。秦熙转头看向闭眼修炼的楚风，目光带着崇拜。比赛激烈的进行着，不久后，第3轮比赛结束，决出64名胜者。很快，第4轮比赛正式开始。这轮比赛将决出32强，进入32强就能获得东荒秘境的名额。第32名到第17名的选手都能获得一个东荒秘境的名额。第16名到第9名的选手获得2个东荒秘境的名额。第8名到第5名的选手获得4个东荒秘境名额。第4和第3名获得6个东荒秘境的名额。第2名获得8个东荒秘境的名额。第1名获得10个东荒秘境的名额。这是玄灵境段位比赛获得的名额，玄灵境之上的段位比赛获得名额将会更多。楚风第4轮比赛的对手是曹家的一名弟子曹蛮。片刻，楚风和曹蛮上到比武台。比赛开始，曹蛮就想用曹家的身份威胁楚风，让楚风主动认输。楚风直接一巴掌就把他扇飞出比武台，气得他咕咕大叫，大骂着要给楚风好看。楚风只是冷冷一笑，并没有理会曹蛮。现在楚风暂时不想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不然他刚才早就把曹蛮打残打废了。等到从东荒秘境出来，他再彻底解决曹家。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6强、8强、4强、半决赛之后的比赛，楚风都是摧枯拉朽般迅速击败对手，直至进入最后的决赛。看到楚风进入决赛，林泰和秦熙已经激动得无法言喻。现在就算楚风决赛输了，那他们凌玄宗也能获得8个东荒秘境的名额。8个东荒秘境名额已经足够他们凌玄宗分了。楚风默默地等待着最后的决赛。现在楚风已经拿到东荒秘境的名额，后面的比赛已经不重要。不过之前楚风跟林泰应承过，会帮凌玄宗拿到第1名，那他肯定要拿到第1名。凌玄宗陈峰1号比武台，荒天宗石不凡1号比武台。楚风决赛的对手是荒天宗的少宗主石不凡。石不凡号称东荒大陆修炼天赋最强的天骄，以不到20之龄就修炼到玄灵境巅峰。听说他早就能突破的灵境，只是为了参加东荒大比才卡着境界没有突破。很快，楚风和石不凡就走上1号比武台。突然，石不凡看着楚风，肆无忌惮地道：“陈兄，你把第1名让给我如何？我喜欢的女子要我获得东荒大比的第1名，才同意和我在一起。你把第1让给我，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你有用到我的地方尽管说。”说话间，石不凡转头看向观众席前排的一排座位，此时那里正坐着几名女子，其中楚风之前在曹家和演武场外见过的那名绝美女子也在。楚风跟着石不凡的目光也看到了女子。女子今天穿着一袭瑞雪绫裙，裙身绣有精美的雪花图案，让女子宛如雪中精灵，绝美无比。那女子不是和曹家有关系吗？怎么还和荒天宗还扯上关系了？楚风心中微微疑惑。楚风深深地看了女子一眼，心中带着些许遗憾，问道：“她就是你喜欢的女子？”不错，陈兄，你只要把第1名让给我，第1名的奖励我都给你，甚至你还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说话间，石不凡呆呆看着女子的方向，目光充满爱慕。这时，周围的观众听到石不凡的话，都有点懵，这太肆无忌惮了，简直不把现场的观众放在眼里。就算石不凡是荒天宗的少宗主，也不能如此不守规矩啊！一时间，周围的观众爆发出激烈的议论：“少宗主，你不能这样！”裁判也看不下去了，连忙出声制止石不凡。石不凡如此肆无忌惮，让楚风把第1名让给他，严重破坏东荒大比的规则，这将让荒天宗颜面扫地。不凡，不许胡闹！突然，观众席主位上的一名中年男子朝着石不凡怒喝一声。中年男子楚风见过，正是大比前做开场讲话的荒天宗宗主石昊天。恕我不能答应，我之前已经答应别人会获得第1名。这时，楚风也冷声拒绝了石不凡。之前楚风答应林泰会帮凌玄宗获得第1名，而且楚风心中似乎也不想那名女子和石不凡在一起，所以无论如何，楚风都不会把第1名让给石不凡。既然这样，那我们各凭实力争第1名。石不凡也收起玩世不恭的态度，猛然变得一脸认真。比试开始，裁判看到两人都准备好，立即宣布比试开始。裁判话音刚落，石不凡就猛地拿出一把2米长的大刀，朝着楚风狠狠挥出一刀。
瞬间，一股无比恐怖的刀气朝着楚风轰杀过去。刀气所过之处，地面碎裂，划出一道深深的裂缝，空间也似乎要被割裂。不远处，4名天灵境守卫看到石不凡的恐怖攻击，立即来到比武台周围守护，防止战斗伤及周围的观众。啊！这是玄灵境能发出的攻击，这比地灵境巅峰，甚至天灵境都要恐怖了。如此恐怖的攻击，那个陈峰能扛得住吗？他不会被一刀劈成碎渣吧？这石不凡有如此恐怖的实力，哪里还需要陈峰让第1名啊？之前他肯定是在开玩笑。以石不凡的实力，估计10个不100个陈峰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看到石不凡发出的恐怖攻击，周围的观众顿时爆发出激烈的议论。大成刀意，楚风看到石不凡的攻击，面色猛地一凝。石不凡如此年轻，刀意竟然达到了大成，真是恐怖至极。上一世，楚风在这个年纪，剑意还达不到大成，而石不凡在如此低等的界面，竟然能有如此成就，这绝对是一名超级绝世天骄。枪，楚风没有轻敌，拿出魔影剑，猛地挥出一剑，瞬间，一道无比凌厉的剑气朝着石不凡劈来的刀气迎过去。轰！剑气和刀气相撞，瞬间爆发出恐怖的力量波动，把周围守护的4名天灵境守卫都震得频频后退。这太恐怖了！没想到陈峰的实力也如此恐怖，看来他之前一直藏拙，没有用全力。怪不得之前石不凡会叫他让第1名，原来是石不凡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战胜他。现场的观众看到楚风发出的恐怖攻击，再次爆发出激烈的议论。姑娘，还是您慧眼识人，上次就看出此人的不凡。这时，不远处的前排观众席上，女子身旁的王静8重中年女子看到楚风的实力，不禁对着女子恭维道：“此人的实力应该并不止如此。”女子淡笑一声道：“女子似乎有特殊的能力，能看出楚风的实力。”楚风和石不凡不断出招对轰，片刻功夫，比武台就被2人轰得稀碎。楚风并没有使出全力，只用大成剑意和石不凡对攻。石不凡也确实不凡，2米大刀的威力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攻击还是防御都几近完美。不过石不凡吃亏的是步伐，他的步伐比楚风逊色很多，一直无法有效的攻击到楚风，而楚风仗着圣级的幽影步，不断闪避石不凡的攻击并反击，慢慢的，石不凡就跟不上楚风的节奏，不断被楚风反击得手。半刻钟的功夫，石不凡身上就伤了好几处，这还是楚风手下留情，不然石不凡现在估计已经重伤垂死了。我认输。片刻，石不凡看到实在不是楚风的对手，而且也知道楚风对他手下留情了，他顿时直接认输。陈丰胜获得玄灵境段位的第1名。裁判看到石不凡认输，立即宣布楚风获胜。裁判宣布楚风获胜后，立即来到石不凡身边查看他的伤势。少宗主，你没事吧？我没事。石不凡转头看向楚风道：“多谢陈兄手下留情，今日我输了，我们他日再战。”石不凡想日后变强再找楚风一战。可以。楚风淡淡点头。石不凡天赋绝顶，只要不陨落，未来成就必定不凡。这样的人物，只要不是敌人，楚风也想他成长起来，成为人族的中流砥柱，以后帮忙抵御异族。多谢陈兄。石不凡说完，就缓缓走下比武台，把比武台留给楚风。这时，林泰和秦熙看到楚风获得第1名，已经激动扑到比武台边，手舞足蹈。观众席上也开始爆发激烈的议论。没想到玄灵境的第1名会是陈峰，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会是最后1名，没想到他竟然拿到了第1名，太打脸了。这陈峰只是一个小宗门的弟子，之前一直名不经传，如果不是东荒大比，我都不知道我们东荒大陆竟然有如此恐怖的绝世天骄。如此天骄待在一个小宗门太浪费了，应该把他挖到我们宗门来。观众席的人看着楚风，不断的议论纷纷。天玄宗的座位上，韩元刚苏醒过来，听到楚风获得了玄灵境段位的第1名，他瞬间又吐血晕死过去。韩师兄，赵燕紧张地抱着晕死的韩元，一个废物，你还管他做什么？都是这个废物，让我们天玄宗和陈峰起了冲突，赶紧把他赶出宗门，我们再去和陈峰赔礼道歉。这时，其他3个段位也决出了第1名。曹健，楚风看到王静段位的第1名是曹健，顿时面露凝重。王静段位只有10几位选手，楚风之前见到好几位比曹健境界高的选手，其中还有王静6重的，没想到最后曹健能以王静2重的境界拿到王静段位的第1名，可见他的实力无比恐怖。全部比赛结束后，荒天宗的宗主10号天上台，给获得名额的选手发放东荒秘境的玉牌，只有持有玉牌的人才能进东荒秘境。这时楚风才知道地灵境获得名额是玄灵境的2倍，而天灵境是5倍，王境则是10倍。曹健获得王境第1名，就是帮曹家获得了100个东荒秘境的名额，到时曹家100名弟子进入东荒秘境，出来后曹家的实力肯定更加强大。楚风已经想好，等进了秘境，看到曹家的人就全部杀掉，让曹家元气大伤。名额玉牌发放完，这届东荒大比就彻底宣告结束。楚风只拿1个名额玉牌，其他的9个全部交给林泰。师弟，谢谢你。林泰激动地接过9个名额玉牌，郑重感谢楚风。如果没有楚风，凌玄宗根本不可能获得东荒秘境的名额，
更别说一次能获得那么多名额。林泰拿到名额玉牌，立即给一个秦西，谢谢师尊，谢谢师叔。这届东荒大比，秦西也从来没想过他能获得东荒秘境的名额，都是楚风的功劳，他才能获得东荒秘境的名额。不久后，楚风三人走出飓风演武场，此时有5名灵玄宗长老弟子已经等在外面。之前和楚风达成交易，林泰就派人传信灵玄宗，让5名忠诚的长老弟子过来，准备进入东荒秘境。这5人也是刚到不久，不过他们进不去演武场，只能在外面等候。宗主，我们灵玄宗可获得了名额？一名黑衣长老带着期待询问道。其他4人也一脸期待地看着林泰。之前林泰传信说，他们灵玄宗将获得几个东荒秘境名额，让他们5人过来。5人收到传信都不敢置信，不过是林泰的命令，他们只能过来。林泰闻言微微一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先介绍起楚风，这是本宗的师弟，他这次代表我们灵玄宗获得了东荒大比玄灵境段位的第1名。什么？第1名？黑衣长老和其他4人闻言瞬间目瞪口呆，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楚风，直到林泰拿出5个名额玉牌递给他们，他们才相信楚风真的获得了第1名，连忙激动地感谢楚风。好了，我们先回客栈，再好好庆祝一番。林泰示意众人先回客栈。不久后，众人回到之前居住的客栈。此时，客栈的人都知道楚风获得了东荒大比玄灵境的第1名，对楚风充满了崇拜。一些人更是迫不及待地围上来，想要从楚风手上购买东荒秘境的名额玉牌。现在楚风才知道，名额玉牌只要双方愿意是可以出售的，不过不能强抢，一旦强抢被发现，就会遭到整个东荒大陆各大势力的追杀。名额玉牌的事，你们找我们宗主。楚风说完，就缓缓走回客栈房间。现在楚风已经拿到想要的名额玉牌，和林泰的交易也算完成，其他的事楚风不想再多理会。等明天进了东荒秘境，他和灵玄宗就分道扬镳，不再有瓜葛。翌日，楚风早早起床，吃过早膳，就跟着林泰等人前往东荒秘境的所在地东荒神殿。东荒神殿只是一座人造宫殿，很久以前，东荒大陆的几大顶尖势力在这里发现了东荒秘境，为了方便管理，几大势力就联合起来，在秘境周围建了一座巨大的东荒神殿。东荒神殿四周封闭，还设有重重杀阵，只有一个正门可以进入。获得名额玉牌的人才可以从正门进入东荒神殿，然后进到东荒秘境。东荒秘境10年开启一次，而且只有地灵境和地灵境之下的修士才能进秘境。听说每次进到秘境的地方都是随机，并不是固定进到秘境的一个地方。秘境时间持续半年，半年内必须从秘境中出来，不然就永远出不来了。不久后，楚风跟着林泰等人来到东荒神殿前，此时神殿前众人正排着长队，陆续从正门进入。正门口有不少大人物在，曹家的曹健也在，他正一脸冰冷地扫视着进入东荒神殿的人。楚风面色不变，跟着林泰等人排了1刻钟的队伍，终于进入到东荒神殿。东荒神殿内宽阔无比，除了中间有个古老的拱形石门，其他没有任何建筑，空荡荡一片。神殿高近10米，四周宽阔，容个1万人应该不是问题。楚风目光在神殿中的人扫过，有不少人是楚风之前在东荒大比上见过的，石不凡也在其中。咦，那女人没有修为也进秘境？楚风突然看到石不凡旁边站着的女子，顿时一阵惊诧。女子是楚风之前在曹家见过的那名女子，她似乎也是石不凡喜欢的女子。楚风有点疑惑，女子为什么要进秘境？秘境中危险无数，女子没有任何修为，进去不就是在找死吗？不过瞬间，楚风又改变了想法。此时，在女子周围站着9个地灵境9重的强者，从他们的气息上看，这9人都不是普通的地灵境9重，有这9人和石不凡随身保护，女子进秘境似乎也不是不可以。师兄可知那女子的身份？楚风和女子见了几次，但一直还不知道女子的身份，顿时就向旁边的林泰询问。林泰朝着楚风的目光看向女子，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她的身份。”哦。楚风闻言顿时不再多问，以后有缘他自会知道女子的身份，如果无缘，他打听得再清楚也没用。片刻，神殿中央的石门猛地亮起一道光圈，秘境开了。周围的人看到光圈，立即冲进去。楚风也缓缓跟着众人走进光圈，一阵恍惚，楚风就出现在一片荒寂的大地上。这片大地的天空被黑云笼罩，昏暗无光，就像是暴雨前的昏暗时刻。进秘境的人都出现在方圆几百米的地方，人群中央有个泛着光圈的古门，这应该是秘境的出口。听说从秘境出去就不能再进来。楚风目光投向远处，东边不远处是一片大海，海面被一层迷雾笼罩，看不到远处有什么东西。南边是一片荒原，远处的天空泛着光亮。西边远处是一片庞大无比的红色山脉，北边的天空则是更加昏暗，远远看去似乎有一片黑色的森林。这就是东荒秘境吗？看着有点恐怖，不过灵气比外面世界浓郁了很多，在这里修炼应该不错。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听之前进来的人说南边比较安全，我们往南边走吧。进来的人开始议论纷纷，寻思着该往哪个方向走。片刻，有人开始迈动脚步行动。楚风目光投去，只见他之前见过几次的绝美女子带着一群人朝着西边的红色山脉走去。随着女子行动，
其他人也陆续跟着行动起来。不过大部分人都是朝着南方的荒原走去。林泰和林玄宗的人也准备前往南方。临走前，林泰找到楚风，向楚风告辞。之前楚风和林泰说过，进入东荒秘境后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之后楚风就不会再以现在的陈封面目出现在众人面前，这就相当于陈封将会死在这个秘境中。以后楚风就和林玄宗彻底没有任何关系了。告辞后，林泰就带着林玄宗的人缓缓离开。师尊，师叔他不和我们一起吗？秦西边走边疑惑地看向楚风，你师叔有自己的安排，不和我们一起。林泰也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楚风，今日一别，以后他再也不能喊楚风师弟了。哦，秦西闻言有点不舍，不过他只能跟着林泰离开。这时曹家的人分成4部分，分别朝4个方向而去。看来曹家是准备把秘境的东西一网打尽，什么都想要。片刻，楚风朝4个方向看了一眼，就朝着北方走去。楚风感觉北边那边充斥着暗黑气息，他最不怕这种气息，而且北边人最少，更好他寻找机缘。不久后，楚风离开周围人视线后，就撤去易容术，恢复本来面目。楚风继续朝着北方走去。很快，楚风来到一片黑森林前。这片森林的树木已经全部枯寂，就像是被大火烧过的森林一样，只剩下黑色的主枝干。此时，曹家有20多个人正驻足在黑森林前，不敢踏入其中。这些人中最强的是地灵境9重，最弱的也是玄灵境。其中楚风之前在东荒大比遇到的对手曹蛮也在。当时曹蛮还想仗着曹家的身份让楚风认输，最后被楚风一巴掌扇飞出比武台。小子，你进去探路。曹蛮看到楚风走过来，顿时喝令楚风进去探路。之前曹家通缉楚风，曹家子弟几乎都见过楚风的画像，不过现在这里昏暗无光，曹蛮和曹家的人似乎一下子都没有认出楚风。楚风默默地看着黑森林，没有理会曹蛮。他感觉黑森林中弥漫着一股死气，而且森林的地下似乎也隐藏着危险。小子，你聋了吗？没听到我说话？告诉你，我们可是天罗帝国曹家的人，你不想死，赶紧进去探路。曹蛮看到楚风无视他，顿时大声威胁。他好像是家族通缉的那个楚风。这时，靠近楚风的一名曹家子弟似乎认出了楚风，一脸惊惧地道：什么？楚风？曹建大人一直守在东荒神殿门口，楚风怎么能进得来秘境？曹家的人闻言都一脸惊惧。楚风之前可是能杀天灵境的人，正是担心楚风混进东荒秘境杀曹家的人。曹建之前一直守在东荒神殿前，防止楚风混进秘境，没想到现在楚风竟然真的混进来了。一时间，曹家的人纷纷拔出武器，颤巍巍地对着楚风。他才玄灵境2重，我不信我们那么多人都杀不了他，一起动手杀了他。领头的一名曹家地灵境9重弟子命令众人一起动手击杀楚风。瞬间，曹家的人都凶狠地朝楚风冲杀过去。枪！魔影剑出鞘，瞬间一道无比凌厉的剑气朝着曹家人横斩过去。楚风没有任何留手，附加圆满剑意的剑气瞬间将曹家的人拦腰斩杀。啊！此时远处正走来几人，他们看到楚风一剑就将曹家的20多人拦腰斩杀，顿时都惊得立即转身逃跑。楚风淡淡的转头看了一眼逃跑的人，没有理会他们。现在楚风不怕暴露，一些无关之人他也没必要动手灭口。片刻，楚风把曹家人的储物戒指全部拿走。突然，楚风发现死掉的曹家人尸体正快速干瘪，只是片刻功夫就变成了干尸，血气似乎被什么东西吸走了。楚风目光微凝地看向森林深处，那里有道高耸入云的巨大黑影，似乎是什么可怕的凶物。不过那边被黑云笼罩，楚风暂时也看不到黑影是什么。微微思虑片刻，楚风就迈步踏入黑森林。危险与机遇同在，前方危险的话，那之前应该没有人踏足过，里面的机缘肯定还在。楚风想要快速变强，只能冒险。一踏入黑森林，楚风就感觉到一股死气缠身，这种死气就像一种毒，不断侵袭人的身体，消耗人的气血，一般修士根本无法在这里长待。楚风立即运转混沌诀，混沌诀可以转化这些死气，变成灵气一般的力量吸入体内。运转了混沌诀，楚风在这黑森林就像是如鱼得水般无所畏惧。楚风缓缓深入黑森林，突然前方地下一阵抖动，瞬间一头头干枯的妖兽从地下缓缓钻出。死灵之兽！楚风一眼就看出这些妖兽的本质。妖兽死亡后，尸体被死气灌溉，有一定的几率重新复活，成为一头没有理智只知杀戮的死灵之兽。死灵之兽会攻击见到的任何人。从地上钻出的死灵之兽看到楚风，立即凶狠地朝楚风扑过来。楚风拔出魔影剑，朝着扑击过来的死灵之兽挥出几道剑气。这些死灵之兽境界都只是玄灵境，根本抵挡不住楚风的剑气攻击，瞬间就被轰碎身体，永久死去。死灵之兽体内有一定的几率生出死灵之珠，死灵之珠蕴含浓郁的死气，可以用来炼制某些特定的丹药。楚风可以吸收死气修炼，死灵之珠他也可以拿来修炼。片刻，楚风缓缓走过死灵之兽的尸体，看到的死灵之珠他都捡起放进储物戒指，可惜只有3颗死灵之珠。
楚风刚刚杀了鸡10头死灵之兽，不过却只有3颗死灵之珠。死灵之珠蕴含浓郁的死灵之气，如果有大量，楚风的境界就能快速提升。楚风继续朝着黑森林深处走去，路上他又遇到了很多死灵之兽，看到的死灵之兽，楚风全部击杀。半个时辰，楚风就获得了30颗死灵之珠。哈哈，不错，就算这黑森林没有其他机缘，在这里获取死灵之珠也算一种机缘了。楚风高兴大笑。不久后，楚风来到一片更加密集的树林中。这片树林中的树木和楚风之前见过的树木不同，似乎是活着的，树上还长满了黑色的叶子。楚风没有冒险进入，而是直接拔剑挥出一道剑气，剑气划过周围一小片树木，把它们拦腰斩断。瞬间，那些树木的断裂处竟诡异地流出黑血，而且树林深处猛地传出一道诡异的嘶叫声，嘶叫声带着痛苦，似乎刚才楚风斩断这些树木伤到了他。突然，楚风所站立的地下猛地穿出一排的刺，直刺向楚风。楚风早有防备，见状立即飞身躲开。不过楚风刚落地，地面又再次冒出一排的刺，直刺向他。这次楚风飞跃到空中时，猛地拔剑朝地下挥出几道剑气，剑气穿透地面，地下猛地冒出一大滩黑血，同时森林深处再次传出诡异的嘶叫声。这时楚风已经发现刚才那些地刺向极了树木尖尖的树根，森林深处应该有个树妖，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境界的。楚风不断挥舞魔影剑，发出剑气斩断周围带着树叶的树木，这些树木应该都是那树妖的枝干，把这些树木全部斩断，肯定能伤到那树妖。果不其然，随着楚风不断斩断树木，森林深处传来了更加大声的嘶叫声。突然，前方树木的黑色叶子全部脱离树枝，如迅雷般朝楚风直射过来。这场景就像是无数支黑色利剑直射过来一样。楚风见状，立即挥舞魔影剑，挥出的剑光组成一个剑罩，把它笼罩在其中。直射过来的黑色叶子碰到剑罩，立即化作粉末。片刻，黑色叶子射光，楚风继续向前斩断前方的树木。突然，天空中猛地轰下无数巨大的树枝，就像是流星雨一般，带着无比恐怖的力量直轰而下。这次楚风没有应接，而是脚踩幽影步，左闪右避，躲开轰下来的巨大树枝。轰轰轰，巨大树枝在地上轰出一个个巨坑，恐怖的力量把周围炸得尘土飞扬。这时楚风已经发现前方巨大黑影是一棵庞大无比的参天巨树，这棵参天巨树就是一只活着的树妖。这树妖不知存在了多少年，才能长得如此庞大。不过好在这棵树妖的境界只是天灵境5重，这让楚风心中微微一松。楚风不断躲避树妖轰下来的树枝，继续朝着树妖的主体冲过去。想要杀这树妖，必须挖出它的树心。这树妖如此庞大，可能已经存在上千年，它的树心肯定已经进化成极品灵药。只要挖出它的树心，吸取其中的能量，楚风的境界就能大幅提升。轰！在楚风靠近树妖的主体时，天空突然拍下一个擎天巨掌，让楚风躲无可躲。这巨掌是树妖的一棵巨大树枝和树叶组成，从上而下带着无尽的威势朝楚风拍下来。楚风立即举起魔影剑，直冲而上，直接穿透树妖的擎天巨掌。片刻，楚风就接近树妖的主体。楚风冲势不减，人剑合一，直接穿破树妖主体，进入到树妖的内部。树妖的内部几乎是空心的，只有一些黑色的枝条错综复杂的连通着，这就像是树妖的血管。楚风踩着这些黑色枝条快速飞跃而上。此时树妖已经发现楚风进入它的内部，不断发出嘶吼声，而且内部空间不断抖动。不过楚风已经进到树妖内部，树妖已经无力回天，只能任由楚风宰割。不久后，楚风上到树妖内部的中央，此时一颗水缸大的黑色椭圆体正诡异地跳动着，黑色椭圆体上还连接着密密麻麻的枝条，这妖树心起码有2000年了。楚风看到黑色椭圆体，顿时一阵激动。黑色椭圆体就是树妖的树心，里面蕴含着树妖1000年储存的精纯能量，能大幅提升修士的修为。片刻，楚风拖住1000年树心，斩断连接1000年树心的全部黑色枝条，瞬间树妖内部就停止了抖动。被楚风拿走1000年树心，这树妖已经彻底死掉。楚风拖住1000年树心，直接进入到混沌星辰珠中，外面随时可能有危险。楚风准备在混沌星辰珠中吸收这1000年树心的能量。好大的1000年树心，楚风，你这是得到好东西了。灵儿看到楚风拖着的1000年树心，面露惊讶。灵儿，我先修炼，秘境时间只有半年，楚风想要快速吸收1000年树心的能量，再去探索其他地方。好，灵儿闻言也不再打扰楚风。楚风立即运转混沌诀，开始吸收1000年树心的能量。1天、10天、1个月，玄灵境3重，玄灵境4重，玄灵境8重，花了1个月的时间，楚风才把1000年树心的能量全部吸收完，他的境界也提升到了玄灵境8重。片刻，楚风停止修炼，激动地睁开双眼，一颗1000年妖树心竟然足足让他提升了6个小境界，爽！楚风，恭喜你！灵儿看到楚风吸收完1000年树心，顿时出现在楚风面前，恭喜他，谢谢。楚风高兴大笑，提升了6个小境界，楚风的实力大幅提高，现在面对曹健，楚风也有底气一战了。和灵儿寒暄片刻，
楚风就出到外面的世界。秘境时间有限，楚风想要出去外面继续寻找机缘变强。此时，外面的树妖本体已经枯死，连接千年树心的树枝也变得干枯。楚风钻出树妖躯体，继续朝着周围探索。不过找了很久，楚风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只有路上杀死灵之兽获得的几颗死灵之柱。顿时，楚风就决定回到秘境入口处，往其他方向去寻找机缘。不久后，楚风回到秘境入口处，看着其他3个方向，楚风思虑片刻，就朝着西边的红色山脉而去。之前楚风见过几次的那名无修为女子，就是最先带人往西边去的，只是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在那边。随着不断靠近红色山脉，楚风感觉到一股炙热的气息迎面而来，而且越靠近，温度越高。这是火山？楚风微微疑惑。不过就算是火山，也应该不会离得如此远，就能感到如此炙热。看来山脉中肯定有什么诡异的东西，才会如此。楚风顶着炙热在山脉中找了一天，终于在一处巨大山峰上发现了异常。这座山似乎是一座活火山，此时正有几十人围在火山口上，其中楚风之前见过几次，那名没修为的女子也在。女子站在火山口，不断地观察着下面的情况。如此炙热的温度，就算是一般玄灵境也很难扛住。女子没有修为，竟然能一脸轻松地站在火山口，这让楚风不禁露出疑惑。片刻，楚风缓缓靠近火山口，突然闻到火山口中飘出一种让人心旷神怡的香气，这是稀世灵药。楚风瞬间眼睛大亮，能散发出如此心旷神怡的香气，绝对是一种稀世灵药。这时，楚风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围在这里了。只是楚风有点疑惑，众人为什么没有下去抢夺灵药？圣姑娘，下面那妖龙太恐怖了，妖龙的境界是天灵境9重，一直守在赤炎红莲旁边，引也引不开，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拿到赤炎红莲。女子对面的一名壮汉满脸畏惧地道，他们已经下次尝试多次，但一直无功而返，而且还伤了几人，再下去尝试，估计他们都要葬身在妖龙口中了。圣姑娘，楚风闻言心中微微嘀咕，他终于知道女子的姓氏。从壮汉的口中，楚风还知道了火山中的灵药是什么，果然是赤炎红莲。楚风走到火山口，往下看去，果然看到下方2公里的岩浆中央漂浮着几朵红色的莲花。火山中的空间无比巨大，火山口距离下面的岩浆大概有2公里，岩浆面也有方圆5公里。楚风没有看到壮汉所说的妖龙，想来应该是沉在赤炎红莲下面的岩浆中。小子，你是谁？突然，不远处一个魁梧大汉看到楚风靠近火山口，顿时一阵怒斥。楚风闻言，转头淡淡的看向魁梧大汉。魁梧大汉的话一下子让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楚风。咦，远处的女子看到楚风，突然惊疑一声。女子名为圣灵，身具幻彩琉璃瞳，可以洞察一切幻象和伪装。她知道之前的陈峰就是楚风，不过不久前楚风的境界不是才玄灵境2重吗？怎么才1个月不见，楚风的境界就达到了玄灵境8重了？这让圣灵一时忍不住惊疑出声。你是楚风？这时魁梧大汉看到楚风的面容，顿时惊惧出声。魁梧大汉周围的人闻言都立即拔出武器对着楚风。你们是曹家的人？楚风淡淡的看着魁梧大汉道。楚风，我们那么多人在这里，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魁梧大汉出言威胁道。楚风可是能杀天灵境强者的人，魁梧大汉现在也只能仗着人多，想让楚风畏惧不敢动手。不是曹家的，站一边去。楚风目光扫过圣灵，想看他如何抉择。圣灵儿之前出现在曹家，和曹建的关系匪浅，楚风想知道他会不会和曹家的人一起对付他。我们不是曹家的。圣灵儿听到楚风的话，立即带着身旁9名地灵境9重的护卫走到一边。圣姑娘，魁梧大汉见状一阵着急。圣灵儿身边有9名地灵境9重，他们肯帮忙的话，楚风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现在圣灵儿袖手旁观，那曹家的人将很难抵挡住楚风。对于圣灵儿的选择，圣灵儿身边的护卫也充满疑惑。之前他们都知道圣灵儿和曹建的关系不错，没想到现在圣灵儿竟然因为玄灵境8重的楚风就和曹家撇清关系。枪！突然一道剑出鞘的声音响起，瞬间2道凌厉的剑气出现，猛地轰向魁梧壮汉和他身边的曹家人。啊！惨叫声刚响起，又瞬间戛然而止。这怎么可能？场中剩下的人表情都瞬间呆滞，目光中充满不可置信。刚才楚风只是随意挥出2剑，竟然就把场中20多名曹家人秒杀了。要知道曹家的人中有8名的灵境，其他的也大多是高阶玄灵境，这样实力的曹家人竟然被玄灵境的楚风2剑就全部秒杀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众人根本不会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这时他们才明白，为什么刚才圣灵儿那么果断的和曹家的人分清界限。杀完人，楚风在曹家人身上一阵搜刮，搜刮完后，楚风转头深深的看了圣灵儿一眼，有点惊讶他刚才的果决。楚风对敌人从来不会留情，还好刚才圣灵儿做出了正确选择，不然他可能会把他也杀了。片刻，楚风直接跳入火山口，沿着火山壁快速飞驰而下。林姑娘，他能拿到赤炎红莲吗？圣灵儿身边的护卫看到楚风朝着赤炎红莲而去，疑惑楚风能不能打败下面的妖龙，拿到赤炎红莲。应该可以。
圣里儿微微点头，按之前查到的消息，楚风在玄灵境1重的时候就能杀天灵境2重的曹骁，现在楚风玄灵境8重，应该能和天灵境9重的妖龙一战。很快，楚风就接近岩浆面，这里的温度无比炙热，已经不是一般玄灵境所能抵挡住的。不过对楚风却没什么影响。此时，3朵妖艳的赤炎红莲正漂浮在岩浆面堤中央，每朵赤炎红莲上都有一个莲蓬，每个莲蓬上都有10多颗赤炎红莲子。这些赤炎红莲子就是稀世灵药，能大幅提升修士的修为。楚风来到离赤炎红莲最近的岩浆边，凝聚灵气于脚底，踏着岩浆面，快速的朝赤炎红莲飞过去。就在楚风即将接近赤炎红莲时，岩浆下面猛地喷出一道恐怖的龙息，朝楚风轰击过来。楚风早有准备，手持魔影剑挥出一道剑气，直接把龙息轰散。紧接着，岩浆中猛地钻出一条100米长的赤色巨龙，怒吼着朝楚风杀过来。死！楚风面不改色，凝聚全力，猛地朝巨龙挥出一道剑气，剑气带着无比恐怖的威势，所过之处，空间都像要被切割成2半一样。赤色巨龙见状面露惧色，惊恐的想要躲避，不过剑气太快了，转瞬即到，赤色巨龙根本躲闪不了，剑气就像切割空间一般，瞬间将赤色巨龙从头到尾切割成2半。此时，在火山口，众人看到楚风一剑就秒杀了赤色巨龙，表情都瞬间呆滞。圣莲儿更是美眸瞪大，小嘴微张，脸上充满不可置信。他知道楚风很强，也知道楚风有很大几率能战胜赤色巨龙，不过他觉得楚风就算能战胜赤色巨龙，也会是惨胜。没想到楚风竟然一剑就秒杀了赤色巨龙，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圣莲儿旁边的9名护卫也都震惊得无法言喻，他们都是地灵境9重，比楚风高了一个大境界多。之前他们拼死拼活都伤不了赤色巨龙分毫，还被巨龙的龙息伤了好几人。现在楚风一个低他们一个大境界的人，竟然一剑就秒杀了赤色巨龙，这太令他们难以接受了。杀了赤色巨龙后，楚风快速的来到赤炎红莲边，把3朵赤炎红莲的莲蓬采走。可惜赤炎红莲只能在这种岩浆中存活，不然楚风可以把它移植到他的世界中去。把赤炎红莲的莲蓬收入混沌星辰珠，楚风就想离开。突然，耳边传来灵儿的声音：“楚风，这岩浆下有异火。”异火！楚风闻言猛地一喜，异火是炼丹师的最爱，不仅能提升炼丹的成功率，平时还能作为攻击的一种手段。上一世，楚风获得过顶级异火幽冥鬼火，也正是有幽冥鬼火的帮助，楚风才能炼制出圣品丹药。而且幽冥鬼火作为攻击手段也无比强大，经常能出其不意的重创敌人。岩浆下面有一种红莲地火，是一种高级异火。灵儿道：“太好了！”楚风闻言一阵激动，现在他的境界低，获得异火，在面对高境界的敌人时，他也能多一种出其不意的攻击手段。说完，楚风就凝聚全身灵气，撑起一个灵气盾，直接扎入岩浆中。楚风不断往下潜去，越往下温度越高，半刻钟的功夫，楚风已经下潜了近1000米，不过还是没有感应到红莲地火，中间灵气不足。楚风立即拿出赤炎红莲子服用，才维持灵气盾不被周身的岩浆烫伤。红莲地火就在下方500米处，不过你的身体可能扛不住了。灵儿突然道：“我再试试。”楚风不想就这样放弃，又服下了一颗赤炎红莲子，继续朝下方潜下去。不行，扛不住了。楚风又下潜了片刻，但是下面的温度太高了，他撑起的灵气盾已经扛不住。不久后，楚风浮出岩浆面，飞到火山壁边。可惜了。楚风转头看向岩浆中央，微微叹息。现在他的境界太低，根本拿不到红莲地火。如果能突破道地灵境，他说不定就可以拿到红莲地火。离秘境关闭还有时间，楚风准备继续寻找机缘，变强再来拿红莲地火。此时，圣莲儿等人一直没有走，他们刚才看到楚风扎进岩浆中，疑惑楚风发现了什么宝物，就想等着看结果。没想到楚风竟然扎进岩浆1刻多钟才出来。现在看楚风的神情，似乎并没有拿到想要的宝物，这让众人更加好奇岩浆下的到底是什么宝物。不久后，楚风回到火山口，你们怎么还没有走？楚风淡声询问。这些人没有走，难道是想觊觎他的赤炎红莲子？楚风，岩浆下面有什么东西？圣莲儿问出心中疑惑。一种你们拿不到的宝物。楚风淡淡回了一句，就准备离开。突然，楚风耳边传来灵儿的声音：“楚风，这女子胸前的宝物，说不定可以帮你拿到红莲地火。”胸前的宝物。楚风闻言立即转头看向圣莲儿的胸前，圣莲儿的胸前鼓囊囊一片，诱惑迷人，看得楚风一阵口干舌燥。这女人不仅漂亮，身材竟然也这么好，可惜就是不能修炼。圣莲儿注意到楚风的目光，连忙用手挡住，同时怒瞪着楚风道：“你看什么？没看什么。”楚风讪讪一笑：“灵儿，她胸前的宝物怎么帮我拿到红莲地火？”圣莲儿的胸前确实有宝物，但是楚风想不到他们怎么帮他拿红莲地火。他胸前的玉坠是个不可多得的宝物，能隔绝的火，只要你能让这女子给你，你有很多的几率能拿到红莲地火。灵儿道：“玉坠。”楚风闻言一阵愣神，他刚还以为是圣莲儿的，还没想到是他胸前的玉坠。片刻，楚风看向圣莲儿，轻声道：“不知在下能否知道姑娘的芳名？”
不能。盛丽儿冷冷地道。刚才楚风一直盯着他的胸前看，现在又问他的芳名，一看就是对他有不轨想法。盛丽儿顿时冷漠的不想搭理楚风。说完，盛丽儿就要带着9名护卫离开。姑娘，我想和你做个交易。楚风看到盛丽儿要离开，立即拦在他的身前，让开，我不想和你做什么交易。盛丽儿认为楚风对他有不轨之心，楚风所说的交易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交易。那我一定要呢。楚风声音变冷，现在异火对楚风非常重要，他不想放弃。盛丽儿要是不同意的话，他抢也要把他的玉坠抢过来。楚风，你不要以为我没有修为就觉得我好欺负，你要是敢动我，你必死无疑。盛丽儿冷冷地道。必死？我还不信了，再给你一个机会，赶紧把你胸前的玉坠给我，不然我把你们全杀了。楚风冷冷地看着盛丽儿道。玉坠？盛丽儿闻言微微一愣，当然是玉坠，不然是什么？你不会以为我对你有什么想法吧？哼，就你，我还看不上呢。楚风扫了盛丽儿全身一眼，佯作嫌弃地道。你混蛋！盛丽儿看到楚风嫌弃的目光，顿时气得胸前一阵波涛翻涌，破口大骂。废话少说，我给你一朵赤炎红莲，你把玉坠给我。楚风也不想占盛丽儿的便宜，想用一朵赤炎红莲交换他的玉坠。一朵赤炎红莲有10几个赤炎红莲子，盛丽儿也不吃亏。休想！盛丽儿愤怒地道。不换那就怪不得我了，我可以杀了你们再抢走。楚风说完就拔出魔影剑，佯作要动手的样子。盛丽儿的护卫见状，顿时都紧张地围在盛丽儿面前。住手！盛丽儿看到楚风真的要动手，连忙叫停他。怎么改变主意了？楚风淡笑着看向盛丽儿道。先离开这里，我再把玉坠给你。盛丽儿不想众人都跟着他被杀，顿时只能同意把玉坠给楚风。行。楚风也知道没有玉坠，盛丽儿扛不住这里的炙热，顿时同意出到外面再交易。不久后，楚风和盛丽儿等人走到火山较远处，盛丽儿狠狠瞪了楚风一眼，才缓缓伸手从脖子处拉出一条玉坠。混蛋，给你！盛丽儿缓缓把玉坠递给楚风。楚风高兴地接过玉坠，玉坠带着温热，还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楚风不禁拿起玉坠靠近鼻子，轻嗅了一下。混蛋，我杀了你！盛丽儿看到楚风的举动，顿时大怒地扑向楚风，一口狠狠咬在楚风的手上。楚风这时才发现他刚才的举动有些冒失，羞辱了盛丽儿，让盛丽儿咬了片刻，楚风才微微用力挣脱。好了，我向你道歉。说完，楚风就丢下一朵赤炎红莲，快速地转头离开。混蛋，我记住你了，等出了秘境，我定让你好看。盛丽儿狠狠地看着楚风离去的背影，愤怒地道。我等实力不足，让姑娘受辱，请姑娘责罚。盛丽儿的9个护卫看到盛丽儿暴怒，顿时都低头认罚。片刻，盛丽儿微微平息怒气，平静地道。不是你们的错，都是那混蛋可恶，等出了秘境，我再收拾他。走，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说完，盛丽儿就转头离开。姑娘，赤炎红莲！一名青衣护卫捡起楚风放在一旁的赤炎红莲，追上盛丽儿递给他。丢了，我才不要那个混蛋的东西！盛丽儿冷声道。青衣护卫见状一阵不舍，其他的护卫也一脸可惜。赤炎红莲子可是稀世灵药，能大幅提升修为，丢了太可惜了。算了，丢了也可惜。你们一人拿1颗赤炎红莲子，剩下的给我。盛丽儿看到众人的表情，顿时又改变了主意。丢了确实可惜，还不如分给众人，让他们更加尽心保护他。楚风给的这朵赤炎红莲有12颗赤炎红莲子，9个护卫一人1颗，剩下的3颗盛丽儿收进了储物戒指。不久后，楚风重新回到火山中，把盛丽儿的玉坠戴在脖子上后，楚风完全感觉不到热，甚至还感到一股清凉，真是个好宝物。楚风感觉玉坠不仅能驱除炎热，还能大幅加速灵气的吸收，对于修炼有很大的作用。楚风本来还想用完就还给盛丽儿，现在他都想占为己有了。片刻，楚风再次来到岩浆的中心，扎入岩浆中，快速往下潜去。这次有了盛丽儿的玉坠，楚风很轻松就来到红莲地火的面前。红莲的火悬浮在岩浆中，像是睡着了一般。周围2米的岩浆靠近红莲地火，都被他灼烧蒸发掉，形成一个真空圈。楚风，你知道怎么收服异火吗？灵儿传音道。楚风轻轻点头。异火都有一定的灵智，想要收服，无非是实力要强过他，还要一定的耐心和运气。上一世，楚风收服幽冥鬼火，整整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不过幽冥鬼火是顶级异火，这红莲地火只是高级异火，收服时间肯定不用那么久。而且有上一世收服异火的经验，楚风也能更快的收服异火。片刻，楚风缓缓进入红莲地火的真空圈。虽然有盛丽儿的玉坠隔绝炎热，但是进到真空圈，楚风还是感觉到一股火烧的炙痛感。楚风用灵力缓缓包裹红莲地火，不过灵力刚靠近红莲地火，它就像是被惊醒一般，缓缓的漂移走。楚风也立即跟上，同时加大灵力包裹住红莲地火。瞬间，红莲的火就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楚风的灵力轰散。楚风也不气馁，继续用灵力去包裹红莲地火，同时楚风也用魂力去压制红莲地火。楚风的灵魂是重生的，无比强大，很快就压制住红莲地火。不过红莲地火并没有立即屈服，
而是不断的爆发力量，把楚风的灵力轰散。好在楚风身上还有赤炎红莲子，灵力不足，他就立即服用赤炎红莲子，不断的和红莲地火缠斗。1天、10天、1个月、2个月，足足花了2个月的时间，楚风终于把红莲地火收服。红莲地火被收服后，仿若一个小精灵一般，不断的在楚风身边转悠，他的火也不再对楚风产生任何影响。楚风高兴大笑，有了红莲地火，以后他炼丹将更加容易，还能炼制更高品级的丹药，而且红莲的火拿来攻击，也是一种无比强大的攻击手段。另外，这2个月楚风不断服用赤炎红莲子，他的境界也提升了2个小境界，达到了玄灵境极境。接下来只要突破玄灵境极境，那楚风的实力就将能大幅提升。突然，岩浆的流速突然快速往上升，像是喷涌而上。楚风微微有点疑惑，这红莲地火一直压制着这里的岩浆地火，现在他被你收服，这里的岩浆地火没有压制，要爆发了。灵儿突然传音道：“哦，这是火山要爆发了。”楚风淡淡一笑，正好他可以体验一下火山爆发的场景。很快，楚风就随着岩浆喷涌而上，上升到火山口，然后一下喷射出去。楚风张开双手，开心大笑，尽情享受着飞翔的喜悦。不久后，楚风降落下地，此时周围已经布满岩浆，到处是一片末世降临的场景。楚风凝聚灵力于脚，踏着岩浆面朝秘境入口的方向快速飞驰而去。离秘境关闭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楚风想要再换个方向继续寻找机缘。之前的2个方向，楚风获得千年妖树心和红莲地火，大幅提升了实力。现在还剩下东方和南方没有探索，这2个地方肯定也还有机缘。1个时辰后，楚风回到秘境入口，此时有一些人正在秘境入口修炼，这些人似乎已经获得了一些机缘，不想再冒险，准备在秘境入口修炼一段时间再出秘境。也有一些人是根本没有去探索寻找机缘的，进秘境就是因为这里的灵气浓郁来修炼的。楚风看了一眼东方和南方，一时有点难以抉择，不知该往什么方向探索。听说东边有座发光的小岛，里面宝物无数。之前有2人在那边不知道获得了什么宝物，直接就出秘境了，生怕我们抢了一样。不过听说海里和那座小岛有很多恐怖的妖兽，很多人已经葬身在那边。算了，我们实力太低了，没必要拿命去和那些高境界的人抢机缘。楚风正犹豫，就听到秘境口的一些人在议论发光的小岛。楚风有点疑惑，不过瞬间他就决定前往东方探索。对于别人危险的地方，正适合他去寻找机缘。1刻钟后，楚风来到东边的海边，海面被一层浓雾笼罩，海水黝黑，深不可测。这时，远处的海上有一座散发出淡淡光芒的小岛，仿若一座仙岛。楚风见状，立即踏着海面，快速的朝小岛疾驰过去。咦，这岛还会移动？靠近小岛，楚风发现小岛竟然在缓缓的移动，怪不得之前进秘境的时候没有看到这座小岛，想来是最近才移动到这边的。片刻，楚风身子一跃，飞上小岛。一踏进小岛，楚风就感觉到一股沉重的压力，就像是背着千斤巨石一般，这么诡异。小岛周围寂静无声，不过地上有不少脚印，可见之前有不少人上了小岛。楚风跟着脚印前行，不过脚印来到一片茂密的森林中，就突然不见了。阵法，楚风一眼就看出森林有迷幻阵，不过这只是一种低级的迷幻阵，只能困住不懂阵法的人，对楚风来说根本不值一提。楚风缓缓踏入森林，快速的穿过迷幻阵，期间楚风还看到几名被困在阵法中的人，不过楚风并没有好心的去救他们。这些人选择了上岛寻找机缘，就要做好随时丢掉性命的准备。不久后，楚风穿过战法，走出森林。此时，森林外聚集了几百个人。森林外，楚风认识的圣里儿等人，还有林泰、秦西等灵玄宗的人都在。在众人的前方有一座巨大的天梯，直入云霄。此时，有不少人已经登上天梯，正在费力的往上登去。楚风眉头微蹙的看着天梯，感觉天梯有点诡异。如此高耸入云的天梯，刚才他在岛外面竟然没有看到。这天梯像是一种幻象，不过已经有不少人登上天梯，似乎也不是幻象。突然，天梯上响起一声惨叫，一名青衣壮汉在天梯几十个台阶的地方突然爆体而亡，血肉炸裂，洒落在天梯上，很快就消失不见。啊！天梯下的人见状都一阵惊叫，此人境界如此低，还妄想得到传承，简直就是找死。不错，他一个玄灵境也跟着上去抢传承，死了也是活该。这天梯就是为地灵境准备的，玄灵境上去就是送死。惊叫过后，众人开始不断的议论纷纷。这时，楚风才看到天梯前有个巨大的石碑，写着一列大字：登上天梯者可得本圣传承。圣级传承。楚风上一世是地境巅峰强者，对于一个圣级传承并没有任何兴趣。不过传承中一般会留有不少修炼资源，楚风想要获得这些修炼资源，快速提升实力。片刻，楚风穿过下面围观的人，开始登上天梯。玄灵境九重，又有一个不怕死的。刚死的那个青衣壮汉就是玄灵境九重，他才登几十个台阶就爆体而亡。这人不知道能登几个台阶。
我猜他肯定也和之前那个青衣壮汉一样，登几10个台阶就会爆体而亡。希望他知难而退，不要白白送死。围观的人看到楚风登天梯，顿时一阵议论纷纷，似乎都不看好他能登上多少个台阶。楚风，这时不远处的盛脸儿看到楚风，顿时一阵咬牙切齿，狠狠地瞪着楚风。楚风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一登上天梯，他就快步往上。天梯中有强大的威压，还有对于灵魂的幻象攻击。不过这些对于楚风来说根本不足为惧。楚风的实力已经远超一般天灵境，灵魂是继承上意识的，更是强大的可怕。那些基于灵魂的幻象攻击，楚风随意就能用魂石击破。这人怎么登得那么快？在众人眼中，楚风就像是正常走路登台阶一样，没有任何停留，脚步不停地往上登。这人不会是有什么宝物护体，不受天梯的影响吧？不可能，天梯不仅要承受极大的身体威压，还会受到灵魂上的攻击。这人就算是有宝物护着身体，也护不住灵魂上的攻击。那这人怎么能登那么快？不过这人看着好面熟，他好像是曹家通缉的那个五品炼丹师楚风。楚风，没想到他炼丹强，实力也如此强大。众人看着登天梯的楚风，开始议论纷纷。师尊，这人的背影好像师叔。天梯边不远处，秦溪看着楚风的背影，一阵熟悉，不禁转头对着林泰道：胡说什么？这人的境界是玄灵境9重，你师叔只是玄灵境2重，他不是你师叔。林泰看到楚风的境界和他登天梯的速度也很惊讶。不过楚风是曹家的敌人，他们灵玄宗招惹不起曹家，只能和楚风撇清关系。盛脸儿看到楚风登天梯的速度，也不禁小嘴微张，惊叹道：那小混蛋虽然可恶，不过不得不说他的实力确实很强。楚风不断地超过前面的人。此时登上天梯最高的是886阶的曹天，整个天梯1000个台阶，曹天领先了第2名近50个阶梯。他已经开始幻想着登顶天梯拿到传承的场景。突然曹天发现一个身影快速地朝他靠近，他不禁转身看去，怎么可能那么快？曹天看到快步往上的楚风，顿时像是见了鬼一样。他耗费很多灵丹和宝物，费尽千辛万苦才登上到886阶，没想到楚风竟然如此随意就追上了他。想到传承要被楚风拿去，曹天立即愤怒威胁道：小子，传承是我们曹家的，你敢抢，必死无疑。曹家的人。楚风闻言冷笑一声，手中的魔影剑猛地出鞘，瞬间一道凌厉的剑气划过曹天的身体，将他一分为2。啊！这楚风竟然秒杀了曹天。曹天可是东荒大比地灵境段位的第2名，没想到竟然被楚风一剑秒杀了。这楚风也太强了吧！玄灵境一剑秒杀地灵境巅峰，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不会相信。众人看到楚风秒杀曹天，都一脸震惊的议论纷纷。这小混蛋真残忍！之前在火山，盛脸儿见过楚风一剑秒杀天灵境9重的妖龙，现在他对楚风秒杀曹天也不再惊讶，只是有点吐槽楚风的残忍。不过楚风和曹家是仇人，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楚风如此果决的杀曹天也不为过。杀了曹天后，楚风继续快速往上登去，越往上所承受的威压和灵魂攻击越强。不过这都在楚风的承受范围内。很快楚风就到达了1000层，一踏上1000层，楚风就瞬间感觉进入了另一片空间。这片空间黑雾缭绕，黑漆漆一片，看不到任何东西。突然黑雾中猛地凝聚出一道诡异的黑影。有缘人，恭喜你获得本圣的传承。黑影一脸微笑地道：你是？楚风一脸平静地问道。楚风看得出黑影是一道魂体，这个空间也是特地用来保存魂体的，只是不知道这魂体是何来历。本圣乃是上古时期的魂天圣人，作画前特地留下传承在此给有缘人。黑影笑道：魂天圣人？楚风内心冷笑一声，继续道：不知圣人除了传承，可留有修炼资源？本圣的传承是这世间最好的传承，只要你接受了本圣的传承，以后就不会缺修炼资源。魂天圣人自夸道：没有修炼资源，那我不接受传承了。说完，楚风转身就要离开。魂天圣人听到楚风的话，猛地一愣，他没想到楚风竟然会不接受他的传承。小兄弟，我告诉你，只要你接受我的传承，你就能问鼎万界，成为万界第一人。魂天圣人继续劝说道：不必再说，没有修炼资源，传承不要也罢。楚风一脸不为所动的样子。修炼资源其实也有，只要你接受了本圣的传承，本圣就给你。魂天圣人突然改口道：先把修炼资源给我，我再考虑接受你的传承。楚风听到魂天圣人说有修炼资源，顿时心中一喜。这魂天圣人充满诡异，他的传承看着也不像是什么好传承。楚风想要魂天圣人的修炼资源，并不想要他的传承。行，我可以先给你。魂天圣人说完，黑雾中缓缓飞出一个玉瓶，飘向楚风。楚风立即伸手抓住小瓶，摇了摇，感觉里面最多1滴水液，顿时转头看向魂天圣人道：这一点，这是混沌神液，虽然只有1滴，不过却是世间最好的神药。魂天圣人道：混沌神液？楚风闻言大喜，打开玉瓶闻了一下，立即就把玉瓶收进混沌星辰珠中。混沌神液确实是世间最好的神液，前世楚风也听说过，但并没有亲眼见过。不过刚才玉瓶中散发出一种让人心魂都要飞升的香气，
楚风确定玉瓶里面绝对是神药，神药给你了，开始接受本圣的传承吧。魂天圣人看到楚风把玉瓶收走，连忙催促道：“还有其他修炼资源吗？这点太少了。”楚风淡笑道：“没有了，现在距离我作画的时间太久远了，只有这滴混沌神液能留存下来，其他的修炼资源都已经消散世间了。”魂天圣人道：“可惜。”楚风微微遗憾道。楚风本来还想从魂天圣人手中多弄点修炼资源，没想到魂天圣人就只有一滴混沌神液。不过能从魂天圣人手中拿到一滴混沌神液，楚风也不虚此行了。开始吧，本圣现在就把传承传给你，你放开魂海，让本圣的魂魄进去，这样才能把传承给你。魂天圣人一脸微笑地道：“你不会是想夺舍我吧？”楚风淡淡一笑道：“传承根本无需让魂魄进传承者的魂海，夺舍的手段楚风上一世也涉猎过。现在魂天圣人让他放开魂海，给他魂魄进去，显然是想要夺舍他这具身体。怎么可能？”魂天圣人听到楚风的话，瞬间有点愣神，不知道楚风怎么会知道他的企图。别狡辩了，这种夺舍的手段我涉猎过。楚风淡声道：“结，小子，既然被你发现，本圣也不装了。不错，本圣就是想要夺舍你的这具身体。你识相点，赶紧放开你的魂海，不然本圣强行把你的魂魄抽离出来，日日用魂火灼烧，让你生不如死。”魂天圣人邪笑道：“呵，就你一个垃圾圣人也想夺舍本帝，简直就是找死！”楚风冷笑一声，说完，楚风立即抬手释放出红莲地火，瞬间，楚风的手掌就出现一朵妖艳的红莲之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异火对于灵魂之体有强大的伤害，加上楚风强大的灵魂，楚风可以随意压制魂天圣人的魂体。异火，魂天圣人面露惧怕。突然，魂天圣人发出一声惨叫：“你的灵魂怎么会如此强大？你是夺舍重生之人！”魂天圣人被楚风强大魂力攻击，一下遭到重创。楚风没有回答魂天圣人，直接释放异火朝他攻击过去。啊！魂天圣人在空间内到处乱窜，不断受到楚风的攻击。混蛋，就算本圣魂飞魄散，也不会让你好过。说完，魂天圣人猛地消失不见，同时整个空间开始坍塌。瞬间，楚风所站的地方就变成无底深渊，楚风猛地快速地往下掉落下去。此时，在天梯外面，天空猛地变黑，大地开始摇晃，天梯也瞬间消失不见。原本的天梯猛地变成一个巨大深渊，天梯上的人瞬间都坠落下深渊，深渊仿若一个巨大的兽口，产生一股强大的吸力，把附近的人都吸了进去。快跑！原本在外面围观的人都立即往外逃去。林泰和秦西一直待在人群最外面，一看到深渊出现，林泰就立即拉起秦西逃到有迷幻阵的森林中，其他人也立即惊慌地逃入森林。一进到森林，众人就发现森林中不受外面深渊的影响，顿时都大大松了口气。小姐呢？刚才不是你护着小姐的吗？突然，圣里儿的护卫才发现圣里儿不见了。楚风不断地往深渊下坠落，周围黑漆漆一片，底下深渊更是深不见底，看不到下面到底有什么。这里的重力是外面的好几倍，楚风下坠的速度越来越快，按这样不断加速坠下，他估计要被摔死。中途，楚风躲进混沌星辰珠中一段时间，从混沌星辰珠出来，楚风还是在往深渊下坠落，不过下坠的速度重新从零开始，这让楚风大大松了口气，不必再担心被摔死。就这样不断下坠，大概下坠了2万米，楚风终于看到底部是一片黑色的潭水，水面上漂浮着一些刚才摔下来摔死的尸体。楚风中途进入过混沌星辰珠一段时间，这些尸体比他更早摔落下来，眼看要到底，楚风立即进入到混沌星辰珠中，然后再出来。片刻，楚风轻飘飘地降落到黑水面上，黑水带着强烈的腐蚀性，一些尸体已经被腐蚀得面目全非。这些尸体都是之前登天梯想要获得传承的修士，没想到最后都死在了这里。深渊底部还充满着浓郁的魔气，掉下来的人就算没摔死，估计也会很快死去。楚风环顾四周，想要找寻出去的路，四周漆黑一片，能见度极低，入眼之处都是黑水，根本看不到岸边。咦，竟然还有活的！突然，楚风发现远处有一道白色的身影，正在奋力地往远处游去。正在往远处游去的白色身影，正是圣灵。之前突起变故，众人惊慌之至，他一下子就被吸入了深渊。不过好在他身怀异宝，最后有惊无险地降落到这深渊之中。深渊底部黑漆漆一片，散发着恶臭，还有众多被摔死的尸体。在这样的环境下，尽管圣灵见识多广，内心也不禁充满恐惧。特别是这黑水看不到边际，他看不到任何逃离的希望，只能忍住恐惧，不断往前游去。结！突然，一道邪笑声吓得圣灵心魂俱颤。刚才圣灵在周围探查过，发现众人都死了，他才独自朝远处游去。没想到突然就出现一道诡异的邪笑，在这漆黑恐怖的环境中，突然被这一下，圣灵差点被吓死。片刻，圣灵忍住恐惧，转头朝声音方向看去。等看清来人，他瞬间愤怒的恨不得立即扑过去咬死他。楚风，你个混蛋，王八蛋！圣灵对着楚风不断大骂，发泄着心中的愤怒，也发泄着心中的恐惧。楚风虽然混蛋，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他陪着，
盛脸儿也瞬间变得不再害怕。你没修为，怎么没死？楚风疑惑地看着盛脸儿，询问道。哼，你都没死，我怎么会死？盛脸儿冷哼道。看来你身上宝物挺多呀。盛脸儿不说，楚风也大概猜到，他肯定是依靠某种宝物才能活下来。赶紧把我的玉坠还我。说到宝物，盛脸儿顿时想到楚风拿走他的玉坠，想要让楚风还给他。这玉坠是我用赤炎红莲跟你换的，已经是我的了。楚风从脖子中掏出玉坠，轻轻嗅了一口，耍无赖地道：混蛋，现在给我，我也不要了。盛脸儿看到楚风贴身带着玉坠，顿时就不想再要。楚风已经贴身戴过，他再戴在身上就太膈应了。就算你要，我也不给。楚风故意气盛脸儿道：混蛋，等出去了，我定要好好教训你。盛脸儿美眸怒瞪着楚风道：说不定我们都出不去了。楚风感应四周无边无际，根本没有尽头，这里应该有阵法，只是楚风一时找不到阵眼在哪里，也无法破阵。盛脸儿听到楚风的话，心中一惊，如果要被困死在这暗黑恶心的环境下，那还不如直接死了。刚才你在天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会出现这个深渊？盛脸儿询问道。天梯上根本没有传承，只是一个邪恶的灵魂想要夺舍登顶天梯的人，我没有让他夺舍，他就想和我同归于尽。楚风淡淡地道。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只能等死了。盛脸儿闻言面露绝望。既来之则安之，我先修炼一段时间再说。深渊下这里有浓郁的魔气，楚风想要吸收这些魔气修炼一段时间，说不定他把这些魔气吸收完，这里的阵法就破了。咦，你是什么体质？怎么这里魔气都靠近不了你？突然楚风发现盛脸儿周围的魔气靠近不了，这不是宝物隔绝的，而是他的身体天生可以抵挡这些魔气。我也不知道，我从出生就这样，任何污浊之气都靠近不了我，但是我一直无法修炼。盛脸儿闻言美眸微微一暗，盛脸儿从出生到现在从来不会生病，任何污浊之气和毒药都对他不起作用，而且18岁后他的容颜就没有变化过，也不会衰老，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几百年。盛脸儿一直想找寻他体质的秘密，不过一直找不到，这次来东荒秘境，他也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机缘解开他身体的秘密。你把手伸过来我看看。楚风闻言微露惊奇，想要给盛脸儿把脉，看能不能查出什么。盛脸儿美眸看了楚风一会，最终同意伸手过去给楚风把脉。盛脸儿的小手白皙胜雪，在这黑暗的环境下更加醒目。楚风伸手轻轻握住盛脸儿的手腕，瞬间感觉到一种非常舒服的温软感觉。握了好一会，楚风才缓缓收回手。他探不出盛脸儿的体质是什么。就在楚风要告诉盛脸儿他也探不出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灵儿的声音。他的体质是永恒仙灵体，这种体质在下界极难觉醒，只有去到神界才有机会觉醒。永恒仙灵体觉醒后，实力会直接飙升到地境之上，以后的修炼速度也会无比恐怖。永恒仙灵体只要不在成长阶段陨落，成长起来就是这片天地最强的存在之一。楚风，赶紧趁他还没成长起来，收服他做你的女人，不然等他以后体质觉醒，你想要收服他就不可能了。这女人现在就如此漂亮，觉醒后她的容貌和气质还会无限提升，你现在不把握住机会，以后肯定后悔终生。如果实在不行，你可以把她弄进混沌星辰珠中囚禁起来，等那天彻底收服她了，再把她放出去。楚风听到灵儿的话，一阵无语，他没想到灵儿竟然还有如此邪恶的一面。不过看着盛脸儿绝美的容颜和身材，楚风突然觉得把她囚禁起来收服也不是不可以。楚风，你怎么了？实在看不出就算了。盛脸儿看到楚风脸上不断闪过惊讶、兴奋、错愕、犹豫、邪恶、纠结等表情，顿时一阵疑惑。你的体质我知道，不过我暂时没有办法帮你觉醒。楚风微微平复心中的情绪，淡声开口道：啊，你知道我是什么体质？快告诉我。盛脸儿闻言瞬间激动地飞扑过去，抓住楚风的手，大声询问道。盛脸儿找寻了几百年都没有找到他身体的秘密，现在听到楚风说知道他的体质，他瞬间激动得无法言喻。你的体质名为永恒仙灵体。楚风道。永恒仙灵体？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这种体质？楚风，你不会骗我的吧？盛脸儿几百年间查阅过无数古籍，根本没有看过楚风说的这种体质，他顿时心生怀疑。楚风看盛脸儿不信，他立即向灵儿询问永恒仙灵体的其他特征。永恒仙灵体容颜不老，寿命几乎无限，不会生病，甚至不惧任何负面影响，而且永恒仙灵体永远不会来红事。楚风照着灵儿告诉他的，不断地对着盛脸儿道：啊，你别说了，我信你了。盛脸儿连忙打断楚风道：前面那些楚风去查他的来历，说不定也能查到，但是永远不会来红事，这种事除了他自己，外人根本不知道，所以盛脸儿才相信楚风是真的知道他的体质。呵呵，楚风见盛脸儿相信了，顿时也不再多说。我还不知道盛姑娘的芳名，不知现在姑娘可肯告知？上次楚风询问盛脸儿，他并没有说，到现在楚风都一直没有知道他的名字。盛脸儿，楚风让盛脸儿知道了他的体质，他顿时也不再隐瞒，直接告诉楚风他的名字。盛脸儿，挺好听的名字。楚风淡淡一笑，默默地看着盛脸儿。知道了盛脸儿的体质，
楚风就想着怎么才能拿下他。之前灵儿说把圣灵儿囚禁到混沌星辰珠中，这只是一种臆想，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喜欢一个女人，他肯定会真心对待她，不会用如此邪恶的手段得到她。不过现在他和圣灵儿的关系并不好，如果不是同时掉落到这深渊下，两人根本没有独处的机会。而且圣灵儿还和石不凡有亲密的关系，上次东荒大比的时候，石不凡更是说他获得第1名，圣灵儿就同意和他在一起。想到石不凡，楚风突然发现石不凡竟然没有跟在圣灵儿的身边。石不凡怎么没有跟你在一起？楚风询问道。石不凡，他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圣灵儿面怒不减。楚风闻言微愣道，你和他不是恋人关系吗？谁和你说我和他是恋人关系？石不凡那个小屁孩，我怎么可能和他在一起？圣灵儿闻言大怒道，上次东荒大比，他说得了第1名，你就会和他在一起？楚风道，石不凡说的是杜家的小姐，不是我。圣灵儿没好气地道，哦，那是我搞错了。楚风闻言大喜，上次石不凡看着圣灵儿的方向，楚风还以为石不凡说的是圣灵儿，现在看来是他搞错了，石不凡说的是其他的女人。怎么，你对姐姐有想法？圣灵儿看到他否认和石不凡的关系，楚风就一脸高兴的模样，顿时就明白楚风的心思。姐姐？楚风闻言一愣，姐姐，我已经活了几百岁，别说当你姐姐，就算是当你姑奶奶都可以了。圣灵儿揶揄道，呵，你想多了，你在我面前只是个小妹妹，灵儿妹妹。楚风没好气地道，上一世楚风活了几千年，圣灵儿在他面前也只是一个小妹妹。哼，懒得跟你说话，反正姐姐是不会对你一个小屁孩感兴趣的，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圣灵儿冷哼道，既然这样，那我走了，你自己待在这里吧。楚风说完就转头准备离开。有本事你就走啊！圣灵儿觉得楚风走也走不到哪里去，顿时无所谓地道。楚风闻言立即朝着远处飞去，离开圣灵儿的视线后，他立即进入到混沌星辰珠中。灵儿，你看着他，别让他出事了。楚风嘱咐灵儿道。楚风，你真不把他抓进这里来，现在可是最好的机会。灵儿道，不必，一个女人而已，我搞得定。楚风摆了摆手道。说完，楚风就直接脱掉衣服，跳进不远处的小河中，舒服的洗了个澡。洗完澡后，楚风来到灵儿面前，问道，圣灵儿，那女人怎么样了？她还在原地等，时不时叫唤你，似乎有点害怕了。灵儿道，呵呵，只要她害怕，就容易拿捏她了，我先出去看看。楚风闻言轻声一笑。片刻，楚风重新回到外面的深渊中，悄无声息地朝圣灵儿靠近。楚风，你个混蛋，赶紧出来！圣灵儿大声叫道。在这漆黑恐怖的环境下，一个人待着太恐怖了，圣灵儿只能时不时叫唤楚风，给自己壮胆。灵儿妹妹，叫哥哥做什么？楚风突然出现在圣灵儿的面前，一脸调笑地道，混蛋，谁是你妹妹？我是你姑奶奶。圣灵儿看到楚风出现，顿时愤怒地道，算了，看来你也不欢迎我回来，我还是走吧。楚风说完又转身准备离开。混蛋，你到底想怎么样？圣灵儿看到楚风又要离开，连忙叫停他。不怎么样，只要你叫我哥哥就行。楚风转头看向圣灵儿，一脸调笑地道，你想得美，我才不叫。圣灵儿闻言愤怒地道，不叫那我走了。楚风说完就头也不回的离开，再次进入到混沌星辰世界中。混蛋，赶紧滚，最好永远不要回来。圣灵儿看到楚风再次消失不见，顿时愤怒大骂道。骂了好一会，圣灵儿才缓缓停下。可恶，难道真的要被困死在这个地方了？圣灵儿环顾四周，根本想不到任何逃出去的办法。想了片刻，突然不远处一个人影缓缓漂浮过来。楚风，你个混蛋，还想吓我？看我不咬死你！圣灵儿以为人影是楚风，就朝着人影游过去。不过当圣灵儿靠近人影后，却发现是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而且尸体的心脏部位有个大窟窿，像是被什么东西吃掉了心脏啊！圣灵儿见状立即惊恐地朝反方向快速游走。楚风，你个混蛋，快点出来，我同意叫你哥哥了！圣灵儿边游边大声喊道。圣灵儿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快速地朝他冲过来，他顿时拼命大喊。此时在混沌星辰世界中，楚风正躺着休息，耳边突然传来灵儿的声音，那女人出事了，你快出去救她！楚风闻言立即着急地出到外面世界。楚风快速地朝圣灵儿的方向飞驰过去。片刻，楚风终于看到圣灵儿，此时一条黑蛇正缠绕着圣灵儿。黑蛇体型不大，只有手臂大小，但是长度却接近有200米左右。圣灵儿身上似乎有护体法宝，黑蛇并没有伤到他，不过他脸上充满惊恐，不断大叫，似乎极害怕蛇。王境二重。楚风看到黑蛇的境界，目光微微一凝，不过楚风并没有丝毫害怕，直接朝黑蛇的下半身挥出一道剑气。轰！剑气光速般轰在黑蛇的下半部躯体上，并没有轰断，只是轰出一道伤口，流出黑色的血液。受伤后，黑蛇发出一声恐怖的嘶吼，直接甩开圣灵儿，朝楚风冲杀过来。死！楚风看到深渊黑蛇甩开圣灵儿，他立即使出全力朝黑蛇轰出一道剑气，剑气划破虚空，光速轰在黑蛇的脑袋上，炸开一个巨大的口子。黑蛇重砸在水面上，看到不是楚风的对手，
他立即下前逃跑。楚风见状，立即朝水下挥出2道剑气，同时快速地扎进水中追杀。过了大概1刻钟，楚风才从水中钻出来。楚风，盛莲儿看见楚风出来，立即激动地朝楚风游过去。片刻，盛莲儿直接扑入楚风的怀中，紧紧抱着他。刚才楚风潜下去那么久，盛莲儿还以为楚风出事了。盛莲儿最惧怕蛇，想到楚风被黑蛇杀死，一会黑蛇还要出来吃他就惊恐的要死。现在看到楚风安然无恙的出来，盛莲儿顿时激动的忘记了一切，直接就扑入了楚风的怀里。没事了，楚风反手抱住盛莲儿，安慰道。此时盛莲儿全身湿漉漉，之前他一直泡在水中，看不到她的身材，现在盛莲儿浮出水面，她完美身材顿时在楚风面前展露无遗，而且楚风身上也湿漉漉的，两人抱在一起就像肌肤相亲一样，让楚风暗爽不已。过了好一会，盛莲儿发现楚风下面有什么东西磕到他，立即挣扎离开楚风的怀抱。楚风，你个色胚！盛莲儿看到楚风下面的丑态，顿时一阵怒骂。他刚才竟然主动投怀送抱，还和楚风抱了那么久，甚至还被楚风蹭到了，这让盛莲儿瞬间羞愤不已。这可怪不得我，是你太迷人了。楚风轻笑着欣赏盛莲儿的完美身材，看到楚风色眯眯的目光，盛莲儿立即下前把身体泡在水中。混蛋，色胚！盛莲儿愤怒地瞪着楚风大骂道。过了一会，盛莲儿才平复心情，问道：那黑蛇死了没？死了。楚风点头道：太好了。盛莲儿闻言大松了口气，考虑好了没有？叫不叫我哥哥？不叫我又走了。楚风再次笑着威胁道：你混蛋！盛莲儿闻言咬牙切齿地怒瞪着楚风，这里可能还有其他的黑蛇，下次再有黑蛇，我可不救你了。楚风继续威胁道：还有黑蛇？盛莲儿闻言猛地一惊，当然，这里这么大，肯定还有其他的黑蛇。楚风道。盛莲儿闻言一阵沉默，不叫我走了。楚风再次转身，别走。盛莲儿见状连忙叫住楚风，道：我叫哥哥。盛莲儿有点羞于出口，叫风哥哥。楚风微笑道：你别太过分。盛莲儿美眸怒瞪着楚风，你不叫风哥哥，我怎么知道你是在叫我？楚风淡笑道：风哥哥。盛莲儿低声道：太小声了，听不见。楚风继续打趣道。盛莲儿闻言猛地愤怒大喊道：风哥哥，风哥哥，听到了没有？好了，听到了。莲儿妹妹叫得太好听了，等出去了，哥哥带你买糖吃。楚风大声调笑道：赶紧想办法出去。盛莲儿没有再理会楚风的调笑，他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待了，只想着能快点离开这里。我现在暂时也想不到办法出去，我先修炼一段，等突破地灵境再想办法。这里魔气充裕，楚风想要吸收这里的魔气修炼，看能不能突破玄灵境极境，晋升到地灵境。说完，楚风就不再理会盛莲儿，直接悬浮在黑水面，转运混沌诀吸收周围的魔气修炼。瞬间，周围的魔气就快速的朝楚风汇聚过来。你竟然修炼魔功！盛莲儿看到周围的魔气汇聚过来，他立即躲开楚风一段距离。不对，这不是魔功，你这是什么神奇功法？竟然能吸收魔气修炼！盛莲儿突然惊讶地道。看了片刻，盛莲儿就确认楚风修炼的不是魔功，而是某种神奇地功法。这几百年，盛莲儿虽然无法修炼，但是他研读了无数功法，魔功他也研究过很多，他知道什么样地功法才算魔功。楚风能吸收魔气，但是身上却毫无魔气溢出，甚至一身浩然正气，这肯定不是魔功，而是一种他不知道的神奇功法。楚风没有回答盛莲儿，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中。玄灵境极境极难突破，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现在离秘境关闭还有2个多月，楚风想要抓紧时间吸收这里的魔气，突破到地灵境。盛莲儿看楚风不理他，他只能默默地看着楚风。远处黑暗寂静，不知道还有没有刚才那种深渊黑蛇。想到还有黑蛇，盛莲儿不禁又向楚风靠近几分。片刻，盛莲儿在储物戒指中一阵翻找，找到几件不沾水的衣裙，他把这些衣裙放在黑水上，然后轻轻靠在上面，这样也不会沉下去。就这样，盛莲儿一直看着楚风，中间偶尔睡着，但很快他又会惊醒，看到旁边的楚风，他又变得一阵心安。1天、3天、10天，楚风一直默默的修炼，盛莲儿一直守在楚风身边，饿了就吃辟谷丹。周围的魔气没了，楚风又带着盛莲儿换个魔气浓郁的地方，不过换了地方，魔气很快就被吸收完。很快，楚风就发现这里的空间其实并不大，魔气也不是很充裕，只是因为阵法的缘故，才看着无比巨大。几乎1个月的时间，楚风就把这里的魔气吸收完，还把之前获得死灵蜘蛛用完。不过他的境界依旧没有突破。顿时，楚风就拿出之前从魂天圣人那里拿到混沌神液，准备服用修炼。你这是什么神药？楚风打开瓶子的瞬间，盛莲儿就感觉到一阵心旷神怡，不禁好奇地询问：混沌神液？楚风回了一句，就立即把瓶子中的混沌神液倒进嘴里。真有这种神药？盛莲儿一脸震惊。之前盛莲儿偶然在一本古籍中见过混沌神液的介绍，不过那本古籍说的很多东西，荒一界都没有。他一直以为那些都是臆想中的东西，现实并不存在。没想到现在楚风竟然有古籍介绍的神药混沌神液。楚风没有再理会盛莲儿，
混沌神液入体后，他就感觉一股恐怖的力量在体内爆发，不断的冲击他的灵脉和气海。他立即运转混沌诀，缓缓吸收这股力量。1天、10天、1个月，轰！楚风的体内猛地爆发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流，把周围的一切全部轰开。圣莲儿也被狠狠轰飞出几10米，不过好在他身上有护体宝物，被轰击的瞬间自动启动护住了他。混蛋，你想杀了我吗？圣莲儿从水中浮上来，对着楚风一直怒骂。哈哈，一下控制不住，对不住了。境界突破，楚风兴奋大笑。突破道地灵境，楚风的经脉和气海又扩大了很多，实力可谓1日千里。现在面对曹健，楚风有绝对信心能击杀他。你突破的灵境了，赶紧想办法出去，现在离秘境关闭只有几天了。圣莲儿一直想催促楚风，不过之前楚风在突破的关键期，他不能打断楚风。现在楚风突破，圣莲儿立即着急的催促楚风，没事，出不去，大不了我们就住在这里，生10个8个小孩也不错。楚风一脸调笑道，你给我去死，鬼才和你生小孩。圣莲儿闻言顿时大怒，都这时候了，楚风竟然还有心思开玩笑。圣莲儿愤怒的直咬牙，恨不得立即把楚风咬死。好了，我现在就去找出口。说完，楚风就直接扎入水中。其实之前追杀深渊黑蛇的时候，楚风就找到了出去的办法，不过为了多和圣莲儿相处，楚风才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圣莲儿。水底有一道屏障隔绝这里和外面的大海，之前楚风没有把握轰破那道屏障，现在突破道地灵境，他就有把握轰破屏障了。楚风佯作在水中找寻一番，就浮出水面，告诉圣莲儿他已经找到出去的办法。圣莲儿闻言立即激动不已，那我们快出去。在这么幽深恐怖的环境待了2个多月，圣莲儿都有点疯掉的感觉，他是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了。好，你等着，我先下去把下面的屏障轰开。说完，楚风就扎进水中。水下200米处有道巨大的屏障，楚风使出全力轰击击下，就裂开了一道可容人通过的裂缝。楚风立即浮出水面，对着圣莲儿道，我现在带你出去。说完，楚风来到圣莲儿面前，直接揽着他就扎入水中。圣莲儿本想挣扎开，不过他自己很难出去，只能任由楚风揽住他。很快，楚风就带着圣莲儿出到外面的海底。外面海底和之前落下深渊的高度应该差不多，在海下2万米左右。外面的海底下面还是看不到底，也不知这海到底有多深。楚风没空再下去探索，撑起一个灵气盾护着他和圣莲儿，就快速的往上升去。上升的途中，两人还遇到了不少海兽，不过这些海兽的境界都不高，都在地灵境之下，刚靠近就被楚风散发的气息惊走。这海底还挺漂亮的。圣莲儿看着不远处一些五彩斑斓的鱼，还有一些神秘的生物，一阵喜悦。逃离了深渊，圣莲儿的心情也变得无比高兴，尽情地欣赏着海底的一切。楚风看着近在咫尺的圣莲儿，心情也格外高兴。通过2个月的相处，他和圣莲儿可说是已经无比熟悉，玩笑可以随便开，就像现在2人身体相贴，圣莲儿也没有太大的反感。看我做什么？圣莲儿突然看到楚风一直默默盯着他，他不禁朝楚风翻了个白眼。你好看。楚风轻笑道。哼。圣莲儿轻哼一声，没有搭理楚风，继续转头看向远处的海底神秘生物。这2个月，圣莲儿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着楚风，似乎也习惯了楚风在他身边，甚至2人已经有过肌肤相亲。而且这段时间，圣莲儿的衣服一直湿漉漉的，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给楚风看去了。圣莲儿现在不确定他对楚风是什么感觉，也不知道出去后如何和楚风相处，只能暂时回避这个问题。不久后，上面出现一片亮光，终于出来了。片刻，2人浮出海面，圣莲儿不禁高兴出声。此时2人正在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海中，之前那个小岛是移动的，现在楚风也不确定他们现在在哪里。不过大海在秘境入口的东边，现在他们回去肯定要朝西边回去。楚风揽着圣莲儿的纤腰，带着她踏着水面快速的朝西方而去，速度太快，圣莲儿也只能紧紧搂着楚风。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现在圣莲儿似乎也不反感和楚风亲密，很随意就搂着了楚风。1个时辰后，2人终于看到海边，楚风带着圣莲儿跃上海岸，轻轻放下她，终于安全了。圣莲儿一阵欣喜，圣莲儿已经2个多月没有踏足地面，现在脚踏地面，她终于可以安心。我们去找秘境出口。圣莲儿高兴地看着楚风道。楚风立即点头，再次揽住圣莲儿朝远处飞去。等下，圣莲儿突然发现远处有个清澈的水潭，她立即叫停楚风。这段时间一直泡在深渊的臭水中，圣莲儿感觉她整个人都臭了。虽然刚才在海中随意洗了一下，但是海水盐度太高，身上黏糊糊的。现在看到清澈的淡水潭，圣莲儿就想好好清洗一番。楚风听到圣莲儿的话，立即带着她降落到水潭边。楚风，你去周围帮我把守，我要清洗一番，你不许偷看。圣莲儿美眸瞪着楚风道。放心，我肯定不偷看。楚风听到圣莲儿的话，立即保证道。说完，楚风就飞到远处帮圣莲儿把守。圣莲儿看到楚风离开，才缓缓进到水潭中，褪去衣裙，快速的清洗身上的黏腻。她也不担心楚风会对她做什么，之前在深渊那么久，如果楚风真要对她做什么，早就做了。很快，
盛脸儿就清洗完毕，换上一套高贵的月华长裙。楚风换好衣裙后，盛脸儿立即叫唤楚风。片刻，楚风出现在盛脸儿面前。你没有偷看吧？盛脸儿美眸俏生生地看着楚风道：没有，我要是想看，会光明正大的看。楚风淡淡一笑道：他不屑于做偷看女人沐浴的事，要看他也会光明正大的看。你想得美，谁给你光明正大的看？盛脸儿闻言横了楚风一眼。楚风闻言微微一笑，现在是不能光明正大的看，但是以后就说不准了，说不定到时盛脸儿会主动让他看。盛脸儿看楚风没有说话，继续道：帮我弄干头发。楚风走到盛脸儿身边，挽起她的秀发，用灵气缓缓帮她蒸干。刚沐浴完，盛脸儿身上散发着一种迷人的香气，让楚风不禁深深地多吸了几口气。身着月华长裙的盛脸儿显得高贵无比，加上她绝美的容颜和身材，让楚风心动不已。不过现在两人还没有到那种关系，楚风只能暂时忍住心中的欲望。盛脸儿的未来不可限量，楚风想要真心获得她的爱，让她全身心都属于他。好了，片刻，楚风帮盛脸儿把头发蒸干。谢谢。盛脸儿缓缓梳理秀发，挽了一个好看的发型。走吧。弄好发型后，盛脸儿就微笑看向楚风道：楚风再次揽住盛脸儿的纤腰，带着她朝远处飞驰而去。你和曹家是什么关系？楚风想到出去后要了结和曹家的恩怨，顿时就想询问清楚盛脸儿和曹家的关系。之前盛脸儿出现在曹家，肯定和曹家有某种关系，只是不知道关系有多深。曹家，我和曹家并没有什么关系。曹健之前是太医学院的学生，而我是太医学院的长老，之前算是指导过他。盛脸儿淡淡地道：没有关系就好。楚风闻言心中微微一松，之前楚风还担心盛脸儿和曹家有什么深厚关系，他灭曹家和会让两人出现隔阂，现在知道盛脸儿和曹家没有什么关系，楚风顿时放心。你还是太医学院的长老？楚风面露意外道：太医学院是中州大陆，甚至是整个荒夷界最强大的势力之一，传说太医学院中有快速变强的途径，整个荒夷界的天骄都抢着进太医学院。不过太医学院招收条件极为苛刻，只收顶级天骄和天赋绝顶的修炼天才。楚风没想到盛脸儿一个没有修为的人也能在太医学院做长老。当然，我虽然不能修炼，但是几百年来我熟读无数书籍，修炼的各种理论，我比很多境界高强的人懂得都多。盛脸儿傲然道。楚风微微点头，盛脸儿有几百年的知识储备，确实有资格做太医学院的长老。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楚风突然发现他对盛脸儿的来历一无所知。我是中州大陆盛家的小姐哦，不，我现在算是盛家的老祖了。盛脸儿微微一顿，美眸扫了楚风一眼，看楚风没有任何反应，就继续道：我们盛家是中州顶级家族之一。楚风继续问道：不，你有没有成过婚？有没有喜欢的人？盛脸儿闻言怒瞪了楚风一眼，傲娇地道：李有，不过追本小姐的人没有1万也有8000。呵呵。楚风看到盛脸儿傲娇的模样，不禁轻轻一笑：你笑什么？小心姐姐揍你。盛脸儿奶兄地道：没什么，只是觉得你挺可爱。楚风轻轻一笑：哼。盛脸儿轻哼一声，接着道：我听说过你和曹家的恩怨，知道你的道侣，不过曹健怎么说也是太医学院的学生，我不能帮你对付曹家，你对付曹家的时候小心点，我可不想帮你收尸。不用你帮，我现在的实力足以灭掉曹家。楚风信心十足地道：对了，我之前打听过你的来历，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成为五品炼丹师的，还有你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盛脸儿问出心中长久的疑惑。楚风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深深地看了盛脸儿一会，片刻才缓缓地道：我说我是重生的，你信吗？楚风已经把盛脸儿视做他未来的女人，顿时就不想对他隐瞒什么，而且现在楚风也不怕他重生的秘密暴露，和盛脸儿坦诚相待，两人的关系还能更快发展。重生？盛脸儿闻言面露震惊，似乎只有重生才能解释楚风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是五品炼丹师，还有那么强的实力。不错，我上一世已经活了几千年，我之前就说过，你在我面前只是一个小妹妹。楚风轻笑道：你才是小妹妹。盛脸儿闻言没好气地瞪了楚风一眼，呵呵。楚风轻轻一笑：楚风，你重生前是什么样的人？盛脸儿想要了解更多，下次有机会再告诉你。我们回到入口了，你的人在等你。楚风远远就看到秘境入口，盛脸儿的几名护卫也等在秘境入口处。哦。盛脸儿闻言微微露出遗憾：小姐，你还活着，太好了。这时秘境入口处，盛脸儿的9个护卫看到楚风带着盛脸儿飞过来，他们立即激动地飞奔过去。他们是专门负责盛脸儿安全的，如果盛脸儿死了，他们将难辞其咎，甚至要以死谢罪。现在看到盛脸儿安然无恙，他们顿时欣喜若狂。片刻，楚风带着盛脸儿落地，轻轻放下他：是属下等人失职，让小姐受罪了，请小姐责罚。9人单脚跪地向盛脸儿请罪：起来吧，这事不怪你们。盛脸儿示意9人起来。当时天昏地暗，地动山摇，盛脸儿瞬间就被吸入深渊，他们没有保护到盛脸儿也情有可原，而且现在盛脸儿也安全出来了，
他也没什么好怪罪九人的。谢小姐。九人闻言立即诚挚的感谢圣灵儿，我们先出秘境吧。圣灵儿看向楚风道，你先带你的人出去，我一会再出去。楚风想和圣灵儿分开出秘境，曹家的人可能会守在秘境外面，楚风一会要杀曹家的人，不想让圣灵儿夹在中间为难，顿时就想让他先离开。好，一会你小心点。圣灵儿微微点头，说完，圣灵儿就带着他的护卫穿过秘境入口，回到外面的世界。此时，东荒神殿的入口处围着很多人。之前有人出去说秘境里面出事，死了很多人，很多势力的人都聚集在东荒神殿入口，等待他们的人出来。曹健听说圣灵儿可能死在秘境中了，他这些天一直待在东荒神殿对面的客栈中，等候圣灵儿的消息。圣灵儿是中州顶级家族圣家的老祖，还是太乙学院的长老，一旦他真的在秘境出事，将会造成巨大的震动。这里算是曹家的地盘，他们曹家没有安排人保护好圣灵儿，让圣灵儿在秘境出事，他们曹家也会受到牵连。圣灵儿在太乙学院受到无数学生的喜爱，如果让其他学生知道圣灵儿在曹家的地盘出事，那曹健也很难交代。所以曹健这些天一直在东荒神殿对面的客栈，想要等待奇迹出现，圣灵儿能在秘境关闭前出来。这时圣灵儿带着9名护卫缓缓走出东荒神殿。小姐，您没事，真是太好了。圣灵儿王敬八重护卫林双和王敬6重的护卫林玉一直守在东荒神殿入口，他们看到圣灵儿出来，立即激动的飞身来到圣灵儿面前。之前听出秘境的人说圣灵儿可能死在秘境的一个小岛中了，他们仿若天塌。他们2人从小就被圣灵儿收养，这么多些年也是得到圣灵儿的培养和指点，才能成为到王境强者。圣灵儿不仅是他们的小姐，也是他们最亲的人，他们没能劝阻圣灵儿进东荒秘境，如果圣灵儿真的死在秘境，他们将愧疚终生。现在看到圣灵儿安全出来，他们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长老曹健这时也看到了圣灵儿，立即从对面客栈飞到圣灵儿面前。圣灵儿淡淡点头回应。一阵寒暄后，曹健就想安排宴席招待圣灵儿，不过圣灵儿说想要回去好好休息，就带着他的人离开了。曹健只能无奈地看着圣灵儿等人离开，不过曹健并没有立即跟着离开，而是继续等在秘境入口处。之前出来的人说楚风混进了秘境，还在里面杀了很多曹家的人，曹健想要堵在秘境入口，彻底除掉楚风。这些天曹健特地包下东荒神殿对面的客栈，一直住着等待圣灵儿和楚风。现在圣灵儿出来，就等着楚风了。刚才楚风和圣灵儿分开后，就进到混沌星辰珠中好洗了个澡，等了大概半个小时才开始走出秘境。楚风等半个小时是想让圣灵儿先离开。圣灵儿怎么说也是太乙学院的长老，如果他当面看到曹健被杀不出手帮忙，太乙学院肯定对他有意见。楚风不想让圣灵儿难做，留了时间让先他离开。片刻，楚风缓缓走出东荒神殿。楚风出来了。守在东荒神殿的一个曹家弟子见到楚风，立即大声叫喊。此时在东荒神殿对面客栈的曹健听到叫喊，立即飞身而出，悬立在空中。楚风，今天我看你往哪里逃！看到楚风，曹健大声怒喝一声，立即拿出一把紫弓。这时东荒神殿入口附近的人看到曹健要出手，顿时都惊慌的四处逃散。曹健可算是东荒大陆最强大的人，他攻击的些许余威就能要了很多人的命，众人都惊惧的躲得远远的。这楚风竟然偷偷进了秘境，他被曹健大人堵在这里，今天估计难逃一死了。这楚风才玄灵境，咦，楚风竟然的灵境了。不过就算他是地灵境，也比曹健大人差了2个大境界，根本不可能是曹健大人的对手。可惜了，楚风是我们东荒大陆唯一的5品炼丹师，之前我还想着找他炼丹，现在看来是彻底没机会了。这楚风还是太年轻了，不懂得进退，如果他肯向曹家服软道歉，说不定曹家就能放过他。现在想道歉服软也晚了，曹健大人出手，他肯定死无葬身之地。在远处围观的人看着楚风和曹健，开始议论纷纷。师尊，他到底是不是师叔？这时在远处的秦西看着面色紧张的林泰，询问道。秦西和林泰已经出秘境一段时间，但是林泰出秘境时看到大量的曹家人，就在附近的客栈住下，说准备等师弟陈峰出来再离开。之前秦西就一直觉得楚风的背影像陈峰，而且在秘境中也一直没有看到陈峰，现在看到林泰如此紧张楚风，秦西猜测楚风可能就是他的师叔陈峰。不是，林泰否认道。林泰等在这里也是念及楚风之前帮他解毒，还帮林玄宗拿到秘境名额，想在他死后帮他收尸。曹家势大，他们林玄宗根本帮不了楚风，能做的也只有帮楚风收尸，不是吗？那师尊为何如此紧张他？秦西不信的继续询问。他之前帮我炼丹解了阴寒之毒，算是我的恩人。林泰道。秦西闻言顿时不再多问，转头看向远处的楚风和曹健的战斗。追魂一剑。这时曹健已经拉动子弓，准备朝楚风射出他的秘技追魂一剑。追魂一剑可以锁定人，直至命中，而且威力巨大，中者就算不死也会重伤。射出的箭并不是真实的箭，
而是用灵气凝聚出的恐怖力量。随着曹健手一松，灵剑瞬间如一道流光，快速射向楚风。面对光速射来的追魂一剑，楚风面色不变，手中的魔影剑猛地出鞘，瞬间一道凌厉的剑气朝着射过来的流光轰过去。轰！剑气和追魂一剑相撞，巨大的爆炸力量瞬间把周围的房屋震塌大半。楚风的剑气轰散追魂一剑后，去势不减，继续朝着空中的曹健轰击过去。怎么可能？曹健轰出一拳，把剑气的余威轰散，满脸震惊。他还以为一剑就能解决楚风，没想到楚风随意挥出的一道剑气就轰散他的攻击，还有余威朝他轰击过来。楚风才的灵境一重，比他低了2个大境界，怎么可能发出如此恐怖的攻击？这时，远处围观的众人看到刚才楚风和曹健的攻击比拼，开始议论纷纷。啊，什么情况？刚才那一下，怎么看着楚风比曹健大人更强啊？这肯定是曹健大人轻敌了，并没有使出全力。肯定是这样。一会曹健大人使出全力，楚风肯定会被一剑秒杀。可恶，这次我必杀你！曹健不信邪地使出全身灵力，凝聚出一道无比恐怖的灵剑。灵剑一出现，整片空间就充满一种暴躁的元素，似乎随时会把整片空间炸裂。好恐怖！这灵剑怕是能把这附近都夷为平地。远处围观的人立即惊恐地往后面退去。没想到有生之年，我竟然能看到如此恐怖的力量，如此恐怖的灵剑，这楚风死定了！这一剑过去，楚风肯定连渣都不剩。围观的人议论纷纷，都觉得楚风肯定挡不住曹健这恐怖的一剑了。片刻，曹健冷笑一声，猛地松手，瞬间恐怖的灵剑光速地朝楚风轰过去。灵剑所过之处，空间碎裂。灵剑还没到，楚风周围的东西就全部被摧毁。看，这楚风已经被吓得不敢动了，就算他动，也是一样的结果，还不如安静等死。怎么看着楚风像是在憋大招？他能憋什么大招？如此恐怖的灵剑，就算他憋1年也挡不住。众人看到楚风一动不动，顿时议论纷纷。此时，楚风一直蓄剑势，晋升的灵境后，楚风已经可以入微的使用剑势。看着灵剑即将到达，楚风猛地挥出一剑，一剑开天，瞬间一道无比凌厉的剑气从楚风的剑上挥出，剑气仿若要把天地劈开一般，瞬间就轰散曹健的灵剑，然后去势不减，轰向空中的曹健。怎么可能？曹健面露惊骇，想要躲开，却发现身体被一股剑势死压住，根本动弹不得。萧，剑气划过曹健，瞬间将他从头到脚一分为2，现场瞬间如死一般沉寂。地灵境一重，一剑秒杀王境2重，这怎么可能？不，这不是真的！众人都目瞪口呆，一脸不可置信。楚风只是地灵境一重，而曹健是王境2重，两人相差了2个大境界多，犹如萤火与皓月。而且曹健还全力轰出了那么恐怖的一剑，竟然被楚风反手一剑就秒杀了，这让他们怎么能相信啊？曹健大人！周围有不少曹家人，他们看到曹健的尸体从天上掉下，立即大叫着飞奔过去。他们不相信曹健就这样死了。要知道曹健可是东荒大比王境的第1名，也是东荒大陆实力最强的人，他们不相信他会被楚风一个地灵境一重秒杀了啊！曹健大人真的死了！片刻，飞奔过去的曹家人看到曹健的尸体，顿时大声哭喊：没想到啊，曹健竟然真的死了，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根本不可能相信楚风能一剑秒杀曹健。这楚风太逆天了，从今之后，他就是我东荒大陆最强之人了。楚风不仅实力强，还是5品炼丹师，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逆天之人？远处围观的人听到曹家的人说曹健真的死了，顿时都一脸震惊的议论纷纷。楚风竟然杀了曹健，我还以为要替他收尸呢。远处的林泰瞪大眼睛，一脸难以置信的看着楚风。师尊，现在你可以说实话了吧？他到底是不是师叔？秦西始终觉得楚风就是他之前的师叔陈峰，前段时间是，现在和以后都不是了。之前我和他只是交易，交易完他就不是我们凌玄宗的人了。林泰喃喃地道：交易吗？秦西一脸遗憾。希儿，你不要妄想了，我们凌玄宗没有福分能拥有这样的绝世天骄。林泰叹声道。这时楚风冷冷地看着曹健尸体周围的曹家人，猛地再次挥出2道剑气，直接把场中的曹家人全部斩杀。和曹家已经是死敌，楚风就不可能放过曹家，他要彻底灭掉曹家。杀完场中的曹家人，楚风就朝着曹家的家族所在地飞奔而去。曹家这次要完了。没想到曹家和楚风之间的仇怨，最后竟会是楚风胜出。以后楚风所在的楚家才是我东荒大陆最强的家族了。在东荒神殿不远处，盛莲儿并没有离开，他刚才让凌霜一直关注着东荒神殿外的情况，现在凌霜飞速赶回来禀告情况。小姐，楚风一剑秒杀了曹健。凌霜脸上还带着之前没散去的震惊。什么？这不可能！盛莲儿另外一个护卫林玉闻言一脸不信，一剑秒杀？盛莲儿小嘴微张，脸上露出震惊。曹健可不是一般王境，他的实力已经堪比很多王境巅峰。盛莲儿知道楚风有实力杀曹健，但是没想到楚风竟然能一剑秒杀曹健。小姐，那楚风太恐怖了，他杀曹健的那一剑，我们肯定也挡不住，我们赶紧回中州吧。
林霜带着畏惧道：“小姐，那楚风如此危险，我们赶紧离开。”林玉也劝说道：“如果楚风要对付盛莲儿，他们根本保护不了盛莲儿，现在只能尽快离开这里，返回中州，才能保证盛莲儿的安全。不用担心，我和楚风的关系挺好，他不会伤害我，你们不用怕。”盛莲儿知道林霜和林玉担心什么，顿时说出楚风之前在秘境救过他的事，让两人不必担心。那就好。林霜和林玉闻言，顿时大松了口气。楚风到达曹家后，就在曹家大开杀戒，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楚风没有任何留情，把曹家的人全部杀完。曹家剩下的几名天灵境强者都刚好在曹家，被楚风一举全部灭完。杀完人后，楚风就大肆搜刮曹家的资源和有用的东西。曹家是天罗大陆最强的家族，资源丰厚。楚风把有用的东西全部收进混沌星辰珠中。搜刮完，楚风就准备离开，返回苍风帝国楚家一趟，再前往中州大陆。灭了曹家，是时候让楚家的人重新出来了。楚风回去是想为楚家撑腰，让楚家重新发展起来，顺便也跟楚家的人告别。之后楚风就要前往中州大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回来，甚至可能以后都不一定回来了。如果一切顺利，楚风可能会从中州大陆直接离开荒夷界，然后前往上界，这样就算以后能回来，也是无数年后了。所以楚风想要回去和楚家的人告别，交代一些事情。片刻，楚风刚走出曹家大门，突然一名中年女子猛地出现，拦在楚风的面前。楚公子，我家小姐请你过去一叙。中年女子是圣里儿王境8众的护卫林霜。楚风认得林霜，顿时点头同意道：“好，带路。”不久后，林霜带着楚风来到一个幽静的小院中，在小院的凉亭，楚风见到了圣里儿。圣里儿正坐在凉亭中悠闲地喝着茶，看到楚风到来，立即抬手示意楚风坐下。楚风一脸随意地坐下，拿起桌上的茶壶和杯子，倒了一杯茶一饮而尽。怎么半天不见就想我了？楚风一脸调笑道：“你胡说什么？”圣里儿闻言瞪了楚风一眼。旁边的林霜和林玉听到楚风的话，顿时都一脸呆滞地看着楚风和圣里儿，不知道两人是什么情况。他们跟在圣里儿身边已经有100多年，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子敢如此跟圣里儿说话，而且圣里儿似乎也并没有生气，不然早就让他们两人把楚风驱赶出去了。那你叫我来做什么？楚风淡笑道：“我准备回中州大陆了，这个是太乙学院的入院资格玉牌，有了这个玉牌，以后你就是太乙学院的学生了，记得3个月后来太乙学院入学。”圣莲儿说着递给楚风一个精致的玉牌，上面用特殊手段雕刻了太乙学院4个字。做太乙学院的学生？楚风微微蹙眉，一脸不情愿。哼，能成为太乙学院的学生，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怎么，你还嫌弃上了？圣莲儿轻哼道：“我对成为太乙学院的学生没有任何兴趣。”楚风把入院资格玉牌推回去给圣莲儿。楚风现在只想寻找机缘快速变强，不想浪费时间去做太乙学院的学生。混蛋，这可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机会，你竟然不要！看来你还不知道太乙学院代表着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你好好听着。圣莲儿怒瞪了楚风一眼，继续道：“太乙学院是整个荒夷界最好的学院，学院中有很多机缘，还有很多快速提升境界的途径。当初曹剑进学院的时候也才的灵境，几年后他就是王境2重的强者了，这都是得到学院的帮助，他的境界才能提升那么快。另外，成为太乙学院的学生，任何势力都不敢轻视你，外人知道你是太乙学院的学生，也会无比尊敬你，甚至外面的女修士知道你是太乙学院的学生，还会想方设法倒贴你。”圣莲儿不断地说着成为太乙学院学生的好处。有很多机缘吗？楚风心中微微思虑。楚风有很多快速变强的方法，对于学院快速变强的途径并没有任何兴趣，不过他对学院中的机缘倒是感兴趣。有机缘他就能快速变强，学院会不会限制学生的自由？楚风看向圣莲儿询问道：“不会，只要能按时完成学院的任务，平时学生都是自由的，甚至不去学院也可以。”圣莲儿道：“学院不要求学生回报什么？”楚风继续询问道：“太乙学院本是一名圣人所建，旨在提升整个荒夷界修士的实力，学院并不会特地要求学生回报什么。不过从太乙学院出去的学生肯定要维护学院的声誉，以后学院要是遇到什么危机，学生也必须全力帮助学院。”圣莲儿缓缓地道：“行，那我愿意成为太乙学院的学生。长老，还请您以后多多关照学生。”楚风看着绝美无比的圣莲儿，不怀好意地笑道：“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关照你。”圣莲儿看着楚风不怀好意的笑容，顿时咬牙切齿地瞪了楚风一眼。之前楚风抢他玉坠惹他生气的事，他还一直记着呢。等到了太乙学院，他定要好好关照一下楚风。楚风闻言呵呵一笑，没有在意圣里儿话中的威胁，转头看向旁边不远处的林霜和林玉道：“晚膳时间到了，你们赶紧去准备晚宴，我要和你们小姐共进晚餐。”林霜和林玉闻言微愣，转头看向圣里儿，等待他的指示。圣里儿闻言没好气地瞪了楚风一眼，不过还是对林霜和林玉摆了摆手，示意两人去安排晚膳。楚风见状高兴一笑，圣里儿如此，说明对他还是有好感的，不然早把他赶走了。等待晚膳的时间，楚风继续向圣莲儿询问一些太乙学院和中州大陆的消息。圣莲儿
也询问楚风一些他众生前的事情，还有一些其他高等界面的消息。两人聊了很久，吃完晚宴后继续聊到深夜。要不我们找个地方躺着聊到天亮？楚风看到盛里儿还意犹未尽的不断询问他高等界面的事，顿时笑着打趣道：“你想得美，不和你说了，你赶紧走。”盛里儿听到楚风的话，顿时恼怒地道：“那我走了，我准备回家族交代一些事情，再前往中州大陆。”楚风淡笑着告辞道：“我明天也要回中州大陆了，我们到太乙学院再见。”盛里儿微微点头道：“好。”楚风说完，深深地看了盛里儿一眼，就转身快速离开。盛里儿默默看着楚风离去的身影，直到楚风的身影消失不见，他才收回目光。“小姐，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和哪个男人如此随性的相处过，还聊那么久。”林霜带着惊奇道：“小姐，我们不会是准备有姑爷了吧？”林玉笑道：“胡说什么？”盛里儿没好气地道：“我只是对楚风有些好感，未来会怎么样，现在还不确定，你们不要乱传。”在秘境的深渊中，盛里儿和楚风相处了2个多月，虽然楚风一直气他，不过他对于楚风却有着一种莫名的好感，而且楚风也向他坦诚了重生者的身份，两人交流起来也没有任何鸿沟。楚风的实力、身份还有学识也都非常符合他的择偶标准，可以说楚风算是他非常好的选择。不过楚风看着喜欢他，但是否真有和他一起的意思，他现在也还不能确定，所以现在盛里儿也只能随缘发展，等以后再确认和楚风的关系。是。林霜和林玉闻言点头称是。那么多年了，林霜和林玉也想盛里儿能找到一个有能力保护他、爱他的人。楚风从盛里儿的小院离开后，就朝着苍风帝国的方向飞驰而去。10天后，楚风回到苍风帝国。此时，楚风灭天罗帝国曹家的消息也刚传到苍风帝国，众人都被楚风的恐怖实力深深惊呆。之前很多势力知道楚风得罪了天罗帝国曹家，都纷纷发表宣言，说和楚风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势力都认为楚风不可能逃脱曹家的追杀，才和楚风划清关系。没想到现在楚风竟然灭了曹家，这让很多势力都不禁深深后悔。他们在楚风危难的时候和楚风划清关系，现在楚风成了东荒大陆第一人，他们想要和楚风再搭上关系，估计很难了。不久后，楚风回到清风镇楚家，现在楚家已经被毁坏的破烂不堪，早无人迹。楚风之前并没有问过楚天月他们躲藏的地方，不过他们躲藏的地方是不断变动的，当时问了估计也没有什么用。思虑片刻，楚风就朝着凌霄阁飞去。之前凌霄阁的2长老季飞扬和楚天月结交甚欢，楚风想要去找季飞扬，看他能不能帮找到楚天月的消息。凌霄阁自从大长老左玉山死后，2长老季飞扬就成了凌霄阁的大长老，在凌霄阁内1人之下，万人之上。此时季飞扬刚收到楚风灭掉曹家的消息，激动不已。前段时间曹家派了一些人来苍风帝国灭楚家，楚家有部分子弟被找到，最后被残忍杀害了。楚天月和楚文山也差点被找到，最后季飞扬偷偷出手救下了他们。现在楚天月和楚文山就藏在凌霄阁中，扮装后殿的2个老仆。得知楚风灭掉曹家的消息，季飞扬立即激动地到后殿告知楚天月和楚文山。太好了！楚天月和楚文山听到楚风已经灭掉曹家，瞬间狂喜不已。他们等了那么久，终于等到楚风灭掉曹家。灭掉曹家，那从此以后在东荒大陆就无人再敢惹他们楚家，他们楚家也将成为东荒大陆的顶级家族。想到能成为东荒大陆的顶级家族，楚天月觉得之前的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楚风回到苍风帝国了吗？楚天月急切地询问道。还没有，不过消息已经传到苍风帝国，楚大师应该很快就会回到，你们再躲2天，等楚大师回到，我就带你们去见他。现在苍风帝国还有曹家的人在不断搜寻楚家人，其中有地临近巅峰的强者，季飞扬保护不了楚天月和楚文山，只能等楚风回到苍风帝国。好，那我们再等等。楚天月微微平息内心的激动。突然，一名脸带刀疤的中年人带着一群人闯进后殿，人群前面的竟是一名的临近9重的青衣老者。季飞扬看到后瞬间大惊。季飞扬之前见过青衣老者，青衣老者就是此次曹家派来灭楚家的负责人曹芳。季飞扬，你竟敢窝藏楚家人，现在曹芳大人在此，你还不束手就擒，把楚家的人交出来！刀疤中年人一脸恶狠狠地看着季飞扬。左飞，你这是要置凌霄阁于死地！季飞扬愤怒地看着刀疤中年人。刀疤中年人是前大长老左玉山的儿子左飞。左飞一直认为是季飞扬想要当大长老，设计害死了左玉山，所以一直在找机会扳倒季飞扬。前段时间左飞看到季飞扬经常悄悄来后殿，就起了疑心，最后查到后殿竟然藏着楚家的人，他立即联系曹家的人，今天终于把曹芳盼来，他立即带他们来后殿抓人。没想到季飞扬也刚好在，这下人赃俱获，季飞扬想不死都难了。你窝藏楚家人是你自己的事，曹芳大人已经答应只惩罚你这个主凶，我们凌霄阁可不会跟着你遭殃。左飞大笑道：你知道个屁，曹家已经被楚大师灭了，你现在引曹家的人来杀楚家主，
事后楚大师肯定会灭掉我们整个凌霄阁。季飞扬愤怒地道：“楚风已经灭了曹家，现在就等着楚风回来杀掉曹芳等曹家人，那楚家人就彻底安全了。季飞扬也能得到楚风的巨大恩情。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左飞这个蠢货竟然把曹家人引来了。曹芳是地灵境9重，季飞扬根本不是对手，自身都难保，更别说保护楚天月和楚文山了。难道只能功亏一篑了吗？不行！”季飞扬瞬间有过抛弃楚天月和楚文山自己逃跑的念头，不过这样他也不一定能逃掉，而且这样做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就功亏一篑，还会遭到楚风的厌弃。瞬间季飞扬就决定拼死护住楚天月和楚文山。季飞扬，我看你是白日做梦没醒吧？曹家可是有王境强者的，楚风怎么可能灭得了曹家？左飞听到季飞扬的话，立即大声嗤笑起来。在左飞的眼中，王境几乎是无敌的存在。据他所知，楚风1年前才真灵境1重，和曹家的最强者差了4个大境界，根本不可能灭得了曹家。现在季飞扬如此说，肯定是想要恐吓他们，好趁机逃跑。你竟敢诅咒我曹家被灭，一会我定让你和楚家人一起尝尝被千刀万剐的滋味。曹家被灭，曹芳还没收到消息，也以为季飞扬是在说胡话。他们曹家是东荒大陆第1强家族，根本不可能有人能灭得了他们曹家。突然，外面慌张地跑进来一名身材矮小的黑衣人，这名黑衣人也是曹家的人，专门负责刺探消息。不久前他收到曹家被灭的消息，就立即想要跟曹芳汇报。不过几番周折，才知道曹芳来了凌霄阁。他立即赶过来汇报：“曹芳大人，我们曹家被楚风灭了，我们赶紧离开苍风帝国。”矮小黑衣人惊慌的道：“什么？”左飞闻言大叫一声：“如果楚风真的灭了曹家，那他今天之举就是自寻死路了，这不可能！”曹芳一脸不信，不过想到刚才季飞扬也如此说过，他立即再次询问道：“消息可准确？”“准确，我已经确认过。”“曹芳大人，我们快逃吧，等楚风回来，我们就逃不掉了。”矮小黑衣人这急道。曹芳沉默片刻，眼中闪过一丝悲伤和凶狠，道：“就算要逃，我也要把楚家的家主杀了。楚风灭我曹家，我也要他尝尝楚家被灭的痛苦。”说完，曹芳凶狠地看向楚天月和楚文山，想要把2人杀掉。曹芳，楚大师马上就回来了，你们要逃就赶紧逃，要是敢杀楚家主，楚大师就算天涯海角也会找到你们，为楚家主报仇的。季飞扬看到曹芳要动手，立即出言威胁曹芳：“死！”曹芳没有理会季飞扬的威胁，直接出手狠狠一掌轰向楚天月和楚文山。季飞扬见状，连忙挡在2人面前，使出全力抵挡曹芳的攻击。轰！季飞扬才的灵境2重，比曹芳低了7个小境界，根本抵挡不住曹芳的攻击，瞬间就被轰飞出几10米，重伤倒地，大口吐血。季长老，楚天月和楚文山连忙飞奔过去扶住季飞扬：“一个废物也敢挡我，简直就是找死！”曹芳冷冷地看着季飞扬，说完，曹芳就再次出手，准备把季飞扬和楚天月3人杀掉。楚天月和楚文山见状一脸绝望，楚风已经灭了曹家，刚才他们还一直幻想着楚家成为东荒大陆顶级家族的场景，没想到在这最后关头，他们竟然撑不到楚风回来了。季飞扬也一脸绝望。此时周围有不少凌霄阁的弟子，不过他们看到曹芳如此恐怖，都不敢出手帮忙，只是远远看着。都给我去死！曹芳狠狠地朝3人轰出一掌，瞬间一道由灵气凝聚的巨大掌印朝着楚天月3人轰杀过去。季飞扬已经重伤，根本无力再抵挡曹芳的攻击，只能一脸绝望等待死亡。突然，一道身影猛地出现在3人面前，身影只是轻轻一挥手，就把曹芳轰出的恐怖掌印轰散。楚大师！季飞扬看到来人，猛地一愣，又瞬间大喜。楚风！楚天月和楚文山已经闭眼等死，不过等了一会都不见有事，突然就听到季飞扬的话，他们立即睁眼，看到是楚风来了，他们瞬间激动的全身颤抖。族长，2长老！楚风转头向楚天月和楚文山问好。楚风只是想来凌霄阁找季飞扬找楚家人的下落，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楚天月和楚文山，还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还好他中间没有停顿，要是他来迟一步，楚天月和楚文山估计就死了。多谢季长老！楚风转头看向重伤的季飞扬，顿时明白是他拼死救了楚天月和楚文山。楚大师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季飞扬一脸激动地道。楚风回道：“一切就尘埃落定了，楚家会从此崛起，他也能跟着沾光。”死！曹芳听到楚天月说眼前之人就是楚风，猛然大惊。不过他看到楚风只是地灵境1重，立即全力朝楚风轰出一掌。楚大师小心！楚风小心！季飞扬和楚天月3人看到曹芳偷袭，立即大声叫喊楚风小心。楚风冷然一笑，手中猛地出现一把剑，枪魔影剑出鞘，又瞬间收回。曹芳瞬间被一分为2。啊！这怎么可能？远处围观的人见状都瞪大双眼，一脸不可置信。之前曹芳表现得如此恐怖，没想到竟然被楚风随意一剑就秒杀了，这让众人久久都不敢置信。曹芳大人！跟着曹芳一起来的曹家人都面露惊恐，一些人立即转身逃跑。楚风见状，手中的魔影剑再次出鞘，
挥出几道剑气，瞬间把曹家的人击杀。这时，左飞看到曹芳被杀，已经吓尿，他悄悄地转身想要逃跑，不过季飞扬立即注意到他，大声怒喝道：“左飞，你还想逃？”季飞扬转头看向楚风道：“主大师，是此人把曹家人引来的。”楚风闻言，目光冷冷地扫向左飞：“我错了，不要杀我。”左飞看到楚风充满杀意的目光，立即惊恐求饶。楚风没有理会左飞的求饶，直接送他一道剑气。轰！左飞瞬间被剑气一分为二，死状极其恐怖。做完这一切，楚风立即拿出一枚疗伤丹给季飞扬服下。多谢楚大师。季飞扬服下片刻，就感觉伤势好了很多。片刻，季飞扬带着楚风等人来到正殿，并让人去准备宴席，准备招待楚风。楚风没有拒绝季飞扬的宴请。季飞扬之前救了楚天岳和楚文山，于情于理楚风都不能拒绝季飞扬的宴请。而且楚风马上要前往中州大陆了，楚家在东荒大陆也需要季飞扬的帮衬。很快，宴席开始，除了凌霄宗的宗主外出不在，剩下的凌霄宗高层都来了。他们知道楚风灭了曹家，都热情的想要和楚风搭上关系。宴会持续了很久，宴后楚风就带着楚天岳和楚文山回清风镇，季飞扬也带着一些凌霄阁的弟子跟着楚风前往清风镇，说是要帮忙重建楚家。楚风没有拒绝，准备过后再回报季飞扬。楚风带着众人回到清风镇后，附近不少势力也闻讯赶到，知道楚风要重建楚家，都抢着帮忙。有众多势力的帮忙，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楚家就重建了起来，而且比之前更宽阔、更雄伟壮观。这些天，楚天岳也陆续把外面的楚家弟子召回，楚家一时如日中天，每天都有各大势力的人上门拜访求见。青兰宗的宗主顾秋阳也带着李太清上门求见，还想着楚风重新成为青兰宗的客卿长老，不过被楚风拒绝了。之前楚风加入青兰宗是因为云清影，现在云清影不在了，他也没必要再加入青兰宗。对于李太清，楚风倒是非常客气，热情地招待了他。这期间，楚风不断传授楚天岳和楚文山很多玄级、地级地功法灵技，还有几门天级地功法灵技。楚风已经告知楚天岳和楚文山，他很快就会前往中州大陆的太乙学院，之后不知什么时候再回来，让他们好好利用这些功法灵技发展楚家。楚风还传授了季飞扬一门地级上品功法，以报答他之前对楚家的恩情。季飞扬得到地级上品功法后，激动不已，不断感谢楚风。凌霄阁最高级地功法才是玄级上品，这一下子得到地级上品功法，对于季飞扬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收获。楚风在楚家待了1个半月，期间不断教授楚天岳和楚家弟子修炼功法灵技，也偶尔接待各方来拜访的势力。这天，楚风交代完一切事情后，就向楚天岳和楚文山告辞，准备前往中州大陆。这段时间，楚风也把他要前往中州大陆成为太乙学院学生的事传了出去，让众多势力知道他的去处，防止某些势力以为他失踪了，就来威胁对付楚家。众多势力的人知道楚风要成为太乙学院的学生后，对楚风和楚家更加的尊崇。他们都知道进太乙学院可以快速变强，现在楚风都如此强了，等从太乙学院出来，那可能就是整个荒夷界最强的人了。从楚家离开后，楚风就马不停蹄地赶往天罗帝国。10天后，楚风来到天罗帝国的雾海城。雾海城位于天罗帝国的最西边，临靠迷雾之海，城中大部分地方都被迷雾笼罩着，城中人烟稀少，街道上只能稀稀落落地看到几个路人在行走。楚风还以为这座城靠近迷雾之海，是前往中州大陆的桥梁，会是一座人非常多的繁华大城，没想到雾海城只是一座人烟稀少的小城。一番打听之后，楚风才了解这里人迹稀少的原因。雾海城临靠迷雾之海，时常会遭到海兽的袭击，一般修士很难在这里生存。平时除了要前往中州大陆的人，几乎没有人会来雾海城。不过前往中州大陆费用高昂，平时也很少人会前往中州大陆。楚风一番打听后，得知前往中州大陆的船费最少都要100万下品灵石，这只是一般战船的价格。一般战船通过迷雾之海的风险大，而高级战船通过迷雾之海的几率较大一些。不过船费需要几百万下品灵石，有这么多灵石，一般修士在东荒大陆都可以好好修炼了，根本没必要冒险前往中州大陆。迷雾之海中海兽无数，就算最高级的战船也可能有全船覆灭的可能，所以平时除了有特殊原因一定要前往中州大陆的人，根本没多少人会冒险前往中州大陆。只有最低级的战船了，通过迷雾之海最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一艘战船来回一次最快也要1个月，中间还要休整，所以一艘战船都要2个月才走一次迷雾之海。楚风打听到雾海城的高级战船都已经在不久前出发，现在雾海城只有最低级的战船，有一艘低级战船在2天后出发。离太乙学院开学只有1个月的时间，楚风等不了那么久，顿时就决定搭乘低级战船前往中州大陆。低级战船没有高级战船牢固，也没有王境强者护航，通过迷雾之海的风险比较大。不过楚风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根本没有把这些风险放在心上。楚风交了船费，领到登船玉牌，在迷雾城等了2天，终于等到战船出发。天一亮，楚风就来到迷雾之海的海边，没想到低级战船也有那么多人。
楚风发现海边有近100人在等候，男男女女，有老有少，境界从真灵境到地灵境之间，可见还是有不少人贪图低级战船的便宜，想要搏一下。毕竟高级战船几百万下品灵石的船费，很多修士就算穷其一辈子也很难赚得到。此时海边停泊着一条50米长的战船，船的侧面印着风暴2个大字，船上两边各安装有10门灵能炮，灵能炮用灵石作为能量，威力巨大，可以击杀和驱赶海兽。不过灵能炮消耗的灵石巨大，这也是船费高昂的原因之一。整艘战船看起来有些破旧，船的中间似乎之前还被什么东西戳破一个大窟窿，然后重新修补过的。船的其他地方也很多明显的修补痕迹。船长，这船如此破旧，真能通过迷雾之海吗？看到战船如此破旧，等候的人不禁心生畏惧，有些人已经开始打退堂鼓，想要退船费。大家别看这艘风暴号有点破旧，但是它已经成功通过迷雾之海10次，而且我们还有一名王境一众的强者护航，大家放心，这次我们一定能通过迷雾之海。船下面的一名中年胖子一脸微笑的看着众人道，中年胖子是这艘风暴号的船长陆琪，境界是地灵境3重。众人听到陆琪的话，顿时一阵安心，不再质疑。很快众人就开始出示登船玉牌，缓缓登船。楚风跟着众人缓缓登上战船，战船的甲板有些破旧，不过还算整洁，两边除了灵能炮，还摆放着巨大的弩箭和一些防御设施。船舷两侧雕刻着神秘的符文，这些符文是防御法阵，可以抵御海兽的攻击。在战船的后方是一片巨大的船帆，船帆由特殊的材料制成，雕刻着神秘的符文，这些符文同样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可以增强战船的速度和防御能力。楚风在甲板上看了片刻，就走进船舱。船舱下面比较简陋，除了指挥室不能进，就是一个简陋的餐厅和休息室。休息室并没有隔开，全部人在一个巨大的休息室中，船客可以随意找地方休息。船上的人都是修士，有地方打坐修炼即可，甚至不用休息。另外，指挥室旁边还有2个特定的房间，不过都不能进，估计是船长或者什么特殊船客的房间。片刻，楚风重新回到甲板上。这时，船长陆琪举行了一个烧香祈福的仪式后，就开始缓缓启动风暴号战船。楚风站在甲板上，默默地看着战船前进的方向。前方被迷雾笼罩，以楚风的境界，也只能看清周围500米的区域。此刻海面风平浪静，不过海水深邃黝黑，给人一种新居的感觉。听说这迷雾之海有近10万米深，深海中有无比恐怖的海兽，甚至连黄境的海兽都有。黄境是修士的一个分水岭，黄境强者可以调动天地之势进行攻击，就像楚风之前杀曹剑所用的剑士一样，可以瞬间爆发出恐怖的力量。不过楚风现在的境界太低，只能勉强使用入微的剑士。黄境强者则是可以熟练的应用天地之势进行攻击。现在楚风如果碰到黄境强者，几乎只能逃跑。黄境海兽一样可以调动天地之势，甚至有比同境界的人族黄境强者更加强大。不过迷雾之海传说中只出过一次黄境海兽攻击过往船只的事，想来迷雾之海并没有多少黄境海兽，就算有很多，估计也是在深海之中，不会随意浮上来攻击船只。楚风有混沌星辰珠，就算遇到黄境海兽攻击，他也能躲进混沌星辰珠中。不过船只被毁，楚风可能会迷失在这迷雾之海中，很久才能到达中州大陆，因此错过太医学院的入学。大哥哥，你是一个人去中州大陆吗？突然，一个7、8岁的小姑娘出现在楚风旁边，萌萌地看着楚风道。楚风闻言转头看向小姑娘，小姑娘粉雕玉琢，精致可爱，头戴着一个小斗篷，似乎要遮掩什么或者躲避什么人。看着小姑娘精致可爱的模样，楚风不禁心生喜爱，轻轻伸手摸了摸她的小脑袋，微笑道：小妹妹，你的家人呢？哎呀，男女授受不亲，大哥哥你不能摸我头。小姑娘快速后退2步，有点气鼓鼓地看着楚风道：呵呵。楚风闻言不禁觉得一阵好笑，这么小的小姑娘都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了，你不许笑，你要和我道歉。小姑娘气鼓鼓地道：好，我和你道歉，对不起。楚风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和一个小姑娘道歉，不过小姑娘长得太讨人喜欢，楚风也不介意给她道歉，毕竟他之前没有经她同意就摸了她的头。既然你道歉了，我就原谅你了。小姑娘闻言顿时露出笑容，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楚风觉得这小姑娘有点意思，不禁想知道她的名字。我叫莫青言。大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微笑道。楚风。楚风也笑着说出自己的名字。莫青言给楚风一种亲切的感觉，这估计是他精致可爱的长相，也可能是他体质的缘故。楚风正想伸手探查莫青言的体质，突然甲板远处传来一道叫喊声：言儿，你在哪？姐姐，我在这里。莫青言转头看向声音方向，招手道。楚风也跟着转头看去，只见一个女子正从远处快步走来。女子的境界是玄灵境9重，长相俏丽，不过看着有点刁蛮，不好相处。言儿，叫你不要乱跑，你怎么不听？俏丽女子快步走到小姑娘身边，紧张地道：姐姐，不用担心，我们都在船上了，我又不会跑丢，我只是过来和这个大哥哥聊会天。莫青言微笑道：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吗？俏丽女子抬头上下打量楚风，大哥哥不是坏人。莫青言看向楚风道，这可不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有些坏人表面是看不出来的。俏丽女子扫了楚风一眼，楚风见状不禁一阵无语，这女子这样说话，不知道会得罪人吗？不过看在莫青言的面上，楚风也不打算和俏丽女子计较。走，甲板危险，我们赶紧回船舱下面。俏丽女子拉着莫青言就要离开，莫青言只能无奈的转头看向楚风道，大哥哥，那我先走了，我们下次再聊。楚风看着莫青言轻轻一笑，片刻，楚风看着莫青言和他姐姐离开后，就坐在甲板上缓缓运转混沌诀修炼。第一天一切风平浪静，战船缓缓地朝着中州大陆驶去。第二天开始遇到一些海兽，不过这些海兽都是玄灵境之下低阶海兽，很快就被船上的护卫驱赶走。第三天，战船开始改变方向，朝着另外的方向行驶，似乎要躲避什么。一番询问后，楚风得知迷雾之海中心有个超大漩涡，方圆数万米的船都会被牵引吸进漩涡，船毁人亡。那个漩涡太大了，战船必须远远就要改变方向避开，不然等靠近了，想避开也避开不了。第四天，海上突然电闪雷鸣，出现狂风暴雨。之前船长陆琪说过，要风平浪静才能在半个月到达中州大陆，出现恶劣天气的话，就说不好什么时候才能到中州。这时海面的风太大了，战船都被吹得偏离了方向，战船也在海面上不断上下起伏，看着随时要翻船一样。甲板上狂风暴雨，船员几乎都进到了船舱，只留几人在甲板监视海面的情况。楚风本想留在甲板上，不过被船长陆琪赶下了船舱。片刻，楚风来到船舱的休息室，此时休息室已经坐满了人。楚风扫了一眼就要离开，他不想和众人挤在一起。大哥哥，来我们这里。就在楚风要转身离开的时候，休息室的一个角落突然传来莫青言的叫喊。楚风转头看去，只见莫青言和他姐姐正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下，莫青言的姐姐正在闭眼修炼，而莫青言似乎有点无聊，看到楚风立即高兴地向他招手。楚风看到他们的前面还有位置，顿时就径直走了过去。莫青言见楚风过来，立即高兴地露出笑容。楚风扫了一眼莫青言的姐姐，她似乎在修炼中，根本没有理会他的到来。顿时楚风就在两人的面前坐下。大哥哥，我们不会有事吧？莫青言面露担心地看着窗外。此时战船不断地上下起伏，窗外面也跟着不断沉入海中，又浮出海面，看得让人心惊胆跳，真担心战船沉下去的时候浮不上来了。放心，不会有事的。楚风微笑着安慰道，这艘战船足以抵挡这样的风浪，不过就怕这时候有海兽袭击，那就不好应付了。楚风看着窗外不断起伏的情景，也没了修炼的心思，就陪着莫青言不断的闲聊着。莫青言各种问题滔滔不绝，引得楚风也兴趣不断的陪着他聊天。聊天中，楚风知道莫青言姐姐叫莫青青，她们两姐妹是去中州投奔亲戚的。突然，楚风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猛地站起身来，我出去一下。说完，楚风就走出休息室，快步走上甲板。此时外面依旧狂风暴雨，楚风径直走到船首，看向黑暗的前方，他感觉前方有个庞大的海兽，只是现在还看不到。你上来做什么？赶紧下去。这时在甲板巡视的陆琪看到楚风走出来，还来到船首，他立即过来叫喊楚风回去，前面有情况。楚风没有转头，默默地看着前方。陆琪闻言一愣，不过出于谨慎，他立即叫来王静一众的护船强者鲁阳。船长，我并没有发现前面有什么东西。鲁阳也谨慎地观察了片刻，不过却没发现任何异常。陆琪闻言顿时恼怒地看向楚风，以为楚风是特地出来捣乱的，怒声道，你赶紧下去，不要捣乱。楚风没有理会陆琪，立即从储物戒指中拿出魔影剑，开始续剑式。陆琪看到楚风不听劝，还拿出了剑，他顿时就想让鲁阳出手收拾楚风。不好，船长，前方真的有情况，我们的战船正在快速往前冲去。鲁阳突然发现战船在不断加速，顿时心惊胆跳地道，加速？是大漩涡？我们不是远远避开了吗？陆琪听到战船在加速向前冲，顿时魂都惊掉了3分，能让战船不断加速，在这迷雾之海中，只有大漩涡能做到。瞬间，陆琪就觉得他们是被风浪卷到大漩涡附近了。我们应该是远远避开之前的大漩涡了，不过听说大漩涡也是在不断移动的，我们不会刚好跟它碰上了吧？鲁阳满脸惊骇地道，被大漩涡卷进去，船上的人都会死，就算以鲁阳王静的实力，也不能幸免于难。瞬间，陆琪和鲁阳就有了弃船逃跑的想法。不过在这茫茫的迷雾之海中，没有战船的庇护，他们根本逃不出去，同样会死。突然，战船前方猛地出现一座巨大的黑山，黑山前有个庞大的黑洞，黑洞正发出恐怖的吸力，把战船吸过去。不是大漩涡，是吞天巨鲸。鲁阳看到黑山，猛地大声惊叫，完了，不论是大漩涡还是吞天巨鲸，我们都逃不掉了。陆琪面如死灰，吞天巨鲸是深海巨兽，很少浮出海面，没想到他们竟然倒霉的碰上了。眼前的吞天巨鲸虽然还不是黄境，但已经是王境9重的境界，战船被他盯上，根本不可能逃得掉。鲁阳只是王境一众，
根本无力抵挡吞天巨鲸。现在他们似乎只能等死了。此时，在船舱中的众人也感受到了一股沉重的压迫感。怎么回事？怎么感觉心口突然被什么东西压住了？这似乎是强者的威压。我们不会是碰到什么恐怖海兽了吧？一时间，船舱中的众人都惊惧的议论纷纷。莫青言也一脸担心的抓住旁边的莫青青，同时他也不禁为走出船舱的楚风担心。此时，在甲板上，陆琪不断的命令船员朝吞天鲸发射灵能炮，想要把吞天鲸驱赶离开。不过灵能炮轰在吞天巨鲸身上就像是瘙痒一般，连他的防御都破不了。很快，战船就被吸到吞天巨鲸的兽口前。早知道就不跑这趟了。陆琪内心充满无限后悔。之前陆琪的娘子和孩子都劝他不要再跑船了，不过陆琪想再多跑一趟，赚多一笔零食，没想到这最后一次竟然会要了他的命。这时，甲板上的船员也不再发射灵能炮了，他们已经彻底绝望。吞天巨鲸太恐怖了，根本不是他们能抵抗的。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有等死。枪！突然，一道清脆的剑出鞘声音响起，紧接着，众人就看到一道亮光划破虚空，直冲向远处的天际。亮光穿过吞天巨鲸，他猛地发出悲鸣，不过悲鸣声刚响起，就瞬间戛然而止。轰！吞天巨鲸瞬间一分为二，向两边倒塌下去，引起巨大的浪潮。楚风缓缓收剑，把剑收回剑鞘，转身缓缓走下船舱。此时，陆琪和鲁阳等在甲板上的人都满脸呆滞，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们刚才看到了什么？地灵境一众的楚风一剑秒杀了王境9重的吞天巨鲸，在他们认知中，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这让他们怎么能相信？不过这是他们亲眼所见，又不由得他们不信。有船员以为是在做梦，不过他们很掐自己，剧烈的疼痛感告诉他们，他们不是在做梦。他是神灵吗？怎么会如此强？太不可思议了！等楚风走下船舱，众人才缓缓回过神来，发出一道道震惊声。吞天巨鲸相当一个木桩，给了楚风足够的时间续剑时，所以楚风才能如此轻易一剑秒杀了他。如果换成其他灵活的王境9重海兽，楚风也很难做到一剑秒杀。片刻，楚风走回船舱，继续来到莫青言的身边坐下。大哥哥，你回来了，你刚才去哪里了？莫青言看到楚风回来，顿时露出灿烂的笑容。我刚上去杀了小金鱼。楚风淡淡一笑。上一世，楚风见过几万丈长的通天魔鲸，刚才那头吞天巨鲸对于楚风来说，确实只能算是一条小鲸。之前有一股恐怖气息，刚刚突然就不见了，不会是大哥哥杀了那条小金鱼的缘故吧？莫青言瞪大萌萌的眼睛问道。算是吧。楚风看着莫青言萌萌的可爱模样，不禁一阵喜爱，以后他也要生个如此可爱的女儿，好好的宠着。大哥哥，你好厉害！莫青言闻言顿时面露崇拜。突然，莫青言旁边的莫青青身上猛地一震，境界竟然突破到了地灵境一重。莫青青睁开双眼，带着怒气瞪向楚风，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之前莫青青在突破境界的关头，所以一直没空理会楚风。刚才那股恐怖威压，莫青青也感受到了，那最少也是王境海兽的威压。他觉得楚风一个地灵境一众，根本不可能把王境海兽驱赶走。王境威压的消失，肯定是船上的王境护卫把海兽驱赶走了。现在楚风竟然冒领功劳，哄骗莫青言，莫青青顿时对楚风怒目相对。这时，周围的人也对着楚风一阵嗤笑，有点不吃楚风哄骗小姑娘，一个地灵境一重也敢大言不惭，真是臭不要脸，还拿来哄骗小姑娘，这么小的姑娘也下得去手。这人不会是对小姑娘有特殊癖好吧？估计是，不然他为什么要哄骗人家小姑娘？周围的人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楚风，议论纷纷。你赶紧滚开，以后不准接近我妹妹，不然不要怪我不客气。莫青青听到周围的人说楚风对小姑娘有特殊癖好，顿时愤怒地瞪着楚风，告诫楚风以后不准接近莫青言。姐姐，大哥哥不是那样的人。莫青言看到莫青青和周围的人如此说楚风，顿时着急地为楚风澄清。你想死？楚风目光冰冷地看向说他有特殊癖好的黑衣中年人，眼中闪过杀意。黑衣中年人瞬间被楚风杀人的目光吓得立即闭嘴。怎么，你还想杀人不成？旁边的一名刀疤脸中年男子看到楚风恐吓黑衣中年，顿时出言为他说话。刀疤脸的境界是地灵境2重，仗着比楚风的境界高，一点都不怕楚风。突然，船长陆琪从外面快步走进来，他的后面还跟着鲁阳。陆琪恭敬地来到楚风的面前，郑重地感谢道：多谢大人刚才出手相助，还请大人到贵宾房安住。战船上设有2个贵宾房，本来是准备给护航的王境强者居住的，这次护航的只有鲁阳一个王境强者，还空余一个贵宾房。刚才目睹楚风的恐怖实力，陆琪就立即来邀请楚风去贵宾房居住。楚风的实力如此恐怖，如果能得楚风相助，那他们这次肯定能穿越迷雾之海。陆琪就想着好好招待楚风，让楚风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楚风正好也不想和众人挤在休息室，顿时就接受陆琪的安排。这时，鲁阳也跟着恭敬地感谢楚风，让周围的众人瞬间惊呆。鲁阳可是王境强者，他也感谢楚风的帮助。那楚风刚才就没有说假话，他是真的帮忙驱赶走了王境妖兽。瞬间，众人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歉意和惊讶。
楚风才的灵境一中，竟然就能帮忙驱赶王境妖兽，可见楚风实力恐怖。刚才想挑衅楚风的刀疤脸这时已经悄悄躲开，似乎担心楚风找他算账。之前说楚风有恋童癖的黑衣男子，更是直接躲到角落去，不敢让楚风看到。姐姐，你看，我都说大哥哥不是那样的人了。莫青言见状一脸高兴地看向莫青青道：哼，就算他刚才没骗你，但是他接近你肯定不安好心。莫青青嘴硬的不想给楚风道歉。姐姐，莫青言看到莫青青还如此说楚风，不禁生气起来。楚风淡淡的扫了莫青青一眼，如果不是因为莫青言，他根本不会和莫青青这样的女人接触。同时楚风心中不禁怀疑两人是不是亲姐妹，或者两人只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两人看起来面容相差甚大，性格也天差地别，根本不像是同胞姐妹。楚风不想再待着这里，顿时转头看向陆琪道：陆船长带路吧。大人，这边请。陆琪闻言立即笑着为楚风带路。大哥哥。莫青言看到楚风要走，连忙不舍得叫唤。楚风闻言转头微笑的看了一眼莫青言，就继续跟着陆琪离开。莫青言见状顿时一笑，楚风刚才对他笑，看来并没有因为他姐姐影响到两人的关系。片刻，陆琪带着楚风来到一间装修精致的房间中，同时让人去准备酒菜，准备好好招待楚风。楚风进到房间，微微环顾一眼四周，房间不大，不过床、桌子等日常所需的家具都具备。另外房间中还有一个茅厕房，在这破旧的战船能有如此房间，确实算是贵宾房了。不知大人贵姓大名？陆琪看到楚风在房间的椅子上坐下，顿时就开口询问道。楚风。楚风报出自己的名字。楚风。陆琪感觉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啊，大人是灭了曹家的那位楚风大人。鲁阳突然惊讶地道。楚风微微点头。之前我等招待不周，还请大人见谅。陆琪见状立即对楚风表达歉意。没事。楚风毫无在意地道。楚风的目的是通过迷雾之海，其他的他并不在意。3天后，战船终于驶出风暴海域，雨过天晴。不过战船已经被吹到一片陌生的海域。出了风暴海域，陆琪立即让船员调转战船方向，朝中州大陆的方向驶去。战船上有导向盘，虽然海上迷雾笼罩，但是只要按照指定的方向行驶，就能到达中州大陆。这时楚风知道战船来到陌生的海域，也来到甲板帮忙巡视，预防海兽的突然袭击。楚公子。陆琪看到楚风上来，立即恭敬的行礼。可有异常？之前的风浪太大，楚风有点担心战船被风浪卷到危险的海域。大人放心，周围并无异常，我已经让船员调转方向，应该很快就能回到预定的海道。陆琪微笑道。没事就好。楚风微微点头。楚风主要担心碰到黄金的海兽，其他的倒是好对付。船长，前方有一艘战船。突然船首监视的船员大声叫喊道。战船？难道是我们之前出发的战船？陆琪闻言一愣，之前出发的战船应该已经离他们很远，他们不会碰上才对，难道是出事了？陆琪立即走向船首，想看看是怎么回事。楚风也跟着走到船首。此时在风暴号前方500米处，一艘比风暴号大几倍的战船正缓缓地航行着。战船古老陈旧，锈迹斑斑，似乎已经存在无数年了。船上没有任何生灵，这是一艘死船。楚风感应到船上没有活人的气息，顿时疑惑船是怎么航行的。不好，是幽灵鬼船！快调转方向，全力加速，全力加速！陆琪突然拼命狂喊道。什么？幽灵鬼船？其他的船员似乎也听说过幽灵鬼船，都惊恐地立即操作战船快速逃离。幽灵鬼船是什么？楚风感应不到对面船上有任何危险的气息，顿时心生疑惑。幽灵鬼船是迷雾之海的禁制存在，传说碰到幽灵鬼船的都会死。陆琪一脸惊恐地看着幽灵鬼船道。都会死？楚风闻言面色一凝，目光再去投向远处的幽灵鬼船。前世楚风见过不少禁制的存在，不过他不信在荒夷界这个低等世界会有什么恐怖的禁制存在。突然楚风发现幽灵鬼船下面竟然有一只巨龟，巨龟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魔威，幽灵鬼船竟是被这巨龟驮着航行的。神黄境九重。楚风感应到巨龟的境界，瞬间满脸惊骇。他没想到在这迷雾之海中会存在神黄境9重的海兽，神黄境9重根本不是现在的楚风能对付的。瞬间楚风就做好随时进入混沌星辰珠的准备，如果巨龟攻击他们，楚风只能舍弃众人，独自躲进混沌星辰珠。楚风想到莫青言，正考虑着要不要把他也带进混沌星辰珠。突然莫青言从船舱中走出，微笑走向楚风道。大哥哥，你们在看什么？此时海中的巨龟似乎是听到莫青言的声音，猛地转头看过来。楚风见状猛然大惊，以为巨龟要发动攻击，他立即来到莫青言面前，拉住他的手，准备把他也带进混沌星辰珠。不过等了好一会，楚风都不见巨龟发动攻击，他们的战船也快速的远离了幽灵鬼船。咦，那魔龟怎么不动手？楚风心中疑惑。陆琪和其他的船员见状也立即面露激动，庆幸逃过一劫。大哥哥，男女授受不亲，你不能抓我的手。这时莫青言看着楚风一直抓着他的手，顿时小脸微红的对着楚风道。混蛋，
你赶紧放开我妹妹！刚好这时莫青青也走上甲板，她看到楚风抓着莫青言的手，立即愤怒地飞奔过来，想要拍掉楚风的手。楚风见状，顿时讪讪地松开莫青言的手，道：刚才我们碰到了幽灵鬼船，我担心会出现危险，才拉着青言的手，想要保护她。什么幽灵鬼船？明明是你想占我妹妹便宜！莫青青大怒地瞪着楚风道：不信，你可以问陆船长和其他船员。楚风无奈地摆了摆手道：莫青言才一个7、8岁的小姑娘，她根本不可能对这样小的姑娘有想法，只是单纯的觉得她可爱。刚才我们确实遇到了传说中的幽灵鬼船。陆琪心有余悸地道：哼，一丘之貉。莫青青根本不信，觉得陆琪是在配合楚风骗人。说完，莫青青就快速地拉着莫青言走回船舱。楚风见状一阵无语，有时候楚风都有点想直接拍死莫青青这个女人。不过莫青青是莫青言的姐姐，她伤害莫青青，估计以后莫青言都不会原谅她。战船逃离半天，陆琪觉得安全了，再次让船员调转方向，朝中州大陆方向驶去。接下来的几天，一切风平浪静，偶尔碰到几次海兽袭击，也在楚风的帮忙下，很快就把海兽击退。战船已经回到预定的海道上，按陆琪的估算，他们再有5天就能到达中州大陆，而且后面的海道之前几乎没有发生过危险，不出意外的话，这次他们应该是能成功穿越迷雾之海，达到中州大陆了。船上的乘客得知这个消息后，都激动不已。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拼尽积蓄来赌博的，现在即将能到达中州大陆，那他们马上就要赌赢了，以后的未来也将一片光明。这不由得他们不激动，甚至有些人已经狂欢起来。楚风看到后面没有什么危险了，也回到陆琪给他准备的房间修炼。这段时间，莫青青一直看着莫青言，不让他跟楚风接触。这天，楚风正在房间静心修炼，突然，一名船员惊慌地跑来叫唤楚风，说后面跟来了一艘战船，来意不善，陆琪叫他出去帮忙。楚风闻言立即中断修炼，走上甲板。这时，风暴号后面跟着一艘高级战船。这战船，楚风看着后面的战船有点眼熟，这似乎是之前停靠在雾海城海边的。当时楚风还询问过，说这艘高级战船要1个月后才出海，怎么现在就跟来了？而且来势汹汹，似乎要对他们不利。突然，2名王境强者带着几人猛地从后面的战船飞上风暴号。2名王境强者，1名王境2重，1名王境4重。莫青青，我知道你们在船上，赶紧出来！这时，飞过来的1名蓝衣中年男子突然大声叫喊道：找莫青青的！楚风闻言微微一愣，这些人来势汹汹，找莫青青肯定没好事。之前楚风第一次见莫青言的时候，他还戴着斗篷，似乎要躲避什么人。现在看来他们是要躲避这些人，只是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追他们姐妹俩。赵兴船长，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时，陆琪看着其中1名青衣中年男子道：青衣男子是后面战船的船长赵兴。陆琪，今日之事与你无关，我们追来只为找人，找到了我们就走，你最好不要干预。赵兴冷声威胁道。陆琪听到赵兴威胁的话，顿时也硬气地回对道：船上的人都是我的船客，他们交了钱，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赵兴看到陆琪想要多管闲事，顿时指着旁边的蓝衣中年人道：这位是厉家的家主，厉家家主厉万庭。陆琪听说过厉家，知道他们的家主叫厉万庭。厉家是东荒大陆实力仅次于曹家的家族，现在曹家被楚风灭掉，厉家已经是东荒大陆的第1家族。厉万庭这时冷冷地看向陆琪道：既然你知道我们厉家，就不要多管闲事，不然不要怪老夫心狠手辣。厉万庭身边跟着1名王境4重的黑衣老者，他也冷冷地看着陆琪，目光带着杀意。陆琪见状面色顿时一凝，厉家不是他能得罪的，他顿时不再说话。搜！厉万庭看陆琪不说话，顿时就命人搜船。不过厉万庭的人刚要搜船，莫青青就从船舱走了出来。不用搜了，我来了。莫青青一脸平静地道：你妹妹呢？厉万庭询问道。我妹妹不在船上。莫青青道。不在船上。厉万庭面露不信，继续让人下船舱搜查。这时楚风看到厉万庭的人要进船舱搜查，直接堵在船舱的入口处，不让他们下去找莫青言。你们找他们姐妹俩做什么？楚风淡淡的看向厉万庭道：小子，不想死就赶紧滚开！要下去搜查的1名黑衣人看到楚风堵门，顿时大声呵斥：你是谁？厉万庭看着楚风有点面熟，但是一下忘记在哪里见过了。这时围观的1名刀疤脸突然走出来，看向厉万庭道：厉家主，这小子和莫青青是一伙的。不错，我也可以证明他们是一起的。莫青青的妹妹也在船上，现在就藏在船舱中。和刀疤脸一起的黑衣中年人也跳出来指证楚风。之前刀疤脸和黑衣中年诬陷楚风有特殊癖好，一直担心楚风下船后会找他们麻烦。现在厉万庭要抓捕莫青青，他们就想让厉万庭把楚风也抓走。楚风闻言面色一冷，手中猛地出现一把长剑，枪！一道剑光闪过，瞬间刀疤脸和黑衣中年人的头颅就冲天而起。之前楚风都不准备找他们2人麻烦了，现在2人竟然跳出来作死，就怪不得他心狠手辣了啊！围观的人看到掉在甲板的2颗头颅，瞬间惊恐大叫：你是灭掉曹家的楚风？这时
厉万庭似乎认出了楚风的身份。之前厉万庭看过曹家通缉楚风的画像，只是画像和真人有些差别，他一时认不出来。现在看到楚风出剑杀人，他一下就认出了楚风。不错，厉家主，这位就是灭掉曹家的楚风大人。陆琪这时也出言为楚风证明身份。什么？他灭掉了曹家？这时周围的人听到楚风灭了曹家，顿时都一脸震惊。曹家之前是东荒大陆的第一家族，他们都听说过，他们也知道曹家被人灭了，只是没想到灭曹家的会是眼前的楚风。莫青青这时也瞪大眼睛看向楚风，不敢相信楚风竟然能灭掉曹家。楚风的境界和他的境界一样，都才得灵境一重，他被厉家追得只能到处躲藏，而楚风已经能独自灭掉比厉家还要强大的曹家。莫青青想不通，为什么两人的境界相同，实力差距会那么大。厉万庭知道了楚风的身份，连忙道歉道：楚大师，我们没有冒犯你的意思，是莫青青拿了我们家的东西，我们只是想带他回去调查清楚。你胡说，我才没有拿你们的东西，是你觊觎我爹获得地宫法，灭了我们莫家，还想杀我们。莫青青听到厉万庭的话，立即大声反驳道：那宫法是你爹从我厉家人手中抢走的，宫法是我厉家的。厉万庭冷声道：你胡说，宫法是我爹在一处遗迹中获得的，根本不是抢的。莫青青怒声道：是你爹在遗迹中抢我厉家人的，不是。厉万庭和莫青青不断争论，听得众人一阵迷糊，分不清是谁抢的。别说了，你赶紧带你的人离开这里。楚风冷声对着厉万庭道。楚风也分不清宫法到底是哪家的，不过有莫青言的缘故，他都会倾向于莫家，不会让厉家把莫青言两姐妹带走。楚大师，是他莫家抢我厉家地宫法。厉万庭还想说论，就被楚风冷声打断：滚！再废话，我要杀人了。楚风冷冷地道：你找死！竟然如此对我们家主如此说话。厉万庭身后一名天灵境8重的白衣老者听到楚风让他们滚，立即愤怒的想要出手教训楚风。枪！一道剑出鞘的声音响起，瞬间一道剑光划过白衣老者，直接将他一分为二。啊！周围的人看到楚风一言不合就杀人，顿时都惊惧的躲远，同时众人也深深震惊楚风的恐怖实力。楚风一个地灵境1重，竟然一剑就秒杀了天灵境8重的白衣老者，这太不可思议了。你！厉万庭看到白衣老者被杀，顿时愤怒的看向楚风，再不滚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楚风目光充满杀气，家主，我们先离开。厉万庭身后的王境4重老者连忙拉着厉万庭离开。刚才楚风出剑太快了，他想出手帮白衣老者都根本来不及，而且刚才楚风挥出的剑气他也没把握抵挡住，只能先带厉万庭离开，不然他们这些人可能都会死在这里。厉万庭看到了王境4重老者眼中的惊慌，顿时同意先离开。楚风，你帮我把他们全杀了。看到厉万庭等人要走，莫青青突然对着楚风道。楚风闻言只是淡淡的看了莫青青一眼，并没有答应帮他杀人。他和莫青青非亲非故，甚至可以说关系不好，他为什么要帮他杀人？这时厉万庭等人听到莫青青的话，担心楚风真的会出手杀他们，顿时都惊恐的立即逃离战船。看到厉万庭等人逃了，莫青青顿时愤怒的看向楚风道：你怎么不动手杀他们？我和他们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杀他们？楚风淡淡地道：他们要抓我和我妹妹，你和我妹妹关系好，应该帮我们杀了他们。莫青青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我没有义务帮你们杀人。楚风淡淡的回了一句，就缓缓走回船舱。混蛋！莫青青看到楚风走了，顿时愤怒的直跺脚。陆琪看到楚风和厉万庭等人都离开了，立即安排人处理甲板上的尸体。片刻，楚风走回房间，发现房间里藏了个人。出来吧，那些人走了。楚风感应到莫青言的气息，顿时出声叫唤他出来。大哥哥！莫青言听到楚风的声音，顿时从房间的柜子中走出来。刚才莫青青发现厉万庭等人追来，立即让莫青言躲到楚风这里来。莫青言没有看到楚风，就躲到了柜子中。大哥哥，是你帮忙赶走那些坏人了吗？莫青言询问道。楚风微微点头。谢谢你，大哥哥。莫青言闻言立即对着楚风一阵感谢。能跟我说说你们家的情况吗？楚风想从莫青言的口中了解清楚莫家和厉家之间的事。莫青言开始缓缓地说着他家的情况。他们莫家是天罗帝国一个二流家族，生活过得极好。1年前，莫青言的父亲从遗迹中获得了一门天级下品功法，不过偶然被一个小妾传了过去，引起了厉家的觊觎。2个月前，厉家偷袭灭了莫家。当时莫青言和他同父异母的姐姐莫青青提前出门和好姐妹去游玩，才躲过一劫。不过厉家灭莫家的时候似乎没有得到功法，得知莫家还有2个女儿没死，就一直追杀莫青言和莫青青。之后莫青青就带着莫青言到处东躲西藏，躲避厉家的追杀。不久前2人上了风暴号，准备逃到中州大陆，彻底摆脱被追杀的日子。没想到现在厉家还是追了上来。大哥哥，爹爹之前把功法交给我了，只要大哥哥能保护好我和姐姐，我可以把功法交给大哥哥。莫青言看着楚风道：我不需要你弟功法，我有更好的。楚风平淡的道：天级下品功法对于荒异界的修士来说是最顶级地功法，但是对于楚风来说只能算是比较一般地功法。楚风有很多圣级功法，
还有圣级之上帝功法混沌诀、天级下品功法，他根本没放在眼里。哦，莫青年闻言微微失望。放心，这段时间我会保护好你们。楚风应承道。谢谢大哥哥。莫青年闻言顿时高兴地笑起来。好了，你出去找你的姐姐吧，她在外面等你了。楚风感应到莫青青就在房间外面，顿时就让莫青年去找她。大哥哥，我迟点再来找你。说完，莫青年就打开房门走了出去。楚风看到莫青年离开，就开始修炼。他感觉境界马上就能突破的灵境2重，准备专心修炼，早点突破境界。接下来几天，一切风平浪静，甚至都没有妖兽攻击战船。前2天，厉万霆他们的战船还一直跟在风暴号后面，昨天突然加速超过了风暴号，似乎要先一步赶到中州大陆。另外，这几天莫青年似乎得到了莫青青的首肯，每天都来楚风这里待一会，陪楚风闲聊。似乎是莫青青想要他和楚风打好关系，让楚风保护他们，明早我们就能到中州大陆了。这天，船长陆琪高兴地向着众人宣布道：“已经无比靠近中州大陆，几乎没有什么危险了。”陆琪顿时提前对众人宣布好消息，众人闻言都激动不已，开始欢庆。这天傍晚，莫青青带着莫青言来到楚风的房间。楚风，厉家的人已经先我们一步到中州大陆，我担心下船后他们会对我们不利，你能不能护我们姐妹一程？我们的姑母在中州大陆的圣天城，只要你能护我们到圣天城，我们就安全了。莫青青语气带着请求道。莫青言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楚风，不过可以看得出他也想要楚风帮忙。圣天城之前圣脸儿说太乙学院就在圣天城，楚风正好要去圣天城，那护着莫青言2姐妹也只是顺道的事。随即楚风便点头同意道：“可以，大哥哥，谢谢你。”莫青言听到楚风同意，顿时高兴地感谢楚风。谢谢。莫青青闻言也大大地松了口气，诚挚地感谢楚风。闲聊片刻，莫青青便带着莫青言离开。翌日天蒙蒙亮，众人就看到了远处的大陆。靠近中州大陆，海面的迷雾已经无比稀薄，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灵气。中州大陆的灵气比东荒大陆浓郁了好几倍，说中州大陆是荒夷界的修炼圣地，确实不为过。昨晚楚风终于突破道地灵境2重，暂时也没有修炼的兴致，顿时就早早跟着众人上到甲板，准备登陆下船。中州大陆，我来了。楚风看着远处的中州大陆，一阵期待。中州大陆肯定有不少机缘，到了中州大陆，他要寻找机缘，快速变强。进入太乙学院也能快速变强。楚风已经有点期待进入太乙学院的生活。上一世，楚风一直独自修炼魔功，根本没有进过学院修炼。这一世，他终于也有机会进入学院，好好体验一下学院的生活。另外，圣灵儿在中州大陆，之前发生关系的穆青瑶也在中州大陆。这次来中州大陆，他要和2人彻底明确关系。圣灵儿的特殊体质，他一定要拿下她。至于穆青瑶，她是他的第一个女人，他也要彻底拿下她。半个小时后，风暴号战船成功靠岸，众人就迫不及待地飞下战船，尽情欢呼。楚风环顾一眼岸边，以为圣里尔或太乙学院会派人来接他，不过扫视了好一会，都没有看到任何接他的人。看来是他想多了，他们根本没有派人来接他。片刻，楚风带着莫青言和莫青青缓缓走下船。临走前，陆琪对着楚风不断感谢，这次多亏了楚风，不然他们根本到不了中州大陆。楚风淡笑回应陆琪片刻，便带着莫青言2姐妹告辞离开。一下船，楚风就发现有人在盯着莫青言姐妹俩。楚风，厉家的人在盯着我们。莫青青也看到了远处盯着他们的人，顿时紧张地道。莫青言也面露担心，紧紧地抓住莫青青的手。不用担心，一切有我。我们先找个地方买2匹灵马，再打听下如何前往圣天城。楚风一脸平静地道。好。莫青青也没有来过中州大陆，现在只能一切听从楚风的安排。厉家的人看到楚风和莫青言2姐妹在一起，也不敢动手，不过一直远远地跟在他们身后。不久后，楚风带着2人买到了2匹灵马，还打听到了如何前往圣天城。圣天城距离这里有2000里的路程，骑灵马估计要3、4天才能到达。片刻，楚风骑1匹灵马，莫青言2姐妹共骑1匹灵马，3人缓缓离开。路上，楚风感应到后面一直有人远远跟着，不过他并没有放在心上。跟着的人肯定是厉家的人，不足为惧。他们要跟就让他们跟，但是一旦他们敢出手，那楚风定会全灭了他们。第一天一切风平浪静，后面跟梢的人跟了半天就不见了，似乎已经放弃了。第2天没有人跟梢，楚风3人也放松了心情，尽情欣赏着沿途的风景。路过一些城池，3人还进城品尝了当地的美食。第3天，楚风3人路过一片寂静的森林，森林中寂静无声，没有一丝鸟鸣虫叫。不用想，楚风也知道森林中埋伏有人，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厉家的人。出来！楚风朝着森林中一声冷喝。片刻，一群人缓缓走出，领头的正是厉万霆，他身边还跟着赵星和2名王境强者。楚风之前还以为厉万霆已经放弃了，没想到他竟然带人在前面这里埋伏。赵星和他护船的王境2重强者竟然也跟来了，看来定是厉万霆许给了他们什么好处。王境6重，
楚风突然看到厉万庭旁边一名陌生的灰衣老者，他面色猛地一凝。灰衣老者的境界是王境6重，不知是厉万庭从哪里请来的帮手，一名王境2重，一名王境4重，现在再加上王境6重的灰衣老者，楚风一下要面对3名王境强者。楚风、莫青青两姐妹看到灰衣老者，也猛然变得紧张起来。你们退后！楚风示意莫青青和莫青言退后，同时立即拿出魔影剑，开始默默续剑时，他要出其不意，先杀掉王境6重的灰衣老者，这样剩下的2名王境就好对付了。楚风，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让莫家两姐妹把功法交出来给大家共享，我们就可以放你们一马。厉万庭冷冷地看着楚风道。楚风没有回话，默默地续剑时，同时楚风也不信厉万庭的话，厉万庭已经灭了莫家，不可能会留着莫青青和莫青言，他得到功法后肯定会斩草除根，杀了莫青青和莫青言，甚至担心楚风事后报复，他们肯定还会想办法杀了楚风。动手！灰衣老者看到楚风的气息越来越强，似乎在准备什么大招，他立即招呼其他2名王境强者一起向楚风动手。死！裂空斩！灰衣老者手持一把2米大刀，直接使出他最强的刀技裂空斩，朝楚风狠狠杀过来。其他2名王境强者也没有任何保留，直接对楚风用出最强杀招。瞬间，3道无比恐怖的攻击朝着楚风轰杀过来。莫青青见状，一脸惊骇的拉着莫青言快速后退。大哥哥！莫青言一脸担心的朝着楚风大喊。莫青青也满脸担忧，如果楚风死了，她们2姐妹落入厉万庭手中，肯定生不如死。枪！突然，一道清脆的剑出鞘声音响起，瞬间，一道剑光划破虚空，轰向攻击过来的灰衣老者3人。轰！灰衣老者的身体瞬间一分为2，另外2名王境强者也被恐怖的力量轰得倒飞出几10米。噗！2名王境强者重重摔在地上，大口吐血，一脸惊骇地看着楚风。此刻，场中的众人都被彻底惊呆，久久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楚风一个地灵境2重，竟然一剑秒杀了1名王境6重，还重伤2名王境2重和4重，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这让众人如何相信？你怎么可能？此刻，厉万庭害怕的全身剧烈颤抖，看着楚风就像是一副见到地狱恶鬼的模样。他本以为请到1名王境6重，加上其他2名王境强者就能对付楚风，没想到他们3人联合起来，竟然都不是楚风的一招之敌。此时，赵兴已经害怕的全身瘫软坐在地上，这事本来与他无关，他听信厉万庭的怂恿，才来趟这汤浑水。现在他想后悔也晚了，楚风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大哥哥好厉害！莫青言瞪大着萌萌的大眼睛，呆呆地看着楚风，一脸崇拜。莫青青也目瞪口呆地看着楚风，他刚才还以为楚风扛不住3位王境强者的攻击，她们2姐妹要落入厉万庭手中，惨遭折磨而死。没想到楚风只出了一剑，就彻底改变了局面。其实楚风自己也有点意外，他本想先一剑杀了那么王境6重，没想到3人会同时攻过来，让他一剑就解决了他们。片刻，楚风乘胜追击，很快就斩杀了受重伤的2名王境强者。楚风，不要杀我，这事与我无关，我是被厉万庭蛊惑过来的。赵兴看到楚风提剑缓缓走来，他立即一脸惊惧地向楚风求饶。面对赵兴的求饶，楚风只是冷冷地瞥他一眼，就一剑杀了他。赵兴想要抢夺莫家姐妹的天级功法，就要提前想好付出死的代价，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贪欲所造成，怪不得别人。杀了赵兴，楚风就准备杀厉万庭。厉万庭看到楚风提剑缓缓走来，顿时一脸惊惧地求饶道：楚风，放了我，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楚风，厉万庭留给我们杀，他灭了我们莫家，我们要亲手了结他，为我们的族人报仇。莫青青突然道。楚风闻言猛地挥出一道剑气，瞬间把厉万庭的双腿斩断，同时迅速出脚轰破厉万庭的气海，让他变成废人。啊！厉万庭倒在地上，发出惊天的惨叫。你们可以动手了。楚风转头看向莫青青和莫青言道：我来动手就行。莫青青看到莫青言有点畏惧杀人，顿时就想他自己动手。说完，莫青青拿出一把剑，凶狠地走向厉万庭。厉万庭，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今天我要你给我莫家老小陪葬。说完，莫青青就在厉万庭身上不断挥舞灵剑，直至把厉万庭砍得面目全非，鲜血直流。啊！厉万庭不断发出惨叫。姐，让我也砍他一剑。突然，莫青言忍住恶心，走到莫青青的身边道：厉万庭是他们莫家的灭族仇人，莫青言也想为家族报仇。莫青青把剑递给莫青言，莫青言接过剑，猛地闭眼把剑往前一送，剑直接穿过厉万庭的心脏。厉万庭挣扎了几下，就不再动弹，彻底死去。杀了厉万庭，莫青言立即丢掉剑，不敢再砍厉万庭。楚风看得一阵欣赏，莫青言这么小，能做到这样已经算不错了。莫青青捡起莫青言丢掉的剑，继续朝厉万庭的尸体挥砍了好几下，才解气的收剑。片刻，楚风在几人的尸体上一番搜刮，获得了巨大的收获。几人储物戒指中的灵石都巨多。走吧。搜刮完，楚风带着2人继续出发。刚才的战斗把灵马都吓走了，现在3人只能步行到最近的城池，再买灵马。不过3人走了很久，
都没有碰到城池。不久后，天逐渐暗下来，三人只能在森林中过一夜，明早再出发。夜晚，楚风在森林中抓了2只灵鸡和灵兔，架起烤架，把灵鸡灵兔烤得金黄，让莫青言2姐妹大饱口福了一顿。第二天，天蒙蒙亮，三人就开始出发。不久后，三人终于来到一座城池，楚风立即买了2匹灵马，带着莫青言2姐妹继续出发。买马的时候，楚风打听到圣天城已经离这里不远，估计不用半天就能到达。莫青青听到马上就能到圣天城，立即快马加鞭，朝着圣天城飞奔而去。2个时辰后，楚风三人终于到达圣天城外。圣天城庞大无比，一眼看不到尽头。听说圣天城是中州大陆第1大城池，城池中生活着上千万的人。圣天城的城墙高大雄伟，足以几10丈高，城门更是庞大壮观，行人在其中穿过，渺小的如同形蚁。城门没有守卫，可以随意通行。走进城门，一眼望去，街道宽敞整洁，两旁的店铺林立，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楚风带着莫青言和莫青青走进圣天城，向行人打探陆家的消息。陆家是莫青青姑母所家的家族，莫青青和莫青言之前没来过中州大陆，只是听说陆家在圣天城是个比较有实力的家族。一番打听后，得知陆家在圣天城靠中心的位置，离城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顿时，楚风就带着莫青言和莫青青朝着城中心走去。突然，城中远远有一大群人骑着各种坐骑，缓缓向城门走来，似乎是要出城。让开！这大群人安排有人在前面开路，让路中央的人让开。很快，一大群人拥着一名漂亮的女子和一名俊朗青年缓缓走了过来。女子骑着一匹灵鹿，长相娇美，气质清冷，是名不可多得的美女。俊朗青年气势不凡，骑着一匹白虎，和女子在一起让人看着非常般配。女子和俊朗青年的境界都是天灵境，一看就是大势力或大家族的子弟。这女子好漂亮，她是谁？这是瑶池圣地的圣女，原来她就是瑶池圣地的圣女啊，怪不得气质如此不凡。周围的路人看着走过来的大群人，议论纷纷。瑶池圣地的圣女，楚风闻言身躯猛地一震。楚风刚刚并没有过多关注走过来的人，只想着快点把莫青言和莫青青送到陆家。不过听到路人说是瑶池圣地的圣女，他立即停下脚步。瑶池圣地的圣女是穆青瑶，他的第一女人。楚风之前还以为要费一番功夫去瑶池圣地找穆青瑶，没想到在这里就见到了她。顿时，楚风激动地转头看向瑶池圣女。不过楚风转头看到女子的瞬间，表情却猛然一愣。楚风一把扯过旁边一个正看得津津有味的路人，问道：瑶池圣地的圣女不是穆青瑶吗？穆青瑶是前圣女，现在瑶池圣地的圣女是灵薇。路人一把甩开楚风扯着他的手，带着愤怒，似乎怪楚风扯他。前圣女？楚风微微蹙眉，有点疑惑，穆青瑶怎么不是瑶池圣地的圣女了？楚风还想询问那个路人，不过路人已经快步走开。见状，楚风只能作罢，准备先把莫青言和莫青青送到陆家。穆青瑶的事他后面再打听。大哥哥，你认识那个瑶池圣地的圣女？莫青言睁大蒙蒙的眼睛看着楚风道。莫青青也转头看向楚风，一副好奇的模样。之前的圣女认识，现在这个不认识。好了，我先送你们去陆家。楚风不想多说他和穆青瑶的事，就转移了话题。哦，莫青言看楚风不想说，也没有再多问。1个时辰后，楚风带着莫青言和莫青青来到一座巨大宅院前。宅院占地广阔，大门气势宏伟，大门上方刻着2个镶金大字：陆家。什么人？赶紧离开，这里不是你们能靠近的。楚风刚想上前，就被门口的守卫呵斥离开。楚风闻言面色顿时一冷，从门卫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陆家的为人处事如何了。这位大哥，我的姑母是莫石榴。莫青青看到楚风要发怒，连忙走到楚风和门卫中间。楚风实力恐怖，陆家是他姑母的家，莫青青不想陆家和楚风起冲突。我管你姑母是什么莫石榴，这里是陆家，不是你们放肆的地方。守卫大声怒喝道：我姑母是嫁入陆家的。莫青青连忙道。莫青青只知道姑母嫁入圣天城陆家，但具体嫁给陆家什么人，她根本不知道。嫁入陆家的，姓莫。2个守卫闻言一阵窃窃私语。是的，我叫莫青青，还请2位帮忙进去禀告一下。莫青青连忙道。突然，一个守卫好像想到了什么，语气变得平和，道：你们等着，我进去禀告看看。说完，守卫就快步走进陆家。等了快1刻钟，守卫才走出来，恭敬地请楚风3人进陆家。陆家大门进去是一个精致典雅的园林，周围建筑的外观采用大量的雕刻，美轮美奂，让人叹为观止。楚风3人跟着守卫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来到一个奢华的迎客厅中。3位请稍坐片刻，大夫人一会就过来。守卫恭敬地道：你说的大夫人是我的姑母吗？莫青青着急地询问道。是的。守卫恭敬地道。太好了。莫青青闻言一阵激动，转头看向莫青言道：儿，你听到了吗？我们的姑母是陆家的大夫人，如果他们的姑母是陆家的大夫人，那他们就找到依靠了。莫青言脸上充满笑容。楚风闻言也微微放心，刚才他本想把莫青言和莫青青送到陆家门口就离开，不过最后
还是想看着两人有着落再离开。现在得知两人的姑母是陆家的大夫人，他顿时可以放心离去。大哥哥，你要走了吗？莫青言注意到楚风的表情，顿时就知道楚风要离开了。楚风微微点头。大哥哥，你能不能不走？莫青言一阵不舍。楚风正想回答，突然店外走进来7、8个人，为首的是一名贵气十足的中年妇人，她的身后跟着一名冷峻青年，还有几名丫鬟仆人。中年妇人正是莫失柳，她一看到莫青青，就立即激动地上前握住莫青青的手，道：青青，真的是你姑母。莫青青看到莫失柳，顿时眼泪盈眶。自从莫家被灭，莫青青带着莫青言四处逃命，现在终于找到亲人依靠，她顿时一下松懈下来，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好孩子，你能安全来到中州就好，以后有姑母护着你，定让你万事无忧。莫失柳轻轻抹去莫青青脸颊的泪水，笑着安慰道：谢谢姑母。莫青青高兴地感谢莫失柳。对了，姑母，这是妍儿，我的妹妹，也是爹爹的女儿。莫青青转头指着莫青言，向莫失柳介绍道：好精致可爱的小丫头。莫失柳看到莫青言的可爱模样，一阵欢喜。姑母。莫青言也高兴地叫唤莫失柳。这位是……莫失柳这时也看到了旁边的楚风。姑母，大哥哥是我们在船上认识的，是大哥哥的保护，我们才能来到这里。莫青言高兴地道：姑母，他是楚风，没有他的保护，我们到不了陆家。莫青青也介绍道：多谢这位小兄弟了。鱼儿，你先带这位小兄弟下去，好好招待。莫失柳扫了楚风一眼，突然对着旁边的冷峻青年道：是娘。冷峻青年点头道：这位是我儿陆云，是青青的表弟。莫失柳这时也介绍冷峻青年给莫青青和莫青言认识。莫青青和莫青言闻言立即和陆云打招呼，陆云也淡淡的和两人打招呼。好了，鱼儿你先带这位小兄弟下去，一会再回来和青青他们好好认识。莫失柳似乎有点不待见楚风，想让楚风快点离开。请吧。陆云淡淡的看向楚风，示意楚风跟他离开。大哥哥。莫青言见状立即着急的叫唤楚风：不用麻烦了，我是太医学院的新生，送她们两姐妹来圣天城也只是顺路的事，现在看到他们找到亲人，我也可以放心离开了。楚风也看出莫失柳有点不待见他，可能是以为他对莫青青两人别有所图，也可能是觉得他是东荒大陆来的，不配待在陆家。不过无论是什么，楚风都不在意，他只在意莫青言的着落。看莫失柳对莫青青和莫青言的态度，莫青言以后也算是有依靠了，他可以放心的离开了。你是太医学院的新生？莫失柳闻言表情微微一愣，太医学院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能进太医学院的都是天赋绝顶的天才。莫失柳看不出楚风有什么出众的地方。楚风地灵境2重的修为，在东荒大陆可能算是不错的天骄，但在中州大陆却什么都不是。瞬间，莫失柳就有点怀疑楚风所说的话。楚风看到莫失柳怀疑的目光，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告辞。说完，楚风就转身快步离开陆家。大哥哥。莫青言大声叫唤楚风，不过楚风脚步不停，身影很快就消失不见。姑母，此人是个绝世天骄，之前有3名王境追杀我们，都被他杀了。莫青青默默地看着楚风离去的方向道：什么？这不可能。莫失柳知道王境和地灵境之间的差距，他不相信楚风一个地灵境2重能杀3名王境强者。旁边的陆云闻言也是满脸惊讶，他的境界是地灵境5重，勉强能对付一些高阶的灵境，但对付天灵境就不是对手了，更别说王境强者了。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不相信他只出了一剑，3名王境强者就1死2伤，死的那名王境还是王境6重。莫青青回想起楚风之前挥出的那一剑，脸上不禁再次露出震惊之色。什么？这绝对不可能！莫失柳和陆云闻言都一脸呆滞，根本不相信莫青青所说的话。楚风从陆家离开后，就向路人打听盛家的地址，他准备先去见圣女儿一面，再前往太医学院。楚风边打听边找，1个时辰后，楚风终于找到盛家。盛家比之前楚风去的陆家更加宏伟，占地也更加广阔。此时，盛家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楚风走进众人，一番打听后，得知有些人是来求盛家办事的，也有些人是来求盛家帮忙炼丹的。盛家有名5品炼丹师，名为圣人，热心帮人炼丹，不过需要排队等候。楚风看着长长的队伍，想要守卫帮他找圣女儿，不过守卫却让他去排队。这么长的队伍，可能要排2、3天才轮到他。见状，楚风只能放弃见圣女儿，他准备先去太医学院报道，说不定圣女儿就在太医学院。1个时辰后，楚风来到太医学院，从外往里看，太医学院占地广阔，一眼看不到尽头。院内绿树成荫，各种设施建筑精美绝伦。学院门口有几名守卫把守，不是学院的人不让进学院。楚风来到守卫处，出示之前圣里儿给他的入学资格玉牌。1个守卫接过玉牌，看了一眼，就交还给楚风，并立即放楚风进院。一进到学院，楚风就感觉到浓郁的灵气，上品灵脉。楚风感应到学院下面有一条上品灵脉，上品灵脉应该被阵法禁锢在学院中，让学院内的灵气比学院外面浓郁10几倍。在灵气如此浓郁的地方修炼，修炼速度将比外面快很多倍。看来之前圣里儿说学院中福利多多，
看来确实不错。此时，学院中有很多随地打坐修炼的学生，这些学生都穿着统一的太乙学院服饰，这些学生的境界几乎都在地灵境之上。楚风甚至还看到了王境的学生。不久后，楚风按照守卫之前的指示，来到一栋大楼，办理了入学手续。现在开始，你就是太乙学院外院学生了。负责办理入学手续的一名青衣中年女子，她检验完楚风的入学资格玉牌，得知楚风是盛里儿推荐进来的，就立即给楚风办理了入学手续，并给楚风发了2套太乙学院的衣服。外院学生，楚风闻言微愣，继续询问道：“还有内院？当然，内院学生是学院最精锐的学生，享受的福利也更多。”青衣中年女子道：“怎么才能成为内院学生？”楚风询问道：“内院学生需要通过层层考核，实力也要达标。你才刚入学，境界也才的灵境2重，就不要好高骛远了。你先沉淀一下，好好修炼，等过2年再想内院的事吧。”青衣中年女子淡淡的看着楚风道。楚风闻言也不再多说什么，他刚入学，还是先熟悉一下学院的规则，再考虑成为内院学生的事。片刻，青衣中年女子继续跟楚风讲了一些太乙学院的规矩。现在新生还没有开学，等过2天开学了，学院会给学生分配导师，指导学生的修炼。另外，学院不提供住宿，学生只能在学院外面居住。学生平时几乎没有什么课程，只要每年能完成学院的考核就行。进学院必须穿学院统一的服饰才能进，学生白天可以在学院修炼，晚上必须离开学院。这似乎是为了防止学院的灵脉被无休止耗用，每天让学生修炼半天，留半天时间让灵脉恢复。楚风听了好一会，才听青衣中年女子说完规矩，后面的规矩都些基本规矩，对于楚风来说可谓无关紧要。听完，楚风就告辞离开。离开前，楚风向青衣中年女子打听盛里儿的消息，不过他说盛里儿很少来学院，他并不知道盛里儿的行踪。楚风闻言只能作罢，缓缓走出学院。天准备黑了，楚风准备先找个住的地方，估计要在太乙学院待一段时间。楚风准备买个小院居住。走出学院，楚风在学院周围探寻，看能不能找到小院购买。不过找了很久，楚风都没有找到要出售住宅的。楚风只能先找个客栈入住，明早再去寻找。翌日，楚风在客栈掌柜的指引下，终于买到了一处幽静的小院。就是小院的位置有点偏僻，离太乙学院也有半个时辰的路程。买下小院，楚风就前往城中心买生活用品，也顺便逛逛圣天城，熟悉下圣天城的各个街道。不久后，楚风买好生活用品，就往圣天城最繁华的街道走去。商华路是圣天城最繁华的街道，这里聚集着无数的商家，其中整个中州大陆最顶级的商会都有铺面在这里。在商华路，只要你有灵石，你可以买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高级灵武、灵甲、高级丹药、灵草，应有尽有。楚风在商华路随意的闲逛着，探查各个店铺有没有隐藏的宝物。突然，楚风看到一座巨大的商会建筑，商会有7层，气势恢宏。商会的名字让楚风的表情瞬间呆愣。风雪商会，楚风的思绪瞬间飘忽。师尊，我准备开个万界最大的商会，你说我该给商会取个什么名字好？随你，都可以。师尊，那我用我们2个人的名字做商会名字好不好？用你的风字和我的雪字，商会就叫风雪商会。可以。师尊，我以后一定把商会发展成万界最大的商会，让我们的名字传遍万界，永垂不朽。楚风想起上一世落雪跟他说要开一个万界最大商会的情景，当时楚风对商会的事根本没有关注，都是落雪在打理。后面商会发展成什么规模了，楚风也不知道。现在在这里看到风雪商会的名字，楚风顿时疑惑，这个风雪商会是不是落雪所开的商会，还是碰巧同名而已？为了弄清楚，楚风立即迈步走进风雪商会。进入商会，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超大的展厅，展厅摆满各种各样的宝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展厅中的各种设施装饰也奢华至极，让人仿佛进到了皇宫大殿一般。展厅中有10几名长相娇俏的女子，她们有的在招待客人，有的在等待，随时准备招待客人。这时，一名娇美俏丽的女子看到楚风进来，立即笑盈盈地来到楚风身前，道：“欢迎公子光临风雪商会，我们风雪商会是中州最大的商会，各种宝物应有尽有，不知公子需要些什么？我可以见见你们掌柜或者商会的负责人吗？”楚风看向俏丽女子道。俏丽女子闻言微笑道：“掌柜有事不在，公子需要什么可以跟我说，我叫韩巧儿，公子可以叫我巧儿。”风雪商会作为中州最大的商会，平时想要见掌柜的人非常多，而且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见掌柜的。想要见商会掌柜，必须有相应的身份，或者遇到必须需要掌柜出面的事，掌柜才会亲自出面。楚风看着笑盈盈的韩巧儿，思虑着该如何才能见到商会的负责人。公子，韩巧儿看到楚风呆呆的看着他不说话，不禁蹙眉叫唤楚风。楚风闻言立即回过神来，道：“我有一枚6品丹药，本想让你们商会代为出售，既然你们掌柜不在，那就算了，我去其他商会看看。”说完，楚风佯作要转身离开。6品丹药，韩巧儿面露惊容。整个中州大陆都没有6品炼丹师，6品丹药的出现必将引起轰动，甚至可以特地为6品丹药开一场拍卖会。楚风是韩巧儿接待的客人，
如果楚风真有6品丹药出售，那韩巧儿也能获得丰厚奖励。韩巧儿不想错失奖励，连忙挽留楚风道：“公子稍等片刻，我现在就去看看掌柜回来没有。”好，楚风微微点头。很快，韩巧儿就快速的往楼上走去。楚风看韩巧儿离开，也立即在商会的1楼展厅寻找着6品丹药的材料。上次获得红莲地火后，楚风就能炼制6品丹药，只是楚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6品丹药材料。刚已经跟韩巧儿说他有6品丹药，楚风就想看看商会中有什么6品丹药的材料，迟点炼一枚6品丹药出来，让风雪商会代为出售，省得风雪商会的人说他说假话。这里竟然有圣心雪莲！片刻，楚风看到大厅角落摆放着一株圣心雪莲，顿时大喜。圣心雪莲在上界都极为稀有，楚风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圣心雪莲。圣心雪莲是极其稀有的灵药，同时也是圣心丹的主要炼制材料。圣心丹是6品丹药，能提高突破黄境的几率，是一种极其稀有的丹药。圣心雪莲3000万下品灵石，竟然才3000万下品灵石！看到圣心雪莲的售价，楚风顿时一阵狂喜。圣心雪莲是圣心丹的主要炼制材料，在上界售价起码要几亿下品灵石，现在竟然摆得如此便宜，可见商会的人不识货，也可能是荒一界没人识的圣心雪莲，不知道它是圣心丹的主要炼制材料。楚风快速的搜查储物戒指和混沌星辰珠的灵石，还好灵石刚刚够。楚风搜完一切能用的灵石，勉强够3000万下品灵石。之前搜刮曹家的灵石大都交给灵儿转化为灵元，用于混沌星辰世界了。现在能凑够3000万下品灵石，还是多亏之前沙莉、万婷和3名王境缴获的灵石。不久后，韩巧儿从楼上下来，看到楚风在圣心雪莲旁边，立即快步走过来。公子，掌柜现在有空，我现在可以带你去见掌柜。韩巧儿笑道。楚风微微点头，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看着圣心雪莲道：“我想买下这株雪莲。”啊！韩巧儿闻言一惊，又立即大喜道：“好，公子现在就付灵石吗？”圣心雪莲售价3000万下品灵石，如果能卖出，韩巧儿将能获得不错的奖励。韩巧儿听到楚风要买圣心雪莲，顿时激动不已。楚风把刚刚准备好的灵石全部放入一个储物戒指中，交给韩巧儿。公子稍等。韩巧儿立即叫人来帮忙清点灵石。很快，灵石清点完，韩巧儿就把圣心雪莲拿出来交给楚风。楚风高兴地把圣心雪莲收进混沌星辰珠中，就对着韩巧儿道：“现在带我去见你们掌柜吧。公子这边请。”韩巧儿指着不远处的楼梯，请楚风跟着他走。楚风跟着韩巧儿缓缓走上楼，楼上各层楼也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宝物，数不胜数。片刻，楚风和韩巧儿来到最高的7楼，见到了一名气势不凡的灰衣中年人。灰衣中年人的境界是王境6重，不过楚风一看就看出他不是这里的最高负责人。以楚风对落雪的理解，他不可能会让一个如此低境界的人负责一个界面的商会。灰衣中年上面肯定还有个负责人。掌柜，就是这位公子说有6品丹药出售，另外这位公子刚刚还在我们商会花3000万下品灵石购买了一株雪莲。韩巧儿恭敬地对着灰衣中年人道：“老夫季玄，不知公子尊姓大名。”灰衣中年人闻言一脸微笑地看着楚风道：“在下楚风。”楚风报出自己的名字。楚公子说有6品丹药出售，不知是什么样的6品丹药，可否拿出来老夫一观？季玄微笑道：“丹药我并没有随身带着，我明早再带过来。我要出售的6品丹药名为圣心丹，圣心丹能增加王境巅峰修士突破黄境的几率。”楚风一脸平静地道：“圣心丹。”季玄闻言目光带着一丝怀疑，他并没有听说过圣心丹。不过季玄并没有说出心中的怀疑，就算明早楚风拿不出圣心丹，也不会对商会有什么影响。反之，如果楚风能拿出圣心丹，那更好，商会就能大赚一笔。楚风肯定地点头道：“既然今天楚公子没带丹药来，那等楚公子把丹药带来，我们再谈。”季玄淡淡地道：“可以。”楚风闻言立即起身告辞。片刻，楚风在韩巧儿的陪伴下缓缓走下楼，走到1楼大厅，楚风转头向韩巧儿告辞，就准备离开。突然，一个蒙着面纱的绝美女子走进风雪商会。穆青瑶。楚风看到走进来的绝美女子，猛地一愣。虽然穆青瑶蒙着面纱，但楚风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楚风之前还想安定下来再打听穆青瑶的消息，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她，而且穆青瑶竟然身穿一套太乙学院的服饰，她也是太乙学院的学员。此时穆青瑶目光冰冷，面容有些憔悴，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一旁的楚风。楚风立即快步走到穆青瑶的前面拦住她，一脸微笑地道：“穆姑娘，好巧，我们又见面了。”穆青瑶看到楚风，目光有点恍惚，不过瞬间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神情猛然变得冷漠，对着楚风冷声道：“让开。穆姑娘，你不会忘记我了吧？我们在东荒大陆见过。”楚风虽然和穆青瑶发生过最亲密的关系，但是之前2人以真容相见只有2次，现在看到穆青瑶如此冷漠，楚风还以为穆青瑶忘记他了，顿时就提起2人在东荒大陆见过的事。滚！穆青瑶看到楚风纠缠不休，顿时怒声呵斥他滚开。穆青瑶当然记得楚风，
不过也正是因为记得楚风，他才要让楚风滚。东荒大陆的事是他一生的耻辱，他不想记起东荒大陆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楚风闻言表情微微一变，不过他并没有生气，而是疑惑穆青瑶为什么会如此，还有穆青瑶为什么不是瑶池圣女了。楚风也想知道。咦，他还受伤了？楚风突然发现穆青瑶的气息混乱，似乎受伤了，赶紧让开，不然不要怪我不客气。穆青瑶冷冷地看着楚风道。楚风闻言没有再做纠缠，让开路给穆青瑶过去。穆青瑶现在似乎对他很反感，他再纠缠只会让他更反感。楚风想要弄清楚穆青瑶现在的状况，再做打算。很快穆青瑶就上楼消失不见。楚风默默地看着穆青瑶消失的方向，思虑着该如何和她接触。楚公子认识穆小姐吗？旁边的韩巧儿这时突然出声道。见过几次。楚风转头看向韩巧儿，询问道：巧儿姑娘，你能跟我说说穆青瑶的情况吗？穆小姐是穆家的嫡系小姐，之前还是瑶池圣地的圣女，只是后面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她退出了瑶池圣地。韩巧儿简单地道。穆家也在圣天城吗？楚风继续询问道。是的，穆家在圣天城算是一个大家族。韩巧儿道。哦。楚风闻言微微放心，穆青瑶的家族在圣天城的话，那以后他想要找穆青瑶就方便多了。楚风继续询问道。穆青瑶来你们风雪商会做什么？穆小姐好像受了什么伤，要找掌柜帮忙寻药，今天过来可能是要询问灵药的情况。韩巧儿猜测道。好，我知道了，多谢巧儿姑娘。楚风微笑感谢道。说完，楚风就向韩巧儿告辞，缓缓走出风雪商会。走出风雪商会，楚风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在外面等候穆青瑶。穆青瑶的情况似乎并不好，楚风想要弄清楚她的情况，再想办法帮她。等了大概1刻钟，楚风看到穆青瑶有点失魂落魄地走出来，似乎是没有找到想要的灵药。穆青瑶出来后就朝着太乙学院的方向走去，她身上穿着的是太乙学院的服饰，想来应该是要去太乙学院修炼。楚风默默地跟在穆青瑶后面，一直到人少的地方，他才快步追上穆青瑶。你受了什么伤？楚风走到穆青瑶的旁边询问道。穆青瑶似乎在想什么事情，直到楚风走到他身边，他才反应过来，冷冷地看着楚风道：你跟踪我？你说跟踪也可以，我只是想知道你受了什么伤。楚风轻声道。我受什么伤关你什么事？穆青瑶冷漠地道。我可以帮你。楚风看着穆青瑶道。你一个地灵境2重能帮我什么？穆青瑶目光带着轻微的蔑视，不过穆青瑶心中也有点惊讶楚风的境界，想当初他和楚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楚风的境界才是淬体境9重，这才1年多的时间，楚风的境界竟然到地灵境2重了，境界提升的速度让人叹为观止。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帮你。楚风道。我想要你不要跟着我。穆青瑶根本不相信楚风能帮他什么，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就快步地往前走去。楚风并没有放弃，立即快速跟上穆青瑶。穆青瑶看到楚风还继续跟着，立即愤怒地转身朝楚风轰出一掌。楚风手一挥，直接轰散穆青瑶的攻击。穆青瑶见状顿时面露震惊，他的境界可是天灵境9重，楚风的境界才地灵境2重，竟然如此轻松就挡住了他的攻击。穆青瑶不信邪的再次使用出全力攻击楚风。楚风不想伤到穆青瑶，只是用幽影步不断躲避。混蛋，你躲什么躲？穆青瑶看一直攻击不到楚风，顿时生气地道。我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帮你。楚风边躲避穆青瑶的攻击，边回应道。我不需要你帮，你赶紧滚。穆青瑶气愤的直接转身快步离开。穆青瑶也知道楚风手下留情了，要不凭楚风的步伐很容易就能伤到他，不是楚风的对手，驱赶不走楚风，穆青瑶只能快步离开。前面不远就是太乙学院了，穆青瑶想着只要进了太乙学院，楚风就不能再纠缠他了。楚风看到穆青瑶离开，他也立即跟上。到了太乙学院，穆青瑶挑衅的回头看了楚风一眼，就立即走进学院。太乙学院强者无数，穆青瑶觉得楚风不是太乙学院的学生，根本进不了太乙学院。楚风见状微微一笑，立即从储物戒指中拿出太乙学院的学生服快速穿上，同时给门卫出示他的入院资格玉牌，也跟着走进学院。穆青瑶进了太乙学院，就感到心情一阵轻松。自从他在东荒大陆失真，就因为一些原因被迫离开瑶池圣地，回到家族也遭到各种异样的目光，而且半年前他不知什么原因竟然中了一种未知的阴寒蛊毒，一到晚上就会遭受阴寒袭身的锥心之痛。现在只有白天在太乙学院修炼的时间才是他最轻松的时间。片刻，穆青瑶在学院中找了个偏僻没人的地方盘地而坐，闭眼开始运转功法修炼。突然穆青瑶感应到有人走到他面前，一直看着他，他立即睁开眼看向来人。你怎么进来的？穆青瑶看到楚风猛地一愣，不过瞬间他看到了楚风身上的太乙学院学生服，惊声道。你也是太乙学院的学生？不错，我是这届的新生。楚风轻笑道。你赶紧滚开，不要打扰我修炼。穆青瑶看进了太乙学院，还是躲不开楚风的纠缠，顿时愤怒大骂。放心，你尽管修炼，我不打扰你。楚风微微一笑，没有在意穆青瑶的怒骂。混蛋，你纠缠我到底想要做什么？穆青瑶看躲不开楚风的纠缠，
顿时愤怒的想要知道楚风纠缠他做什么。我喜欢你，在暮色城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楚风直接了当地道。穆青瑶是楚风的第一个女人，虽然他现在对穆青瑶还谈不上多喜欢，但是他不允许他的第一女人以后成为别人的女人，所以他一定要让穆青瑶成为他的女人。穆青瑶长相绝美，楚风相信只要两人在一起了，感情可以慢慢培养，以后他一定会喜欢上她，他也会喜欢上她。呵，穆青瑶闻言冷声嗤笑一声道：我已经有男人了，你赶紧滚，我不介意。楚风淡淡一笑，什么？穆青瑶听到楚风说不介意，猛地一愣。之前很多喜欢穆青瑶的各大势力天骄知道穆青瑶是真后，就对她失去兴趣，从她身边消失。穆青瑶以为楚风知道她有过男人后也会对她失去兴趣，不纠缠她，没想到楚风竟然说不介意。不过瞬间穆青瑶又变得愤怒不已，楚风这样说肯定是只对她的身体感兴趣，根本不在乎她之前是不是有过男人。你赶紧给我滚！穆青瑶愤怒地朝着楚风怒喊。好，我先离开，我们下次再谈。楚风淡淡一笑，就转身离开。楚风看到穆青瑶如此生气，顿时明白他可能误会他了。不过现在穆青瑶在气头上，他解释他可能也听不进去，顿时楚风就决定先离开。现在已经知道穆青瑶的家族在圣天城，而且穆青瑶还是太乙学院的学生，以后他想找穆青瑶也容易。不久后，楚风回到他的小院，进到混沌星辰珠中炼制圣心丹会产生一些异象，楚风不想引起轰动，准备在混沌星辰珠中炼制。片刻，楚风把之前他购买的5品炼丹炉拿出来，用5品炼丹炉炼制6品丹药有点不合适，不过楚风有异火，还有强大的魂力，用5品炼丹炉他一样可以炼制6品丹药。摆好炼丹炉后，楚风就把圣心雪莲和其他一些材料拿出来。圣心丹的其他材料都不是稀有材料，之前楚风灭曹家时收缴了很多灵草，圣心丹的其他材料刚好就有，他也不用再特地去买。很快，楚风就召唤出红莲地火，把圣心雪莲和各种材料放进炼丹炉中慢慢淬炼。时间1分1秒的过去，丹炉中的药材逐渐融化，融合成一团浓稠的药液。楚风不断注入灵力和结印，丹炉中逐渐发出一道道耀眼的光芒。不久，丹炉中的光芒逐渐消失，成功了，还是2颗。楚风面露兴奋，屈指弹开炼丹炉的炉盖，手一招，瞬间2颗泛着淡淡光芒的丹药从丹炉中漂浮起来，丹药散发浓郁的香气，让人闻之心旷神怡。这2颗都是极品的圣心丹，有很大的几率可以助人突破5黄境。楚风已经可以想象到圣心丹出现在拍卖会上遭到众多势力争抢的盛况，在荒夷界这样的低等界面，很多修士都卡在王境巅峰，无法突破黄境。现在有增加突破黄境几率的丹药，那些想要突破黄境的修士肯定会倾家荡产来抢夺丹药。2颗极品圣心丹，楚风准备给1颗风雪商会拍卖，剩下的1颗留着备用。圣心丹楚风自己服用也能提升不少修为，不过就是有点浪费，他准备先留着，以后要用到的时候再用。片刻，楚风把圣心丹分2个玉瓶放好，就开始打坐修炼。现在外面已经天黑，楚风准备修炼1晚上，明早再去风雪商会。翌日，楚风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结束修炼。从混沌星辰珠中出来，楚风直接前往风雪商会。他迫切想要知道风雪商会到底是不是落雪所开的。半个时辰后，楚风来到风雪商会。韩巧儿看到楚风，立即面露欣喜。昨天楚风说今天带6品丹药过来，如果是真的，那他将能获得不错的奖励。楚公子，6品丹药带来了吗？韩巧儿满怀期待地问道。带我去见你们掌柜吧。楚风微微点头道。好，我现在就带公子去。韩巧儿闻言面露狂喜，立即带着楚风上楼。不久后，楚风跟着韩巧儿来到7楼，再次见到了季璇。季璇对于楚风的到来微微有点意外，他一直以为昨天楚风只是说空话，离开后就不会再出现，没想到今天楚风真的来了。楚公子，丹药带来了。季璇目光紧盯着楚风，楚风没有说话，直接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一个装有圣心丹的玉瓶递给季璇。季璇接过玉瓶，轻轻打开，瞬间一股让人心旷神怡的香气飘洒而出。季璇眼睛瞪大，死死盯着玉瓶中的丹药，难以置信地道：这是极品的6品丹药。从圣心丹的丹纹，季璇认出了丹药的品阶是极品，而且如此能发出如此让人心旷神怡的香气，这绝对是5品之上的丹药。很快，季璇就让商会的丹药鉴定师过来鉴定丹药。等鉴定师确定是极品的圣心丹后，季璇瞬间狂喜，立即让人准备最好的茶水来招待楚风。楚公子，不知你想如何出售丹药？季璇询问道。这个由季掌柜安排。楚风淡笑道。好，我立即着手安排一场拍卖会，一定帮公子把圣心丹卖出高价。季璇大笑道。楚风对于圣心丹能卖出什么价格并不是太在意，转而开口询问他想要知道的是：季掌柜，你上面应该还有人吧？我能不能见见他？不错，我上面确实有位大人，不过大人前段时间有事离开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风雪商会背后有位实力强大的大人物，这是中州很多大势力都知道的事，
这也是风雪商会能成为中州第一大商会的重要原因。楚风闻言微露失望，继续问道：“那他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没说，大人的事不是我能够问的。”季玄摇了摇头道：“不知楚公子找我家大人有何要事？”季玄询问道：“这事我要亲自和他谈。”楚风道：“那只能等大人回来再说了。”季玄淡笑道：“等你们大人回来，你就跟他说我认识落雪。”楚风轻声道：“落雪是谁？”季玄闻言一阵疑惑：“我不好说落雪的身份，等你们大人回来，你告诉他就行。”楚风觉得这风雪商会大概率就是落雪所开的，现在只要等季玄上面的大人回来，就能弄清楚情况。季玄微微点头道：“请，等大人回来，我一定禀告他。那我就走了，等圣心丹要拍卖的时候，你再派人通知我。”说完，楚风就把他现在的住址告诉季玄。好，季玄微微点头。楚风走了2步，又突然回头看向季玄道：“季掌柜，能告诉我穆青瑶找你做什么吗？”穆青瑶，季玄微微一愣：“楚公子跟穆小姐认识？”“我想帮她。”楚风轻轻点头。季玄听到楚风想帮穆青瑶，就没有隐瞒，直接说出穆青瑶的情况。穆小姐中了一种阴寒蛊毒，不过具体是什么蛊毒，我看不出来。穆小姐来找我是托我帮忙寻找火属性灵药，来压制她体内的阴寒蛊毒。阴寒蛊毒？楚风闻言一阵蹙眉。她中的蛊毒极为罕见，一般的火属性灵药并不能压制，可能需要极其稀有的火属性灵药才能压制。我已经让人去帮她寻找，不过之前找了一些火属性灵药都没有效果。季玄轻叹一声道：“好，我知道了，多谢季掌柜。”楚风微微拱手感谢季玄：“不用，我和穆小姐的生母是朋友，我也想帮穆小姐，如果楚公子能帮到她就更好了。”季玄道：“我会想办法帮她的。”楚风轻声道。说完，楚风就告辞离开。出了风雪商会，楚风朝着太乙学院走去。刚才季玄说穆青瑶需要火属性的珍稀灵药，楚风上次在东荒秘境获得赤炎红莲子还剩5颗，他想拿去给穆青瑶，看能不能压制他体内的阴寒蛊毒。这5颗赤炎红莲子，楚风本来是想留下来以后炼丹用的，现在穆青瑶需要，楚风就想先给他用。不久后，楚风来到太乙学院。楚风来到昨天穆青瑶修炼的位置，不过并没有见到穆青瑶。难道穆青瑶今天没来太乙学院？楚风在太乙学院中四处寻找，也顺便熟悉下太乙学院各个地方。太乙学院里面宽阔无比，学院中有很多禁区不能随便进入。楚风逛了近半个时辰，才在太乙学院深处的一个角落找到穆青瑶。此时穆青瑶正在闭眼修炼着。突然穆青瑶感应到有人一直在看着他，他立即睁开看去。混蛋，你又来做什么？穆青瑶看到是楚风，顿时愤怒骂道：“我这里有赤炎红莲子，你看下能不能压制你体内的阴寒蛊毒。”楚风不理会穆青瑶的愤怒，直接拿出一颗赤炎红莲子抛给他。赤炎红莲子，穆青瑶本不想要楚风的东西，不过听到是稀有的赤炎红莲子，顿时就伸手接下。夜晚被阴寒蛊毒袭身的那种锥心之痛太痛苦了，穆青瑶不想放弃任何能压制阴寒蛊毒的机会，顿时就接下楚风的赤炎红莲子。穆青瑶检查赤炎红莲子片刻，觉得没有问题，就直接服下。片刻，穆青瑶感觉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全身暖洋洋的，体内的阴寒蛊毒似乎已经被压制。怎么样，有效果吗？楚风询问道。应该有，不过要到晚上我才能确定，现在效果显著，不过阴寒蛊毒要晚上才爆发。穆青瑶要看今晚阴寒蛊毒是否爆发，才知道赤炎红莲子有没有效果。我这里还有4颗赤炎红莲子，你今晚看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我再给你。楚风轻声道。需要多少灵石？我给你。穆青瑶不想受楚风的恩情，想要用灵石购买赤炎红莲子。不用，我免费送你。楚风微笑道。不要，你不要灵石，我不要你的东西。穆青瑶淡声拒绝楚风的好意。那你随便看着给吧。楚风微微一笑，他只想帮穆青瑶，并不在乎灵石。我现在没有带多少灵石，等今晚看看效果，如果有效果，明天我再一起把另外4颗的灵石给你。穆青瑶思虑片刻道。可以。楚风微微点头。你走吧。谈好后，穆青瑶立即驱赶楚风离开。这么无情？楚风表情有点无奈，他还以为帮了穆青瑶，穆青瑶会对他态度好点，没想到穆青瑶还是那么冷漠。我们并不合适，你不要白费心思了。穆青瑶淡淡地道。虽然他现在已经失真，但是他的家族也肯定不会同意他和一个东荒大陆来的无名小子在一起，而且楚风是他在暮色城认识的，他对暮色城有阴影，对楚风也没有半分好感。为什么不合适？楚风眉头微蹙道。我的家族已经在为我联姻，而且我不喜欢你，不会和你在一起。穆青瑶淡漠地道。联姻？楚风闻言怒气升腾，冷冷地道。谁敢娶你，我杀了他。穆青瑶闻言淡淡嗤笑一声，觉得楚风有点大言不惭。我的家族准备让我和萧家的萧晨联姻，萧家是圣天城的顶级家族，你有本事就去杀了萧晨。哼，他敢娶你，我必杀他。楚风冷声道。他绝对不允许穆青瑶成为别人的女人，萧家可是有黄境强者的，你敢杀萧晨，必死无疑。穆青瑶淡声道。黄境？楚风闻言微微一顿，不过又立即坚定地道。别说萧家有黄境，就算萧家有地境，
只要萧晨敢娶你，我也必杀他。虽然现在楚风还没有实力对付黄境之上的强者，不过谁敢娶穆青瑶，他一定会想办法杀了对方。那我拭目以待。穆青瑶淡声嗤笑，以为楚风只是口嗨，不会真去杀萧晨。楚风没有再说什么，直接告辞离开。他现在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很难对付黄境的强者。不过他有的是手段，能悄无声息地杀死一个人。而且穆青瑶刚才只是说穆家准备让他联姻，还没有真正联姻，楚风也还有时间去想办法破坏这段联姻。翌日，太乙学院的这届新生入学仪式正式开始。今天所有的新生都要到太乙学院，迟到的或者没来的都会被取消入学资格。另外，一些老生也会来到学院和新生见上一面。楚风早早就来到太乙学院，等待着入学仪式的开始。此时，所有的学生都聚集在太乙学院中央的广场中。楚风站在新生区域，四处环顾，想寻找圣灵。不过楚风看了很久都没有发现圣灵的踪影。楚风倒是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这些人都是东荒大比见过的。其中，在东荒大比上和楚风交过手的石不凡也在。此时，石不凡的身边正跟着一名俏丽女子，两人正亲密地聊着什么。之前楚风一直误会石不凡的恋人是圣灵，现在看来他身边的女子才是他真正的恋人。竟然的灵境9重了！楚风突然发现石不凡的境界提升到地灵境9重了。上次在东荒秘境中，楚风并没有见到石不凡，不过石不凡应该是在秘境中获得某些机缘了，不然他的境界不会提升那么快。当时在秘境，楚风并没有前往南边，石不凡很大可能是在南边获得了机缘。楚风继续环顾远处的人，他发现远处有很多天灵境之上的学生，王境的学生也有不少。太乙学院号称是整个荒一界最好的学院，看来果然名不虚传。突然，远处走来一对俊男靓女，一下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男的俊朗无双，境界已经是天灵境9重，身上散发着恐怖的气息，让人望而生畏。女的看着毫无修为，不过长相绝美，气质不凡，一看就是哪个顶级家族的贵女。这两人是谁？看着好般配。这女的好有气质，是我们的学姐吗？学院中竟然有如此漂亮的学姐，来太医学院算是来对了。可惜这位学姐已经名花有主了。周围的新生看着远远走来的一对男女，议论纷纷。突然，新生中一名身穿白衣的胖子出声道：“告诉你们，这位可不是我们的学姐，她是学院的长老。”什么？长老？周围的新生闻言都一阵错愕。白衣胖子看到周围人的目光都投在他身上，顿时微笑着继续道：“不错，他是我们太乙学院修炼理论的长老圣灵。你们别看圣长老没有修为，但是他已经活了几百年，修炼理论比很多境界高强的人懂得都多。圣长老的修炼理论也都是经人实践过的，对修士的帮助极大。另外，圣长老还是圣天城顶级家族圣家的老祖，圣家可是有黄境强者的家族。”周围的新生听到白衣胖子的话，都一阵惊讶，有惊讶圣理儿身份的，也有惊讶圣理儿没有修为竟然也能活几百年的。那圣理儿长老身边的男子是谁？他是学生还是长老？人群中一名青衣男子突然出声问道。他？白衣胖子闻言面露崇拜道：“他叫秦问天，是圣天城最强家族秦家的嫡系子弟，也是我们中州大陆最顶级的天骄。”秦问天出生时就异象惊天，他的体质也是万年罕见的真龙之体，不仅修炼速度惊人，修为也远超同境界的人。秦问天在天灵境6重的时候就击败过一名王境9重的强者。秦问天还是我们太乙学院副院长的亲传弟子。白衣胖子缓缓地说着秦问天的光辉历史，让周围的新生不断发出惊讶声。楚风目光紧盯着圣灵儿和秦问天，此时圣灵儿和秦问天有说有笑，而且秦问天看着圣灵儿的目光充满爱慕，让楚风看得怒气升腾。不过现在楚风和圣灵儿没有确定任何关系，他也不能干预圣灵儿接触别的男人。很快，圣灵儿和秦问天走到特定的座位坐下，继续说着什么。这些座位都是给学院的高层和长老导师所坐，不过以秦问天的特殊身份，他坐在那里也没人会说什么。不久后，太乙学院的高层逐渐亮相，太乙学院的院长孔文琪、副院长白星海等纷纷上台说话。楚风没有听他们讲废话，目光一直盯着圣灵儿。此时，圣灵儿一直看着台上说话的学院高层，根本没有看新生区这边，似乎早忘了有楚风这号人了。这女人有点气人啊！之前楚风到中州大陆的时候，还想着圣灵儿会派人接他，没想到是他自作多情了。圣灵儿似乎完全忘记有他这号人了，这让楚风不禁心生愤怒。半个时辰后，几个学院高层说完话，接下来是导师选学生的环节。所有的新生都进到一个秘境中，在秘境击杀妖兽会获得分数，获得的分数越高，排名就会越高，也越容易被导师选中。学院的导师有限，并不是每个学生都会有导师教导，导师只会选择天赋强的学生，天赋差的学生是没有导师的。新生秘境的分数可以很好的反映出学生的实力和天赋，导师选学生也会以秘境的分数作为主要依据。很快，宣读完秘境的规则后，新生就陆续进入秘境。新生秘境中分高级区和低级区，高级区的妖兽境界更高，获得的分数也更高。高级区和低级区击杀妖兽获得的分数相差很大，
想要获得高分数，就必须前往高级区。不过高级区的妖兽非常强大，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新生秘境的时间只有1个时辰，时间到，所有人都会传送出秘境。秘境时间有限，众多新生一进入秘境就快速分散开，各自寻找妖兽击杀获取分数。楚风并没有像众人那样去寻找妖兽击杀，而是在秘境入口处盘的打坐修炼。导师可以帮助新生快速修炼，导师的人脉也可以帮助新生很多，不过这些楚风都不需要，他只想利用一下学院的修炼资源和机缘。秘境中，新生不断的击杀妖兽，秘境外面有分数排名碑，可以看到秘境中众多新生的分数。这时几乎所有人都有分数，只有楚风一个人的分数还是0。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光柱的最上方，根本没人注意楚风的分数依然是0分。前10名的分数不断变化，竞争非常激烈，众多新生都想分数排在前列，让优秀的导师选中。排名前几名的新生甚至有可能会被院长、副院长或者学院中的黄境强者选中。新生一旦被这些人选中，那从此就会一飞冲天。1个时辰时间很快过去，众多新生全部被传送出秘境。一出到秘境，众人都把目光投向排名石碑，想要看自己的分数排在第几。楚风也跟着众人的目光看向排名石碑，他也想看看排在前面的新生是谁。第1名石不凡，98309分；第2名萧云，98180分。楚风对于石不凡拿到第1并不感到意外，只是有点惊讶，第2名萧云的分数竟然能和石不凡那么接近，可恶，竟然差了100多分。此时人群中一名冷峻青年看到排名，一脸愤怒，100多分就是多杀一个妖兽的事，他只比石不凡少杀一个妖兽，这让他很不甘心。冷峻青年正是排名第2的萧云，他是圣天城萧家的子弟，天赋绝顶，境界是天灵境3重，是此次新生中境界最高的人。之前萧云一直以为这届新生第1是他的囊中之物，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石不凡，抢走了他的第1名，而且石不凡还只是一个的灵境，他堂堂天灵境竟然输给一个地灵境，真是耻辱。云哥，这石不凡竟敢抢你的第1名，等出了学院，我们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萧云身边跟着2名小弟，他们都是圣天城的大家族子弟，为萧云马首是瞻。现在看到石不凡抢走萧云的第1名，顿时就想教训石不凡。先不要轻举妄动，在圣天城我们有的是机会教训他，不必急于一时。萧云摆了摆手道。石不凡刚获得新生第1，正在风头上，萧云担心现在教训石不凡会引起学院高层的注意，想过段时间再教训石不凡。新生秘境完，接下来就是各个导师选学生的环节。楚风默默隐藏自己的气息，不想让导师选中他，他根本不需要导师，就算有导师选中他，他也会拒绝。为了避免拒绝导师的尴尬场面发生，楚风就决定把自己隐藏起来。很快就有很多导师开始选择学生，其中石不凡被学院的一名长老看中，收为学生。萧云则是被一名高阶王境导师收为学生。导师和长老的区别很大，太一学院只有10几位长老，每一位长老都是德高望重，除了圣里儿，其他长老的实力都强大无比，而且长老在学院的权力也大，能为弟子谋取很多福利，这是一般导师无法比拟的。这结果让萧云愤怒不已，如果不是石不凡抢走他的第1名，那被学院长老收为弟子肯定是他。这时楚风看到没有导师选到他，顿时微微松了口气。突然坐在台上后面的圣里儿猛地站起身来，院长，我要选1名学生。圣里儿微笑看向孔文琪道，圣长老要选学生。孔文琪和周围的导师闻言都猛地一愣，圣里儿进太一学院已经20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选过学生。现在众人听到圣里儿要选学生，顿时都面露惊讶，疑惑是什么样的学生竟然入了圣里儿的眼，不知圣长老要选哪名学生。孔文琪一脸好奇地问道。楚风。圣里儿微笑着开口道。楚风。众人闻言都把目光投向排名碑，不过在上面看了好一会，都没有看到楚风的名字。楚风，0分的那个楚风。这时一名导师看到楚风的名字，惊讶大叫道，不错，就是他。圣里儿淡笑着看向新生区域，此时楚风也知道圣里儿要选他为学生了。刚才圣里儿站起来的时候，楚风就感觉他要搞事，没想到他真的是要搞事，收他为学生，这女人是想压他一头啊。不过楚风也没有好反对的，成为圣里儿的学生，他正好可以和圣里儿多接触，至于以后他们2个谁压谁，那就不好说了。被导师选中的学生要走出人群，来到旁边特定区域和导师交流。楚风听到叫喊，顿时也缓缓从人群中走出。众人对圣里儿选的学生充满好奇，看到楚风从新生中走出，顿时都把目光投在他身上。地灵境2重。众人看到楚风的境界才地灵境2重，而且楚风除了长相不凡，其他也看不出什么突出的地方。众人顿时都疑惑，圣里儿怎么会选楚风为学生？难道看上了楚风的长相，所以才选他做学生？圣长老，你怎么会选他做学生？这时秦问天来到圣里儿身旁，微微蹙眉的询问道。说话间，秦问天的目光一直冷冷看着楚风，似乎对楚风成为圣里儿的学生充满反感。
他之前在东荒秘境中救过我，我收他为学生，也算是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了。圣里儿淡淡地道：他救过你。秦问天闻言顿时也不再说什么。片刻，楚风走到圣里儿身前，圣里儿淡淡地看着这楚风，道：楚风，你可愿成为我的学生？楚风看到圣里儿淡漠的表情，顿时有种想扇他屁股的冲动。这女人竟然表现得和他如此生疏，是怕秦问天误会吗？顿时，楚风微微一笑，揶揄道：当然，能得到圣长老青睐，我三生有幸。圣里儿不想让秦问天误会，楚风就反而想把两人的关系说得不清不楚，让秦问天误会。你乱说什么？我只是收你为学生。圣里儿听到楚风把话说得暧昧，顿时狠狠瞪了楚风一眼。这时，旁边的秦问天听到楚风的话，眼中瞬间闪过一丝杀意。圣里儿虽然没有修为，但是他的才识和容貌深深吸引了秦问天，而且圣里儿还是圣家的老祖，如果能娶到圣里儿，对秦问天的帮助巨大。秦问天已经把圣里儿视做他未来的女人，现在楚风如此说，就是想觊觎圣里儿。他顿时产生除掉楚风的想法。我是说能成为您的学生，三生有幸。长老，你想歪了吧？楚风淡淡的笑道。圣里儿闻言横了楚风一眼，没有再说什么。这时，导师选生结束，新生开学仪式也宣告结束，众人开始缓缓散去。楚风，你跟我来。圣里儿跟秦问天告辞后，就带着楚风走向不远处的一栋大楼。不久后，楚风跟着圣里儿来到大楼3楼的一个房间，房间精致典雅，摆满各种书籍，这似乎是圣里儿在太乙学院办公休息的地方。圣长老，不知教学生来有何教诲？楚风淡淡的看着圣里儿道。怎么生气了？圣里儿突然展颜一笑，美眸俏生生的看着楚风。我现在是你的学生，怎敢生你的气？楚风淡淡地道。圣里儿看到楚风一脸冷漠的样子，不禁觉得好笑。他走到楚风身边，轻轻扯了扯楚风的手，笑道：好了，刚才我表现的和你生疏，只是不想让你和秦问天起冲突。秦问天一直在追求我，不过我一直拒绝他，我怕和你表现的关系太好，他会对你不利。一个秦问天而已，我根本不怕他。楚风一脸不以为然，不过圣里儿能如此解释，可见他和秦问天真的没有什么亲密关系，这让楚风的心情一下变好起来。秦问天实力恐怖，不可小觑，你和秦问天没比过，现在也说不好谁强。不过秦家是中州最强的家族，有几名黄境老祖，还有多名高阶王境，如果秦问天动用秦家的关系对付你，你就不好应付了。圣里儿面露担心，就算秦家出动黄境，也一样伤不到我。楚风一脸自信地道，他有混沌星辰珠，打不过还能躲进混沌星辰珠中，根本不惧怕秦家，反正你小心点就行。圣里儿看楚风说的自信，顿时也不再说什么。这段时间怎么不见你？你不会是想晾着我，报复我之前抢你玉坠，惹你生气的是吧？楚风突然看着圣里儿道。这段时间一直不见圣里儿，而且刚才圣里儿还和秦问天有说有笑，楚风顿时觉得是圣里儿在故意报复他。圣里儿闻言没好气地瞪了楚风一眼，道：谁晾着你了？我之前是有事外出，昨晚才回到圣天城。楚风闻言一阵释疑，道：我去过圣家找你，不过你们圣家排队的人太多，我就离开了。我之前本想安排人去接你的，不过我临时有急事，没来得及安排就离开了。圣里儿带着歉意道：没事，你有心就行。楚风听到圣里儿的话，顿时一阵高兴。之前没有见圣里儿派人接他，这段时间也不见圣里儿，楚风一直以为他是自作多情了，现在看来他也不算自作多情，圣里儿是真的想派人接他。他这段时间不在，也不是在躲他。你现在住在哪里？我之前已经给你安排好住所，你一会搬过去。圣里儿笑道：我已经买了个小院，不用麻烦你了。楚风说着就把他现在的住址告诉圣里儿。不行，我给你安排的住所在我们圣家附近，到时你出什么事，我还能让圣家的人帮你。圣里儿道：好。楚风本不想接受圣里儿的安排，不过圣里儿安排的地方在圣家附近，那他和圣里儿就能经常见面。你干嘛要收我为学生？楚风突然疑惑地问道。圣里儿不可能是真想收他为学生，肯定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只是想给你一个身份而已。以后在太乙学院或者圣天城，别人知道你是我圣里儿的学生，都会对你礼让3分。圣里儿傲气地道。圣里儿是圣家的老祖，还是太乙学院的长老，几乎没有哪个势力会轻易得罪他。楚风作为圣里儿的学生，众多势力也会顾忌圣里儿的存在，不敢对楚风做什么。楚风根本不在意什么身份，不过成为圣里儿的学生，他就能光明正大的接近圣里儿。两人闲聊片刻，圣里儿就跟楚风说起太乙学院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学生每年必须获得足够的学分，任务院发布的任务可以获得学分，任务的难度不同，获得的学分也不同。只要获得足够的学分，学生就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可以在学院修炼，也可以随意外出历练。另外多余的学分还可以在学院兑换很多东西，功法、灵技、灵药、丹药。学分兑换的东西很多都是外面用零食买不到的。学院中很多学生都会不断的接任务来获得学分，然后兑换自己想要的东西。另外学院还有圣道塔、修炼室等各种快速提升修为的机缘。圣里儿缓缓地跟楚风介绍太乙学院的各种情况。片刻，
盛莲儿看到楚风一直呆呆看着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清他说的话，他顿时怒瞪着楚风：“混蛋，你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放心，听清了。或许是太久没见盛莲儿，楚风感觉今天盛莲儿美极了，一时就看呆了。不过盛莲儿讲的东西他都记住了，别乱看，认真听。盛莲儿横了楚风一眼，继续道：“明天学院会安排所有的新生进圣道塔，你一定要去。圣道塔只能进一次，塔中的怪物按学生的境界划分，境界越高，碰到怪物的境界也会越高。这样划分对每个境界的学生都公平。能到多少层，主要看学生的战斗天赋和越阶战斗的能力。圣道塔有1000层，每闯过10层就能获得灵药功法等的奖励。据说登顶圣道塔的人还能获得无法想象的奖励，但一直没人能登顶。到现在为止，也没人知道登顶圣道塔的奖励是什么。”楚风闻言瞬间心动，点头应承道：“好，明天我一定去。登顶圣道塔还能获得无法想象的奖励，楚风已经无比期待。”盛莲儿说完，突然拿出一个储物戒指递给楚风，道：“这个储物戒指给你，里面有很多修炼资源，你拿着好好修炼。”楚风闻言微微一愣，没想到盛莲儿会给他修炼资源，不过他并没有拒绝，直接接过储物戒指。如果是别人给修炼资源，楚风可能不会接受，盛莲儿给的话那就不同了。楚风已经认定盛莲儿是他未来的女人，自己女人给的东西他可以随意接受。这么多，楚风用灵石探查盛莲儿递过来的储物戒指，发现里面有无数的修炼资源，稀有的灵药也有很多。这可是我攒了很多年的修炼资源，一直想着有一天我能修炼了，就用这些修炼资源来修炼，现在全便宜你了。盛莲儿美眸俏生生地看着楚风道。楚风看盛莲儿竟把他积攒多年的修炼资源给了他，不禁脱口而出道：“这算是你的嫁妆吗？”听到楚风说是嫁妆，盛莲儿的俏脸不禁一红。不过瞬间，盛莲儿又似笑非笑地看向楚风道：“如果我说真是我的嫁妆，你敢不敢要？”也不知道是不是之前在秘境深渊下已经习惯楚风在身边，这段时间盛莲儿经常会想起楚风。盛莲儿从来没有如此惦记过一个人，他觉得他可能真的喜欢上了楚风了。顿时盛莲儿就提前给楚风安排好住处，还把他积攒多年的修炼资源准备好交给楚风。不过盛莲儿不确定楚风对他是什么意思，现在听到楚风说是嫁妆，他就顺水推舟，想是探下楚风的意思。楚风听到盛莲儿的话猛然一愣，盛莲儿这样问他，岂不是对他托付终生的意思？刚才他只是想顺口调戏一下盛莲儿，没想到盛莲儿竟然如此直接，就想对他托付终生了。这让楚风不禁怀疑，什么时候他的魅力竟然如此大了，能让盛莲儿这样的绝世女子如此直接的对他托付终生。这时盛莲儿看到楚风一直愣神，不敢接他的话，他顿时心中一暗，勉强露出笑容道：“好了，我刚才就是和你开个玩笑，给你修炼资源，只是想让你快点变强，以后好帮我觉醒体质。”听到盛莲儿的话，楚风才回过神来，看到盛莲儿眼中那一闪而逝的黯然，楚风立即上前一把将她紧紧抱入怀中。盛莲儿猛然被楚风抱住，表情一阵呆滞，不过瞬间他又立即挣扎道：“混蛋，你干什么？赶紧放开我！”楚风闻言轻轻松开盛莲儿，不过又立即抓住她的双臂，看着她郑重地道：“莲儿，我可没有开玩笑，我喜欢你，现在我拿了你的嫁妆，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盛莲儿听到楚风的话，瞬间放弃挣扎，表情呆愣地看着楚风道：“你说的是真的？”“当然，莲儿，能得到你的青睐，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楚风说完，再次把盛莲儿拥入怀中。这次盛莲儿没有再挣扎，而是反抱着楚风。刚才楚风犹豫，盛莲儿还以为楚风对他不是那种意思，现在楚风明确对他的意思，他顿时欣喜不已。两人抱了好一会，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楚风看向盛莲儿，再次承诺道：“莲儿，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盛莲儿闻言微微羞涩点头。楚风看着盛莲儿红扑扑的俏脸，一时心动不已。不过之前莲儿说过，盛莲儿在体质觉醒前不能破身，不然以后很难觉醒体质，看来要快点变强才行，不然想要跟自己喜欢的女人在一起都难。楚风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快点变强，带盛莲儿去神界觉醒体质。楚风和盛莲儿亲密的闲聊了好一会，盛莲儿才带着楚风离开太乙学院，去他之前给楚风准备好的住处。楚风和盛莲儿刚走到学院门口，突然一道声音叫停了楚风。楚风和盛莲儿听到叫喊，都转头看向来人。来人是穆青瑶，他昨天服用楚风给的赤炎红莲子，昨晚他的阴寒蛊毒竟然没有再爆发，这让穆青瑶激动了一晚上。今天他来是想感谢楚风，并给楚风灵石的。盛长老，穆青瑶来到楚风和盛莲儿面前，先恭敬地给盛莲儿行了个礼。楚风，你和穆小姐认识？盛莲儿转头似笑非笑地看向楚风道：“我们之前在东荒大陆见过。”盛莲儿看楚风的眼神，就像是楚风和穆青瑶有什么一样。如果楚风和穆青瑶确实没有那种关系，倒是没有什么。重要的是楚风已经和穆青瑶发生了最亲密的关系，这让楚风多少有点心慌。盛莲儿闻言没有再说什么，转头看向穆青瑶，想要知道穆青瑶找楚风做什么。楚风，这个给你。穆青瑶说完就递给楚风一个储物戒指。盛莲儿看得一阵蹙眉，他之前才给楚风一个储物戒指，
和楚风确定关系。现在穆青瑶又给楚风一个储物戒指，难道穆青瑶也对楚风有情意？这是什么？楚风问道。你昨天给我赤炎红莲子，压制了我的阴寒蛊毒，我是来感谢你的。这是买你赤炎红莲子的灵石，灵石可能不够买你的赤炎红莲子，不过我暂时只有这么多灵石，等以后我有灵石再给你。穆青瑶看着楚风，缓缓地道：灵石的事不急，等你宽裕了再给我也行。楚风闻言接过穆青瑶递来的储物戒指，赤炎红莲子。盛莲儿瞬间想到之前在东荒秘境，楚风用赤炎红莲换他玉坠的事，不由得瞪楚风一眼。当时楚风可是把他气得不轻。楚风以为盛莲儿瞪他，是以为他和穆青瑶有什么，顿时解释道：穆小姐中了一种阴寒蛊毒，刚好我这里还剩几颗赤炎红莲子，就卖给了她。哦，盛莲儿闻言不再说什么，那我不打扰你们了。穆青瑶看到盛莲儿似乎不喜欢他，顿时就立即告辞离开。片刻，楚风和盛莲儿继续往学院外走去。此时盛莲儿的2名护卫林霜和林玉正在学院外面等候。小姐，楚公子。林霜和林玉看到盛莲儿和楚风，立即恭敬行礼。他们都知道盛莲儿对楚风有意思，顿时对楚风也恭敬无比。盛莲儿微微点头回礼，楚风也跟着微笑回礼。盛莲儿和楚风边走边聊，缓缓走向盛莲儿安排的住所。楚风，穆青瑶是不是很漂亮？盛莲儿突然看向楚风，似笑非笑地问道。挺漂亮的。楚风实话实说。心动了？盛莲儿继续问道。没有。楚风微微停顿，没想到盛莲儿会这样问。不老实。盛莲儿轻哼一声。不过你不要对穆青瑶有想法了，她已经是真，据说还是被一个乞丐夺去了身子。你怎么知道的？楚风闻言猛地一惊。当初那个破庙中，就他和穆青瑶、孔蝶3个人，孔蝶已经被穆青瑶杀了，穆青瑶被他这个乞丐侮辱的事，应该不可能有其他人知道。盛莲儿怎么会知道？难道是穆青瑶自己说出去的，还是孔蝶没有死？楚风一时疑惑不已。我有我的消息渠道，这事应该是真的，所以你以后不要对穆青瑶有任何想法了。穆青瑶淡声道。能跟我说说穆青瑶的事吗？当初在东荒大陆，穆青瑶救过我，当初如果没有穆青瑶，说不定楚风早就死了。说起来，穆青瑶也算是楚风的救命恩人，他还救过你。盛礼儿闻言微露意外。之前我给穆青瑶赤炎红莲子，也是想回报他的救命之恩，不过他坚持要给灵石我。楚风继续道。你跟我说说他的事，如果能帮，我想帮下他。盛礼儿转头看了楚风一眼，看楚风不像是说假话，才缓缓地道。穆青瑶本是瑶池圣地的圣女，也是圣天城穆家的嫡女。半年多前，瑶池圣地突然传出穆青瑶在东荒大陆被一个乞丐夺去身子的事，后面穆青瑶就退出了瑶池圣地。会不会是谣言？楚风不相信当初那件事会有第4个人知道。盛礼儿道。应该不是，穆青瑶已经被确认失真，后面他也哭诉失真是被同门师姐孔蝶所害，而且之前还有个流影石流出，是孔蝶带着一个肮脏乞丐前往一个破庙的影像，那应该是孔蝶找了个乞丐玷污了穆青瑶。可恶，这肯定是有人在针对他。楚风闻言顿时明白，肯定是有人联合孔蝶算计了穆青瑶。盛礼儿点头道。应该是瑶池圣地中有人算计了穆青瑶，不然穆青瑶的事不会传出，孔蝶带着一个肮脏乞丐的流影石也不会传出。楚风继续询问道。那最后找到算计穆青瑶的人吗？盛礼儿不确定地道。后面瑶池圣地处置了一个跟随穆青瑶前往东荒大陆的婆婆，但到底是不是她陷害穆青瑶就不清楚了，这估计只是一个替罪羊。楚风微带着愤怒道。盛礼儿微微点头道。不过事情已经发生，就算找出真凶，穆青瑶也不可能做瑶池圣地的圣女了。瑶池圣地号称最圣洁的宗门，他们不可能让一个被乞丐玷污的女人做圣女。最圣洁，我看也不过是个藏污纳垢之地。楚风冷声道。也不能这样说，算了，不说瑶池圣地的事了。如果你要报答穆青瑶，我这里还有3个赤炎红莲子，对穆青瑶有用的话，你就拿去给他。说完，盛莲儿就从储物戒指中拿出3个赤炎红莲子，递给楚风。当初在东荒秘境，楚风用1朵赤炎红莲换盛莲儿的玉坠，当时有12个赤炎红莲子，盛莲儿分给9个护卫1人1个，还剩下3个。楚风看到盛莲儿手上的赤炎红莲子，顿时想到当初抢他玉坠的事，歉意地道：伟儿，抱歉了，当时抢了你的玉坠。从来没有人惹我那么生气过，我当时真是恨不得咬死你。盛莲儿轻哼一声道。当时我是为了得到岩浆下的异火，才不得已抢了你的玉坠。楚风解释道。盛莲儿闻言微露惊讶道。当初那火山下有异火，你拿到了吗？拿到了。楚风说完把异火召唤出来道。这是高级异火，红莲地火。盛莲儿见状一脸高兴地道。太好了，如果当初盛莲儿知道楚风拿他的玉坠获得了异火，他说不定会气得不轻。现在已经和楚风确定关系，盛礼而只会为楚风高兴，这多亏了你的玉坠，我才能获得异火。楚风从脖子上拿出玉坠。莲儿，这玉坠还是还你吧。不用，我现在不能修炼，带着它用处不大，还是留你带着。盛莲儿微笑道。那我就当是你给我的定情信物了。楚风轻轻一笑。
盛丽儿闻言横了楚风一眼，不过也没有反驳楚风的说法。等那天我也给你找一个宝物做定情信物。楚风现在一时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宝物，只能以后碰到再说。盛丽儿闻言高兴的点头同意。不久后，盛丽儿带着楚风来到一个巨大的庭院前，庭院大门上挂有一个匾额，写着大大的3个字风庭院。楚风见状看了盛丽儿一眼，这应该是盛丽儿特地为他取的宅院名。盛丽儿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多说什么，带着楚风往里面走去。庭院内部宽阔无比，比楚风之前购买的那个小院起码大了10几倍。从庭院大门开始，有一条青石铺成的小径，蜿蜒曲折连通到庭院的各处地方。小径两边种满了各种花草，让整个庭院看起来美观至极。一踏入大门，就感觉一股清香扑鼻。庭院一角还有个精美的凉亭，闲暇时光在那里坐着品茗闲聊应该不错。小姐，庭院中有一些婢女，她们看到盛丽儿立即恭敬地过来行礼。以后楚公子就是这里的主人，你们要用心伺候。盛丽儿指着楚风向众多婢女介绍道。公子。众多婢女立即恭敬地向楚风行礼。楚风微微抬手示意众女起来，你们先下去。盛丽儿示意众多婢女先离开。楚风，你安心在这里住，其他事不用你管，我会帮你安排好。盛丽儿微笑着看向楚风道。丽儿，谢谢你。楚风看向盛丽儿的目光充满感谢。我们之间还用说谢吗？盛丽儿微微瞪了楚风一眼。是我说错话了。楚风轻笑道。片刻，盛丽儿带着楚风缓缓地在庭院周围逛着。丽儿，要不你搬过来和我一起住？楚风带着期待地道。不行。盛丽儿轻声道。你现在是我的学生，我们2个住一起，别人会说闲话，而且让秦问天知道我们住在一起，他肯定会派人暗杀你。楚风闻言眼中猛地闪过一丝凶光，他现在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和自己的女人在一起都要躲躲闪闪的。好了，你先努力修炼，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在一起。盛丽儿看到楚风不说话，顿时轻声劝慰道。我会尽快变强的。楚风目光坚定地道。楚风和盛丽儿在庭院中逛了一圈之后，盛丽儿陪楚风吃了午膳就告辞离开。送盛丽儿离开后，楚风就立即进入到混沌星辰珠中修炼。之前盛丽儿给了楚风很多修炼资源，足够他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用为修炼资源操心，现在他只要安心修炼就行。翌日，楚风早早从混沌星辰珠中出来，动身前往太乙学院。今天是新生进圣道塔的日子，楚风无比期待能在圣道塔中获得机缘，快速变强。不久后，楚风来到太乙学院，此时已经有不少学生在学院中修炼。楚风进学院后就直接来到圣道塔前。圣道塔是一座石塔，古朴大气。圣道塔只有1层，不过有近20米高。楚风一眼就看出这石塔不是真正的圣道塔，而是一个传送阵罢了。通过这个传送阵可以传送到真正的圣道塔中，就是不知道真正的圣道塔在何处。传说真正的圣道塔是一件上古道器，是人族的至宝，获得圣道塔的人将能成为人族至高无上的王。不过这只是传说，是不是真的并没有人能确定。此时圣道塔还没开启，来的新生都在圣道塔前等候，现场还来了不少导师，估计是陪各自的学生前来的。楚风等了片刻，就看到盛丽儿缓缓向他走来。此时周围的学生看到盛丽儿都对楚风一阵羡慕，特别是男学生。盛丽儿不仅是学院长老，还长得如此漂亮，有如此漂亮的修炼导师，估计做梦都会笑醒。楚风看到盛丽儿内心一阵高兴。今天盛丽儿穿着一袭翠玉罗裙，绝美无比，让人看了心动不已。丽儿，你今天真漂亮。盛丽儿走近，楚风立即低声赞美道。贫嘴。盛丽儿闻言横了楚风一眼，不过脸上却充满喜悦。女为悦己者容，能得楚风喜欢，盛丽儿心中也感到无比高兴。很快，不断有人来到圣道塔前，院长孔文琪和很多学院高层都来了，另外还有很多老生前来观看。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楚风疑惑地看着盛丽儿道。盛丽儿缓缓地道。圣道塔不单是学生的机缘，还是观学院的排名。荒一界所有的学院都有圣道塔，学生登塔还有排名，这就造就了各个学院相互比拼的现象。看到圣道塔前面的那2个石碑吗？盛丽儿说完指着圣道塔前2个巨大的石碑。楚风闻言目光投去，他之前并没有注意，现在才发现石碑上有很多名字。盛丽儿继续道。左边石碑是圣道塔地榜，记录的是太乙学院学生闯圣道塔的院内排名。右边石碑则是圣道塔天榜，记录的是整个荒一界学院学生登塔的排名。太乙学院号称荒一界最好的学院，不过圣道塔天榜第一却不是太乙学院，而是北方大陆的赤龙学院。赤龙学院是吃人族建立的学院，吃人族算是一族，他们一直视人族为敌人，和人族争斗不休。院长一直很不服赤龙学院压在太乙学院之上，想要从各地找寻人族天骄，帮太乙学院拿到圣道塔的天榜第一。此时楚风也看到了右边天榜石碑上的排名，第1名赤龙学院吃战899层，第2名太乙学院秦问天886层，第100名苍蓝学院叶凡750层。排名石碑一直立在太乙学院中，太刺眼了。不仅院长看得不爽，
太乙学院的学生看着也非常不爽，而且整个荒夷界的学院都有这个排名石碑，别的学院看到这个排名石碑，肯定都会觉得赤龙学院比太乙学院好。孔文琪一直期待有太乙学院的学生能力压吃战，让太乙学院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学院。这时楚风也明白孔文琪和那么多学院高层为什么会来观看新生登圣道塔了。至于那些老生，估计是来看热闹的。这届圣道塔登塔排名第一的是谁？这届新生有没有人能力压吃人族的吃战，或者有没有人能直接登顶圣道塔，拿到圣道塔无法想象的奖励？这些估计都是那些看热闹的人想看的。这吃战的天赋很强吗？连秦问天都比不过他。秦问天是真龙之体，天赋绝顶，楚风微意外秦问天也不能力压吃战。吃战是原始魔体，天赋极为恐怖。圣里儿点头道：原始魔体。楚风知道原始魔体，虽然原始魔体不及他上一世的幽冥魔体，但也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体质。楚风，你没有信心能力压吃战？圣里儿转头看向楚风道：如果楚风能力压吃战，孔文琪肯定会无比感激楚风，这样楚风在太乙学院和圣天城也就有了靠山，秦问天和秦家就不敢随意动楚风。没问题。楚风淡淡一笑，这圣道塔是根据境界来确定怪物等级的，楚风可以越2、3个大境界杀敌，他有信心能力压吃战和秦问天。太好了！圣里儿闻言一阵兴奋，不过突然又想到了什么，再次看向楚风道：楚风，圣道塔500层后的妖兽会灵魂攻击，让人防不胜防，到时你一定要小心应付。楚风闻言淡笑道：我的灵魂是重生的，在这荒夷界没人能比得过我。圣里儿闻言顿时放心。不久，院长孔文琪宣布新生开始登塔，众多新生闻言立即有序地排队进圣道塔。楚风并没有第一时间进圣道塔，而是让众人先进，他最后再进。很快，众多新生陆续进入到圣道塔。楚风正准备进圣道塔，突然一名俊朗青年缓缓向圣里儿走过来。秦问天。楚风看到俊朗青年，微微蹙眉，他没想到秦问天也会来。不过看秦问天的架势，并不像是来看新生登塔的，应该是看圣里儿在这边，他才来的。圣小姐。秦问天一脸微笑的来到圣里儿身边，对于圣里儿身边的楚风，他连看都不看，仿佛根本没有楚风这个人似的。我说过，在学院你要叫我长老。圣里儿淡淡的瞥了秦问天一眼道：圣长老。秦问天闻言也没有生气，微笑着换了个称呼。圣里儿淡淡点头回应，转头看向楚风道：楚风，你快进圣道塔吧。楚风正想点头回应他马上进塔，秦问天就抢先一步对楚风嘲讽道：圣长老，你这学生不会是害怕进圣道塔吧？不过害怕也对，圣道塔虽然很少死人，但一般人进去肯定会受一番伤出来，要是上到500层，还可能会有灵魂遭遇重创的危险。我们学院之前就有几名学生在500层上，灵魂遭到重创，变成了傻子。对于秦问天的嘲讽，楚风看都不看他一眼，微笑的看向圣里儿道：我去闯塔了，一会看我登顶。圣里儿微笑点头。听到圣里儿的回应，楚风就立即转身走向圣道塔。哼，一个废物还想登顶圣道塔，他怕不是做梦还没醒。秦问天对于楚风的无视充满愤怒。秦问天，你不许说楚风是废物。圣里儿听到秦问天说楚风废物，顿时生气地瞪着他。圣长老，楚风资质平平，和废物也没什么区别。秦问天淡声道。昨天秦问天见过楚风后，就让人去调查楚风的来历。楚风是东荒大陆的人，秦问天一时也查不到楚风的来历。不过秦问天看楚风资质平平，觉得楚风能进太乙学院，也是圣里儿为报救命之恩让他进来的。楚风本身就只是个普通的修士，你等着，一会楚风定会超过你的886层。圣里儿说完就不再理会秦问天，直接转身走向不远处的孔文琪等人。圣长老，今天也过来观看新生登圣道塔。孔文琪看到圣里儿，立即打招呼道：今年我有学生。圣里儿微微一笑道：差点忘记圣长老今年收有学生了。孔文琪淡笑道：不知圣长老的学生能登到几层？不好说，不过成绩应该不会差。圣里儿轻轻一笑道：现在圣里儿也不能确定楚风能登到多少层，不过圣里儿对楚风有信心，相信他一定能力压秦问天和吃战，成为圣道塔天榜第一。那我们拭目以待。孔文琪淡淡一笑，不再说什么。昨天孔文琪就见过楚风，楚风一看就只是资质一般的修士，体质也只是一般体质。孔文琪并不认为楚风能登到多少层，按他的估计，楚风估计就能登个200-300层。现在看圣里儿对楚风如此有信心，孔文琪也不想多说什么，来打击圣里儿的信心。院长，老师。这时秦问天也跟着走过来，朝着孔文琪和白星海行礼。白星海是太乙学院的副院长，也是秦问天的老师。问天也来了呀。孔文琪看到秦问天微微有点意外，不过想到圣里儿在，秦问天会来也不奇怪了。我来看看。这届的新生说不定有能打破我记录的学生，我想亲眼见证一下。秦问天淡淡一笑，说话间眼睛看向圣里儿，似乎意有所指。希望吧，我一直期待着有人能打破你的记录，
力压痴战，让我太医学院登顶圣道塔天榜。孔文琪轻笑一声，不过似乎并没有抱多大希望。这时，旁边的白星海淡淡的出言道：“这届应该没希望了。这届新生天赋最好世事不凡和萧云，不过以他们两人的资质，根本不可能超过问天，更别说超过痴战了。白院长，这可不好说，说不定新生之中还隐藏着真龙呢。”盛脸儿突然诞生道：“盛长老，你说的真龙不会是你的那个学生楚风吧？”秦问天闻言不禁嗤笑出声：“哼！”盛脸儿轻哼一声，没有理会秦问天。一切皆有可能，说不定盛长老的学生能一举登顶圣道塔1000层也不奇怪。白星海闻言也轻笑一声，笑声中带着嘲讽：“哈哈，如果能这样，那就太好了。”孔文琪也听出了秦问天和白星海话中的嘲讽之意，顿时大笑一声，打断三人的对话。盛脸儿也听出了白星海对他的嘲讽，不过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他等着一会看楚风超越秦问天，狠狠打脸白星海的场景。楚风一进圣道塔，就感觉意识一阵恍惚，然后他就出现在一个宽大的塔层中。塔层宽阔巨大，方圆有500米左右，塔高也有15米。在对面塔壁的中间写有3个大字：第1层。好！突然，塔层的一角猛然出现一头3米高的巨狼，怒吼着朝楚风飞扑过来。玄灵境一重，巨狼的境界只是玄灵境1重，楚风随手一挥就将巨狼轰爆，血肉四溅。不过巨狼的尸体落地后，就瞬间消失不见。紧接着，塔层中央就猛地出现一个光圈，光圈是下一层的入口。楚风立即跨入光圈，瞬间，楚风又传送到一个和刚才相同的塔层中。塔层对面的塔壁写着第2层。第2层的妖兽是一头巨大的人脸蜘蛛，塔层也到处是蛛网。人脸蜘蛛盘踞在塔层上方，体型庞大，但是触足就有3米长。他一看到楚风，立即嘶叫一声，快速从蛛网爬向出楚风。恶心！楚风看到人脸蜘蛛那恶心的人脸，远远就一拳轰过去。轰！人脸蜘蛛的境界只是玄灵境1重，根本扛不住楚风的一拳，瞬间就被轰成碎渣。人脸蜘蛛死后，周围的蛛网也立即消失不见。塔层中央再次出现一个光圈，楚风立即踏入光圈，进入到第3层。第3层的怪物是一棵树妖，树妖体型庞大，树枝几乎布满整个塔层。树妖的境界是玄灵境2重，比前面2层的妖兽高了一个小境界。不过对于楚风来说，境界还是太低了。楚风只是随意挥出一掌，就把树妖轰死。很快，楚风就来到了第10层。第10层的怪物是2头妖豹，一雄一雌，境界是玄灵境3重。2头妖豹速度惊人，不过对于楚风来说，他们的境界还是太低。楚风2拳就把他们轰死。击杀完2头妖豹后，塔层中央再次出现光圈，不过这次伴随着光圈出现的还有一个玉瓶。之前盛莲说每闯过10层就能随机获得奖励，现在出现的这个玉瓶应该就是所谓的奖励。楚风走到光圈旁，拿起玉瓶，打开看去，里面是一滴液体，液体散发着淡淡的香气，不过楚风却看不出这液体是什么。检验片刻，楚风确认液体没问题，就直接把液体滴入口中。瞬间，一股热流从楚风口中蔓延至全身。淬体灵液，从身体的反应效果，楚风知道了液体的功用，这是一种极为高级的淬体灵液，不过太少了，效果不够明显。如果有大量的话，将能大幅提升身体的强度。不过现在才到第10层，后面应该还能获得这种淬体灵液。片刻，楚风再次踏入光圈，进到下一层。楚风快速的往上爬塔，随着塔层越高，怪物的实力越来越强，数量也越来越多，怪物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有妖兽、魔物、死灵之兽、傀儡。半个时辰后，楚风来到第100层。第100层怪物的境界已经是第0境1重，而且有5头不同种类的妖兽。5头妖兽一看到楚风，立即齐冲向楚风。楚风看到5头妖兽齐冲过来，他立即拿出魔影剑，横着挥出一剑，轰！5头妖兽根本抵挡不住楚风的剑气攻击，瞬间被一分为2而死。杀完100层的怪物，这次出现的奖励是一本古籍《圣道经》上部。楚风看到古籍封面上斑驳的古字，微微一愣，这是功法。看名字，楚风以为是功法，不过当他打开古籍，却发现这根本不是功法，而是一篇经文。楚风仔细的一页页翻看，不知不觉中，楚风竟然进入了顿悟状态。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此时外面的人已经等了2个时辰，众人的目光都紧盯着圣道塔两边的排名石碑，不过上面的排名一直没有变化。在圣道塔外面的人是看不到里面的人登到多少层的，只有里面的人上榜了，外面的人才能知道里面的人爬到多少层。有人上榜了，是萧云，他上地榜了。突然一声尖叫让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圣道塔的榜上。这时地榜上的排名发生了变化，第1名太医学院秦问天886层，第100名太医学院萧云620层。地榜只是太医学院院内学生的排名，第1名是秦问天。现在萧云顶替了之前排名第100名的学生，成为新的第100名。这小子还不错。秦问天看到萧云上榜，微微露出一丝笑容。秦家和萧家是姻亲，萧云算是秦问天的表弟，平时萧云也以秦问天马首是瞻。现在看到萧云上榜，秦问天也不禁为他高兴啊！石不凡挤掉萧云了。突然
第100名的萧云被石不凡顶替，掉下了地榜。这才开始，一会石不凡和萧云肯定都会挤掉排行榜前面的人，就是不知道他们最后能排到多少名。你说他们两人有没有可能超过第1名的秦问天？不可能，秦问天是我们这一代的绝世天骄，绝对不可能有人能超过他。那痴战是怎么超过秦问天的？痴战是上一代的人，听说他现在已经是黄境强者，不能再拿来和秦问天相比。我听说痴战是用什么魔功增幅实力才能到899层的，如果以正常的实力，他肯定没有秦问天强。痴战是一族，不能拿来和我们人族比较。周围的人看着排行榜，议论纷纷。盛脸儿疑惑地看着排行石碑，有点不理解楚风为什么还没有上榜。楚风的实力比石不凡和萧云都强很多，石不凡和萧云都上榜了，楚风没理由不上榜。时间又过了1个时辰，这段时间地榜排名不断变化，石不凡和萧云不断地把地榜上的人挤到下面。突然一声尖叫声再次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石不凡上天榜了。这时天榜上的排名发生了变化，石不凡到了750层，挤掉了之前的天榜100名，成为了新的天榜100名。这石不凡可以啊，竟然上天榜了，不知道他能冲到多少层，希望他能打破痴战的记录。别做梦了，秦问天都打破不了痴战的记录，其他人更不可能了。众人看到石不凡登上天榜，开始议论纷纷。此刻萧云还在730层，比石不凡低了20层。废物！秦问天看到萧云连石不凡都比不过，顿时一阵愤怒。盛脸儿还是默默地看着地榜排名，担心楚风的安全。以楚风的实力，不可能那么久都登不上地榜，他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了。时间又过了1个时辰，这时几乎所有的新生都已经从圣道塔出来，只剩下几个榜上的学生还在奋力往上爬。其中石不凡已经到了830层，而萧云也到了800层。突然圣道塔前一道光影闪烁，一人从圣道塔走了出来，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走出来的人。盛脸儿也立即看向来人，期待出来的人是楚风。现在盛脸儿并不期望楚风能爬到多少层了，只希望楚风能平安出来。不过看清出来的人后，盛脸儿瞬间一脸失望。出来的人是萧云，他扛不住801层怪物的攻击，被轰出了圣道塔。萧云出塔后，看到众人的目光都在他身上，他顿时觉得他上到800层肯定是这次的第1名了。不过众人的目光在萧云身上停留片刻，又立即投向天榜。难道还有人比我爬得高？萧云也跟着众人的目光看向天榜。等萧云看到天榜上时不凡在830层时，他顿时气得咬牙切齿。上次新生秘境时不凡就抢了他的第1名，没想到圣道塔时不凡也压他一头，这让萧云愤怒不已，发誓过后一定要好好教训石不凡。此时楚风还在100层，之前楚风阅读圣道经进入顿悟状态，刚刚才结束。进入顿悟状态，楚风的剑道修为和感悟得到了质的飞升，不仅剑意的境界达到了巅峰，剑士的感悟也得到了提升。可说这次顿悟让楚风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楚风不知道他刚才顿悟了多久，不过应该有一段时间了。为了不让外面的圣脸担心，他立即走入传送阵。低层怪物都是一件的事，楚风没有任何保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爬塔。时间又过了半个时辰，这时石不凡已经到了850层，成为了天榜第5名，还差36层了。这石不凡不会能打破秦问天的记录吧？不可能，石不凡的速度已经越来越慢，估计马上要出来了。后面塔层的怪物太恐怖了，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石不凡能到850层已经算是绝世天才了，我倒是希望石不凡能打破秦问天的记录，甚至痴战的记录。不过现在看来估计不可能了。唉，这一届还是没人能打破痴战的记录。众人看到石不凡到850层，一阵议论纷纷。秦问天面色冰冷地看着天榜排名，他不允许任何人超过他。如果石不凡敢超过他，那他绝对不会让石不凡好过。半刻钟后，石不凡最终扛不住851层怪物的攻击，被轰出了圣道塔。看到石不凡从圣道塔出来，秦问天终于大大松了口气。结束了，可惜我们太乙学院还是没人能打破痴战的记录。痴战不是人，连秦问天都打破不了他的记录，其他人更不可能打破他的记录了。唉，不知道要多少年，我们人族才能有人打破痴战的记录。秦问天都打破不了的记录，估计要无数年后才有人能打破痴战的记录了。众人看到石不凡被轰出圣道塔，顿时开始议论纷纷。孔文琪看到石不凡出来，顿时一脸遗憾。刚才他还一直期待着石不凡能创造记录，没想到最终石不凡只到了850层。所有人都出来了吧？孔文琪扫视在场的人，准备宣布本届的圣道塔结束。圣长老，你的学生楚风好像还没有出来，他不会死在里面了吧？这时秦问天注意到楚风还没有出来，顿时高兴地发出嗤笑。孔文琪闻言看向圣脸，问道：圣长老，你的学生还没有出来？圣脸轻轻点头，目光一直盯着圣道塔出口和地榜100名，期待着楚风能出来或者出现在地榜上。圣长老，我之前还以为你的学生能一举创造纪录登顶圣道塔，没想到他竟然死在了圣道塔，真是可悲可叹啊。这时
白星海听到秦问天说楚风还没有出来，顿时落井下石的开始嘲讽。白星海之前在一些事上和圣脸有过冲突，还被圣家的黄境强者教训过，现在有机会嘲讽圣脸，白星海当然不会放过。圣脸听到白星海说楚风死了，顿时愤怒地看向白星海，怒声回对道：就算你死了，楚风也不会死。好了，一切皆有天命，你们不必为此事争论。孔文琪看到圣脸要和白星海起争执，连忙出声阻止。突然一道惊疑声响起，咦，地榜100名换人了。众人闻言目光再次投向地榜，圣脸听到声音也立即看向地榜，等看到地榜100名是楚风时，他瞬间热泪盈眶。混蛋，竟然那么慢，害我担心那么久。圣脸心中一阵气恼，不过看到楚风安全，他顿时放下一直悬着的心。竟然还有人在塔中，我还以为塔中已经没人了。楚风，这好像是圣长老的学生。众人看到地榜100名有变化，顿时又开始议论纷纷。这时秦问天看到楚风上地榜，脸上的笑容猛地一滞，白星辰的脸上也是一阵阴沉。他们两人之前都以为楚风已经死了，没想到楚风不仅没死，还上了地榜，那么久才到621层，估计这就是他的极限了。秦问天对着榜上的楚风一阵贬低，认为楚风的极限最多就能到620多层，这可不好说。就像白院长之前所说的，一切皆有可能，说不定楚风能登顶1000层呢。知道楚风没事，圣里儿心情高兴，不禁拿出之前白星海讽刺的话来回对秦问天：圣长老，我之前只是开个玩笑，你不会真以为楚风能登顶1000层吧？白星海闻言诞生，嗤笑道：楚风就算不能登顶1000层，但是他肯定能超过秦问天。圣脸一脸自信地道：就他还想超过我？搞笑！秦问天听到圣脸说楚风能超过他，顿时一阵嗤笑。那我们拭目以待。圣脸淡笑道。说完，圣脸就不再理会秦问天和白星海，目光转向的榜排名碑上。啊，这楚风的速度好快，才一会功夫他就登了10层，这速度他不会是发现什么捷径了吧？难道这圣道塔能爬到外面，不用杀怪，在外面一直攀爬而上？有可能，不然他怎么可能爬那么快？众人看到楚风恐怖的登塔速度，震惊的议论纷纷。楚风爬塔的速度太快了，不到10息时间就登上1层，想要做到这种速度，除非是能不断秒杀塔中的怪物才有可能。不过众人根本不相信楚风能不断秒杀塔中的怪物，怀疑楚风是发现了什么登塔的捷径。如果他能一直保持这种速度，那这次我们真的有希望力压赤战了。孔文琪一脸激动地道。现在孔文琪可不管楚风是用什么捷径登塔，他只要楚风能力压赤战，登顶天榜第一。院长，楚风肯定是用了什么爆发灵技增幅了实力，等灵技时间一过，他肯定就扛不住了。秦问天一脸笃定地道。秦问天也有爆发实力的灵技，600多层的怪物并不是很强，他使用爆发灵技也能秒杀600多层的怪物，不过爆发灵技的时间极短，他最多只能坚持1刻钟的时间，而且时间一过他就会陷入一段虚弱期。秦问天觉得楚风就是用了这样的爆发灵技，等灵技时间一过，楚风就会支撑不住。孔文琪闻言微微点头，有点认同秦问天的说法。不过等了一段时间，楚风依旧以惊人的速度在快速往上登塔。秦问天见状一脸不信，愤怒叫道：可恶，他的速度怎么还没有慢下来？很快楚风就以惊人的速度到达700层、750层、800层、850层，只用了半个时辰，楚风就从630层登到850层。此时外面观看的人都已经被彻底惊呆，众人都目瞪口呆地盯着圣道塔天榜，一脸不可置信。这半个时辰，楚风登塔的速度几乎没有任何减缓，一直在高速登塔。这楚风绝对是发现了什么捷径，不然不可能这么快，太逆天了。按照这样的速度，楚风很快就能超越秦问天和痴战，甚至登顶1000层都有可能。我们这是要见证历史了吗？此时整个太乙学院的人都被圣道塔的动静吸引了过来，众人都震惊地看着天榜排名榜，议论纷纷。穆清瑶也被吸引了过来，当看到是楚风引起的震动，他不禁也露出深深惊讶。上次和楚风交手，他就知道楚风很强，但是他没想到楚风竟然这么强。看来上次楚风和他交手根本没有动用全力。此刻圣里儿内心充满自豪，楚风是他的男人，楚风能取得如此成就让众人震惊，圣里儿感到无比自豪。圣里儿看到旁边一脸阴沉的白星海，不禁笑着打趣道：白院长，你说楚风能不能超越秦问天呢？哼！白星海怒哼一声，没有回答圣里儿。秦问天听到圣里儿的话，一脸愤怒，似乎恨不得楚风现在就被塔中的怪物轰死。860层、870层、880层、887层，片刻功夫，楚风就冲到887层，超越了秦问天，超过秦问天了。以后楚风才是我们太乙学院的第一天骄。以后楚风就是我最崇拜的人。现场的众人熙熙攘攘地议论着。890层、900层。不久后，楚风登到900层，超过痴战，成为新的天榜第一。太好了！看到楚风成为天榜第一，孔文琪瞬间激动地大声狂笑起来，笑声震彻整片天地。赤龙学院在圣道塔压了太乙学院100多年，
今天太乙学院终于有学生打破吃战的记录，让太乙学院成为圣道塔的天榜第一，积压100年的耻辱，今日终于被洗刷掉。这不由得孔文奇不激动，太好了，这下我们太乙学院就是名副其实的荒夷界第一学院了。不错，以后楚风就是我们太乙学院的英雄。楚风成为圣道塔天榜第一后，众人都奔走相告，一时整个太乙学院都陷入振奋和狂喜中。圣莲儿看到楚风带来的巨大震动，脸上充满喜悦和自豪，他感觉人生中从来没有如此自豪过，也没有如此高兴过。也许他自己成为天榜第一，他都不会如此高兴。楚风是他的男人，看到自己的男人取得如此成就，被众人崇拜，他比谁都高兴。此时秦问天和白星海的脸色更加阴沉，特别是秦问天内心更是充满了无限愤怒和不甘。他竟然从之前的老二变成了老三，而且还是永久的老三。圣道塔只能进一次，他想改变也改变不了，以后他只能永远屈居在楚风之下，这让他怎么甘心？痴战是一族，也不是同一代的人，他屈居在痴战之下也没有什么。现在楚风是人族，还是和他同一代的人，在同一个学院下，两人还会经常相见。别人看到他和楚风，肯定都会认为楚风比他强，这怎能让他甘心？910层、920层、990层、1000层，楚风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功登顶了圣道塔1000层，竟然真的登上了1000层，太不可思议了！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众人看到楚风成功登顶圣道塔1000层，都震惊的议论纷纷。第一名太乙学院楚风1000层，第二名赤龙学院痴战899层，第三名太乙学院秦问天886层。秦问天看到天榜排名，内心充满愤怒，他竟然低了楚风114层，这是极大的耻辱。这排名看着就像他低楚风一个档次似的。此刻秦问天恨不得能立即把天榜石碑毁掉。这时孔文奇已经兴奋的手舞足蹈，楚风登顶圣道塔1000层，那以后就没有人能超越楚风，也没有哪个学院能超越他们太乙学院。以后太乙学院就是永远的荒夷界第一学院，这是永垂历史的奇迹。他作为太乙学院的院长，也将永载史册。想到能永载史册，孔文奇就兴奋的不行，立即让白星海去安排盛大的欢庆活动。白星海闻言顿时一脸阴沉，他的弟子秦问天被楚风远远超过，他现在还要去安排帮楚风庆祝，这简直就是像吃了粑粑一样难受。此刻圣莲儿内心充满无限自豪，脸上的笑容更是前所未有的灿烂美丽。圣莲儿之前想过楚风能超过秦问天和痴战，但是他没想到楚风竟然能登顶圣道塔1000层，这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记，以后都不会有人能超越楚风了。想到楚风能永垂历史，圣莲儿就激动不已。这时远处的穆清瑶也被楚风深深震撼到，他没想到之前向他表白的男子竟然会如此优秀，甚至已经远超中州第一天教秦问天了，这让穆清瑶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涟漪。想到之前楚风向他表白的事，穆清瑶不禁想着，他要是答应楚风的追求会怎么样？现在楚风如此优秀，说不定穆家会同意他和楚风在一起。不过瞬间穆清瑶又立即放弃了这个想法。楚风是他在东荒大陆暮色城认识的，看到楚风他就会想到暮色城，继而想起那段耻辱的经历。有关那段耻辱经历的任何人和任何事，他今生都不想再碰触。而且他已经失真，楚风向他表白肯定也只是想玩玩他，不可能真正和他在一起。想到这，穆清瑶悲伤轻叹一声，转身缓缓离开。这时荒夷界各大学院的人都在各自学院的天榜石碑上看到了楚风登顶圣道塔。这怎么可能？不，这绝对不可能！作弊，绝对是作弊！不可能有人能登顶圣道塔1000层，这楚风太逆天了！我人族终于有人力压吃人族的痴战了，我人族果然是最强的。各大学院的学生看到圣道塔天榜排名，都震惊的议论纷纷，有人怀疑，也有人欢呼楚风帮人族力压了吃人族。此时在赤龙学院，赤龙学院的院长吃天看到楚风竟然力压痴战登顶了圣道塔1000层，他顿时暴怒不已，立即派人去中州查明这楚风的情况，再趁机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人族压在我吃人族的头上，敢压我吃人族头上的都得死。楚风登顶1000层后，塔层中央没有再出现光圈，只出现了2个玉瓶和一张残缺的玉片。楚风见状微微蹙眉，他没想到登顶这圣道塔就只有这点奖励，之前还传说登顶圣道塔能得到难以想象的奖励，现在看来似乎只是谣传。这是藏宝图。楚风拿起残缺的玉片观察片刻，发现玉片上标注了一个藏宝地点，不过却没有标明藏宝是什么，而且这个藏宝地点并不是在荒夷界，而是在一片未知的混乱星域中。玉片上还标注了前往混乱星域的途径，不过以楚风现在的实力，暂时到不了那里。楚风只能先把玉片收入混沌星辰珠中，等以后有实力了再去寻找藏宝。接着楚风又拿起2个玉瓶查看，玉瓶和之前淬体灵液的瓶子差不多，不过似乎并不是淬体灵液。之前楚风登塔途中获得了大量淬体灵液，还有一些功法灵剂和宝物，不过功法灵剂和宝物对楚风的作用不大，
只有淬体灵浆对他有些用。片刻，楚风打开一个玉瓶，瞬间一股浓郁的香气弥漫而出，让楚风身上的疲劳一扫而空。这是圣元灵浆。楚风滴一滴灵浆入口，想要确认是不是圣元灵浆。灵浆入口，瞬间化作一股热流，弥漫到楚风全身，把他消耗的灵气瞬间补满。真是圣元灵浆！楚风瞬间一脸激动。从灵浆的药效，楚风确认瓶中的灵浆就是传说中的圣元灵浆。圣元灵浆是一种极其稀有的灵药，就算是在上界也极难寻到。圣元灵浆能快速提升修士的修为，还能改善修士的体质，甚至有一定的几率能让修士的体质进阶。楚风现在的体质只是普通的九阳体，九阳体之上是九阳灵体和九阳神体。九阳体对于修炼没有任何增幅，但是如果能进阶到九阳灵体或者九阳神体，那将能大幅提升修炼速度。不过进阶体质的几率极小，现在只有2瓶圣元灵浆，楚风也没有把握能进阶体质，只能听天命。楚风把圣元灵浆收入混沌星辰珠中，准备出塔后再服用圣元灵浆。片刻，塔层中央突然出现一个光门，似乎是离开圣道塔的出口。楚风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就在塔层中仔细查找，看还有没有其他遗漏的奖励。不过查找了好一会，楚风都没有再发现其他的宝物。顿时，楚风就走向光门，离开圣道塔。一进到光门，楚风就感觉意识一阵恍惚，瞬间楚风就出现在太乙学院的圣道塔前。楚风出来了！圣道塔外的人看到楚风出来，都激动地朝楚风蜂拥而去。楚风看到蜂拥而来的人群，一脸蹙眉。他知道他登顶圣道塔会引来众人的围观，但是没想到会有如此多的人来围观。你们让开，让楚风先出来！这时，孔文琪一声大喊，周围的人顿时分开一条路让楚风行走。楚风看到孔文琪身边的圣灵儿，顿时缓缓向他走去。与其和众多不相识的人分享登顶圣道塔的喜悦，楚风更愿意和圣灵儿分享。楚风，圣灵儿看到楚风走近，顿时一脸激动地看着他。如果不是周围有那么多人，圣灵儿都恨不得立即投入楚风的怀抱。灵儿，导师！众人面前，楚风只能暂时先称呼圣灵儿为导师。孔文琪看着走近的楚风，好奇地询问道：“楚风，你是如何这么快登顶圣道塔的？”此时，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楚风身上，等待他的回答。楚风看着周围聚集过来的目光，淡然一笑道：“我遇到的怪物都是真灵境和玄灵境的，我几乎都是秒杀他们，所以才登塔那么快。”楚风暂时不想暴露自己的实力，顿时就随意胡诌了个理由。毕竟，就算他说他能秒杀天灵境的怪物，众人也不会相信。所以，与其被众人怀疑，还要浪费口舌解释，楚风还不如随意编个理由应付众人。啊，都是真灵境和玄灵境的怪物，这圣道塔是不是出问题了？怎么会给楚风安排那么低级的怪物？怪不得楚风能登那么快，原来他碰到的怪物都是如此低级的。楚风的运气也太好了。为什么我遇到的不是真灵境和玄灵境的怪物？是啊，如果给我安排那么低级的怪物，我也能登顶圣道塔了。众人听到楚风说的缘由，顿时爆发激烈的议论。狗屎运！秦问天听到楚风的话，顿时一阵不忿。他之前还以为楚风多厉害，没想到竟然是圣道塔出问题，楚风才能登顶圣道塔的，竟然输给了这样的人。秦问天想到以后无数年他都要排在楚风之下，顿时愤怒不已。圣灵儿一脸微笑地看着楚风，他可不会相信楚风的胡编。不过他尊重楚风的选择，楚风选择隐藏，他也不会多说什么。那你之前那段时间在做什么？怎么那么久才上榜？孔文琪有点不信楚风的说辞，想知道楚风之前在做什么。毕竟按楚风的说辞，他应该早就登顶圣道塔了，而不是最后才登顶。听到孔文琪的问话，楚风一本正经的胡编道：“我在100层前碰到的怪物很强，我费了很长时间才爬到100层。到100层时，我觉得太累了，就躺在地上休息。没想到竟然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醒来后就发现怪物都是真灵境和玄灵境的了。”众人闻言一阵哗然，对楚风的离奇登塔经历惊讶不已。孔文琪听到楚风的话，一脸蹙眉。他之前还想着为楚风造势，让楚风成为人族的英雄，现在楚风是这样登顶圣道塔的，他就不能再帮楚风宣扬什么了。你睡着的时候梦到了什么？孔文琪想知道楚风在睡觉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圣道塔给他安排如此低级的怪物。我想想，我好像梦到我和我喜欢的女人成婚了，婚后生了10个儿女，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楚风说话间一直看着圣灵儿，圣灵儿闻言一阵羞赧，同时圣灵儿不禁轻轻瞪了楚风一眼，内心羞恼，混蛋，当我是侏罗兽吗？还生10个？楚风看到圣灵儿的小表情，不禁露出开心的笑容。这时孔文琪和周围的人听到楚风的话，顿时都一阵无语。你登顶圣道塔得到了什么奖励？秦问天突然询问道。也没什么奖励，就1瓶圣元灵浆。楚风淡淡一笑道。圣元灵浆，这可是传说中的顶级灵药啊！众人听到楚风说获得了1瓶圣元灵浆，顿时都两眼放光。圣元灵浆可以快速提升修为，1瓶圣元灵浆起码能提升几个小境界，节省大量的修炼时间。秦问天听到是圣元灵浆，顿时一脸激动，对着楚风霸道地道：“圣元灵浆卖给我，你要多少灵石？不卖。”
楚风淡声拒绝道：“你。”秦问天还想继续威胁楚风，就被盛脸打断。秦问天，你想抢我学生的东西？盛脸冷冷地看着秦问天。好了，不管楚风是如何登顶的，楚风获得的奖励都是他的。孔文琪看到盛脸要和秦问天起冲突，顿时出言打断。不管楚风是靠什么登顶圣道塔，他都是为太医学院争光了。孔文琪不会看着别人抢夺楚风的奖励。秦问天听到孔文琪的话，只能冷冷地看了楚风一眼，转身离开。走吧，散了。众人看到事情落幕，顿时都要离开。他们之前还满怀期待地迎接楚风，准备好好崇拜楚风，没想到楚风只是一个靠运气登顶圣道塔的人，而且楚风还获得了如此令人羡慕的奖励，这让众人内心充满不忿。不过他们不能抢夺楚风的奖励，只能愤愤不平地离开。很快，众人就缓缓散去。院长，我可以走了吗？楚风看向孔文琪道。孔文琪微微点头，示意楚风可以离开。之前孔文琪还准备等楚风出来，好好帮他庆祝，现在看来是没必要了。楚风闻言立即看向盛脸，想和他一起离开。盛脸见状微微一笑，立即向孔文琪告辞，和楚风一起离开。现在楚风身怀圣元灵浆，盛脸也担心有人半路抢劫，想要护送楚风回去。出了学院门口，盛脸的护卫凌霜和凌玉已经在等候，有盛脸和他们两人在，圣天城也无人敢明目张胆的来抢劫。不久后，楚风和盛脸回到风庭院。楚风，你这几天赶紧把圣元灵浆吸收了，省得有人惦记。盛脸看着楚风道。楚风轻轻点头，他不怕别人来抢，不过他也要吸收圣元灵浆修炼，快速提升境界。这几天我会让凌霜守在风庭院，你只管安心修炼。盛脸说完就吩咐凌霜，让他时刻守护在风庭院，一旦有情况立即发信号向盛家求援。李儿，谢谢你。楚风见盛脸为他安排的如此周全，不禁开口感谢他。我们之间还用说谢吗？盛脸闻言横了楚风一眼。楚风闻言顿时歉意一笑，心中对盛脸的爱意又深了几分。片刻，楚风对着盛脸道：“磊儿，你帮我去准备些阵法材料，我要在圣庭院布置些阵法，这样就没人能随意闯进来了。”好，一会我帮你布置。盛脸也懂阵法，顿时想要帮楚风布置阵法。楚风轻笑点头。不久后，盛脸按照楚风的吩咐，让林玉去把布阵材料带回来。这些材料大部分盛家都有，没有的林玉才去附近的商会购买。拿到布阵材料，楚风先在圣庭院四周布置一个屏蔽阵法，让外面的人无法窥探风庭院的情况。接着，楚风在庭院中布阵了一个迷幻阵和杀阵，这两种阵法叠加在一起，随意闯进来的人将会迷失在阵法中，再被杀阵轻易绞杀。楚风，你布置的阵法真是精妙，能不能教教我？盛脸看到楚风布置的精妙阵法，顿时想要楚风教他。盛脸也懂得一些阵法，但是他的阵法造诣和楚风比起来差得太多了。呵呵，荒一界的阵法太低级了，等以后到了上界，你才会真正见识到阵法的厉害。在上界，圣阵师可以随手布阵，杀人于无形，我的阵法只能算一般。你要是对阵法感兴趣，以后到了上界，我可以给你找最厉害的阵法师教你。楚风上一世的徒弟若轩就是圣阵师，精通各种阵法。如果盛脸对阵法感兴趣，楚风到时可以让若轩教他。好，盛脸微笑点头，他已经开始期待和楚风一起前往上界生活了。到时他的体质觉醒，他就能修炼，一直跟着楚风身边，永远在一起。片刻，布置好阵法，两人就回到内堂。楚风，你跟我说说你在圣道塔的情况吧。盛脸想知道楚风闯圣道塔的情形，也想知道圣道塔900层之后的情况。好，你过来，我告诉你。楚风拍了拍自己的大腿，一脸微笑地看向盛脸。你要干嘛？盛脸见状俏脸不禁一红，